夫人，想来你也不想你儿子被关入大牢，废去修为，削去爵位吧？李彦之面带和善的微笑，真诚地看着眼前美目含泪的丰腴美妇。美妇看起来年龄不大，却是美艳至极，颇具成熟韵味。丰腴圆臀因为她侧靠着软椅的坐姿，颇为惹眼。此时她渲然欲泣的柔弱模样，更是让李彦之心头火热。美妇徐清玄抬头看着站在跟前的李彦之，眼中浮现一缕希望的微光。秦王殿下，你真的有办法救法儿吗？镇魔司大小案件审判都需经过我手，夫人你说呢？李彦之自信一笑，紧挨着徐清玄坐下。徐清玄娇躯猛然一颤，却是没动，接着凄苦地看着李彦之，任由他的大手在自己的长腿上拍着，还两手抓紧李彦之的胳膊，开始打感情哀求：秦王殿下，求求你救救法儿吧，他好歹也是您名义上的弟弟啊！先皇就这么一位亲生儿子，虽是私生子，可也不能就这么毁掉前途。徐清玄伤心地抹着眼泪。李彦之看着美妇柔弱的样子，却是不为所动，接着便是面露难色的无奈一叹：夫人，叶凡他犯的错误可不简单啊！身为皇室宗亲，却勾结要挟，出卖大夏情报，这可是要杀头的。只废他修为，削爵为民，惩罚已经很轻了。不过，本来面露绝望的徐清玄听了李彦之这话，便知道也还有转机，眼中浮现一缕希望之光，抱紧李彦之的胳膊。不过什么？殿下只要能救法儿一命，妾身什么都答应。看着徐清玄还挂着泪痕的坚定脸色，李彦之心中淡然一笑，得吃一半了。不过夫人说的对，叶凡终归是我名义上的弟弟，我掌管镇魔司，想要救他，把案件压下去，还是有办法的。随之又面露难色，只是如果陛下发现了，难免会牵连于我，这会让我很难办啊，代价属实有点太大了些。徐清玄闻言也是陷入了沉默，却依然没有松开李彦之的胳膊。难办，那就是能办。他深知这世上只要付出的代价够大，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但这个代价，李彦之沉默不语，也不催促他做决定。许久之后，徐清玄银牙一咬，美目坚定地看着李彦之，正要开口之际，却又浮现一丝羞意。只要殿下能救法儿一命，妾身此生甘愿为奴为婢，为殿下当牛做马。李彦之眼底浮现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当牛做马简单，给草就行，却还是悠悠一叹：夫人何必如此呢？先皇已逝，你虽未被册封为妃子，但也是若真委身于我，这成何体统？李彦之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话都已经说开，徐清玄也没什么好害羞的了，反而柔声开口劝慰起李彦之：这是妾身自己做的决定，殿下不必自责。而且殿下也说了，妾身不是先皇嫔妃，不过是意外与先皇相识而已。殿下虽为大夏秦王，但也不是先皇亲子，是被收养赐爵位而已。妾身追随殿下，并无不可之处。徐清玄美眸柔情似水地看着李彦之，浅浅的泪痕让他看起来格外凄美，说的话却又这么有道理。他的儿子叶凡是大夏先皇的私生子，甚至是唯一的儿子，如今被接回京城认祖归宗没多久，虽只是二子王决定阳王，自己也没被追封为先皇妃子，但叶凡能在皇室发展，得到大量资源，徐清玄也满足了。如今却是发生了叶凡勾结妖魔的丑闻，他的未来彻底没了。不过徐清玄也知道，在外18年的叶凡突然回归，必会打破皇室的平衡，难免让龙以上的那位女帝陛下心生猜忌，同时也会让身为此前皇室唯一皇子的秦王殿下李彦之心生想法，而自己也会因为这唯一的真皇子，让那位太后娘娘心生忌惮。但徐清玄把自己和叶凡的姿态放得很低，不争不抢，即便如此，还是发现了这档子事，不排除法儿是被陷害的可能。但徐清玄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对李彦之来说是除掉法儿最好的机会。如今想要保住法儿，那就只能是自己亲自从李彦之这里出手。他这才在叶凡出事时亲自来到李彦之的秦王府，只要成了一家人，让法儿管他叫爸，他还喊法儿一声弟弟，应该就能让他们放心了吧。身为女帝陛下最宠爱的男人，说不定这还是那位昔日的大公主，如今的女帝陛下的意思呢。而且秦王殿下手握重权，天资绝世，英武不凡，能看上自己这般宝柳之姿，应该是自己占便宜了吧。殿下还可能是被那位女帝胁迫的呢。说到底，殿下也只是先皇养子罢了，想避过的也不好吧。心中想了这么多，徐清玄的内心也越发坚定，看着李彦之的目光中甚至多了丝柔和。诚恳地看着李彦之，徐清玄继续温柔地道：能追随秦王殿下，是妾身的荣幸。李彦之神色怪异，接着便一本正经的道：夫人都这么说了，那咱们便是一家人，我自然不可能看着叶凡这位弟弟出事。然后拍胸脯保证：夫人放心，天黑之前，我保证叶凡弟弟会返回他的定阳王府。谢谢殿下，殿下大恩，妾身无以为报，只能以后当牛做马，以报殿下今日之恩情。徐清玄一时间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充满柔情的美目，感激地看着李彦之，只是希望殿下稍等片刻，待到法儿无事后，妾身必在殿下面前为奴为婢。李彦之轻笑一声，食指轻轻划过徐清玄成熟白嫩的脸颊，柔声回应：夫人放心，本王答应你的事必然会做到，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徐清玄点头应下。李彦之忽然凑近他，低声道：夫人，今晚等我。
本王有大事要和你商议一番。李彦之一脸错愕地看着徐清玄，明明都没做什么。徐清玄抬起水润美眸注视着李彦之，妾身不争气，让殿下见笑了。夫人无需自责，这样很好。李彦之握住徐清玄的手，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手背。徐清玄闻言不禁娇羞地低下头去，他听出了李彦之话中的一丝言外之意。不过这会儿他已经没脸再待下去了，还得回去处理一下，洗漱一番才行。便从李彦之怀中站起身，徐清玄丰腴的娇躯朝他微微行礼：“殿下，等凡儿回府后，妾身必然说到做到。妾身如今就不叨扰殿下了，告辞。”话音一落，徐清玄便直接转身离去，他看起来很匆忙慌张。夫人慢走。李彦之看着他的背影吆喝一声，却感觉他的脚步有些许怪异，嘴角微扬，刚刚还握着徐清玄的手摩挲着下颌，轻笑一声：“有意思。”这位未被追封成妃子的夫人，虽然已经生有一子，李彦之这般近距离接触下，并未感应到他身上有驳杂的阴阳之气，体内阴气气息很纯正，这意味着他并未与人交合过。李彦之不禁眉头紧锁，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徐清玄生叶凡之事还有蹊跷？大夏所在的世界虽然没有科技，但各种特殊秘法数不胜数，且崇尚修炼，只要有天赋有契机，几乎所有人都会踏入修行之路。在这种背景下，如同代孕这般的手段也不在少数。但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彻底打开徐清玄的心扉后，让他自己说出来了。今晚就是个打开徐清玄心扉的好机会。随即李彦之陷入沉思，他今晚不仅要打开徐清玄的心扉，还要让他把所有东西都对自己打开。取出一张符箓，对其低吟一声，2个时辰后放叶凡离开，将本次关于他的案件全都压下。话音刚落，传讯符便化作流光消失。这在大夏算是修行至人间最普通的传讯方式了。低端传讯符的作用距离虽然不远，但成本低，传讯法器的价格很高昂，寻常人买不起，也找不到可联系的人。李彦之跟镇魔司的普通镇魔使联系，传讯符也就够了。坐在软榻上，李彦之单手撑着下颚，眼中浮现一丝期待的笑容。等叶凡回到他的定阳王府，却是看到我走入他敬重的母亲房间，负面情绪肯定会在这一瞬间爆棚吧？不知道会获得什么级别的宝箱呢？在看到叶凡的第一天，李彦之便觉醒了情绪值系统，只要有气运之子产生情绪，便能用情绪值开启宝箱奖励。宝箱的级别分为白色宝箱、蓝色宝箱、紫色宝箱、红色宝箱、金色宝箱以及最稀少的彩色宝箱。最基础的白色宝箱需要100情绪值才能开启一次，更高级的宝箱所需情绪值则是成倍数增长。作为气运之子的对手，拥有反派命格的李彦之自然也是有新人奖励的。奖励还是一个稀有的金色宝箱，但开启宝箱需要获得气运之子的情绪值，随意开启一次宝箱后激活，条件并不难。为了从叶凡这第一个见到的气运之子身上获得情绪值，李彦之也为此做了不少谋划。叶凡勾结妖魔之事，便是他一手主导策划的。他虽不是皇室血脉，但也被册封为异姓亲王，尊称秦王，从蓝星穿越而来，对这个封号很满意。再加上他从小在皇宫长大，是皇姐们最宠爱的弟弟，如今也是大权在握。虽然现在还只有4品高阶的修为，但大夏重要部门镇魔司的大权也被他掌控在手，所以想要策划叶凡勾结妖魔之事，对他来说很简单，为的就是让叶凡的母亲徐清玄来求自己。就目前看来，一切进展很是顺利。徐清玄不仅悄悄来求自己了，还很顺从。叶凡啊叶凡，你若是看到敬重的母亲对我委曲求全，会不会崩溃呢？别怪我，谁让你是有着真皇子命格的气运之子呢？若我不先下手，只怕迟早得被你踩一脚。李彦之眼中寒光一闪而过，接下来就等天黑，让叶凡看到自己走入徐清玄给自己留的门了。2个时辰转瞬即逝，就在李彦之在自己的秦王府中闭目调息修炼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叮！气运之子叶凡产生负面情绪，情绪值加66。李彦之猛然睁开双眼，眼中浮现一丝喜色。这叶凡还挺快的嘛，才放他回去没多久，就产生负面情绪了。李彦之随之起身，目露金光，这下也该我出动了。徐清玄悄悄回到定阳王府后，脸色依然无比滚烫，先是洗漱了一番平复心境，随之而来的便是忧虑中漫长的等待。夫人，殿下回来了。随着侍女欣喜的叫喊声传入耳中，徐清玄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前去迎接，看到的却是面色阴沉的叶凡。凡儿，你怎么样了？在镇魔司大牢你没受苦吧？徐清玄一脸担忧地看着叶凡，见他身上没什么伤痕，这才松了一口气。殿下不仅让凡儿回来了，也没让凡儿受伤，殿下没有食言。这一刻，徐清玄心中对李彦之充满了感激。叶凡却是挥手让侍女们退下，才看着母亲徐清玄沉声道：娘，我没有勾结妖魔，更没有泄露皇室秘典来换取修炼资源，这一切都是李彦之在陷害我。徐清玄闻言脸色一紧，四处打量了一下，见没人听见后才低声道：凡儿，这种话可不能乱说，诬陷秦王殿下可是重罪。娘亲好不容易去求秦王殿下，冒着被陛下追责的风险救你出来，若是被他听到你这话，定然会生气的。叶凡本就沉闷的脸色，在听了娘亲这话后，却是瞬间变得难看无比。什么？娘，
您刚刚去求李彦之了？徐清玄闻言，看着叶凡阴沉的脸色，悠悠一叹。凤玉娇躯踱步来到座椅坐下，雪白长腿并紧，低声道：“凡儿，我们母子既然入了这大夏京城，那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在这里有身份、有地位、有资源，但更需谨言慎行。你还是先皇唯一的儿子，身份特殊，必不受当今陛下待见。若想活命，就只能寻找一个靠山。我们母子还能平安相见，多亏了秦王殿下，应该感谢他。”叶凡低头沉默不语，但从他阴沉的脸色、紧咬的牙关、握紧的双拳以及隐隐发颤的身躯来看，他心中很不甘。明明就是他在暗中设计诬陷我，凭什么现在还要让我感谢他？叶凡大手一挥，咬牙切齿地说出心中的怨念：“我不可能感谢他这个卑鄙的家伙。”这一刻，叶凡心中充满了对李彦之的负面情绪。不许你这么说，秦王殿下！徐清玄冷脸呵斥一声。叶凡看着娘亲的居然为了一个外人呵斥自己，他顿时愣在原地。哎，徐清玄悠悠一叹，而后坚决地道：“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但以后娘不希望从反儿你这里听到关于秦王殿下不好的话。”然而他越是这么说，叶凡心中的怨念情绪便越深。气运之子叶凡产生负面情绪，情绪值加10。正在悄悄前往定阳王府的李彦之听着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心中不禁一乐，自己都还没出手呢，抽取最低档白色宝箱的情绪值都快差不多了。此时的前厅中，母子俩之间的氛围越发微妙。徐清玄目光逐渐柔和地看着叶凡，轻声劝慰道：“秦王殿下深得陛下和其他几位公主的宠爱，且手握大权，在朝中有极重的话语权。若是有他庇佑，在陛下面前替我们母子美言，就不会引起猜忌了，日后也能安生很多。”徐清玄语重心长的道：“为娘不期望你出人头地，也不想你因为自己是先皇独子就有某些想法，为娘就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叶凡听到这，身躯猛然一颤。娘亲对自己的关心让他心里很暖，但娘亲对自己最普通的要求又让叶凡心中涌现无尽的不甘。自己在娘亲眼中真就这么差吗？但最让他心中感到气愤的，还是娘亲对李彦之这个卑鄙小人的维护与尊崇。叶凡双手紧握成拳，坚定地看着徐清玄，声音铿锵有力：“娘，我如今虽然只有区7品修为，但迟早有一天，我会站在大夏乃至整个天蓝大陆的巅峰。我不稀罕什么皇位，更不稀罕什么王爵。有朝一日，我叶凡定会出人头地。”被别人谈起时，不再是什么大夏先皇独子和定阳王这个爵位，而是叶凡这个名字。定阳王这个称号也将因为我的名字而名留青史。徐清玄怔怔地看着叶凡豪言壮语，让他不禁心生波澜。这一刻，他甚至坚信叶凡一定能做到。不过京城的水太深，母子俩刚刚才相聚，徐清玄不想他再出现意外了，心中也担心叶凡会为了力量和心中执念会不择手段堕入妖魔之道，那可就真的无法挽回了。不行，得跟殿下商议一下，让殿下照顾一下凡儿才行，可不能让他误入歧途了。心里虽然这么想着，但徐清玄如今也知道自己这儿子自尊心极强，也不好在他面前提起李彦之的名字，便目光柔和地看着叶凡，笑着叮嘱：“凡儿一直都是娘的骄傲，不管你以后是什么修为境界，什么地位，娘都希望你好好的，绝对不能误入妖魔之道，知道了吗？放心吧，娘亲，我心里有数的。”叶凡点头应下，片刻后接着沉声道：“娘，就算你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跟李彦之接触，这个人心眼很坏，您跟他接触会吃亏的，不用别人当我的靠山，凭自己就能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徐清玄沉默不语，叶凡见状也没再多劝，道一声告辞后便转身离去前厅。徐清玄也只是愣神地看着叶凡离去，并没有挽留。不过心中请求李彦之提点帮助叶凡的想法也越发强烈。在他眼中，李彦之年少有为，天赋、修为、权力都有，还是天机楼编撰的当代大陆群英榜第1，是非常有出息的年轻俊杰，让他来教叶凡准没错。只是叶凡对李彦之的态度让徐清玄有些头疼。这次的事情就算真是李彦之策划的，在他看来也就是陛下想要敲打一下叶凡，看一下他们母子的态度而已，跟李彦之并无太多关系，没必要对他如此仇视。最主要的是，他感觉自从叶凡当初在外面历练一段时间，被带回大夏京城后，与他再相见就有些不对劲了。徐清玄心里也担心叶凡会出现问题，尤其是经历了这次的妖魔之案后，担心变成真的。殿下说今晚让我给他留门，他应该会来吧？徐清玄低声自语，回想起此前李彦之宽厚的肩膀，就忍不住脸颊发烫，眼中不禁浮现一丝迷离和羞怯，呼吸都急促了几分。他没想到自己在接触李彦之时会突然变得那么敏感。若殿下真来了，那就请他帮忙出主意吧。随后徐清玄又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身着朴素衣裙的娇躯，身材丰满，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韵味，但衣着打扮着实简单了些。他出身大夏偏远之地，家世算是当地一流，衣着打扮在那里也还行，但在京城只能说不入流。我这样子在殿下眼中应该跟个村姑一样吧？徐清玄眉头微皱，他心中暗想，为了给殿下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是不是该跟京城的那些名媛贵妇们学习一样，梳妆打扮精致一些？他深知李彦之今晚要是来了会发生什么，即便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依然忍不住会紧张。说起来，
虽然有了叶凡这个儿子，他都还没经历过人世呢。叶凡的出生不过是个意外而已，这对他来说也是个独特且难忘的夜晚，所以的确不该留有遗憾。徐清玄重重点头，心里下定决心，不仅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殿下，也是让自己不留遗憾，同时还能充满回忆。徐清玄来到自己的后院房间，取出当初皇室赠送的华贵宫装衣裙、金银珠宝首饰以及贵重的胭脂等化妆用品，紧接着便自己梳妆打扮，离开前厅的叶凡径直来到自己休息的后院，在自己屋中盘膝而坐，而后沉下心来，开始和某个特殊存在沟通。师尊，我需要最快的修炼之法。叶凡话音刚落，在他腰间的一块玉佩中便飘飞出一团烈焰，最终化作一道身着火红长裙妖娆的妩媚女子。妩媚女子身躯看起来有些虚浮，明显不是肉身，但其火红色长裙下隐约显露的雪白长腿依旧诱人。叶凡看向这位女子时，目光中却是充满了恭敬，因为此女正是他崛起的希望，也是他的师尊燕灵姬。准确来说，燕灵姬并不能算真正的人，虽然她能化形成人，但她的本体其实是特殊生物炎灵魅魔。燕灵姬虽是人形灵体现身，但依然身姿妩媚地坐在房间中的座椅上，巧笑嫣然地看着叶凡。小凡，莫急，为师答应帮你提升修为，那自然就会做到，毕竟为师还要靠你帮我重塑肉身呢。只是嘛。燕灵姬话到这时稍微停顿了片刻，接着才妩媚一笑，只是这异火可遇而不可求，而且收服异火可是很危险的，要做很多准备，急不得。话虽如此，但叶凡脸上却是充满了烦躁和一丝不安。可是我按照师尊你说的修炼之法修炼，修为都停留在7品之境好几个月了，外面的人都说我天赋极差，有着皇室的资源都没法突破到6品，所以李彦之那家伙用勾结妖魔之事诬陷我才会有人信。想到这，叶凡便是咬牙切齿，都说我是没法了才去用妖魔的修炼之法来提升修为。燕灵姬见状却是丝毫不急，而是笑意盈盈地道，等你真正见识过异火的强大，就知道如今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燕灵姬撩起一缕火红色长发，妖媚地看着叶凡轻笑一声，别看如今那李彦之修为是4品高阶，但只要收服了异火，为师保证你绝对能在他之前突破到3品。燕灵姬此话一出，叶凡烦躁不安的情绪终于是得到了安抚，不过还是皱眉沉声询问，可如今连异火的消息都没有，还谈什么收服？燕灵姬笑盈盈地道，你不是大夏定阳王吗？如今就算只是有名无实，但让人打听一下还是不难的。而且你娘亲不是正在跟李彦之接触吗？那家伙掌管镇魔司，手中肯定有很多此类消息，让你娘帮忙问问他，绝对能找到。别跟我说他。叶凡冷哼一声，想到此前娘亲对李彦之这个维护，叶凡心里就沉闷不已。燕灵姬见状则是摇头一叹，换了更加舒适且妖娆的坐姿，长腿交叠在一起，语重心长地道，想要成为强者，那就要不拘小节。强者不仅仅是修为强大，内心也要足够强才行。如今你要做的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尽可能的提升自己。叶凡依然沉默不语。燕灵姬见状微微摇头，如何选择你自己做决定吧。叶凡垂手沉思片刻后，终于是深吸一口气，虽然脸色很难看，但还是沉声道，我明白了师尊，我这就去找娘亲。孺子可教也。燕灵姬满意一笑，随后化作一道火光出现，飞入叶凡身上的玉佩中。棒！叶凡使劲拍了下桌子后，便起身离开自己的院子，去娘亲的所在的后院。刚才跟娘亲说话的态度不怎么好，顺便跟娘亲道个歉吧。叶凡心中暗想。至于李彦之，等以后自己修为超过他了，自然有对付他的办法。与此同时，李彦之也趁着夜色悄然来到定阳王府。府内情况他早就摸清楚了，虽然没来过，但走那条路来徐清玄房间所在的后院，李彦之清清楚楚。徐清玄并没有被侍女仆人照顾的习惯，孤身一人在自己的后院，倒是给了李彦之悄悄来这里的好机会。再加上早就和李彦之约定好，更是早就安排好了，甚至为了防止被侍女发现，还把他们打发远离自己的院子。徐清玄略施粉黛，便换上一身紫色薄纱诱人长裙，丰腴娇躯瞬间体现得淋漓尽致，雪白肌肤在纱裙下若隐若现，勾人至极，比起之前的打扮更加诱人。此时的徐清玄独自一人在院中等待，玉手紧握茶杯，心里很是紧张忐忑。忽然他感觉自己双肩多了一双火热的手掌，徐清玄心中一惊，正要抱起，耳边便传来熟悉且温柔的轻笑声。夫人还真是体贴呢，知道我要来，自己就准备好了，很好看，我很满意，只是让夫人久等，是我的不对，抱歉。徐清玄紧张的成熟娇躯微微发软，转头向后看去，正好和李彦之深邃中带着笑意的目光对视。他的玉脸忽然浮现一股惊人的魅意，但很快便被他藏住，连忙起身朝李彦之微微行礼，妾身见过秦王殿下。夫人白天才说了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不必紧张。李彦之淡然一笑，是。徐清玄轻咬红唇点头，李彦之则是在他之前坐着的地方坐下，徐清玄成熟丰腴的娇躯才放松下来，便被他一把拉入怀中，让他坐在自己腿上。呀呀！徐清玄忍不住惊呼出声，成熟的玉脸瞬间变得滚烫。殿下，您这是？别紧张。李彦之握着徐清玄一只手，另一只则是拍了拍他的后背，
柔声安慰。叶凡你应该也见到了吧？他没出什么事。妾身见到了，此事谢过殿下出手相助。谈到叶凡，徐清玄便没再扭动娇躯，老实坐在李彦之怀中，而且他正有要事要求李彦之帮凡儿的忙呢。只是第一次这般坐在男人怀中，即便有了叶凡这个孩子，徐清玄依然浑身充满了不自在。同时他也明白李彦之说这话的意思，既然小凡没事，那就还自己兑现承诺了，为奴为婢，当牛做马。对象是李彦之这样手握大权的年轻俊杰，徐清玄心中并没有什么不愿。殿下，让妾身先助您更衣吧。有劳夫人了。李彦之淡然回应。徐清玄声音有些颤抖，玉手更是颤巍巍地伸向李彦之的领口。与其让殿下失去耐心，还不如自己识相点，主动出手的好。徐清玄不仅身躯成熟，丰腴诱人，心性也越发成熟。虽然还是第一次，但关键时刻放得开，不扭捏。他深知这种时候就是加深殿下对自己好印象的机会。李彦之也没有要跟徐清玄过多废话的意思，就由着他帮自己宽衣解带了。不说至尊骨随着徐清玄的娇躯扭动早就有了回应，如今叶凡也该到了，是给他造成一些震撼的时机了。在来找徐清玄之前，李彦之便在暗中观察了一下叶凡，本来还想着怎么让他看到呢，没想到他自己就来找徐清玄了，那正好给自己省些功夫，所以直接就来找徐清玄了，就连院门也没关。如今的叶凡正缓缓向徐清玄的院子走来，对于师尊燕灵姬的建议，他心里还是有些抗拒，还忐忑地想着自己应该来晚了，娘亲已经睡下，想着明天再来的呢。但在来到虚掩着的院门口，本来还有些困惑的他，在看到徐清玄居然坐在李彦之怀中时，整个人呆愣在原地，傻眼地看着这一幕。这怎么可能？这一刻，叶凡感觉天塌了。叮！气运之子叶凡内心难以置信，心生负面情绪，情绪直加1000。正在怀抱徐清玄的李彦之突然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声，同时他也感应到了屋外叶凡的气息。不过防止徐清玄看到叶凡后会放不开，李彦之便隔绝了他的感知。徐清玄天赋一般，只有6品高阶的修为，4品修为的李彦之想要隔绝他感知还是很简单的。不过既然都看到了，那就再加把火力吧。安排这么久，李彦之可不满足于区1000情绪值。侧对着院门，李彦之忽然握住怀中徐清玄正在宽衣解带的玉手。殿下！徐清玄咽了口唾沫，抬起脸颊，绯红困惑地看着李彦之。莫非是殿下嫌弃自己了吗？徐清玄内心有些忐忑，不过下一瞬他就发现是自己想多了。李彦之伸手挑起他白润的下巴，低头便朝红唇吻了上去。殿下！被堵住的徐清玄口齿有些不清晰，目光迷离且闪烁地看着李彦之，玉手紧张地抓住李彦之的衣角。叶凡的出生是个意外，这还是他的初吻。他成熟的玉脸上不禁浮现3分紧张，7分羞涩，还有90分的沉醉。徐清玄很快便沉浸在李彦之亲吻中，逐渐迷失了方向。李彦之亲吻徐清玄的同时，也在留意院外的叶凡以及情绪值的反馈。叮！气运之子叶凡心理防线开始崩塌，产生大量负面情绪，情绪值加2000。李彦之见状很是满意，产生这么多的情绪，也不枉自己在叶凡和徐清玄身上耗费诸多心思了。不过李彦之发现叶凡好像整个人都傻住了，就在院外呆滞地看着里面，没有马上离开。如此正好，最后一把烈火也该添上了。李彦之结束和徐清玄的深吻，目光饱含深情地看着他。夫人，夜已深，咱们该休息了，妾身全听殿下的。李彦之见状，嘴角微扬，不动声色地瞥了眼院外后，便以公主抱的姿势，将身着紫色薄纱裙、娇躯成熟诱人的徐清玄抱在怀中，向屋内走去。徐清玄则是勾住他的脖子，心跳如雷，任由李彦之施为。当房门关紧，李彦之感应到叶凡终于是狂奔离开这里，同时听到系统的提示声。叮！气运之子叶凡内心彻底崩溃，怨念滔天，情绪值加4000。李彦之对此满意至极，不仅能抱得美人归，还能在叶凡身上捞一笔情绪值，赚大了。下次若想要在叶凡身上获取情绪值，那就只能让他更加崩溃，产生更多负面情绪才行。普通的情绪变化已经无法给他提供情绪值。至尊骨产生了共鸣，随着离床榻越来越近，徐清玄的呼吸也越发急促凌乱。趁此机会，李彦之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花费情绪值开启宝箱。系统花费情绪值开启宝箱。叮！宿主当前情绪值为7100点，最高可以开启第2档的蓝色宝箱，开启一次花费1000点情绪值。李彦之略微思索了一下，最低档的白色宝箱只需要100情绪值就能开启，这第2档就需要1000了，足足翻了10倍。就是不知道开出来的奖励会怎么样。不过李彦之现在真正期待的还是赠送的金色宝箱，只要随便开启一次宝箱奖励就能激活。李彦之打算随便开一次蓝色宝箱，先试试水。系统开启一次蓝色宝箱。叮！情绪值1000，余额6100，蓝色宝箱正在开启。恭喜宿主获得中等纯阳果。注：阳属性修行之人炼化服用后，可无任何副作用，提升修为，恢复消耗的阳元灵气。一种灵果，看其效果还行，这奖励算是一般吧。不过李彦之真正看中的还是金色宝箱。叮！宿主已完成开启任意宝箱的任务，
成功激活金色宝箱，是否开启？直接打开。李彦之毫不犹豫地回应。等了这么久，他为的不就是这一刻吗？怀中虽然抱着徐清玄，丰满娇躯，在走向软榻，但李彦之此时却感觉眼前闪过一道金光，出金了。叮，金色宝箱已开启，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纯阳至尊骨。注：作为顶尖修炼天赋，可为宿主觉醒独一无二的天赋神通，实力大幅度增强，带有附属功法纯阳至尊功，二者结合，修炼效果可翻倍。李彦之闻言心中大喜，这金色宝箱不仅能提升实力，居然还顺带一门顶尖的修炼之法。等等，李彦之瞪大了双眼，眼中充满了错愕和难以置信，脚步也不禁顿住。怀中的徐清玄也是发现了他的异样，抬起迷离美眸看着是李彦之，媚声询问：殿下，您怎么不走了？李彦之闻言也是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眼中依然有一些错愕和怪异，而后低头朝怀中的徐清玄微微一笑：没什么，只是夫人之美让我一时间有些情不自禁，殿下真会取悦妾身。徐清玄柔媚一笑，只因为这不过是李彦之的恭维之言，但下一刻他便震惊且错愕地瞪大了美眸，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彦之。这是，原来殿下说的是真的，好惊人的天赋。徐清玄一时间心潮起伏，美眸熠熠生辉地看着李彦之，殿下当真是没有短板。李彦之看着怀中徐清玄越发绯红娇艳的成熟玉脸以及神色转变，便知道他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对此他心中充满了坦然，但这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是李彦之有些怀疑系统注释所说的提升实力还有其他的解释，只是随意调动了一点刚从系统获得的纯阳至尊骨的威能，李彦之便感觉实力得到大幅提升，不禁在心中感叹连连。紧接着便是水到渠成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时至半夜，徐清玄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凭借自己一人根本就顶不住，完全不是李彦之的对手。就在李彦之和徐清玄在房间中痴情缠绵之时，目睹了二人回房间的叶凡此时已经狂奔离开定阳王府，他的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以及崩溃。现在的叶凡只想逃离这个地方，离徐清玄的院子越远越好。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一定是假的。奔离定阳王府的叶凡不断摇头，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即便亲眼所见，他依然无法相信那一切都是假的。娘亲怎么可能跟李彦之那个家伙？他一定是被逼的。灵体藏于宝玉中的燕灵姬无奈一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叶凡才好。亲眼看着徐清玄和自己仇恨的男人亲热，没有反抗就算了，甚至还有主动，是谁都要崩溃了。就像是平日两个不对付的人彼此怒骂一句我星号星号星号，怎么也没想到这不是骂人的名词，而是真刀真枪的动词啊！这是诛心，杀伤力太强了。叶凡跌跌撞撞的在早已经宵禁无人的京城街道上行走，目光呆滞，失魂落魄。为什么会这样？娘亲，你维护李彦之那个混蛋就算了，居然还跟他，您一定是被他强迫的对不对？叶凡此时心如刀绞，但回想起自己的娘亲亲自娇羞的去帮李彦之宽衣解带，如今一切的解释都显得无比苍白。难怪娘亲那么维护李彦之这个混蛋，难怪不许自己说他的坏话。原来他们已经……叶凡心中顿时也充满了对娘亲徐清玄的怨恨，但猛然间叶凡身躯一颤，声音干涩的朝师尊燕灵姬说道：师尊，一定是李彦之这个混蛋威胁娘亲，他以我为要挟，让娘亲妥协于他，娘亲都是被迫的，对不对？小凡。燕灵姬呼唤了一声他的名字，却也不知如何回答，毕竟他们亲眼目睹了真相，我迟早要杀了他，以报乳母之仇。叶凡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双拳紧握，猛地一拳打在墙壁上，显出一个深深的拳印。小凡，切不可冲动。燕灵姬脸色一变，连声劝导，生怕叶凡受不了这刺激，直接去找李彦之的麻烦。以叶凡如今的境界，别说和李彦之掌控的势力去碰了，和李彦之一人打都是去送死。叶凡收回拳头，开始脸色阴沉的往回走。师尊你放心，我不会鲁莽的，就算真要找李彦之报仇，也不是现在，我明白和他之间的差距太大。小凡你能有此心性，为师很欣慰。燕灵姬满意的道，你当务之急就是忍辱负重，寻找异火的消息，准备收服异火的法宝和丹药，届时为师定能助你修为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若是收服炼化异火，在那李彦之之前突破到3品，届时想要对付他将会轻松很多。燕灵姬再次提醒叶凡，想要用光明的未来让他恢复冷静。我明白了师尊。叶凡沉闷地点头，明天我会去找娘亲的。同时他也找娘亲问清楚，屈服于李彦之这个混蛋究竟是被强迫的还是自愿的。最终叶凡浑浑噩噩地再次返回自己的定阳王府，但越接近娘亲的院子，他的内心就越是苦涩。此前所见的一幕幕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叶凡只能安慰自己娘亲是被迫的，而且两人就算真去了房间，也并不一定就发生了关系，说不定是去聊天聊理想呢。但叶凡依然心如刀绞，毕竟这话他自己听了都不信。回到房间，想要静下来的修炼，内心却越来越乱。叶凡便知道这事已经成了自己的心魔。时至半夜，徐清玄房间内的动静才渐渐消停下来。徐清玄虽已经如水蜜桃般无比成熟丰腴，但这是第一次经历人事，再加上李彦之从系统获得强化的纯阳至尊骨太过可怕，
他早已经昏睡过去。虽然已经结束，但李彦之也没有立马离开。明天走出房间的时候，得再让叶凡看见，刺激一下他，薅一波大的情绪值。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浪费了。虽已结束欢好，但李彦之并未入睡，而是来到房间中盘膝而坐。现在的他一点都没有事后的疲劳，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经过实践，李彦之肯定自己获得的系统强化奖励纯阳至尊骨很强。这系统的奖励真精妙啊！纯阳至尊骨配套的修炼功法，绝对是最顶尖的双修之法。李彦之双目光彩熠熠，尝过了双修提升修为的甜，他以后是再也吃了不了一点修炼的苦了。右手伸开，一枚通体圆润的金黄色果实便出现在手中，正是此前开启蓝色宝箱获得的奖励中等纯阳果。李彦之感受着体内在双修过后不断攀升的修为，眼中浮现一丝兴奋。突破4品高阶数月有余，如今总算是在双修过后达到4品圆满之境，正好配合这中等纯阳果，一举突破至3品。心中有了决断，李彦之便将手中的中等纯阳果一口吞入腹。炽热且纯正的纯阳之力涌向四肢百骸，在纯阳至尊功的炼化下，不断助力李彦之冲击着3品的修为至骨。今晚突破3品，李彦之势在必得。除了中等纯阳果外，他身上还有一些平日修炼用的丹药，都可以用来辅助。而且系统中还有6100点的情绪值，足以开出蓝色宝箱中的诸多宝物。肯定还有类似于中等纯阳果的灵药，足以为他突破3品兜底。修为达到3品是一次非常大的跨越，4品可以称之为高手，但只有达到3品，才能说是一方强者，在任何地方都是顶尖的存在，实力地位都将飞跃式的提升。天机楼编撰的群英榜，李彦之目前占据第1，听起来很厉害，但这也不过是个年轻人的榜单而已，收录的也只是3品以下20岁的年轻人。从此若是突破3品，李彦之也就不用在年轻一辈里混了。而突破3品最关键的步骤，便是在体内凝聚金丹，3品金丹之下皆为蝼蚁。古法称3品以上为金丹境，体内灵力凝聚成一枚金丹，力量会更加磅礴浩瀚。李彦之沉下心来突破3品，同时思索着关于金丹境的一切。入3品者，寿元也得以大幅增加，甚至只要金丹不灭，就还能有1线生机。李彦之调动体内灵力，纯阳至尊骨处涌现磅礴的力量，开始助力他凝聚金丹。待到丹田中的灵力开始汇聚成漩涡之时，李彦之陡然睁开双眼，手一翻，一个玉瓶便出现在手中。李彦之双目如炬的从玉瓶中倒出一枚有着9条金色神异纹路的丹药，这是国师亲自炼制的9转金丹，终于是在这一刻派上用场了。这枚9转金丹是突破4品时国师送给他的礼物，在突破3品金丹境时，能大幅度提高成功率，还能增强他的金丹品质。9转金丹炼制极为困难，成功率还低，是国师多年前耗费极大精力物力炼制而成，总的也就9枚成丹，只有李彦之和几位皇姐皇妹以及国师的亲传弟子有此待遇，后来者叶凡可就享受不到了。李彦之将其一口吞入腹，正在凝聚的金丹速度陡然加快。这一刻，李彦之整个人都如同火焰在燃烧，身体变得通红，每一条经络都有火焰在流动。他感觉丹田中的不是金丹，而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凝聚金丹要耗费很多时间，金丹的品质关乎日后的修炼速度以及天赋上限和实力的发挥，所以急不得。时间飞速流逝，待到日上3竿时，整个房间已经充满了炽热的纯阳之力，但躺在软榻上安然入睡的徐清玄却是丝毫不受影响，他依然睡得香甜，甚至脸蛋绯红，夹带着事后余韵和满足。若隐若现的雪白肌肤也带着一丝红晕。他被李彦之的纯阳至尊骨征伐太久，实在是太过劳累，临近中午才悠悠醒转。徐清玄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看着床榻上李彦之消失的身影，顿时心中一惊，瞬间清醒，惊坐而起。大片雪白春光随着没有被褥和衣物的遮掩，在房间显露而出。殿下！但徐清玄管不了那么多，他呼喊一声，脸色一白，以为李彦之是吃了自己后就没了兴趣，直接离开这里。但很快成熟的玉脸便浮现一丝惊疑，房间里怎么会有如此浓厚的纯阳之气？说起纯阳之气，徐清玄的玉脸便浮现一抹酡红。昨夜殿下灌输给他的纯阳之气可太多了，到现在都还感觉有点饱。这正是殿下的纯阳之气。他没走。徐清玄扫视着屋内的场景，终于他透过屏风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顿时两眼一亮，是殿下。他没走，只是在修炼。徐清玄心中顿时涌现无尽的惊喜，还有甜蜜。叶凡是个意外，他这还是第一次因为一个人心里生出患得患失的感觉。拿起床上凌乱的紫色纱裙随意地披在娇躯上，遮掩住雪白的肌肤后，徐清玄便光着玉足下床，绕过屏风，来到房间厅堂，凑近看着李彦之，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威压。徐清玄心中一惊，殿下这是在突破3品？美眸熠熠生辉地看着李彦之，眼中充满了崇敬与爱慕。殿下天赋当真举世非凡，年纪轻轻便已经开始突破3品，自己能跟着这样的人，徐清玄与有荣焉。渐渐的，他也发现了纯阳之力的异常。徐清玄伸手对着空气中的纯阳之气感应了一下，不由低声呢喃：殿下身上散发出来的纯阳之气极为强大和狂暴，其他人若想靠近必会被其所伤，但对我却极为平和，甚至
我还能吸收其修炼。这个发现让徐清玄心中再次一惊，难道是因为昨夜和殿下双修后的原因吗？正打算借此修炼时，他才惊愕地发现自己居然突破了5品初阶。徐清玄明明记得昨夜之前自己还只是6品高阶而已，已经困在此境许久，但如今居然在不知不觉间突破了。感受着体内突破后凝实的灵力，徐清玄一时间心潮澎湃起伏。莫非？徐清玄眼中浮现一丝明悟，沉醉地看着李彦之。莫非我突破到5品，是因为昨夜与殿下欢好了吗？徐清玄想到这又惊又羞，这就是传说中的双修之术吗？他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以这种方式提升修为。不过事后想想，好像还真挺美妙的。徐清玄只是想想就呼吸急促，忍不住两腿发软，只能并紧双腿。远观李彦之突破3品，徐清玄美眸逐渐浮现光彩。我能以此法在不知不觉间突破5品，那殿下是不是也因此突破3品的呢？这么一想，徐清玄心中安稳多了。这意味着自己跟着殿下还是能帮到他的，也不是无用之人。殿下，您就在此安心突破，妾身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的。徐清玄坚定地看着李彦之，而后退回屏风，来到软榻上，开始更换新的衣裳。洗漱一番，换上一身白色淡雅工装后，徐清玄便轻手轻脚地退离房间。他要吩咐下去，这段时间不得任何人来这里打扰殿下突破3品。然而才打开虚掩的院门，徐清玄便愣住了。凡儿，你怎么在这里？看着眼前脸色阴沉的叶凡，徐清玄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叶凡抬头看着脸颊绯红、余韵未散、更加明媚动人的娘亲，他只感觉到窒息。娘亲嘴角幸福的笑容，比任何武器对他的伤害都要强。从昨晚进入房间到现在才娘亲一人出来，还是这副欢好过后满足的模样。叶凡再也没法自欺欺人了，他们真的……叶凡面如死灰的看着徐清玄，眼中充满了痛苦。李彦之呢？他怎么没和娘亲一同出来？您和他在一起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已经调整好情绪，正要面带地微笑的去拉叶凡的徐清玄，听了他这话，整个人都僵住了。小凡他都知道了，他没想过能一直瞒着，但也没想过这么快就被叶凡发现了，这才第一次呢。不过徐清玄还是强颜欢笑的道：“小凡，你在说什么呢？殿下怎么会在娘亲这里？”哼！叶凡惨然的冷笑一声：“是要我亲自去里面把他揪出来对质吗？”小凡，徐清玄有些慌乱，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太快了，让他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叶凡。我不阻止娘亲给我找个后爹，毕竟您还年轻，您只要能幸福就好。叶凡捂着胸口，脚步有些踉跄，一脸痛苦地看着徐清玄。可娘亲，您为什么要找李彦之这个混蛋？我明明都跟娘亲说过，他都不是什么好人，就像现在什么都做了，却依然不敢现身。可您依然……忽然叶凡脸上浮现一抹凄寂，癫狂地看着徐清玄。一定是李彦之那个混蛋在威胁娘亲，您是被逼迫的对不对？娘亲，您只要说是被这个混蛋逼的，我这就把他抓出来，让他好看。话才说完，叶凡便要越过娘亲徐清玄，进入院子，把房间里的李彦之抓出来。徐清玄见状，则是脸色一变，殿下如今正在突破，小凡要是冲进去打扰到了殿下，导致突破失败，那自己母子俩将是大罪人。徐清玄连忙挡住门口，沉声呵斥叶凡：“小凡，你快退下，不得进去打扰殿下。”他并不知晓李彦之突破时周身缭绕的纯阳之气，就是庇护他顺利突破的，也就跟他双修后，纯阳之气才不会伤他而已。以叶凡如今的修为境界，若是硬闯进去，不死也得重伤。所以徐清玄此举也算是在保护叶凡，但叶凡并不这么认为。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因为一个男人而呵斥自己的娘亲徐清玄，本就崩溃的他几乎癫狂失控。娘亲，您居然为了一个男人呵斥我，阻拦我！叶凡看着娘亲徐清玄怒声咆哮，他李彦之既然敢做，那难道就不敢认吗？他还是不是男人？娘亲，您让开，今日我必要李彦之给我一个说法。叶凡说着就要强行越过徐清玄去找李彦之。徐清玄见叶凡态度强硬，无奈之下也只能爆发出自己昨夜才突破到5品的修为，再次将叶凡拦住，眉头紧锁。徐清玄看着叶凡无奈一叹：“小凡，你听魏娘跟你说。”然而叶凡却是被他爆发出来的修为气息惊到了。娘，你突破5品了？叶凡一脸错愕地看着徐清玄，他知道自己娘亲的天赋只能说是一般般的，6品突破5品都卡了许久。昨晚见面的时候明明都才6品高阶而已，为何过去了一晚就……徐清玄却是脸颊绯红，目光躲闪的不敢与叶凡对视，主要是自己这修为突破的方式实在是难以启齿，只能支支吾吾的道：“小凡，娘昨夜偶有感悟，所以这才突破到了5品，还多亏了殿下呢。”说到李彦之，徐清玄眼中便浮现一丝柔情，看着叶凡柔声劝说道：“殿下对咱们的恩情太重了，所以娘不能让你乱来。”叶凡听闻此言，却是愣愣地看着娘亲。他并不傻，回想起刚刚初见娘亲时他眉眼间的春情，再联想他现在躲闪的目光以及一丝羞怯，叶凡什么都明白了。娘亲这是跟李彦之那个混蛋双修，或者是采补后突破的修为。他随身携带的宝玉中，燕灵姬此时也是沉默不语，没有安慰叶凡，他自然也是看出来了。但这是怎么个事吗？
呵呵，原来如此。叶凡脚步踉跄的惨然一笑，他李彦之欺辱于你就算了，而您居然还要让我感谢他，哈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叶凡感觉自己的人生讽刺至极，徐清玄此时的心也是揪成一团，但一边是李彦之，一边又是叶凡，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能咬牙低声道：小凡，娘和殿下之事并不是殿下强迫我，你也说了娘还年轻，所以和殿下之事是娘自愿的，还有殿下也有所感悟，修为有所提升，如今在突破3品，绝对不能被打扰。徐清玄严肃地看着叶凡，娘向你保证，等到殿下突破结束后，我们2人一定跟你说清楚。他在突破3品。叶凡瞪大了双眼，师尊还信誓旦旦地说，等到自己收服炼化一火后，一定可以在李彦之前面突破3品，但如今李彦之居然已经突破了，而且这突破的方式还是和自己娘亲双修。这养灵宝玉中的燕灵姬也是愣住了，他难以置信地将自己的灵石探出宝玉，去打探房间内李彦之的情况，但下一瞬他便倒吸一口气地收回灵石。他是炎灵魅魔，对纯阳之气的感应也极为清晰，深知房间中此时的李彦之有多么强大。宝玉中的燕灵姬神情严肃地端坐，朝叶凡喃喃自语：这不可能啊，就算他李彦之天赋绝伦，突破3品也绝对没这么快才对，就算他是跟你娘亲双修，甚至是采补，效果也没这么强吧。噗！叶凡听了师尊这话，再也忍受不住这个打击，怒火攻心，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呀，小凡你怎么样了？别吓娘啊！徐清玄见叶凡居然口吐鲜血，踉跄后退，也是被吓得惊呼出声，花容失色的连忙上前想要扶住他，但还没碰到叶凡，便被他冷着脸把自己的手甩开。徐清玄有些手足无措，叶凡后退扶墙，抹去嘴角的血迹，脸色冰冷地道：不管你是被他强迫的还是自愿的，我都不会认他，你也不必费口舌跟我解释了，再见。说完，心如死灰的叶凡便脚步踉跄的扶墙离去。身着白色素雅宫装的徐清玄，仪态虽也还端庄，却也只能呆滞的看着叶凡离去的背影，一时间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挽回叶凡和李彦之之间的关系，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他坚信只要叶凡被李彦之提携，日后必成大器，毕竟能在20出头的年纪突破到3品，可谓屈指可数。最终徐清玄低声自语：小凡，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为娘良苦用心的。随后徐清玄便返回院子，开始守护突破的李彦之。当今最要紧的就是殿下顺利突破到3品，至于小凡，那就让他冷静一下吧。眨眼间3日时间转瞬即逝，李彦之为了凝聚金丹而紧闭的双眼也终于是缓缓睁开。呼，3品了，长出一口气，李彦之眼中似有金光烈焰浮现，握拳感应了一下体内磅礴的纯阳之气，李彦之明亮的双眼闪过浓浓的兴奋之色。若是让大姐他们知道我这么快就突破到3品，怕是得惊掉下巴吧。李彦之嘴角含笑，能这么快就突破3品，多种宝物功不可没。获得纯阳至尊骨后的双修，蓝色宝箱中的中等纯阳果，国师赠送的9转金丹，这些都缺一不可。李彦之沉下心来感受，渐渐眉头微皱。只是我这金丹的模样，若是有外人能看到李彦之的金丹，那必然会大惊失色。别人修炼到3品的金丹都是龙眼一般，只是更加的圆润坚固，且颜色随所修属性而发生改变。但李彦之的金丹却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像是一枚金丹，更像是一颗太阳般的璀璨恒星。我的金丹是太阳。李彦之不禁面露错愕的喃喃自语。在修炼纯阳至尊功之前，他修炼的也是纯阳属性地功法，但也没想到自己的金丹会如此特殊。他能感应到专修功法后，体内的纯阳之气比起之前强了许多。莫非这都是纯阳至尊骨和修炼其配套功法的功劳？李彦之沉思道，忽然又两眼一亮。对了，之前说拥有纯阳至尊骨，我能获得一门独属于我的天赋神通，不知道这天赋神通威力如何？李彦之心念转动，眼中逐渐浮现一团金色烈焰。啪！李彦之打了个响指，一缕金色火焰出现在指尖。仔细打量着指尖的金色火焰，李彦之低声轻语：这就是我的天赋神通，太阳圣火。没想到这天赋神通是直接在我体内诞生一道异火，就连我的金丹化为太阳也与之有关系。虽然还没用这太阳圣火去实战过，但李彦之能感应到其上传来的恐怖威力，比起这世上的大部分异火也丝毫不弱了。李彦之嘴角浮现一抹满意的笑容。总的来说，这次设计对付叶凡的收获，不枉他耗费这么多时间，还让徐清玄归心于自己。只是叶凡那里，只怕现在是恨自己恨惨了。对此也正是李彦之想要的效果。当李彦之查看系统的情绪值，再次两眼一亮，惊喜的道：之前闭关突破3品时，情绪值余额就只有6100了，没想到闭关突破几天，居然还涨到了12000，还真是意外之喜啊。闭关晨星突破时，李彦之是关闭系统消息感知的，对这突然多出来的情绪值感到无比惊喜和意外。李彦之沉思着琢磨道，应该是我闭关的这几天，叶凡发现了这里的事情，跟他娘亲发生了争吵，而徐清玄却是无条件的维护我，这才让叶凡心中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情绪。想到这，李彦之便是面露微笑，自己还没出手便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很不错。
而且李彦之发现自己的纯阳至尊骨还有隐藏效果，只要是用纯阳至尊骨征服欢好过的女子，随着次数增多，对自己的爱意会越来越浓，对自己会逐渐百依百顺。这是李彦之在那晚总结出来的经验。不得不说，这纯阳至尊骨提升的实力还真是全面啊！如今我有12000的情绪值，正好可以开启一次第3档的紫色宝箱，正好看看能出什么好东西。想到这，李彦之眼中便浮现一丝期待，开始联系情绪值系统。系统开启一次紫色宝箱，定情绪值10000，余额2000，紫色宝箱开启中。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紫色词条，任意掠夺。注：宿主可选定一个1品之下的目标，掠夺其身上任意一件物品，包括并不限于人、物、法宝、修为、身体部件。看着这古怪的词条奖励，李彦之随意思索过后，便是两眼放光。要是有这玩意，不管是获取宝物、保命，还是搞气运之子心态，都太有用了。连身体部件都能掠夺了，要是突然把叶凡的魔丸摘掉，他会不会觉得见鬼了？然后还比发现娘亲跟自己在一起还要崩溃呢？届时又能收集大量的情绪值。不过这等好东西，得仔细琢磨过后再用才行，可不能随便用就浪费了。李彦之思索道，紧接着便起身伸了个懒腰，扭动一下身躯。怎么用等以后遇到了再说吧。突破3品，在这里闭关这么久，外面怕是有不少事等着我了。李彦之摇摇头，便推门走了出去。当看到正在院落中摆弄着刺绣的徐清玄时，李彦之心中不禁感叹连连，这夫人对自己还真是上心啊，居然亲自守在外面等自己出关。纯阳至尊骨的征服效果还真挺强的呀。正在优雅端庄的刺着绣的徐清玄也是感应到了李彦之的出现，抬头看来，成熟勾人的媚眼瞬间绽放出明媚的亮光，还带着些许惊喜。放下手中的刺绣，款款向李彦之走来，柔声行礼祝贺，妾身恭贺殿下修为大进，顺利突破3品。李彦之面露微笑，来到徐清玄跟前，拉着他的手来到庭院中坐下。我修为能精进至此，也多亏了夫人义父之力啊！好在夫人所获也不错，修为都突破到5品了。瞧见李彦之似笑非笑的目光，徐清玄成熟的玉脸浮现一丝绯红。他也不知自己是怎的了，见到殿下和他这般近距离接触后，就莫名的感觉身躯发热，而且只是看着殿下，就真是越看越喜欢。心绪复杂的徐清玄媚声回应，多亏殿下厚赠，妾身才能有此福气。这段时间闭关有劳夫人替我护法，需要什么，夫人尽管跟我提便是，也好让我回报夫人。李彦之捏了捏徐清玄的玉手，目光柔和地看着徐清玄，他感觉此女就是自己的福星。遇到她后，不仅修为大增，还挫败了叶凡的锐气，甚至都不用自己出手，他就能让叶凡产生大量负面情绪，让自己薅个够。能追随殿下，便是妾身最大的福气，不敢奢求太多。徐清玄柔声回应，从他真诚的神色上看，好似真就别无所求，也不求得到什么名分。我愿意在殿下的身后默默支持，只希望殿下能时常来此联系妾身。我李彦之不是绝情之人，夫人既然已从了我，自然不会委屈你。李彦之神情严肃地看着徐清玄，日后若无要事，会时常来看望夫人的。李彦之温柔地捏了捏徐清玄的玉手，轻笑道，毕竟夫人风华正茂，我可不会冷落了美人。徐清玄闻言也是面露一丝窃喜，不过我们都已经如此了，夫人又可否跟我坦诚相待，告知于我先皇和你的事情呢？徐清玄脸色一僵，李彦之则是继续平静的道，夫人虽生有叶凡，但体内纯阴之气未散，未经人事，也未被男子阳气污浊，这也是我2人双修过后竟不会如此巨大的一个原因。和先皇之事，本王实在是好奇的很呐，还请夫人如实相告。徐清玄闻言顿时脸色一白，玉手抓紧裙摆，一时间不敢和李彦之对视。李彦之并未催促，而是手一挥，一套茶具出现在桌面上，弹指一缕太阳真火，煮沸茶水，泡好灵茶后，送一杯到徐清玄面前。夫人慢慢想，本王今日不急，可听你细说。说完，李彦之便神色平静地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细细品尝。还真别说，用太阳圣火烧的茶，蕴含纯阳之气，味道真有点不一样。徐清玄伸出颤抖的手，颤巍巍地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滚烫的茶水并没有影响到他，而后放下茶杯，抿紧红唇，深吸一口气，直视李彦之沉声道，殿下，其实妾身跟先皇并无交集，当初匆忙之下也就见过先皇一眼而已。哦，仔细说说。李彦之诧异地看着徐清玄，他对当初的事情和叶凡的来历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徐清玄端着茶杯，目光却开始迷离，陷入回忆之中。妾身出身寒门，是南疆灵州人士，祖上也曾出现过大夏名将，只是如今已没落。当年妾身本已有婚约，是待嫁之身，却有一晚，一名浑身浴血的男人闯入妾身闺房之中，他看起来非常虚弱，受了很重的伤。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先皇，直到小凡来京城认祖归宗，我才明白。徐清玄神情严肃地看着李彦之，李彦之也是稍作回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是个婴孩而已，但因为胎穿至此，且发生之事非同一般，他对那时的记忆也还算深刻。当时父皇的确从南疆回归，而且身受重伤，谁也不知道他去干了什么，又遇到了什么，这也导致他后来没几年便黯然离世。不过这是皇室秘密，只有少数人知晓。徐清玄说的话对得上，
说明他并没有说谎。李彦之点点头，看着徐清玄语气温和。夫人接着说。徐清玄点头轻抿热茶，继续追忆道：当时妾身被吓坏了，先皇并没有对我做过什么，而是将一道灵胎送入我腹中，留下一句好好养着它和一块带有叶子的宝玉就离开了。说到这，徐清玄成熟玉脸上哪怕时至今日依然充满了困惑。李彦之闻言也是皱眉陷入沉思。按照徐清玄的说法，这叶凡虽是他生出来的，但和他并无关系才对。父皇当初只是借他的肉身来生养，还只是胚胎的叶凡而已。叶凡有父皇的一丝血脉没错，但真正的亲娘还有待商榷。而父皇回到京城后，并没有说过叶凡的事情，也没有要寻找的想法。想来他并不想让叶凡回归皇室，认祖归宗，只是没想到在他驾崩后，大皇姐叶熙继位，成为大夏女帝。后在不久前，女帝叶熙在祖庙祭祖，皇室宗亲这才通过秘术发现先皇还有血脉流落在外，便下令把叶凡找了回来，让他认祖归宗。回想起发生的这一切，李彦之却是眉头紧锁。父皇明知叶凡流落在外，又为何不让人把他寻回来？是不想认这个儿子，还是不敢认？会不会跟自己有关呢？李彦之对自己刚出生时的记忆不怎么清晰，不知道真正出生在何地，且很多人都说先皇收养他是为了求子，但李彦之知道自己其实是被先皇求来的，只是当初身体还小，即便带有前世蓝星的记忆，依然记不住太多。不让叶凡回归皇室，是为了避开自己吗？李彦之想不明白，这只有找到叶凡真正的来历，才能知晓了。虽然叶凡跟徐清玄没有血缘关系，只有生养之恩，但在这个世界，徐清玄并没有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既然是自己生下了叶凡，那自己就是他的母亲，必须将他抚养成人。徐清玄此时却是悠悠一叹，接着说道：刚开始我被吓坏了，但起初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也就没当回事。直到过去一段时间，妾身逐渐显怀，这才知道当初先皇打入我腹中的灵光让我有了身孕。话到这里，徐清玄眼中陡然浮现泪花。他虽然没说，但李彦之也能猜到一些，温柔地将他揽入怀中，抹去他眼角的泪。徐清玄接着渲然欲泣地道：未婚先孕，这等丑闻在我身上发生，很快便传遍妾身所在的灵州城，婚约对象退婚，我也沦为了父亲的耻辱。虽未被逐出家门，却也不受家族待见，但我还是选择生下叶凡。尽管从那往后的日子过得艰难，但能看着小凡长大，还不用嫁给陌生的男人，我也便知足了。李彦之心中一叹，还真是个善良的女人啊！当初发现叶凡在肚子长大之际，为保名节，完全可以选择悄无声息地将其打掉。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他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可见他心善。而若是成功了，必然没人能发现丝毫异常，他还能过以往平静的日子。但他还是用自己的名节把叶凡生了下来，让自己成为世人谩骂的对象。以后夫人有我。李彦之将其成熟柔软的娇躯紧紧揽入怀中。殿下。徐清玄埋首在李彦之怀中，一时间感觉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二人相拥良久，徐清玄才缓缓从李彦之怀中起身，紧咬红唇，一脸哀求地看着他。殿下，妾身只要能跟在你左右，便不敢奢求太多，但小凡是妾身看着长大的，不想他误入歧途，所以妾身渴求殿下能善待小凡，教导他走上正途。夫人都是我的人了，那小凡便也是我的亲人，自然会好好教他的。若他愿意，可让他来我镇魔寺。李彦之点头一笑，多谢殿下厚爱。徐清玄起身感激行礼，看着李彦之的目光情意越发浓厚。李彦之微微点头，接着问道：夫人说不想小凡误入歧途，莫非你发现他身上有什么不对劲了吗？他深知叶凡这种命格的人必然会有诸多大机缘，面对他们必须知根知底才行。徐清玄再次坐在李彦之身旁，陷入沉思，缓缓沉吟道：当初小凡被接回京城前，在外力练过一段时间，再次见面后，我就发现他变了一些，具体是哪又说不上来。徐清玄紧张地抓紧李彦之的手，殿下，小凡该不会是在外力练时出现意外了吧？求您一定要帮帮小凡啊！放心吧，若真有什么问题，本王不会坐视不理的。李彦之轻笑一声，给徐清玄一个安心的目光，心中却是思索起来。如此说来，叶凡必然是已经获得崛起的机缘了。李彦之很快便想到了叶凡身上特殊的点，他的修为已经卡在7品非常久了，迟迟没能突破6品，这绝对有古怪。若是被接回皇室之前一直没有突破修为，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没什么资源。但只要资源充足，就算是天赋一般之人，修炼到6品并不难，更别说叶凡天赋还不算非常差了。这只能说明叶凡在谋划更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李彦之想了想，便微微摇头，让人盯着他一段时间就好，实在不行，自己还有紫色词条任意掠夺呢，把他的机缘抢过来便是。看向怀中的徐清玄，李彦之轻声道：夫人，这段时间若是叶凡回来，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旁敲侧击他的情况，我也会暗自观察他的，绝不会让他出现问题。多谢殿下。徐清玄感动不已，夫人这几日守护我也还累坏了，你先去休息一下吧，我也该走了，还得处理公务呢。李彦之拍了拍徐清玄的玉手，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但徐清玄也知道作为男人，事业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并未挽留李彦之，而是如同妻子般贴心地整理了一下李彦之的衣袍，
柔情蜜语地道：“妾身送送殿下吧。”二人并肩离开院落。徐清玄一路相送李彦之来到定阳王府前门，最终徐清玄依依不舍地目送李彦之离去。他也不知自己这是怎的了，才分别一会儿，就想殿下想的不行，难道自己真这么渴望男人吗？徐清玄心中充满了困惑，红着脸摇去脑海中的杂念，正要回去，却见叶凡从外面回来，心中有些忧愁，但很快便朝他露出温和的笑容。小凡，你这几日去哪了？叶凡看着徐清玄，脸色却并不好看，并没有回应的意思。想到那个男人和自己娘亲柔情蜜意，他就几近崩溃，再加上这几日去打探一伙的消息接连受挫，就让他更加烦躁了。无情地越过徐清玄走入府邸，耳边却传来娘亲紧张的关怀声：“小凡，你别不理娘好不好？”徐清玄连忙跟了上去，柔声道：“小凡，之前是娘冷落了你，对你的关怀没有做好，这是娘的错，你给娘弥补的机会好吗？”本还冷着脸的叶凡听着娘轻软下来的声音，他的神色也是微微缓和。徐清玄见状，脸上笑容更甚，知道和小凡聊天的机会来了。殿下吩咐的事情他可没有忘记，而且还事关小凡。徐清玄朝叶凡慈祥一笑：“娘让人炖了些补汤，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补补。顺便告诉娘，你在外面历练时的日子，小凡一个人在外面一定累坏了吧？”叶凡闻言鼻头微酸，娘亲虽然不听自己的，和李彦之那个混蛋好了，但还是关心自己的，心中的气氛消散了不少，微微点头回应娘亲：“娘亲，小凡一个人其实不苦的，走，跟娘慢慢说。”徐清玄露出欣慰的笑容，叶凡看着高兴的娘亲，则是咬牙，心中有些不甘。在京城也打探不到一伙的消息，难道真的要靠娘亲去找李彦之那个混蛋吗？离开定阳王府的李彦之，则是直接来到位于东城区的镇摩司衙门，见过司正。李彦之负手走入镇摩司衙门，神情冷酷，看到他的人皆是连忙战战兢兢又恭敬的行礼，和此前徐清玄接触时的温和模样天差地别。在镇摩司这种地方，要是没点心狠手辣的手段，就算身居高位，有秦王这个身份，也不会被手下人重视，说不定还会被人架空手中的权力。李彦之从8岁起便开始走入镇摩司办案，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厉害，他也深知镇摩司积弊已久。如今10几年过去，镇摩司的人看到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秦王这个身份，而是手腕强硬的铁血司正。所有人默认，如今的司正大人虽然修为不算高，但他还年轻，修为迟早是镇摩司第一人，能坐稳镇摩司司正这个一把手的位置。除了秦王这个身份和女帝的大力支持外，跟李彦之自己的手段也有很大的关系。登临司正的第一天，他便大刀阔斧地改革积弊已久的镇摩司，逐步消除贪腐风气，拔除诸多与妖魔勾结的官员、家族、宗门势力，让这个斩妖除魔、镇守大夏的部门越发清朗。许多被安排进来镀金的关系户，只要是些尸位素餐的家伙，不论是谁，李彦之丝毫面子不给，全都丢出镇摩司。这强硬的手段看得满朝文武咂舌惊叹，但又不敢说什么。神皇女帝的时代，虽然是女人当皇帝，但皇权高度集中，不存在皇权被文武百官遏制的情况。要是文武官员手中权力过大，李彦之的镇摩司新政几乎不可能颁布实施。3年过去，如今的镇摩司有一条最基础的赏罚制度，不论何人，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李彦之深知大家来镇摩司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可能为了碎银几两去玩命，更别说在以前的贪腐风气下，别说碎银了，真做了事也是被抢功的命，一文钱都得不到，自然也就没人愿意拼命了。甚至偏远地区的镇摩司分部还有人和妖魔勾结，专门压榨残杀普通百姓，但只要给出的回报与付出相匹配，这世上敢玩命的人不在少数。这也让很多底层的镇魔是看到了出头的机会，从此前的混日子到如今的玩命干活，遇到妖魔所有人都巴不得冲到第一个。在此等风气下，短短3年，镇摩司便换了一大波血，已经有很多毫无背景的新人身居中层各大要职，甚至高层也被李彦之替换了一些，而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如今的镇摩司大部分权力已经被他牢牢掌握在手中。平日李彦之都是在凌霄阁查阅卷宗，处理镇摩司要事，甚至修炼也在这里。刚来到凌霄阁，便有一文职小吏上前恭敬禀报：“司正大人，您这几日不在，陛下前日让人传讯来衙门，说让您回来后入皇宫面见圣上。”知道了。李彦之神色冷峻的点头，而后径直走入书房。这时的李彦之却是眉头微皱：“大姐让我去找他，直接传讯给我就是，为何还特意让人来镇摩司传话？”李彦之困惑摇头，他和几位皇姐皇妹之间都是有传讯法宝的，距离远了不说，在整个京城为中心的沧州境内，还是可以随时传讯到的。有什么事直接传讯就行。算了，正好去皇宫告诉大姐，我已经突破到3品的好消息。李彦之嘴角微扬，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让他极为舒心，正好和大姐他们分享一下。褪去锦衣华服，换上自己的紫色官袍，李彦之便让人备好座驾前往皇宫。陛下，秦王殿下在外听宣。神皇女帝御书房内，一名容貌姣好的宫女恭敬的朝龙以上的女帝叶曦行礼：“快让彦之进来。”神情威严的神皇女帝叶曦听到是李彦之来了，面色微缓，眼中浮现一丝柔色：“是，陛下。”宫女行礼过后，
便转身离去。偌大的御书房内，也就只有2位女子在此，除神皇女帝叶希外，还有一女，便是3公主安宁公主叶淑韵。和大姐叶希身着庄严肃穆的龙袍不同，叶淑韵身着素白宫装，气质温婉动人，颇具书香气。听到李彦之来了，美眸中亦是闪过一道亮光。女帝叶希看向叶淑韵，目光平静。安宁，彦之来了，太后所说之事，就劳烦你来转告于他吧。是，大姐。叶淑韵微微点头，温婉的目光中浮现一丝柔情以及淡淡的羞涩。想到前2日太后告知她们姐妹俩的惊天秘闻，叶淑韵眼中便浮现一丝难为情，隐约间还有淡淡的期待。姐妹俩沉默片刻，李彦之便走入御书房，看到3皇姐叶淑韵也在这里，眼中浮现一丝诧异，不过很快便归为平静。而后朝2位皇姐微微一笑：“陛下，不知您找我何事？”神皇女帝叶希威严尽消，直接从龙椅上站起身，踱步来到李彦之跟前，拉住他的手腕，目光柔和地看着他，眼中充满了宠溺。彦之，这里没有外人，你不必拘谨，和以前一样，叫我大姐就好。好的，大姐。李彦之微笑着点头。皇宫中的7位皇姐皇妹们，她们彼此关系平淡一般，甚至有几位还并不融洽，偶有摩擦，但对自己都很好很亲近。就像是2皇姐太平公主叶清霜，如今的大夏女战神，她对父皇将皇位传给大姐就心生不甘，有些耿耿于怀的样子，时常摆出一副要跟大姐叶希一较高下的架势。为了证明自己狠行，还常年在大夏与大周朝的边疆征战4方，也是位妥妥的女强人。大皇姐叶希对于这个妹妹心中的想法也是清清楚楚，但并没有要针对她的意思，而是摆出一副等你来挑战的姿态。李彦之觉得大姐也真是心大，对2姐够放心的，敢让她去边疆建功立业，真不怕哪一天带着边军把她的皇位抢走。不过这也可能是大姐叶希对自己足够自信吧。只是2皇姐叶清霜可能觉得时机还不够，一直未从边疆之地回京，关于大夏女战神的传闻倒是不断传回京城。这么多年下来，2皇姐叶清霜倒是成了女帝的征北大将军。不过2皇姐叶清霜虽未回归，却也时常让人从边疆带礼物回来送给自己。2姐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反倒自己该抽时间去看看她了。相较之下，眼前的3皇姐叶淑韵虽然与大姐之间的关系称不上多么亲密，但也较为亲近。因为3姐就在京城任职，性子温和，不争不抢。就姐姐妹妹们这复杂的关系，还个个不俗，再加上自己的命格和系统，李彦之都怀疑自己穿越到的是女频世界了。如今这2位皇姐齐聚于此，李彦之还真有些猜不准他们要说什么事。彦之，此前让你来此事有要事告知于你。女帝叶希温和地拉住李彦之，坐在叶淑韵身旁。大姐想要弄谁了？直接说便是。李彦之自信一笑，眼中涌现凶光。以他手中镇摩斯如今的权势，对付一些权臣家族势力，轻轻松松，只要是犯过一点事的，都能给你彻彻底底的扒出来。你想哪去了？别一天天就只想着打打杀杀，今日不为国事，只为我们的家事。叶希闻言嗔怪地白了李彦之一眼，拍拍李彦之的手背，看向一旁的叶淑韵，她忽然也有些不自然。这件事还是让你3姐告诉你吧。说完，女帝叶希便起身重回龙椅，还低头看着奏折，一副不关心他们接下来要说之事的模样。李彦之看着大姐白嫩耳根泛起的淡淡红晕，总感觉往日沉稳威严的大姐有些怪怪的。不过他也没多追问，而是看向坐在侧身的叶淑韵，目露好奇地询问道：“3姐，你们要说的到底是何事啊？”这个平日能争善辩的3姐叶淑韵一时间居然有些结巴，这也让李彦之感觉更古怪了。3姐直说便是，不论是什么事我都能接受。3皇姐叶淑韵深吸一口气，神情严肃地看向李彦之：“小弟，你虽在皇室长大，还被册封为秦王，但也知道自己并非父皇亲子吧？”这是自然。李彦之微微点头，在这个遍地修行的世界，想要分辨血脉还是很简单的。而且李彦之的长相也跟先皇不一样，满朝文武都看得出来，就算先皇说他就是亲儿子，也没人会信。前几日，我们从太后娘娘那里得知了父皇留下的遗诏，也知道父皇为何会收养你了。李彦之先是一愣，而后连忙追问为何。他虽知自己是被父皇从亲生父母那里求来的，但真正的目的却是一直困惑着他，而且说不定自己也能借此探清真正的身世。本想跟2位姐姐述说自己已经突破到3品的好消息，却没想到从3皇姐这里听到了更大的消息。不过这会儿李彦之却是发现3皇姐叶淑韵的脸色好像有些不对劲，脸颊绯红，还有一丝娇羞，看自己的目光还变得躲闪，就跟这几日叶凡亲娘徐清玄看自己的目光一样，含羞带怯的。李彦之偷偷往龙椅方向大姐的位置偷偷打量了2眼，居然发现大姐也差不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彦之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好在叶淑韵很快便调整好状态，接着道出原因。原因是父皇当初生出我们姐妹时，因为一直未能生出皇子，便请国师卜卦占卜我大夏国运。李彦之认真仔细地听着，最后国师得出结论，我大夏不得龙子，难以继承，气数将尽，想要破解之法便是求子。李彦之闻言顿时身躯一震，这不就是跟自己的来历一样吗？叶淑韵则是神情严肃地接着说道，父皇便依照国师之言，
向传说中的升仙官祈求苍天能降子延续大夏。本来父皇以为是升仙官帮助他生出儿子，却没想到直接将你送给了父皇。李彦之听到这，整个人都是愣住了。升仙官，深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开始回荡。李彦之的确记得自己是在一处仙气飘渺、神鹤齐飞的仙境被父皇带回来的，那就是国师所说的升仙官吗？三皇姐叶淑韵则是轻咬樱唇，面露羞意，移开目光，声音低微的道：“升仙官指示，若想为大夏续命，需让你和皇室后裔的子嗣掌管大夏，方可延续国祚。”李彦之听到这里，算是明白过来了，感情自己那个义父把自己带回家，是给他生孙子来了。不过三姐所说的和皇室成员诞下子嗣，李彦之细细打量着温婉知性的三姐叶淑韵，明明修为不弱的她，此时却是掌控不了自己的气血，白皙脸颊逐渐变得绯红，甚至不见往日端庄。两只玉手正纠结地抓紧衣裙，看来自己想的没错，义父口中的皇室成员就是这些姐姐。李彦之现在恨不得再去祖庙那里，对着义父的牌位狠狠磕几个头。义父对自己没得说，给爵位，给权力，还给老婆，真没得说。义父，请受小婿一拜。咳！李彦之干咳一声，而后强忍住嘴角的笑意，看向叶淑韵：“三姐，这个真是父皇说的吗？”叶淑韵转过红润的脸颊，微嗔地白了李彦之一眼：“这是太后拿出的父皇遗诏，当然是真的了。那有说清楚那位皇室成员是谁吗？”李彦之眨着眼睛，期待地看着叶淑韵：“我哪知道皇室成员是谁？你自己去问大姐吧。”叶淑韵娇哼一声，似有些羞怯地转过身去，饱满娇躯侧对着李彦之。李彦之很是尊重地欣赏了下三姐丰满娇躯，本想一直尊重的，但想到旁边还有个大姐，也该尊重一下。大姐，你知道父皇所说的皇室成员是谁吗？叶希却是起身离开龙椅，双手抱胸，一对饱满大团血子被挤得更加挺拔。哼，面露冷笑，踱步走向李彦之，居高临下的看着坐着的他。李彦之只觉得此时的大姐压迫感十足，很有女王范。虽然她本来就是，李彦之差点就忍不住说出：“女王陛下，把你的脚狠狠地踩在我的胸膛上吧。”不过好在他虽然欣赏女王的气质，但并没有被女王凌辱的癖好。叶希双手抱胸，俯视着李彦之：“看你这么期待，是不是心里早就有了人选？说出来，大姐这就下旨给你赐婚。”话虽如此，但李彦之能感受到女帝大姐看着自己的目光中不再是往日的宠溺，而是浮现一丝危险的光芒。李彦之谄媚一笑：“哪有，全凭大姐做主。乖，真听话。”冷着脸的女帝叶希终于是露出温和的笑容，还朝李彦之弯腰，让他直面下坠的饱满大团血子，伸出手宠溺的笑着轻抚脸颊，柔声道：“大姐这20年没白疼你。”李彦之面露微笑，却是嘴嘴微抽：“大姐这不愧是大夏女帝，还真有女王作风啊。”同时心中暗暗把持住，绝不能屈服于大姐的女王威风之下，绝不能心生享受。但这时坐在一旁的叶淑韵看着这一幕，却是回正身子，柳眉微皱，心里有些吃味，沉着脸，语气低沉地道：“大姐，既然父皇没有指定皇室成员，那就应该让彦之自己做主，把他心中的人选说出来，而不是什么。”女帝叶希依然弯腰轻抚李彦之的脸颊，目光却是斜瞅了自己的三妹一眼。叶淑韵却是丝毫不惧她的女帝之威，接着直言不讳：“而不是大姐你这般以势压人，妄图为彦之做主。”哼！叶希冷哼一声，终于是松开轻抚李彦之脸颊的玉手，重新双臂抱胸，这让仰视的李彦之看着他的胸襟更加博大。先不说朕是皇帝，是皇室之主，单说我是彦之的大姐，古人言长姐为母，我有权操心彦之的人生大事，更何况这还关乎大夏鼎盛的未来，必须慎重。李彦之闻言，心中暗道：好家伙，这大姐不仅想当女王，还想让自己喊她妈妈啊！他没有插嘴，一旁的叶淑韵却是不甘示弱地站起身，身姿优雅的玉手端于腹前，同样冷声道：“大姐，如今的时代变了，长辈的话要听，但更应该尊重彦之自己的想法。当初彦之自己也说过，人活着便是要自己做人生的选择，这便是自由，这才是活着。”叶淑韵神色也是变得严肃，况且正因事关大夏未来，更需要靠彦之自己做选择，才是真正的天定。哼！叶希冷笑一声：“三妹不愧是我大夏圣学院的院长，果真是能说会道。彼此。”叶淑韵面无表情的回应，李彦之则是将目光在两位姐姐身上来回扫视，并未插嘴，对这副场面早就习以为常。当初大姐还未称帝前，几位姐姐便经常这般争吵不休，冷嘲热讽彼此。只是以前争论最多的是大姐叶希和二姐太平公主叶清霜，向来不争之心的三姐叶淑韵，今日居然和大姐争辩起来，倒是罕见。要是让文武百官知道威严冷艳的女帝陛下和温婉端庄的圣院院长安宁公主居然如妇人吵架般争论不休，怕是会惊掉大批人的下巴。不过李彦之前却是趁着这个角度，在心中暗暗将两人的博大胸襟做了个比较。两位姐姐面目有些许相似之处，皆有倾国之姿，但同父异母的她们气质却又不同。就目前看来，三姐的胸襟要更宽广博大一些。就在李彦之暗自比较之际，大姐叶希却是低头看向他：“彦之，平日就大姐最宠爱你，当初你改革镇魔司时，便是大姐力排众议，顶着文武百官巨大的压力支持你的。
如今你是不是要大姐帮你安排？哼！叶淑韵不甘示弱的冷哼一声，当初燕之要改革，三姐我也是支持你的。要说对你最好，除了三姐，还有谁敢说这话？毕竟你小时候认字读书都是我一手教的你，究竟是要自由还是听从安排？你自己说吧。这个李燕之头疼的挠头，不知道两位姐姐怎么把战火移到自己身上了。要是让自己选，那还选个鸡毛啊！直接全都要好吧？但李燕之深知自己这会儿敢说出这话，绝对会被针锋相对的两位姐姐合力撕碎。是让你做选择，不是让你选其人之福的。但这会儿无论选谁，也必然会伤到另外一人。走出这大殿，说不定姐姐就会说没这样的弟弟，开始大义灭亲。李燕之想了想，这种情况下想要活命，那就只有转移话题，而且话题讨论度还不能低。李燕之神情严肃的起身，从仰视两位姐姐博大的胸怀到平视，最后俯视。其实吧，我来见两位姐姐，也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你们不妨听听。姐妹俩柳眉微皱，对李燕之转移话题的行为有些不满，但下一瞬姐妹俩便都震惊的瞪大了凤眼，红唇微张，最后惊喜的看着李燕之，异口同声的道：燕之，你突破3品。见两位姐姐的注意力已经被自己吸引，李燕之轻笑着点头，身上3品的修为显露无疑，炽热的纯阳之力似有迷情之效。两位姐姐脸颊瞬间变得红润诱人。没错，这几日有所感悟，便闭关修炼了一番，没想到侥幸突破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如今燕之也不过20岁，如此年纪轻轻就突破3品，可比我们当初快多了。女帝叶希满意的点头，叶淑韵看向李燕之的目光中充满了柔情和赞赏，这目光就是在看一朵被自己培养成才的花朵一样。如今看着李燕之越来越好，叶淑韵心中充满养成的成就感，而且自己养大的，吃起来也够放心。伸手轻抚李燕之的黑发，叶淑韵温婉的笑道：我家的燕之弟弟长大了，要不了多久肯定会比姐姐厉害，突破超品指日可待。哼！女帝叶希冷哼一声，三妹，说清楚一点，燕之可不是单属于你的。叶淑韵都没看自己大姐一眼，而是继续宠溺的轻抚李燕之捋顺几缕凌乱的黑发。李燕之见两位姐姐又有针锋相对的样子，大感头疼，知道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不然非得殃及池鱼不可。大姐、三姐，你们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突破3品的好消息也都告诉了你们。这几日闭关修炼，这摩斯衙门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没办呢，小弟先行告退。燕之朝两位姐姐拱手行礼后，李燕之便不顾他们的挽留，直接转身离开御书房。目送李燕之的身影仓皇离去，姐妹俩对视一眼，而后同时冷哼一声。叶淑韵身姿款款地来到原位坐下，端起灵茶轻抿一口。叶希冷声道：都怪你把燕之吓跑了。斜瞅了大姐一眼，叶淑韵放下茶杯，语气淡淡地道：大姐，你好歹也当几年皇帝了，别这么幼稚行吗？叶希娇哼一声，走回龙椅，摆出一副正经模样的批阅奏折。燕之既然没做决定，那就由长姐为母的我来做决定吧。哦，大姐做决定。叶淑韵似笑非笑地看了叶希一眼，唇角微扬。父皇的遗诏要是告诉其余5位在外地姐妹，你还要帮燕之做决定，只怕多年未回京城的二姐就真要带着她的边军返回京城了。其余妹妹虽不是二姐位高权重，但也是各有宗门家族势力的，她们只怕也不会轻易答应吧。女帝叶希闻言，冷烟玉脸微沉，咬牙切齿地道：我是你们大姐，都得听我的。其他是可以听大姐的，但事关燕之，气质温婉柔和的叶淑韵，这时身上却是散发出惊人的锐气。要是大姐想要独断专权，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得跟你争一争。叶希咬牙，心中恼怒的与妹妹叶淑韵直视。她深知这位妹妹的性子，平时温和待人，哪怕身处京城也是不争不抢的，但要是关乎李燕之这位小弟，不管如何她都会插上一手。更何况如今还是争抢燕之的未来，就更不可能放手了。她要争的不是未来君临大夏，而是让燕之能属于自己。叶凡这位后来的小弟，虽然是他们同父异母的亲弟弟，但跟从小到大都待在一起的燕之比不了一点。不过女帝叶希也不可能就此罢手，既然三妹执意如此，那你们就一起来试试吧。燕之的婚事我安排定了，说是由她安排，只怕她心中的候选人就是她自己，只是身为帝君不好直言而已。叶淑韵自然知道其中之理，玉手交叉于小腹前，起身平静地看着大姐。既然大姐执迷不悟，那咱们就试试。不过你还是先问问二姐答不答应吧。宣战过后，叶淑韵便扭动腰肢，迈动雪白长腿离开御书房。叶希暗自咬牙，看着妹妹离去的丰满倩影，欲手紧握手中的奏折。就算没有父皇的遗诏，燕之也只能是我的。至于你们，哼！离开御书房的李燕之头疼地揉着脑门离开皇宫。姐姐们都很好，她都想要，但这些姐姐可不是软弱小绵羊，每一个都是很有个性的女强人。就算是比自己小2岁的双胞胎姐妹6妹和7妹，即使平时对自己很依赖，经常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跑，但对外也是很有主见的女子。听说她们姐妹俩在江南，如今把家族的产业管理得井井有条，其人之福不是那么好享受的。她们想霸占自己，而想全都要还任重而道远呐。李燕之在心中感叹连连，紧接着眼中便充满了坚定之色。
我得抓紧提升实力，想全都要，至少实力的能同时镇压他们才行，这样才不会被他们一起上把我撕碎，也能让以后的他们排跪。李彦之心中充满了斗志，如今的大姐和二姐都是1品，而自己才刚突破3品，跟他们还是有不小差距的。想要快速提升实力，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收集命格是气运之子的情绪值，或者是使用纯阳至尊骨的强大双修之能。但普通女子李彦之看不上，只有3姐这样的女子才是李彦之的目标。但这类女子又岂是容易与之双修的？主要还是一个名为审核的家伙不让李彦之以双修作为提升实力的主线，不然必会降下天道制裁。悲乎！李彦之在返回镇魔司的路上，暗自思索着自己的未来修炼之路。叶凡这里只要把他获得的机缘抢了，消去他崛起的倚仗和希望，必然会更加崩溃，还能薅一大笔情绪值，就等夫人那里传回好消息了。李彦之坐在銮驾中，看着外面京城这繁华的街道，陷入沉思。这么大的京城，应该不止一个气运之子吧？多个气运之子一同下手，才能把薅情绪值做到最大化。回去就让人去户部把京城人员的户籍调一份过来。看着手中的2000情绪值，李彦之觉得与其存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到1万时抽紫色宝箱，还不如先抽2发试试，看能不能抽到让气运之子产生大量负面情绪的道具。若是投资成功，那就是赚的。系统花费100情绪值抽一次白色宝箱，定情绪值100，余额1900。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白色词条变形1天。注：除自身外，可向任何人使用此词条。这个词条，李彦之一时间瞪大了双眼。这个道具着实有些变态逆天了，虽然没法用来提升修为，但效果着实有些强大了，能让人无声无息的变形1天。这要是用在有着气运之子命格的人身上，这效果嘶！李彦之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哪怕只是想想都觉得裤裆一寒。真要中招了，整个人都得崩溃吧。虽然有些变态了，但用来榨取气运之子身上的情绪值，这个白色词条正好合适。李彦之眼中金光一闪，他没再继续抽取宝箱，而是快速返回镇魔司，开始调取这段时间京城有异常之人的信息。镇魔司监管天下妖魔，京城中的达官显贵和豪门大院自然也在监测之下，所以李彦之想要知道他们的情报十分轻松。见过司正，李彦之回到镇魔司的凌霄阁，便由小丽上前行礼。李彦之淡漠地点头，让人将近日所获情报通通呈上来。是，大人。小丽点头应下，心中却是一凛。从以往的经历来看，只要司正大人查看卷宗和各路情报，那必然会引发一阵血雨腥风。就是不知这次是哪个倒霉蛋沦为主角。小丽正要离去，却又听李彦之接着道：烈了，让暗探总监江河一道来见我。是。李彦之走入书房，才坐下没多久，便有一身着黑色劲装的高挑女子走了进来。黑衣将她的身材凸显得玲珑有致，神情冷峻，但在看向李彦之时，眼中蕴含一丝崇敬。江河见过大人，这是大人您要的京城最近的各方情报。接着便将一系列卷轴递到李彦之的案桌前。李彦之淡漠的神色浮现一丝微笑，就你我2人，不必拘谨，坐吧。江河，多谢大人。江河点头应下，看向李彦之的目光也越发柔和。虽然不知李彦之让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但他心中只有一条准则，无论什么要求，照做便是。眼前的女子是李彦之心腹中的心腹，年幼时他所在的家族被仇敌联合妖魔惨遭灭门，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2年前，他为了复仇，又差点死在妖魔和仇家之手，是李彦之率领镇魔司将妖魔铲除，救了他一命，顺带帮他复仇。从此江河便跟着李彦之，他修为天赋心性都不弱，李彦之便让他做镇魔司的暗探。江河不负所望，逐渐立功，再加上数月前突破到了3品，李彦之便提拔他做暗探总监，总管天下各方情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经过这2年多的考察，李彦之认定江河可信，随意打开几册卷宗看了几眼。李彦之朝江河平静地道：江河，最近可在京城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江河毫不犹豫地回应：回大人，在您的英明带领下，京城的妖魔全都被镇魔司铲除，这里已经沦为妖魔禁地。若是别人说这话听起来像是吹捧，但江河就是在陈述事实。那就好。李彦之微微点头，一边查看卷宗，一边说道：那除了妖魔之事，还有什么特别的情报吗？比如京城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葩的事情？江河低头陷入沉思，在听到李彦之说奇葩的事，他那冷峻的神情居然闪过一丝兴奋，就连眸光都活跃了许多。在座椅上微微扭动了下娇躯，江河轻咬红唇，他这模样就像是压抑久了，终于能宣泄出来一样。李彦之也是察觉到了他的变化，不禁好奇地问道：江河，有什么发现？你直接说便是。大人，要说京城最近的奇葩事情，已经半截入土的前礼部侍郎钱钟居然开始大肆纳钱，这算吗？江河抬眸，眸光明亮地看着李彦之，只要李彦之说一个算字，他立马就能把这件事聊出话来。前礼部侍郎钱钟在纳钱，李彦之的确面露好奇之色，这是我怎么不知道？我这记得这老家伙不是快没气了吗？怎么还这么老当益壮？江河闻言立马兴奋地起身，来到李彦之身边，开始低声八卦起来。大人，就在5天前，钱钟生了一场大病，都以为他要断气了，
却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又活了，而且醒来就吩咐钱家人说他大难不死，要娶妻那妻，享受当下。江河叉着腰，感叹连连的道：短短5天呐，这老头子居然就纳了2名小妾，今晚又要和1名小妾入洞房了，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李彦之起初听着八卦还听得起劲呢，但在看到江河脸上兴奋的八卦之光，一副滔滔不绝的样子，顿时就有些难绷。只要是女人，还真就是喜欢八卦呀，尤其是让江河去干暗探总监这个职位，只怕京城的各种八卦和瓜挞都已经吃个遍了。但因为工作原因，他又没法跟别人宣泄，只怕是早就憋坏了。再加上小时候的经历，让他的性格有些沉闷，憋了这么多年，终于有自己这个倾诉对象。李彦之毫不怀疑，要是让江河放开了跟自己聊，他能聊几天几夜不合眼。不过他这模样还真觉得有点萌萌的。紧接着江河又面露不解之色，惊叹道：我这几天暗中打探了一下他，发现这位钱中侍郎居然真变年轻了一些。我记得这位钱中侍郎是没修炼过的，但如今居然在他身上感应到了修为气息，难不成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实乃怪哉。江河一脸困惑不解的摇头。听到这，李彦之却顿时两眼一亮，这老头子必有古怪，将死未死，那妾就算了，居然还有了修为，必然是有气运之子命格的人，他能有什么古怪？江河从八卦中回神，困惑地看着李彦之，此人已经调查过了，虽有小贪，但无伤大雅，可让他寿终正寝。看着李彦之严肃的神情，江河眉头微蹙，大人是说此人被妖魔入侵肉身，正在采捕我大夏女子？妖魔？李彦之摇头一笑，只怕不止于此。那大人的意思是？李彦之微微一笑，你不是说此人今晚正要和新的小妾入洞房吗？正好无事，我前去观摩观摩。啊，大人要看他入洞房？江河樱桃小嘴微张，一脸震惊地看着李彦之，冷峻玉脸不禁浮现一丝红霞。但暗探的难免要时刻盯着目标言行举止，有时候看人家在床上表演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江河是暗探总监，这种事可以让手底下的暗探去做。暗探人员错综复杂，平时身份不显，有些人还就喜欢看人家。但大人也有这种癖好吗？见江河狐疑又目光古怪地看着自己，李彦之没好气地朝他翻了个白眼，然后勾勾手指头示意他过来。江河心生疑惑，还以为大人是要跟自己说什么悄悄话，便兴奋地迎了上去。大人有什么吩咐吗？李彦之绷着脸看着江河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精致脸蛋，瞬间伸出手掐了上去，还来回扭了2圈。哎呀，疼！大人，你掐我脸干嘛？江河一脸幽怨地看着李彦之，等他松开手后，立马捂着脸后退站到一边，不能随意朝上司扣印象帽子，知道了吗？李彦之语气僵硬地看着他，属下知错，再也不乱想了。江河弱弱地低头回应，但他真的好想跟大人吃瓜聊八卦呀。李彦之看他这副模样，只能没好气的道：你也说了，那钱中老侍郎突然变得生龙活虎，甚至那些行房后还变得年轻有修为了，肯定有古怪。我此番前去看他们入洞房，便是要近距离观察他是如何做到的。江河闻言顿时两眼一亮，吃瓜的心达到了极点，连忙自告奋勇：大人，您一个人去有些危险，还是让属下陪你一起去吧。李彦之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你确定是要保护我，而不是想去吃瓜？江河神色微窘，但还是义正言辞地道：保护大人是每一位镇魔司成员的职责，忠心可嘉，但保护就算了。江河还要劝2句，毕竟李彦之的修为在他印象还是4品，要是去监视人家却被发现了，虽然不会有性命危险，但难免会尴尬，还会让镇魔司被朝中大臣口诛笔伐。但下一瞬，江河便再次震惊地张开樱桃小嘴：大人，您突破3品了，不错，这几日没来衙门，有幸突破3品。李彦之淡淡的回应，连大姐和三姐都对他20岁就突破3品感到惊讶，就更别说江河了。江河看着李彦之地目光越发尊崇，还有一丝爱慕。大人文武才貌齐全，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年纪轻轻便突破3品，日后成就难以限量啊。大人既然已经突破3品，那的确不需要江河保护了。江河点头道，但若有其他所求，大人尽管吩咐，把钱钟家中的护卫准确的告诉我。李彦之淡淡的道，钱钟没有修炼过，且早已辞官养老，但家底不俗，而且他儿子还是大夏有着3品修为的将军，所以家中护卫并不少。江河点头应下，便开始娓娓道来，是钱家目前有一位4品门客，但钱钟因为前几日差点死了，他那在外领兵的儿子钱万军便被批准独自回京，如今也在家中。深夜，钱家正张灯结彩的将已经80岁的钱老爷子钱钟送入洞房，因为是内妾，而且都是这几天的第3个了，钱家也就没弄得太过隆重。看着自己父亲走入洞房的背影，身为儿子的钱万军此时是感慨不已，一旁的4品门客也是感叹道：钱将军，令尊还真是老当益壮啊，才刚过80大寿，短短几日就内妾3人，这传出去非得名扬京城不可。钱万军脸上浮现一丝尴尬，若是修行之人到80岁还行房事，这不足为奇，但他父亲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80的年龄别说行房事了，能立起来就算他厉害。为此自己还托有人悄悄地从灵宝楼买了几粒龙金虎猛丸回来给老父亲用，
还差点被有人误会是自己不行了。但父亲却是自信地说不要，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入洞房。可钱万钧干咳一声，可能家父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反正都这个年龄了，还能行就让他享受享受吧。这倒也是，门客赞同的点头。钱家在京城只能算中流，但想要替老父亲找几名妾室还是很简单的。看着洞房的门关上后，两人便默契地离开这里。他们没有看老头子奋斗的兴趣。就在两人走后没多久，李彦之的身影从阴暗处缓缓现出，看了眼两人离去的背影后，便无声无息地踱步走向洞房。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机缘。不过看一个老头子行房事，李彦之也觉得着实有些恶心了。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李彦之打算略施手段，在心中暗道：系统对钱钟使用白色磁条变性1天。定，目标锁定，磁条已生效。这时进入洞房的钱钟满是褶皱的老脸上充满了兴奋，他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监视，甚至已经被强行革掉。他看着红色婚床上盖着红盖头、身姿婀娜的貌美小妾，摩拳擦掌地走了过去。就差一个，只要再裁补一名女子的原因，我就能彻底觉醒多子多福系统，以后成仙做祖都不再是梦。没错，钱钟正是一名穿越之人，虽然穿越到一个将死的老头身上，运气非常倒霉，天赋差就算了，还立不起来。要不是有多子多福系统的辅助，就算有系统也白搭，只能望着空流泪。好在家世还行，寻找卢鼎那小妾并不难。钱钟坚信老头之身又如何，凭借多子多福系统，自己迟早有一日能登临绝巅。听说当朝女帝冷艳绝美，等我在多子多福的帮助下修为大成，定要让天下美人全都入我怀抱。钱钟只是想想便兴奋不已，穿越大军总算是轮到自己了呀。不过当务之急是先采补元婴，激活多子多福系统。美人，我来了！兴奋大叫一声后，钱钟连红盖头都还没掀，便直接将小妾扑倒在床上，然后便是抱着一顿乱啃，使劲扯开两人的衣裳。但没过多久，洞房内便传出钱钟惊恐的尖叫声：啊！怎么可能不见了？甚至还定气运之子钱钟心生惶恐，负面情绪加1000，余额2900。屋外的李彦之听着系统上提示声，不禁嘴角微扬，只花了100情绪值抽到的白色磁条，转眼就让他收获1000，整整翻了10倍。之前的决定果然是正确的，而且应该不止这点。李彦之没有将灵石探入房间内，他怕辣眼睛，所以只是用耳朵听里面两人的交谈。这时身着红嫁衣的小妾脸颊潮红的从床上坐起身，在钱钟之前粗暴的行为下，一时间春光乍现。他看着身旁惶恐的老者，眼中浮现一丝厌恶，不过想着只要熬死了老东西，自己就能成为钱家太太，他便忍住了。不过目前老东西可不能死在自己床上，不然可就说不清楚了。生怕年龄大了的钱钟死在这，他伸出纤细手只轻拍钱钟后背，声音柔弱的关心道：老爷，您是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钱钟则是敞开衣裳，惊慌地低着头，眼中充满了惶恐，还难以置信地摇头：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明明刚刚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要是不在了，我还如何激活多子多福系统？该死的，快点，你快点给我长出来啊！钱钟咬紧牙关，用手使劲扒拉着自己身上的衣服，想要找出他的踪迹。但钱钟发现自己突然少了点就算了，居然还……这个发现让钱钟更加惶恐，直接呆愣在床上。现在不仅是没法激活多子多福系统的事情了，而是自己怎么变了。一旁的小妾听着钱钟惶恐的自言自语，则是满脑子困惑的发问：老爷，您到底在说什么啊？多子多福系统是什么意思？他甚至想着要不要去找比自己大几10岁的儿子来看看了。老东西可别死在自己床上了。但在屋外的李彦之听着两人的对话，则是心中一震。定气运之子钱钟发现自己发生了改变，负面情绪加1000，余额3900。不过李彦之这会儿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个上面，而是眉头紧锁地思索两人刚刚说的话。多子多福系统，这个钱钟也是穿越来的灵魂，而且也觉醒了系统，难怪这家伙都大把年纪了，还要不停纳妾呢。原来如此。李彦之眼中寒光一闪，既然让我发现了，就休想多子多福了，还是断子绝孙好一点。随即李彦之心念一动，钱钟这老家伙实力低微，肯定是在一品之下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紫色磁条任意掠夺能不能把他的多子多福系统抢过来了呢？就是可以，那对如今的自己来说，当真是如虎添翼了。就在李彦之沉思之际，屋内也是传来钱钟小妾的惊呼声：呀呀，老爷，您怎么好端端的变成老太太了？屋内小妾瞪大双眼，红唇大张，难以置信地看着钱钟。她总算是明白老爷，哦，不对，是老太太为什么会大喊大叫了。不对啊，既然老爷都这样了，那前几天那些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稍一思索，小妾便瞬间脸颊绯红。她想到了一个来自宫中的秘籍，难不成老太太也想和自己这样？小妾偷偷打量了眼钱钟，顿时觉得有些反胃。不行，太老了。这时钱钟也是在小妾的惊呼声中回过神来，他猛然回头，恶狠狠地看着小妾，沉声道：我警告你，今晚之事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我亲手活剐了你。小妾看着面目狰狞的钱钟，瞬间就被吓得脸色惨白，连连点头应下。是，请老爷放心，
妾身绝对不敢乱说。钱钟见状瞪了他一眼后，也是沉着脸穿好衣裳，冷声道：“你直接睡吧，接下来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起来。”是，老爷。小妾被吓得连忙躺下，用红被褥盖住自己颤巍巍的身躯。钱钟则是下床绕过屏风，来到厅中坐下，陷入了沉思。之前虽然有些无力，但明明还好好的呀，甚至进洞房前我都还撒了泡尿的，但为何现在？钱钟眉头紧锁，难不成是觉醒多子多福系统的副作用，亦或者是系统觉得我之前的太废，就给回收重铸了？钱钟思索许久，觉得自己这个猜测非常有可能，毕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不见了，他又不会长翅膀自己飞走了。哎，先等等看看情况吧，要是能重新回来那就最好，还是没有。想到这，钱钟也不禁心生绝望，就只差最后一个，自己就能彻底觉醒绑定系统，大好未来明明都在等着自己了，但现在为何？此时在屋外的李彦之则是在研究紫色词条的可行性。系统，我的紫色词条任意掠夺，可以把钱钟身上的多子多福系统抢过来吗？定，请宿主确认是否掠夺气运之子钱钟的多子多福系统。听到这，李彦之顿时虎躯一震，眼中充满了兴奋之色，居然真的可以把系统抢过来自己用。提醒宿主，即便能掠夺气运之子钱钟的多子多福系统，因为词条上限，最多也只能发挥出近乎于紫色宝箱的效果。李彦之闻言眉头微皱，原来抢来的只是个盖板啊，要真是只能发挥出紫色宝箱的效果，那就没那么强了，算不上如虎添翼，最多也就是锦上添花吧。算了，李彦之摇头一叹，紫色就紫色吧，有也总比没有好，只是这样的话就得在钱钟身上薅点情绪值了。李彦之思索着情绪值最大化的方案，必须得把它压榨得干干净净的才行。思索片刻，李彦之心中有了计策，看了眼洞房，好似透过房门看到了焦躁的钱钟，嘴角微扬，轻笑一声：“咱们明晚再见，肯定给你带来难忘的穿越经历。穿越不是人情世故，而是你死我活。”话音刚落，李彦之的身影便离开了洞房所在的院子，他径直返回镇魔司凌霄阁。江河并没有离开，还在这里等候他。见李彦之回来，立马便迎上前，好奇地看着他：“大人，那钱钟可有古怪？”李彦之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麒麟椅上，只是淡漠的回应：“召集人手，明夜围剿钱府，钱家人一个都不能少。”遵命。李彦之正想闭目调息，回想复盘这几天的事，却见江河欲言又止：“还有什么事吗？”“大人，有一则从南疆传来的重要情报，只是还没有确认，属下不知能否向您禀报。”江河面露犹豫，身为暗探总监，掌管镇魔司的各项情报，算是李彦之最信任的人之一，筛选各类情报上报给李彦之是他的职责，但这会儿他真有些拿不准主意。南疆？李彦之眉头微凝，他记得叶凡和徐清玄就是南疆的灵州出身，如今有类似的情报，不得不让他心生疑虑。直接说吧。江河点头应下：“是，就在刚刚，有一则暗报传回京城，在南疆的灵州疑似有异火现世。”异火？李彦之顿时两眼一亮，他本就是修炼阳属性功法，如今获得纯阳至尊骨，还拥有本命异火太阳圣火，实力大幅提升，天下异火对他也是有大用处的。要是将异火位给太阳圣火，必然会增强异火强度，最主要的是异火出自灵州。李彦之眸光微闪，他非常怀疑这是跟叶凡有关系。江河则是接着犹豫道：“属下知道殿下修炼若是有异火相助，必然更加迅捷，但异火举世难寻，且这次的消息又没有彻底坐实，故不敢妄自告知殿下，怕您白高兴一场。江河办事不力，还请殿下责罚。”李彦之心中已经觉得这异火的消息8、9不离10了，不可能这么巧合。起身来到低着头的江河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微笑：“江河能为我如此考虑，你有心了，又怎会责罚你呢？”殿下。江河抬眸轻咬樱唇，眼眶含泪，心中暖暖的。异火的事先不急，你关注那里的消息就好，等明夜处理完钱家之事，也正好该南巡了，路过灵州的时候顺路去看看就好。是，殿下。江河重点头应下，属下必不会让殿下失望的。去安排吧。李彦之目送江河离去，走到窗边看着明月。当今正值盛夏，天上圆月正是最明亮的时候，过段时间清玄应该就能给我带来关于叶凡的消息，也该终结了。李彦之目光深邃的喃喃自语，他深知别人的儿子养不熟，更何况自己和叶凡的命格还相冲，甚至十分怀疑当初父皇最后就算生出了叶凡这个儿子，却迟迟没有接回京城，就是因为大姐他们所说的遗诏，自己来历神秘，还传言只有皇室成员和自己诞下的子嗣继承大统后才能延续大夏国祚。如此一来，自己和叶凡这个先皇唯一的儿子存在便是矛盾的。若是从小就接回京城，必然要将他当储君培养，而下一代夏皇却只能是自己的子嗣。叶凡若真当皇帝了，必然不愿如此，届时皇室难免刀割相向，自相残杀，大夏社稷必然不稳。父皇应该也是预料到这个后果，才没将叶凡接回来的吧？只是没想到死后多年，叶凡又被寻回来了。义父，您对我很好，您就放心吧，大夏绝对不会亡。只要提前让叶凡无法崛起，大夏皇室自然不会自相残杀。但他眼中又有一丝犹豫和纠结，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对自己很好的父皇。叶凡是他唯一的儿子，若是直接杀了叶凡，那不就是不仁不义之辈吗？
搞不好还得生出心魔。虽然身为义子，有专统义父的传统，但李彦之仍然有些犹豫。李彦之悠悠一叹，自己还是不够果断啊。但很快，他眼中便浮现一丝狠绝。为了大夏社稷安稳，叶凡必须死。李彦之扶住窗口的手陡然用力，瞬间被他捏成齑粉。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夏社稷考虑。父皇，你一定不会怪我的，对吧？以后为大夏开疆拓土，就当是跟您赔罪了。父皇为大夏江山操劳一生，在他心中大夏社稷比什么都重要，不然也不会为了预防二人针锋相对，让叶凡流落在外。只是二人的命格必然会让他们相见。李彦之不禁想到了洪武大帝，这位也是从义父手中接过重担，也是要面对义父和他的儿子。没曾想先人已经为我打了个榜样。李彦之感叹一声：义虎，你可要给点力啊！李彦之看着明月的目光逐渐变得深邃，心中也是有了对策。转眼间便来到第二天傍晚，李彦之一整天都没有离开凌霄阁，他在深思细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当今之计，也该去找回自己流落在外的多子多福系统了。被奸人霸占这么几天，还真是苦了他了。殿下，人手都已经准备完毕，皆潜藏在前府外围，只需您一声令下，便可冲入前府，将其一网打尽。江河神情冷峻地朝李彦之汇报情况。虽然闲暇之时他喜欢吃瓜和人聊八卦，但工作之时还是很正经，颇具暗探总监之威严的。先不急，带我去钱家走一遭再说。李彦之负手站在昨夜的窗边，遵命。江河恭敬行礼，目送李彦之转身离去。这时耳边却传来他平静的声音：让人把窗口修一下。江河闻言愣了一下，回首看了眼他此前站的窗边，那里正有一个被捏碎的缺口。是，殿下。回应过后，江河便看着缺口陷入了沉思。这应该是殿下昨夜捏的吧？他是在纠结什么吗？钱府中，钱万军和那位四品的门客皆是面带忧色地站在洞房外，钱万军更是来回踱步，一脸的焦急。只因他的父亲从昨夜走入洞房后便未曾离开过，也就让人送过吃食进去。钱钟和他心纳的小妾已经在房间里待了整整1天1夜。此时的钱万军非常苦恼，他没想到自己的老父亲都80岁了，居然还荒淫至此，让他开门出来他也不开，真不怕死在女人的肚皮上吗？钱将军，令尊这身体真能吃得消吗？四品门客一脸古怪地看着钱万军，为保险起见，要不要让人进去查看一下？钱万军沉默不语，他也是觉得脸上无光，好在只有府中几个人知道这事，不然传出去脸面非得比自己的老父亲丢尽不可。要真是死在女人的肚皮上，以后钱家真就脸上无光了。沉着连许久，钱万军才道：算了，家父声音还算洪亮，也不像是纵欲过度的模样。好吧。门客无奈点头，主要还是钱万军实在是没脸去看自己的老父亲在里面荒淫无度。钱万军又绷着脸道：随他去吧，赵先生，我们去前厅喝酒便是。钱将军请。两人正要离去，这时耳边却是传来钱钟惊喜的大笑声：哈哈，回来了，真的重新长回来了，我就说怎么可能突然就不见了吗？正要离开的两人又愣在原地。四品门客赵先生困惑地看着身旁的钱万军：钱将军，令尊这是怎地了？钱万军皱眉不语，魁梧的身躯走进洞房，沉声询问里面的老父亲：爹，您在里面怎么了？哦，是万军啊，没什么，为父有些高兴而已。钱钟兴奋地回应：哦，您没事就好，要是哪里不舒服，需要什么就跟我说。钱万军点头回应，见老父亲没事，也是松了口气，不过心中也是惊叹不已。放心，为父好得很，你先去外面好好等着，为父不久后赐予你一番大造化。钱钟忍不住畅想美好的未来。知道了，父亲。钱万军对于父亲的话并未太过在意，都半截入土的人了，还能给自己什么造化？别死在女人的肚皮上，让钱家沦为笑话就够了。转身来到赵先生身旁，轻松地道：咱们走吧。赵先生，我爹他没事。房间中的钱钟则是一脸兴奋地看着完整的自己，感叹人生真是大起大落啊，只有失去过才懂得珍惜。他发现完整是男人最宝贵的财富，虽然没有变强，但这应该是系统告诉我以后一定要爱护自己，毕竟多子多福，要是没了那就完蛋了。对自己的猜测，钱钟坚信不疑。放心吧，以后你就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心中暗暗发誓后，钱钟便昂首阔步地走向婚床。昨夜这个小娘子心里肯定把自己笑了个遍，定给她点颜色瞧瞧。小娘子，为夫来了。钱钟淫笑着走向婚床，这小妾也是1天都没离开，就在床上睡着。呀，您怎么又从老太太变成老爷了？好神奇啊！老爷，您是怎么做到的？别废话，昨晚上肯定在心里笑话老子了吧？今晚让你好看。老爷，妾身怎胆笑话您呢？李彦之不知何时也已经来到婚房外，静静等候，眼中浮现一丝诧异。没想到这钱钟内心大起大落，见自己长完整了，居然还兴奋地给我贡献了1000的正面情绪。如今自己的情绪值存款已经来到4900，单单是一个白色词条就给自己返现了3000，这笔投资很划算。事实证明，再怎么普通的东西，只要用到正确的地方上，都会绽放光彩。李彦之看向婚房，嘴角微扬，现在够开心，也该登上天堂了吧？就是不知道从天堂摔到地府，你会有多崩溃。李彦之静静等候，虽然这会儿就能掠夺钱钟的多子多福系统，但这样还摔得不够狠，飞得越高，摔得越痛。钱钟嘴上叫嚣的厉害，
但其实实力一般般。李彦之感觉自己才等了半分钟，便听到钱钟霸占的声音：“哎呦，不行了，暂时就先这样吧。老爷，您怎么样了？”小妾声音娇滴滴的：“等会儿吧，休息一下就好。”钱钟摆摆手，实则已经躺在床上，开始兴奋地联系多子多福系统。知道了，老爷。小妾娇滴滴的回应，实则看向钱钟的目光中充满了鄙夷。以后老家伙要是死了，自己的日子可就美滋滋了。小妾欢心惬意的躺下入睡。正在联系系统的钱钟看着小妾，心中冷哼一声：一个小妾而已，还真把自己当正妻了，敢笑自己。等得到多子多福系统奖励后，要你好看。系统，我已经成功夺取3个元婴，算是激活了吧？我能得到什么奖励？钱钟兴奋地在心中询问。叮，宿主已顺利激活多子多福，必须要有强大的伙伴，正在强化宿主部件中。钱钟兴奋的浑身发颤，来了，终于要来了，自己终于可以真正的站起来了。渐渐地，钱钟感觉一股暖流在体内流动，让他这具年迈的肉身开始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屋外的李彦之见两人交流结束，便知时机已经差不多，使用紫色词条任意掠夺，目标钱钟，夺取多子多福系统。叮，词条已生效，正在掠夺中。才过几秒钟，李彦之便再次听到系统动听的提示声：紫色宝箱版多子多福系统已掠夺成功，宿主可随时绑定启用。李彦之满意一笑，虽是盖版的，但也算是锦上添花了。接下来就是收割情绪值的时候了。啊！躺在床上的钱钟忽然尖叫出声，声音比起昨晚上最佳的伙伴不见了时还要嘶哑崩溃。怎么可能？怎么会又没了？钱钟猛然从床上起身，双目瞪圆，脸上充满了惶恐。老爷，什么东西又不见了？正美滋滋做着梦的小妾困惑地坐起身，不解地看着钱钟：是您又变成老太太了吗？滚开！惶恐不已的钱钟朝靠近的小妾怒斥一声，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小妾直接被这一大巴掌打懵了，捂着脸躺在床上低声抽泣，甚至声音都不敢哭大声，生怕被钱钟杀了泄愤，因为他发现老爷已经彻底疯了。这时的钱钟则是崩溃的跪地仰天哀嚎：系统爸爸，系统爷爷，你快回来吧，我有哪里做错了你告诉我，我一定改，你快点回来好不好？但耳边却是再也没了那道动听悦耳的声音。钱钟整个人失魂落魄地瘫在地上，心中充满了绝望。就他这个年纪，要是没了系统，要不了多久就会老死。他之前明明感觉得非常清晰，能感受到系统的暖流在改善自己，苍老的身体正重新焕发生机，但改善到一半时，耳边却是传来系统凌乱的声音：多子多福系统正在遭受不可抗拒的外界因素影响，正在与宿主解除绑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任凭钱钟如何呼唤，系统始终没有应答。已经绑定自己的系统居然跑了。正在屋外的李彦之却是露出满意的笑容。叮，气运之子钱钟心生绝望，正生出大量负面情绪，情绪值加1000，加2000。钱钟忽然双目通红的指天怒骂：给老天，你既然不给我系统，又让我穿越干什么？还让我穿越到一个将死之人身上，你何其不公！有本事直接杀了我，让我去死啊！钱钟抬头指天怒骂不休，他觉得这样窝囊的活着，还不如直接死了来的干脆舒服一点。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入耳中，打断了怒骂不止的钱钟：想死是吧？吾成全你！钱钟瞬间哑火，整个人都呆滞了。该不会真是老天显灵要杀了自己吧？钱钟瞬间脸色一白，毕竟这世界是有修行之人存在的，说不定老天爷真能听到呢。他瞬间又感觉好死不如赖活着了，毕竟这一世家世不俗，还能享受一段时间，虽然只有半分钟的实力。老天爷，我错了，我刚刚说的都是胡话，我还不想死，求求您别杀我啊！钱钟十分果断地跪地磕头求饶：想活，你求老天爷，他可能还会给你机会，但在我这，你还是去死吧！不是天道要杀自己。钱钟停下磕头的动作，正要起身环视四周，下一瞬却有一股炽热而强大的力量充斥整间房屋。钱钟感觉自己被提了起来，但明明就没人抓住自己啊！只见一道戴着狰狞面具的挺拔身影站在自己前面。你是谁？为何要杀我？钱钟脸色憋得铁青地看着李彦之，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掐紧自己脖子，把自己提了起来。我是朝廷的前任侍郎，我儿子他还是有着3品修为的将军，你不能杀我！李彦之神色冷酷，背负双手，缓缓走向被纯阳之气封锁的钱钟，冷声怒斥：大胆妖魔，竟敢夺舍我朝前任命官，还才不我大夏良家女子，如今居然还敢威胁我，今日必杀你！妖魔！钱钟整个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哭喊道：错怪我了，我不是妖魔，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钱钟啊！叮，气运之子心中愤懑难言，情绪值加1000。李彦之冷哼一声，今晚怎么也要把勾结妖魔的罪名压在钱家的头上才行。妖魔，你无需狡辩！李彦之怒喝一声，真正的钱钟几天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你就是夺舍了他的肉身，不然奄奄一息的老人不可能突然变得生龙活虎，甚至这几天还接连内侵。除了妖魔会在短时间内寻找多位处子采补女子元婴修炼外，还有何人会如此？我说的可对？钱钟停止挣扎，整个人都愣住了。虽然结果说的不一样，但眼前之人说的都是对的，自己穿越来此，
的确是夺舍钱中的肉身，接连纳妾也是为了夺取元婴，不过只是为了激活多子多福系统而已。李彦之冷笑一声，妖魔，身份被戳穿，你无言以对了吧？钱家人见你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还内妾，居然不生疑，想来钱家也是被妖魔渗透，真是可怜钱侍郎了。李彦之面露惋惜的摇头，接着又冷喝道，你们这群妖魔简直狂妄至极，竟敢在京城行凶，今夜必将你们一网打尽。钱钟连忙目眦欲裂地反驳，不，我真不是妖魔，钱家也没有被妖魔渗透啊，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李彦之没有回应，而是看向婚床上一脸呆滞的小妾。见李彦之看了过来，他连忙摇头摆手，面带哭腔地道，我不是妖魔，我真不是妖魔，那你还不跑？李彦之语气森冷。小妾愣了一会儿，然后连滚带爬的从床上下来，连衣裳都来不及穿，就随便披了件长袍，便光脚跑了出去。他的速度飞快，生怕李彦之会杀了自己。李彦之看着他仓皇逃离的背影，并不急于杀了钱钟，他在等小妾报信，然后彻底作死钱家的罪名。被吓坏了的小妾只怕情况都说不清楚，只说老爷突然被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绑架了。果然没过2分钟，院外便传来一阵怒吼，何方宵小，居然敢在京城强入我钱府掳我父亲！钱万钧3品的强大威势瞬间出现在院落中，一掌拍烂房门便冲了进来。看着亲爹被金色炽热的纯阳之气封锁，他又惊又怒，手中长枪十分果断地朝李彦之刺了过来。敢绑我父亲，受死吧贼人！李彦之冷哼一声，一掌拍出将钱万钧的长枪拍向被吊起来的老父亲。钱万钧惊怒的赶忙收枪，生怕误伤了自己亲爹。即便如此，凌厉的枪芒瞬间便打断了几根顶梁柱，婚房瞬间倒塌。好在钱钟已经被他护住，3人就这么站在废墟之中。这时父子俩却听到李彦之的怒斥声，见面便对本司正出手，还不顾自己父亲的安危，是想要杀人灭口吗？钱家果然是被妖魔侵占了，今夜本司正便要在此斩魔执法。钱万钧闻言整个人都愣住了，司正，妖魔，我钱家被妖魔侵占了。钱万钧有些懵，身形魁梧壮硕的他却是一时间有些没想明白面具人是什么意思。难道自己做的事被发现了？不可能啊，那些家伙不是说很隐蔽的吗？等等，司正。这时李彦之风轻云淡地揭开脸上的狰狞面具，既然钱万钧都已经动手，那也就不怕他认出自己了。看着李彦之熟悉的脸庞，钱万钧整个人都懵逼了，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秦王兼镇魔司司正，他身为3品武将，又怎会不知其容貌？秦王殿下，怎么会是您？紧接着又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你何时突破的3品？不等李彦之回应，此时正有一道黑衣窈窕倩影在黑夜中来到李彦之身旁，正是暗探总监江河。他美眸冰冷地看了钱家父子俩一眼，朝李彦之恭敬行礼，启禀殿下，钱家已被彻底控制，只差眼前的钱家父子2人。什么？钱万钧惊呼出声，目眦欲裂地回望钱家四周，却见周围已经站满了镇魔司的高手，钱家早就被盯上了。而今晚正是收网的时候，钱万钧一时间有些想不明白为何会如此，自己不就回京城看望一下濒死的老父亲吗？殿下，请让属下缉拿眼前2位妖魔。江河语气冷冽的请求。李彦之轻笑着摆手，不必，本座突破3品，还未实战过，眼前妖魔正好是3品，待本座练手，亲手将其拿下。李彦之背负双手，悠然自若地走向父子2人。钱万钧此时却是面沉如水，心已经沉到了谷底，他没再反驳求饶。时至此刻，不管自己的事情有没有被发现，肯定都不是能轻易接过的了。而且李彦之都亲自出手，那断然不会放自己离开。但如今深陷镇魔司包围之中，还是位于京城，就算能从这里突围，也绝对逃不出去。未经之计，就只有一个办法，抓住眼前的李彦之当人质，要挟镇魔司的高手放自己离开。虽然李彦之已经突破到3品，但自己身为武将，且突破3品已经多年，他自信养尊处优的李彦之绝不会是自己的对手。想要生擒他，只有一个办法，瞬间爆发，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抗。秦王殿下，你之天赋，在下早有耳闻，但你也不过才突破3品没多久，真以为能本将军是泥捏的不成？钱万钧沉着脸怒斥一声，一副愤怒不甘至极的模样，暗中则已经开始积蓄力量。钱钟则是神色惶恐地道，万钧，你要想办法救救爹啊，爹还不想死啊？钱万钧皱眉看了亲爹一眼，李彦之不说还好，他也没多想，只因为父亲侥幸不死，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能理解。但李彦之提醒过后，他回想一下这几日的父亲的言行举止，跟之前好像真就变太多了，这很不正常。而且自己那父亲虽老，但也是有文人风骨的，怎会这般不堪的贪生怕死？难不成真被妖魔夺舍了？哼！李彦之轻笑一声，看来你是已经认罪了。接着右手打了个响指，一缕金色火焰便出现在指尖。至于你行不行，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话音刚落，指尖的一缕火焰瞬间膨胀成一颗超过10丈的炽热太阳，甚至这颗人造太阳才出现，便照亮了附近的夜空。要不是位置太矮了，只怕大半个京城都会被照得明亮无比。李彦之指尖一点，10丈大日便瞬间出现在钱家父子俩头顶，开始下降，欲将父子俩吞噬。这是什么？本已经暗中准备的钱万钧惊呼出声，看着李彦之这副架势，整个人直接傻眼了，骇然失色地看着头顶降落的太阳。
我尼玛，这确定只是刚突破3品的吗？但为什么这气势比起2品都丝毫不弱啊？不仅是钱万钧，就连镇魔司一众汇聚于此的高手以及江河都是惊呆了。平日里，李彦之在镇魔司都是冷面裁决官的形象，一言既出，必血溅10里。虽知司政大人天赋卓绝，但却未见他出过手，也用不着他亲自出手。对于他的实力，在镇魔司一直都是个谜。如今才算是堂堂正正的看到司政大人的实力，刚一出手，便震撼了在场镇魔司的所有人。单论这一招，就算是比之衙门里的几位镇魔2品司命官都不差分毫了吧。而作为目标的钱万钧此时压力山大，他感觉自己已经被这颗太阳锁定了，逃不掉。但若是被覆盖，必死无疑。只是速度并不快，好似要榨干父子俩心中最后的恐惧。没什么修为，还年老体衰的钱钟，这会儿直接就被吓傻了，看着身旁的好大儿连连求饶：“万钧，吾儿救我，爹还不想死啊！”听着父亲的哀嚎，钱万钧咬牙，眼中浮现一丝冷芒：“老东西，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装我爹？你究竟是何时将我爹夺舍了？”钱万钧提起老父亲的衣领，目眦欲裂地咆哮出声。钱钟脸色猛然发白，支支吾吾地道：“万钧，我一直都是你爹啊！事到如今，你还敢骗我？还我爹命来！去死吧你！”钱万钧高举钱钟老迈的身躯，怒吼一声：“万钧，放开爹！你要干什么？”钱钟惶恐地挣扎着，但他这点挣扎对有着3品修为的钱万钧来说和蝼蚁无异。定，气运之子钱钟心生恐惧，对儿子产生极大的怨念，负面情绪直加3000。李彦之嘴角微扬，果然还能压榨出一些情绪值。紧接着，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正惶恐尖叫的钱钟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瘪，他的气血被吸干了。不过几个呼吸，钱钟便没了声息。周围镇魔司众人看着这一幕，鸦雀无声。钱万钧把自己亲爹吸干了，而钱万钧身上这时又发生了惊人变化。他本就魁梧健壮的身躯，此时居然开始膨胀，甚至还长出了利爪、背刺、獠牙。镇魔司一众高手看着这一幕，神色一变，传出阵阵低声议论：“身躯妖魔化，他还真的跟妖魔有勾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咱们暗探没消息？看来还得加大暗探力度，这些人藏得太深了。”镇魔司一众高手议论不休。身为暗探总监的江河则是面沉如冰。钱万钧能妖魔化，必然是跟妖魔有勾结的，而他这里居然没有确切情报，这是他的失责。对此李彦之倒是没太大反应。气运之子和他身边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伪光正的人物，只是这类人气运不同，有超乎常人的机缘而已。而且妖魔手段众多且诡异，没见过的也数不胜数，发现不了很正常，只要把他干掉就是了。看来这就是你的大招了，你爹跟你比起来还真是个新兵蛋子，不过他已经死了，也就没继续玩下去的意思了，给你爹陪葬吧。话音一落，10丈烈焰便瞬间将钱万钧笼罩，他所在的区域瞬间便被焚烧融化，钱中只剩皮包骨的尸体，本来还能烧出血骨灰的，如今却在太阳的灼烧中瞬间沦为虚无。几个呼吸过去，也就妖魔化的钱王军还在硬撑，甚至他还在太阳中迈动脚步，张开獠牙向李彦之走来。看着这一幕，李彦之也是有些诧异了，你这妖魔化不简单啊，有点东西。啪，右手再次打了个响指，太阳急剧缩小，太阳圣火直接融入钱万钧体内。即便太阳圣火在体内燃烧，钱万钧已经超过3米的身躯依然不屈不挠地向李彦之张牙舞爪地走来。如今干掉李彦之已经成了他心中的执念。李彦之神色淡然自若，就这么目送钱万钧靠近自己，丝毫没有闪避的意思。终于，妖魔化的钱万钧走到李彦之跟前，伸出庞大的爪子朝他拍了过来。对此李彦之也只是轻喝一声定，钱万钧整个人僵在原地，利爪距离李彦之不过1尺，却是一动不动。直到一缕夜风吹过，钱万钧高达3米的魁梧身躯直接化作飞灰，于这黑夜中消散不见。随着太阳消失，这片夜空渐渐陷入昏暗，但现场却是鸦雀无声，针落可闻。所有人皆是一脸震撼地看着在李彦之面前化作飞灰飘散的钱万钧。钱万钧是武将，修为突破3品多年，实力本就不俗，在妖魔化后实力必然更上一层楼。众人猜测，寻常3品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恐怕镇魔司中的2品司命官对付他都需要费一番手脚。但就是如此强大的存在，居然被他们才突破3品的亲王司政大人轻松秒杀了，简直不可思议。原来一直未曾出手上司正这么强。所有镇魔司人员皆是一脸敬畏地看着李彦之，手段强硬，赏罚分明，实力强大，这便是他们真正的统领司政李彦之。离李彦之最近的江河深吸一口气，平复激荡的内心，看向李彦之的眸光中除了尊崇外，还有一丝爱慕。不知不觉间，在一起朝夕相处共事多年后，李彦之在他心中救命恩人的身份已经逐渐发生改变。如今李彦之无敌强大的姿态，更是在他心中深深地烙印下这个身影。殿下，钱家如何处置？统计好今晚收获的李彦之露出满意的笑容，听了江河的话后，眼中浮现一丝冷冽寒芒。前任户部侍郎钱钟被妖魔夺舍，作恶情有可原，为其证明厚葬，司正大义。江河跟镇魔司众人尊崇回应。李彦之则是继续淡漠的道：至于其子钱万钧身为大夏将军，却勾结妖魔，
罪无可恕，必诛之。钱万钧今夜已被吴诛杀，但钱家内难保会有妖魔余孽残留，上上下下打入牢狱严查。李彦之看向钱万钧那杆妖魔化后，便被他丢弃的亮银枪平静地道。至于钱万钧在军队中的位置，吾会上报陛下，将其裁决，亲信同党一律捉拿。遵命。江河恭敬行礼，应下后便带领一众镇魔司高手，将已经捉拿起来的钱家人押往镇魔司大牢。钱家的4品门客脸色发白的被拖着带走，他没想到在钱家待得好好的，自己也没勾结妖魔，最后居然会落得这么个下场。钱家发生的事几乎瞬间便传遍京城的各方达官显贵，所有人皆是战战兢兢的。前几天还好端端的钱家，没曾想全家这就沦为了阶下囚。前几日钱钟纳妾时，还邀请了几名关系不错的友人去家中做客喝酒，如今这些人是坐立难安，生怕牵连到自己，更别说念及旧情动关系去捞钱家人了，只怕刚伸手就得被一起砍了。已经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京城再次变得风声鹤唳。处理完钱家事的李彦之心情很不错，没在钱钟身上花费太多心思，最后却收获了上万的情绪值，零零总总的加起来，如今的情绪值余额已经达到19000。随着他的摆弄下，钱钟心情是落起落，最后还是被自己的儿子亲手给杀了，也属是悲哀。就算是有气运之子的命格，不那么容易死，但在父子相残下，上天也不会眷顾他的。他是死的不能再死了。钱家后事有江河跟镇魔司的高手处理，李彦之也得以清闲下来。毕竟作为镇魔司最高掌舵人，他不可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此时的他已经悄然来到定阳王府，准确的说，应该是徐清玄独自居住的院落。忙了这么些天，也该放松一下了，也省得长时间不来，让夫人觉得自己冷落了他。但最主要的还是其他的目的。李彦之缓步走入徐清玄的院中，低声思索，这2天没见，清玄应该也从叶凡那里套出他需要的机缘是什么了。李彦之心中隐隐有个猜测，但要在印证过后才能确定。紧接着又跃跃欲试的想到，正好也可以跟清玄世新获得的多子多福系统效果如何。在来的路上，他已经激活了掠夺而来的多子多福系统，虽然只有堪比紫色宝箱的效果，但要是用得好了，也堪比1万情绪值的花销了。经过粗略的研究，李彦之也了解了这系统不是只有生出孩子才能得到奖励，奖励分为多个层次，和女子双修一次便堪比开启1次白色宝箱，若女子怀有身孕，则获得堪比蓝色宝箱的奖励，生下孩子便能得获紫色宝箱的奖励。获取奖励并不难，只是周期有些长了。但有一项奖励让李彦之颇为心动，只要和天资容貌各方面皆为顶尖的女子交合，便有可能获得奖励暴击。若是诞下后代，奖励也会更加丰富。李彦之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自己那些优秀的姐妹们，她们每一个人的天赋、容貌、身材皆为当世顶尖，若与她们诞下子嗣，奖励绝对能让自己满意。不过在去找姐姐们之前，还是先找清玄试一试这多子多福系统的效果如何。李彦之一念至此，他已经走到徐清玄的房门外。临近半夜，他却没有休息，而是坐在书桌前看着书。明亮的烛光让李彦之能在窗外清晰看到他丰满的娇躯。咚咚咚，谁啊？是小凡吗？怎么这么晚了来娘这里？屋内传来徐清玄略显困惑的声音，不过他还是迈着优雅的步伐向门口走来。才打开房门，徐清玄便传出一声惊呼：呀呀，原来是殿下！徐清玄被李彦之抱入怀中，待看清李彦之的面容后，惊慌的脸颊浮现一丝醉人酡红，双手勾住李彦之的脖子。徐清玄迷恋地看着他的脸颊，他能感应到自己心跳非常快。只是几日不见，徐清玄心里对李彦之的思念却是越发深厚。如今见李彦之深夜来找自己，他心中高兴极了。徐清玄美眸柔和，语气甜软：殿下，您应该劳累一天了吧？先让妾身下来，让妾身为你沐浴更衣吧。李彦之搂抱着徐清玄丰腴软腻的娇躯，哪还有慢悠悠调情的想法？真正的男人都是能进就直接干的，调情手段再多，真刀真枪的时候不行那也没用。关上房门，抱着徐清玄直奔软榻，目光炽热地看着他的面容。不必了，我现在火气很大，只想亲自脱掉你的衣裳。徐清玄听着李彦之略显粗鲁的话语以及接下来粗暴的动作，心中娇羞不已，心跳急剧加快。但他感觉自己心底还有隐隐一丝兴奋涌现。躺在床上，娇躯酥软的徐清玄红着脸侧过头去，语气柔软却不失娇媚地道：请殿下怜惜妾身。定，宿主成功双修一次，获得奖励8品阳元丹。时至半夜，李彦之才第一次灌输了一波正能量，刚搂住徐清玄娇艳欲滴的丰满娇躯，在床上入睡，他便听到了多子多福的奖励提醒。看着怀中因为过度劳累而入睡的徐清玄，李彦之皱眉有些头疼的低声自语：这时间太长，战斗力太猛了，也不一定全是好事啊。劳碌了大半夜，居然才算一次。李彦之摇摇头，手中出现一枚淡金色的丹药，正是多子多福给的奖励。据介绍，这丹药是用来弥补男人损耗的精气阳元的，对其他人可能有些效果，但对拥有纯阳至尊骨的李彦之来说，这玩意就没什么用处了。一口将其吞入腹中，丹药瞬间便化作精纯的阳气流向四肢百骸。这点滋补效果对李彦之来说可有可无，相当于白色宝箱能获得1枚8品丹药，这一次的奖励也算是可以了。
最主要的是可以以量取胜。李彦之暗自思索，他跟徐清玄已经不是第一次，所以给的只是寻常奖励。而且徐清玄容貌虽然顶尖，成熟妩媚，但天赋一般般，所以不会产生暴击奖励。这多子多福系统暂且勉强用着吧，等到跟姐姐在一起了，能获得暴击奖励就好，还是直接开宝箱来得痛快。李彦之看着自己19000的情绪值余额，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又可以开一次紫色宝箱了。每次开启宝箱所需的花费都会上涨10倍，上次开启宝箱获得的紫色词条让他得到了多子多福系统，这次开启不知道能获得什么。李彦之趁着徐清玄劳累过度睡着了，便跃跃欲试地开始联系系统，花费1万情绪值打开一个紫色宝箱，定情绪值1万，紫色宝箱开启中，余额9000。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高等纯阳果，注：服用后修炼阳属性功法者可大幅度提升修为，瞬间恢复体内消耗，且在突破品阶时具有极强的破境效果。李彦之看着奖励陷入沉思，这高等纯阳果要是在我突破2品时使用，应该会有奇效，而且以我现在的修为进展速度，要不了多久就能派上用场了，到时正好用来突2品破修为。李彦之对自己的修为进展速度颇为自信，看向剩余的9000情绪值，李彦之有些迟疑，算了，这9000先不急着用，存一点，到时候用10万开个红色宝箱。宝箱的品质分级不多，但想要开启后面几种宝箱，所需要的情绪值却是海量的，这情绪值来的还是有点慢了，除了叶凡还得多找些气运之子出来一起薅情绪值才行，要不然这存款速度快不起来。想到这，李彦之便搂着徐清玄娇软的娇躯入睡。这2天忙了很多，正好休息休息。翌日清晨，操劳半夜的徐清玄悠悠醒转，他迷离的眼中依然充满了惊人的魅意。如今的他正是欲望强烈的时候，而且还会被李彦之的纯阳之气催情效果催发体内情欲。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是对手。徐清玄醒来便是感慨李彦之战斗力之强，他现在只觉得身躯酥麻。看着搂紧自己的李彦之，徐清玄眼中浮现一丝羞意。醒了，感觉如何？李彦之嘴角含笑地看着怀中丰满娇躯，他的双手并不安分。徐清玄眼中的羞意越发浓烈，轻咬红唇，妩媚地看着李彦之问好：殿下早上好。妾身感觉很好，就是身子有些软，快没力气了。身子骨软还没力气，这才是正常的，不然我昨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李彦之轻笑一声，英明。徐清玄脸颊酡红的娇吟一声。这时李彦之则是拍了拍他雪白如玉的后背，柔声道：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入宫了。昨夜钱家发生的事情，他还是要具体的跟大姐叶希说一声的，以免引发朝廷骚乱。是，殿下。徐清玄眼中充满了不舍，但还是开始起床穿衣。昨夜的衣裳不仅被丢得到处都是，有些还被撕得破破烂烂的，肯定是没法穿了。徐清玄脸颊微红，但还是当着李彦之的面大胆地赤着身子去拿干净的新衣物。李彦之则是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饱满的背影，目送他扭动腰肢离去。披上一件薄纱裙后，徐清玄重新回来替李彦之更衣。殿下，您要进宫，那还是先去沐浴一下吧，妾身为您搓背更衣。房间很大，不远处便有浴池，这里还连接热水。徐清玄刚刚去穿衣时，便已经放好了温热水。两人来到浴池边，徐清玄本是想在外面替李彦之搓背，但却是被他直接抱入池中。夫人昨夜也出了很多汗，一起洗吧，让我也帮你洗洗。是，殿下。徐清玄这还是第一次鸳鸯浴，心中难免羞涩，却又有些激动和刺激，最终便半推半就地照着李彦之说的做。两人用温水清洗彼此的肌肤。李彦之语气平缓地询问道：夫人，这几日你可从叶凡那里打听到什么了？他愿意去镇摩司到我的麾下当值吗？说起叶凡，徐清玄便悠悠一叹，酡红醉人的脸颊浮现淡淡的忧愁。殿下，我已经跟小凡提议过此事了，但他非常抗拒，无论怎么劝说都不去镇摩司当值。李彦之不言，徐清玄则是一边替李彦之清洗肌肤，忧郁地抚摸昨晚被自己咬出或是抓出的痕迹。这是李彦之故意留下来的，这是事后的情趣，等离开这里再运功消掉便是，以防待会儿去见大姐叶希时被他发现。徐清玄接着语气带着忧愁地道，甚至他还说他即便不靠皇室的资源都能登临绝巅，他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倔呢？殿下，您说小凡这该怎么办啊？徐清玄一脸忧愁地看向李彦之。李彦之轻拍徐清玄的后背，柔声安抚道：别急，你先跟我说说叶凡他有什么打算，他把自己未来的行程和安排告诉过你吗？徐清玄沉吟了片刻，而后缓缓回答：小凡他跟我说他修为无法突破，所以要离开京城外出历练一番，说是出来很久了，要先去南疆回我们的灵州老家看看。对了，小凡还说他现在有一位很厉害的师傅，出门在外也不会有危险的，让我不用担心。叶凡有一位师傅，什么时候的事？李彦之一边清洗徐清玄雪白细腻的肌肤，还诧异地询问。徐清玄却是摇摇头：我细问了，但小凡他不说，我想应该是当初他外出历练，然后被接回京城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应该正是如此。李彦之赞同的点头，他深邃的眸光浮现一丝明悟。叶凡要外出历练，
而他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徐清玄老家南疆灵州。此前他又从江河那里得到南疆灵州可能有异火现世的消息，如今把这些看似巧合的东西串联起来，李彦之便把事情想了个大概。叶凡迟迟不从7品突破到6品，必然就是跟异火有关，而他那位神秘的师傅正是其中的关键。这异火和叶凡还真是双向奔赴啊！李彦之眼中闪过一丝冷芒，照气运之子这逆天的运气成长下去，若是获得了崛起初期最重要的异火，那必然在短时间内起飞。这时徐清玄再次满脸忧愁地叹道：殿下，若是小凡这师傅对他图谋不轨，那该怎么办？他一个人在外面历练太危险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李彦之轻拍徐清玄后背，柔声安抚道：放心，他也长大了，可以辨明是非的。徐清玄点头应声，埋首李彦之肩膀上，不再言语。二人温存片刻，李彦之从徐清玄这里知晓了叶凡的行踪打算后，便穿衣离开了定阳王府。叶凡既然要去南疆收服异火，那自己正好一同前去，顺带可以去看看武皇姐叶灵渊，她也是很久没回京城的了。李彦之一路来到皇宫大姐叶希的御书房，殿内空无一人，因是他知道李彦之要来，便提前清空了所有人。彦之，快过来，看大姐写的字如何？女帝叶希看到李彦之，冷艳威严的玉脸宛如冰川消融，绽放出绝美的笑容。她朝李彦之连连招手。李彦之来到大姐叶希身旁，和她并肩而战，面带好奇地看着大姐写出来的字。李彦之正是自己的名字，见大姐要自己赏析，略微沉吟便道：大姐笔锋苍劲有力，却又不失柔情，虽然只是3个字，却也充满了大姐真挚的情感。女帝叶希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放下手中毛笔，抬手轻抚李彦之的脸颊。大姐只要是面对彦之的一切，哪怕只是你的名字，也会仔细认真的对待，不管做什么决定，也绝不会伤害你。李彦之先是一愣，接着便是心中一暖，又有些无奈。大姐这是变招法来告诉自己，义父遗诏所说的和皇室成员生子之事，他管定了吗？李彦之微微一笑，并不打算在这个话题深聊下去。在自己强过几位姐妹，能理直气壮地说出全都要之前，这种事还是和稀泥，先拖着吧，绝不能直接定下来。大姐，我来找你是想要商议钱家之事的。钱钟好歹也是前任侍郎，钱万军又是领兵的将领，虽说勾结妖魔的证据确凿，但还是要仔细商讨一下吧。大姐叶希却是依然满含柔情地看着他，满不在乎地道：不过是些勾结妖魔的败类罢了，这种人处理掉的太多，让下面的人随便处理一下便是，何须仔细商讨，乱不了。李彦之闻言有些无奈，怎么感觉大姐自从说出义父的遗诏后，就有种要变成昏君的趋势了呢？明明之前还是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啊，是哪个狐狸精胆敢祸乱后宫？哎，等等。李彦之没再多想，陷入了沉默。照如今的架势，自己就是那个祸乱后宫的狐狸精。之前姐姐们对自己的情感还比较含蓄，但在义父遗诏出来后，他们好像开始放开了，还说什么只有自己和皇室成员生出的子嗣才能让大夏国祚绵延不断。怎么感觉才过去没多久，就要因为自己乱起来了呢？女帝大姐、边军战神2姐、圣院院长3姐，这一个个的，要是真大打出手，大夏真就要乱了。他都有些怀疑太后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李彦之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找个机会和太后深入了解一下，问清楚义父遗诏的真假。沉吟了许久，李彦之缓缓说道：其实吧，我来找大姐，除了因为钱家的事情外，还有一事要跟大姐说一声，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大姐无条件支持你，要什么尽管提。叶希淡然一笑，拉着李彦之便来到自己的龙椅坐下，感受着屁股下的龙椅，李彦之身躯一颤，一时间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在这个武力至上的世界，虽然他的第一追求是实力，但权力也能让任何一个男人着迷。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九五之尊，君临天下，这是每一个男人都渴望的东西，李彦之也不例外。拉着他坐下的叶希自然也是感受到了李彦之的细微变化，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彦之，你觉得这龙椅坐起来怎么样？李彦之微微沉默，接着便笑道：挺好，挺软的，比我镇魔司凌霄阁里的椅子坐起来舒服。那大姐改天送一个龙椅去那里，让你坐坐怎么样？李彦之一脸震惊地看着朝自己眨眼微笑的大姐叶希，这已经不是暗示，已经是明示了好吧。不过他不怎么喜欢别人送的，喜欢自己抢来的。真要坐这龙椅，也要是等自己实力官绝天下后再堂堂正正的坐。当然了，大姐真要送一副龙椅给自己，李彦之也不会介意，他可以原谅自己吃软饭，甚至在心里鼓励自己要软饭硬吃。但真要是收下来，那在2姐和3姐眼中，就是自己已经明确表示选择大姐了。作为渣男，想全都要的话，发誓可以发朋友圈昭告天下，那不行。收了大姐的龙椅，就相当于昭告天下了。李彦之恢复平静，笑着摇头拒绝。大姐说笑了，这龙椅象征的是大夏君主，我一个亲王兼镇魔司的司政，岂敢搬一张龙椅去衙门里坐？真要是这样，天下人还以为我要谋反了呢。李彦之不顾叶希幽怨的目光，低头抚摸着龙椅，微笑道：所以啊，我就在大姐这里坐坐龙椅，过过瘾就行了，只要你不嫌弃就好。女帝叶希则是面无表情，侧过脸去，语气中满是幽怨之气。罢了，看来彦之还是不喜欢大姐。如此说来，
倒是显得大姐自作多情了。李彦之怎么感觉大姐这话听起来如此耳熟？大姐叶希又接着语气悠悠地道：“彦之，你不是说还有一事吗？直接说吧。”李彦之闻言也是一脸正色地道：“大姐，我近日心神不宁，总觉得必有大事发生，然后给自己卜了一卦，原因是在南疆，所以我过2天打算去一趟南疆，顺带巡视天下妖魔。去南疆啊？”叶希沉吟一声，想去那边去吧，派人保护你。大姐我都3瓶了，无需保护。李彦之面露无奈之色，怎么感觉大姐在看自己，还是在看小孩一样呢？大姐叶希冷艳的玉脸也是浮现一丝恍然，笑意盈盈地道：“是啊，小弟真是长大了。听说昨晚一招就秒杀了妖魔化的将军钱万军，有此等实力，的确不需要保护了。”说完后，却又是悠悠一叹：“小弟长大后有自己的理想和想法，不想被束缚，终究是大姐管的太多了，不像你三姐，对你宠溺又包容，让你充满了自由感。”李彦之听完，整个人都是无语住了。怎么感觉大姐说话现在也是一套一套的，还带着点茶味呢？他记得以前的大姐不是这样的呀，后宫又没嫔妃，他是跟谁学的？李彦之无奈之下，只能握住大姐叶希的手，柔声安抚道：“我知道大姐对我的好，也希望大姐对我上心，但你如今是一国之君，我不能让你在我身上多分心。”大姐叶希眸光明亮地看着李彦之的脸颊，语气轻柔：“大姐知道了，想做什么你就自己去做吧，都支持你。正好你吴姐的玉女宗也在南疆，她很久没回来了，替大姐去看看她，问声好，顺带把父皇遗诏的事情告诉她吧。”李彦之总感觉大姐说这话时有些古怪，但又说不上来，便点头应下：“知道了，大姐，记得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可别被外面风骚的女人把魂勾走了，不然大姐会伤心的。”不会的，大姐，你放心吧。李彦之擦了下额头不存在的汗。既然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那就跟你三姐也告个别吧。叶希说着推了推李彦之，一副赶着他走的样子。那大姐，我就先走了。李彦之迟疑了一下，便起身告辞。目送李彦之的背影离去，叶希平静的冷艳玉脸忽然冷哼一声：“软硬兼施，朕也会。”李彦之径直离开皇宫，本想去找太后深入了解一下的，但这几日太后不见客，那就算了吧。等从南疆回来了，再深入了解也一样。就算大姐叶希不说，他也是要跟三姐叶淑韵说一声的。毕竟三姐算是自己的启蒙恩师了，不仅教自己读书，还教自己修炼。小时候接触最多的也就是三姐了。大姐忙于国政，二姐忙于征战，照顾自己和其他妹妹的责任自然也就落到三姐头上。说起来，几位姐姐看起来成熟，每一个人都肩扛重担，但都是同父异母，比起自己也大不了几岁。最大的大姐也还没到30，说起来她们也是需要自己关怀的。大夏圣院也是有段时间没来了。乘坐銮驾来到圣院门口，李彦之不禁感叹一声，而后负手走入其中。大夏圣院是为朝廷培养各方面人才的地方，这里有大夏最顶尖的导师，文臣、武将、炼丹、炼器、阵法等诸多各方面的人才都是从这里培养出。大夏境内很多宗门，甚至异国宗门的优秀弟子也会来大夏圣院进修，结业后再返回各自宗门，所以大夏宗门的稳定与圣院有很大的关系，毕竟有香火情在。若是在前世蓝星，这里便是最顶尖的大学，而三姐叶淑韵则是这里的校长。李彦之以前也在圣院内留过名，只是随着他在镇魔司掌控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就没怎么来这里了。如今再次来这里，倒是让李彦之心中生出一些想法。圣院汇聚天下英杰，说不定能在这遇到自己想要的气运之子。秦王殿下，您可是来找院长的？李彦之来到叶淑韵办公的阁楼外，便有一名拿着扫帚的老人笑呵呵地迎了上来。莫老。李彦之朝其拱手行敬礼。眼前的老者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他正是如同扫地僧的高人，年轻时为大夏立过不少战功，后来负伤且杀戮过多，戾气太重，便在圣院教学修身养性，闲暇便在圣院中扫大街，是德高望重之人。当初也是教过李彦之杀敌之道的。莫老，请问三姐可在阁楼中？李彦之尊敬询问。莫老拿着扫帚，笑呵呵地抚着长须：院长啊，去参天楼闭关修炼了，说是要突破1品来着。也不知院长怎么突然急着修炼了，之前可都很随性顺其自然的。多谢莫老。李彦之道谢过后便转身离去，心中也有了猜测。虽然说出来很有普信的嫌疑，但李彦之依然觉得三姐这么急着突破1品，很可能就是为了自己。他想和大姐还有二姐争，那至少也要突破到1品，修为不能比他们弱。但这样与他之前随心随意的修炼之道不符，太过心急于想突破1品，偏离之前修炼的道路，相当于颠覆推翻之前的修炼之路，且还是突破1品这等境界，必然出现问题。想到这，李彦之不禁眉头紧锁，快步赶往参天楼。参天楼虽从外面看上去是一座高楼，实则内部别有洞天，是大夏历朝的高祖皇帝不知从何获得的修炼至宝，不仅可以提升修炼速度，还能增强修行之人的意境感悟。这也是大夏宗门的优秀弟子想要来圣院学习修炼的原因之一。只是进入参天楼修炼的机会无比珍贵，需要圣院学子使用贡献值去兑换修炼时间。不过作为院长的叶淑韵就没这个限制了。秦王殿下，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殿下恕罪。李彦之才来到参天楼外，管理此地的圣院万长老便笑呵呵地迎了上来。万长老干干瘦瘦的，
嘴上还叼着一个烟斗。等凑近看到李彦之时，顿时露出一副夸张的震惊表情，惊叹道：“哎呀呀，多日不见，殿下都突破3品了，如此年纪必是打破了突破3品的记录，真是可喜可贺啊！若殿下想入参天楼修炼，天罡火域最合适了。”李彦之现在没心思跟他揶揄，沉着脸问道：“万长老，我三姐在哪个位置闭关修炼？原来殿下是找院长的呀。”万长老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一时间烟雾缭绕的，看着李彦之神情严肃的模样，显然事情紧急，也不敢耽搁，便也一脸正色地道：“院长昨日进的参天楼，去的也还是老地方玄阴水阁，只是院长如今是要突破1品，不宜打扰，还请殿下酌情面见。”“有劳万长老了。”李彦之点头回应，接着便快步走入参天楼内，由万长老相助。他进入参天楼后，来到的地方便直接是玄阴水阁外。玄阴水阁分为主楼和外阁，寻常圣院学子也只能在外阁修炼，每一处修炼之地分别独立存在，但主楼每次只能有1人。既然叶舒韵在此闭关，那自然是没人能来这里。但李彦之居然在主楼外看到了一个人出现在此。林峰看到突然来此的李彦之，也是大吃一惊，变得有些惊慌失措。还有，自己明明要进的不是精进殿吗？怎么跑玄阴水阁来了？不过很快便强装镇定，朝李彦之呵斥道：“你是何人？玄阴水阁内已经有人在此修炼，你是如何来此的？不知道主楼只能有1人修炼吗？还不快主动速速退去，不然小心万长老进来把你抓起来严惩。”李彦之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峰，很快眼中便浮现一丝惊喜之色，却是神色冰冷地看着林峰。在圣院之中，你居然问我是谁？林峰慑于李彦之的威势，一时间有些紧张，难不成此人还是什么大人物不成？但他也深知此事不能露怯，便同样冷着脸道：“管你是谁，玄阴水阁的主楼内已经有我在修炼了，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都快退出去，不然我让万长老惩罚你，是吗？你确定是你要进主楼修炼，而不是想来这里偷偷修炼？”李彦之冷笑一声：“本王也不跟你废话了，等把你抓进大牢，你再老实交代是如何溜进来的吧。”林峰闻言顿时一惊，本王，眼前这人居然是大夏亲王，完蛋了，自己偷溜进主楼修炼，要是被发现抓起来，那肯定完蛋。这位兄弟，咱们有事好商量吗？李彦之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没有回应，而是直接取出特制传讯符给万长老传讯。不过片刻，嘴里叼着烟斗的万长老便匆匆忙忙地出现在2人面前。看到出现的万长老，林峰神色一变，李彦之则是冷漠地道：“万长老，此人明明没资格在玄阴水阁主楼内修炼，却出现在这，险些打扰我三姐修炼，这是怎么回事？”万长老看着眼前的林峰，整个人也是懵逼，嘴角的烟斗差点掉落在地。听到李彦之的质问，心中紧张不已，连忙表示道：“秦王殿下，此事是老朽失职，这就把这贼人抓起来。”秦王？林峰瞪大了双眼，这个家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秦王李彦之，难怪有些眼熟，总感觉在哪见过呢。被他抓到，要是再进了镇魔司，这下算是彻底完蛋了。万长老则是快步上前，来到骇然变色的林峰面前。万长老脸色阴沉的道：“林峰，今日都没有你来参天楼修行的信息，你是如何到玄阴水阁主楼的？”万长老，这个林峰被人当场抓包，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肯定是不能让外人发现自己居然拥有能空间穿梭的能力，不然以前偷摸修炼以及去圣院宝库自助肯定都会被发现追究的，以后也没机会再这么干了。但如今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时李彦之冷漠的声音传入2人耳中：“万长老，既然此人不说，那就先抓入执法部大牢吧，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受些皮肉之苦，也就什么都说了。”“是，秦王殿下。”万长老沉声回应，心里却是苦巴巴的，把林峰恨透了。除了这档子事，管理参天楼地，自己肯定要被追责。听到自己要被抓入执法部大牢的林峰，整个人都傻眼了。不就是偷摸修炼吗？有必要这么搞这么严重吗？他正要开口，却被怒上心头的万长老一把封住气脉，狠声道：“快走，不管你是用了什么手段，最好如实招来。”林峰脸色难看的被万长老抓走，心里却是想着应对之法，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用自己的空间之力逃走了。只是真舍不得这圣院啊，漂亮妹子多不说，还能经常白嫖修炼，去宝库协调资源。不过相比于被打死，还是割舍一下吧。李彦之则是凝眉看着林峰被抓走的背影，之前还说若是运气好，就能在圣院遇到气运之子来着，没想到这么快遇到一个了。这林峰出现在三姐的闭关之地，是跟三姐有牵连的气运之子吗？李彦之眉头紧锁，莫非自己要是不来干预，三姐修炼出现岔子，然后由林峰帮他渡过难关，最终产生牵连吗？不过自己出现了，那这些都不会发生，也只是李彦之的猜测而已。让他感兴趣的是林峰这个气运之子的依靠又是什么？能从金金殿来到玄阴水阁，这家伙是如何做到的？是借助法宝，还是自身的特殊天赋？只是稍微思索，李彦之便将其抛之脑后。算了，三姐的事情更重要一些。至于这个林峰，都已经被抓入大牢了，再慢慢榨取他的情绪值。来到玄阴水阁主楼前，这里有强大的隔绝禁制，以防被外人强行打扰修炼。不过若是有急事，想要联系里面的人，也还是有办法传讯的。禁制会以柔和的力量将讯息传递给闭关之人。三姐，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突破1品了吗？李彦之将消息传入其中后，便默默等待。好在三姐叶淑韵并没有让他等太久，主楼的门缓缓打开。李彦之本以为三姐还没出什么事呢，迈入主楼，刚松一口气，便有刺骨的阴寒之气扑面而来，顿时脸色一变，不好，修炼真出岔子了。三姐，你修炼怎么样了？李彦之入楼内一看，此时三姐叶淑韵的状态奇差无比，不仅气息紊乱，本来只是修炼弱水之力的她，这会儿身上居然散发出刺骨的阴寒之气。弟弟，你怎么来了？李彦之快步上前，神情严肃地将脸色苍白的叶淑韵搂入怀中。本来如水般柔嫩的娇躯，这时却是冰寒刺骨，显然是修炼出现岔子，冰灵走火入魔。李彦之握住叶淑韵冰凉凉的玉手，将体内的纯阳之气渡入叶淑韵体内，缓解她如今的情况。紧接着直视三姐叶淑韵凄美的笑容，没好气地呵斥道：“我要是不来，你一个人在这里闭关修炼，真出什么事了谁来管？”叶淑韵闻言脸上的笑容却是越发灿烂，还一脸沉醉地在李彦之的怀中拱了拱，抬起冷冰冰的手抚摸李彦之的脸颊，而另一面不久前才被大姐叶希碰过。弟弟不用担心，三姐就是想修炼了，想早点突破1品而已，这样以后就能保护你了。叶淑韵呼吸间便有阵阵寒气涌出。李彦之见状无奈地叹道：“三姐，有必要吗？我一直都会在，不可能离开你，何须如此？这不一样，三姐从来没争抢过什么东西，但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叶淑韵略显苍白的脸颊充满了坚决，我要牢牢地抓紧你，哪怕要面对的是大姐他们。哎，三姐，你要是真因为我出什么事情，我心里会内疚死了。李彦之一脸心疼地看着叶淑韵，李彦之都没发现自己的魅力居然会这么大，其他几位姐妹为争自己大打出手的话，这大下根基还真得被动摇了。李彦之神情严肃地让叶淑韵作证，还是先让我帮三姐你疗伤一下吧。如今你修炼出了岔子，体内的水灵之气都开始变成阴寒之气了，若是不加以遏制，必然走火入魔，届时就不是突破1品失败那么简单，而是伤及根基本源，对以后修炼都会造成极重的影响，难以寸进，损耗寿元都是有可能的。李彦之开始凝神运转体内的纯阳之气，虽然三姐修为比他高，但本就修炼阳性功法的他，在获得了纯阳至尊骨后，变得更加强大，能够抑制叶淑韵体内的阴寒之气，而且才刚开始，阴寒之气并不算强，最多也就耗费一些时间而已。然而就在李彦之专心灌输纯阳之气，压制叶淑韵体内的阴寒之气时，他却是突然伸手握住李彦之的手，让他停了下来。三姐，别闹了，先专心疗伤。李彦之看着叶淑韵皱眉说道。然而叶淑韵苍白冰凉的脸颊这时居然涌现一丝红晕，轻咬樱唇，直视李彦之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娇羞与坚决。彦之，你先别急，三姐有一个治疗体内阴寒之气更好的办法，不仅不会留下后遗症伤及本源，甚至还能让我修为更进一步，直接突破1品。什么办法？李彦之愣愣地看着叶淑韵，担心过度的他一时间没想明白三姐说的究竟是什么，有些困惑，这么好的办法自己怎么不知道？直到怀中的三姐叶淑韵猛然用力，离自己越来越近，一股淡雅幽香扑面而来时，李彦之回过神来，却并没有躲闪。叶淑韵双手勾住李彦之的脖子，主动仰头朝他吻了上去，这是他的初吻。李彦之搂着三姐叶淑韵纤细柔软的腰肢，两人吻得深情。这副场景叶淑韵曾经幻想过很多次，各种吻姿都想过，想过是李彦之强硬霸道的亲吻自己，然后自己半推半就的接受，但没想过会是现在这样自己主动亲了上去，还是在修炼出问题的时候。说实话，叶淑韵觉得这一点多不浪漫，甚至还有点随意跟将就，但却格外的安宁，狂跳的心也渐渐变得平稳，她终究还是属于自己的。良久，唇分。李彦之满眼柔情地看着怀中女子，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但他接受得很快。叶淑韵眼中充满了沉醉与迷离，痴迷地轻抚李彦之的脸颊和嘴唇。彦之，三姐是姐妹中第一个亲你的人吗？李彦之点头，几位姐妹中叶淑韵的确是第一个，她并没有说谎。叶淑韵得到肯定，露出幸福满意的笑容，更加搂紧李彦之，埋首在他怀中。叶淑韵嘴角微扬，含着幸福的笑，低声轻语：“彦之，你知道吗？三姐进来闭关修炼时，就满脑子都是你，心里想的都是突破1品，然后把你抢过来，牢牢地跟着我。”李彦之没有回应，只是更加抱紧怀中柔软冰凉的娇躯。他深知那时的叶淑韵已经有了诞生心魔的兆头。叶淑韵则是十分安心的接着说道：“直到修炼出了岔子，三姐想到的第一个人还是你，心里充满了恐惧，怕极了，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三姐怕实力不够，争不过大姐和二姐，甚至其他妹妹们，怕以后你属于他们，再也不跟三姐见面。”李彦之搂紧叶淑韵的娇躯，语气坚定地在她耳边说道：“三姐，不管是谁，永远无法阻止我跟你见面，就算是大姐他们也不行。”三姐相信彦之弟弟说的话。叶淑韵露出灿烂而幸福的笑容。所以三姐在看到你刚刚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彻底想开了。不管大姐他们再怎么争，彦之弟弟都是三姐的彦之，谁也无法改变。李彦之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才符合三姐自修炼以来的内心之道。此前他心中执念太重，都快成了心魔，
所以突破一品必然失败。叶舒韵在李彦之怀中扭了扭丰满的圆臀，坐正身子，期待地直视着李彦之目光。所以彦之弟弟，你愿意助三姐修炼，顺利突破一品吗？事到如今，李彦之也是想明白了三姐口中所说更好的办法。如今的自己身具纯阳至尊骨，的确是上好的药引，不就是拿自己当炉鼎吗？正好省得自己动了。李彦之嘴角微扬，面对三姐的示爱，一把搂住她柔软纤腰，揽入怀中，没有回答，直接对着红唇吻了上去。性子温婉柔和的三姐叶舒韵，这时没了羞涩，相拥而吻时，甚至比起李彦之更加奔放大胆。不等吻别，便强硬地将李彦之推倒，让他仰倒在地。而后叶舒韵骑马上任，居高临下地看着李彦之，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弧度，让大姐他们争去吧。从今往后，彦之你一直都是属于我的。丁多子多福提醒宿主，您已成功吸收评价顶级的女子元婴，获得奖励暴击。就在李彦之的纯阳之气和叶舒韵的阴寒元阴之气相交融，不断提升着两人的境界时，李彦之的脑海中响起多子多福的提示声，顿时便两眼一亮，自己这些姐姐们果然能称得上顶级的评价。这么早就和三姐叶舒韵交欢，大大出乎李彦之的预料，但以二人的情感来看，也算是水到渠成。三姐叶舒韵虽然是第一次，但动作却极为狂野，丝毫看不出平日她是一位温婉柔和的女校长。由叶舒韵全自动，李彦之则是分心感应多子多福系统给的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规则武器破魔之刃，面对妖魔100%斩击命中，且会造成流血效果。注：无视境界，目标妖魔流血量达到临界阈值，将造成100%斩杀效果。正在享受全自动服务的李彦之，听到多子多福系统给的奖励后，顿时两眼一亮，这破魔之刃还真是干他这行的绝佳神器啊！100%命中效果，也就是说面对的妖魔无法闪躲呗。最主要的还是无视境界的流血以及附带的斩杀效果，这意味着不管面对的妖魔有多强，只要有血条，那迟早就能一刀砍死他。不愧是规则武器啊，就算血条后点，也就多砍2刀的事。而就在李彦之沉浸于破魔之刃的欣喜中，还想着以后该如何用这刀时，却见三姐叶舒韵轻咬红唇，脸色绯红，目光沉醉迷离，却还幽怨地看着他，还伸出娇软无力的玉手掐了下李彦之腰间的软肉。臭弟弟，和三姐在一起时，不准分心想其他女人，不然，不然姐姐惩罚你。嘶！听着三姐叶舒韵这前所未有娇柔软腻的声音，李彦之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对他来说这杀伤力太大了。他何曾见过温婉柔和的三姐会有此时此刻这般妩媚妖娆？眼前的一切无一不在挑战着李彦之的极限。李彦之点头答应，好，我保证不会分心了。不过三姐，你这还是差点意思，剩下的还是交给我吧。英明。叶舒韵娇吟一声，随后便彻底处于被动之中。她不满地挣扎起来，因为她必须要将臭弟弟彻底掌控在自己手中。三姐你安分一些，接下来沉下心突破一品，其他的都交给我便是。李彦之郑重的叮嘱，让叶舒韵不再反抗，开始按照李彦之所说的做。随着李彦之运转纯阳至尊功，阴阳交合之气在二人之间流转，不断提高着彼此的修为境界。李彦之虽然不是元阳之气，但有纯阳至尊骨在，效果丝毫不亚于元阳之气。而叶舒韵因为修炼出了岔子，体内柔和的水灵之气化作阴寒之气，加上她的元阴与纯阳之气倒是颇为匹配，这也导致双修效果变得更好。这对叶舒韵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不过也好在李彦之修炼的是阳性功法，还有纯阳至尊骨，不然想要中和调息阴寒之气还会非常困难。两人彻底沉浸于其中，感受着彼此纯粹的爱意，甚至没了时间观念。在感受到三姐叶舒韵气息大涨，修为彻底打破一品的修为桎梏时，李彦之才停止双修，而后长呼一口气，露出欣喜的笑容。两人分开后，叶舒韵便要彻底沉浸于突破一品的状态中，不能被打扰到。李彦之也趁此机会朝叶舒韵道出自己的来意：三姐，你就在这里好好修炼，静心突破一品即可。这几天我要去南疆一趟，本来找你就是要跟你道别的，我很高兴还能目睹你突破一品。彦之弟弟，你前去南疆一路小心些，三姐这次就不能陪你了。叶舒韵最后分心和李彦之道别，她看着李彦之的目光中充满了眷恋和不舍，二人才彻底打破阻碍，真正在一起。若是对其他小情人男女来说，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是如胶似漆的热恋期才对，但他们一个要全心全意闭关突破，一个却要离开京城，都要残酷的面临分别。叶舒韵依依不舍地看着李彦之充满了媚意的脸颊，此时满是不舍，温柔地道：彦之，你去吧，三姐要看着你离开，然后再闭关。李彦之起身跟叶舒韵挥手道别，临走前还是低头朝她红润的嘴唇轻啄一口：三姐再见。离开玄阴水阁的主楼闭关之地，看着房门缓缓关闭，李彦之长出一口气，便转身离去。这么快就吃了三姐叶舒韵，即便如今唇角还留有三姐的清香，李彦之依然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之前的经历当真是如梦似幻，如今回想却又感觉一切都近在眼前。离开参天楼后，李彦之感觉外面的空气都是香的，也可能是三姐叶舒韵身上的淡雅幽香还在鼻尖残留。抬头看着已经蒙蒙亮的天边，
李彦之忍不住感叹道：“明明感觉没过去多久，没想到都拂晓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算下时间，从大姐叶希的书房离开，再来到圣院的参天楼，那会儿应是下午。在李彦之成为药引，两人开始双修前，那会儿天应该还没黑呢。想不到这一修就修了几个时辰，快乐的时光果然都是短暂的。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助修炼差了的三姐突破到1品，这双修效率还真是高啊！李彦之感应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勉强算是3品高阶。两人双修的效率很高，但李彦之才突破到3品没多久，杀了前万军后，境界勉强稳固。而且两人双修所得的阴阳之气超过70%都被李彦之用来帮助三姐叶淑韵突破1品，自己吸收炼化的并没有多少，所以这么短的时间修为就能从3品初阶跨过3品中阶，勉强突破到3品高阶。李彦之还是很满意的，自己离超越大姐二姐他们说全都要又近了一步。迎着缓缓升起的朝阳伸了个懒腰，李彦之满意的笑道：“今天天气不错，该去找新来的气运之子林峰的麻烦了。”当李彦之来到圣院执法刑狱大牢时，天已经大亮，万长老正从大牢中走出来，看得出他本就苍老的脸上此时充满了疲惫，往日不离嘴的烟斗这会儿也不见了。看到李彦之时，他有些紧张的迎了上来，满是苦恼地道：“秦王殿下，那个林峰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参天楼去了。我们经过验证，他的确一直在圣院住宿区没离开过，自己也没什么特殊的宝物，真乃古怪。”李彦之负手走入大牢，平静地看了万长老一眼：“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万长老有些迟疑，而后咬牙道：“我们猜测此子与参天楼之间会产生共鸣，是参天楼隔空将其带入其中的，不然这没法解释啊。而且这林峰之前去的都是金晶殿修炼，这次却是去了玄阴水阁，实在是古怪。”万长老有些忐忑地看着李彦之，这样说的确可以把他的责任摘干净，但圣院是皇室财产，参天楼更是大夏皇室的宝物，只是大方的拿出来给世人修炼而已。如今大夏皇室的宝物却跟一个外人产生了共鸣，这实在是……万长老说完后，便忐忑地打量着李彦之的神色。对于他的说辞，李彦之也只是不屑地冷哼一声：“胡说八道，装神弄鬼，请殿下恕罪，这只是我等胡乱猜测而已。”万长老脸色一变，连忙表示：“执法部王长老正在审讯林峰，一定能还原事情真相。”李彦之神情冷漠地道：“算了，既然我在圣院，那就亲自审讯一下这林峰吧，我倒是要看看此子是如何做到的。”是。万长老点头应下，最终还是咬牙跟着李彦之再次走入大牢。参天楼的管理已经被协调了，若真有他的问题，将难辞其咎，所以万长老也只能在心中祈祷都怪林峰这小子。等二人来到关押林峰的大牢，只见他被绑在十字架上，身上鲜血淋漓，看起来很是凄惨。除了几名执法部的审讯人员外，还有一目光冷峻、身材干瘦的中年人，此人正是执法部的王长老。众人看到李彦之来此，王长老连忙带头行礼：“参见秦王殿下。”大牢中众人的声音让林峰恢复清醒，抬头满眼怨毒地看着李彦之，都怪这个人，要不是他，自己怎么可能会被发现，又怎会被打得如此凄惨？他想施展自己的空间天赋逃离这里，但上次用了，冷却还差点呢。而且大牢里还有执法王长老以及万长老这2位3品强者，想逃只能找个更好的机会，不然肯定完蛋。等逃出这里，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林峰咬牙恶狠狠地想到。李彦之此时却是一脸诧异地看着他。定，空间之子林峰对宿主心生怨恨，情绪直加500，余额9500。空间之子，原来这小子的天赋是空间啊！拥有如此稀有的天赋能力，难怪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参天楼。按照空间天赋的特效，林峰必然还有随身空间。万长老他们没能在林峰身上搜出东西，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都有无人发现的随身隐藏空间了，谁还会把身上的宝物放在低级的储物法器中呢？你叫林峰是吧？李彦之迎着林峰带着怨恨的目光走上前，平静地问道：“你偷偷潜入参天楼，进入院长闭关之地，欲要谋害院长，阻挠他突破，究竟是何目的？”我没有谋害院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玄阴水阁的。林峰傻眼地看着李彦之，怒吼着辩解。定，空间之子林峰对宿主产生极大怨念，情绪直加1000，余额10500。万长老和王长老也是诧异的面面相觑。殿下这话一出，林峰的罪名可就不是潜入参天楼偷偷修炼这么简单了，直接就给他加上了谋杀之罪，谋害大夏圣院院长，且此人还是公主，这可是要砍头的呀！万长老和王长老悄然对视一眼，心中暗道：这亲王殿下真不愧是镇魔司司正，一句话就把林峰定在死亡柱上了，真狠呐！他们二人心中有个猜测，要是之前他们想的林峰会跟参天楼产生共鸣，那身为秦王的李彦之必然不会留着他，所以即便是林峰进入玄阴水阁，也无法进入主楼暗害院长。但二人依然选择默不作声。李彦之则是无视了林峰的咆哮，平静地朝万长老和王长老两人说道：“此贼有悄然进入参天楼暗害院长的能力，必然也能悄然进入其他地方。你二人去宝库、灵药园、丹堂之类的地方，让他们查一账，从此人进入圣院修炼后，究竟有什么地方账目有误差的。”而后回首戏谑地看着傻眼的林峰，嘴角微扬。若是这段时间缺了什么，必然与此人有关系。是。
殿下。两位长老连忙点头，心中则是惊骇不已。若殿下说的是真的，那此子还真不简单啊！紧接着，两位长老连忙离去，分别去圣院各个部门查账。林峰看着李彦之这会儿是彻底傻眼了。他的确是偷偷去过灵药园、丹堂各类宝库试过毒，做过协调工作，但眼前这个家伙是如何发现的？莫非自己能空间穿梭的本事暴露了？可他是如何发现的呢？林峰一时间惶恐不已。空间之能可是他赖以生存的倚仗，若是暴露了，以后还如何赚大钱？怎么办？怎么办？定！空间之子心生惶恐，情绪值加1500，余额12000。两位长老离去查账，林峰惶恐地想着对策。李彦之则是悠然地坐在大牢的案桌旁，喝着小酒，吃着花生米，等着两人的好消息。两位长老的动作很快，不过半个时辰就回来了。这些个部门查账的效率也还是挺高的，只是两位长老的脸色十分凝重。万长老一脸严肃地汇报：殿下，这些部门的确有异常账目，丹堂、灵药园都有过失窃案件。王长老连忙接话道：林峰进入圣院修炼已有1年时间，这段时间丹堂丢失各类丹药250枚，灵药园遗失灵药108株。王长老嘴角微微抽搐，这数目真是一个7品的小子能吃下的。这些混蛋还真他妈敢上报啊！这些人敢报，他都有些不敢念出来。林峰听到这个数字，也是整个人都傻眼了，自己居然成了这些部门屏障的工具。愣了一下后，林峰便愤怒地咆哮道：胡说！这些混蛋胡说！我才没有协调过这么多的丹药呢！定！空间之子林峰被冤枉后，惊怒交加，情绪值加2000，余额14000。李彦之听着系统的播报，沉默不语，只是神色平静的斜眼瞥了王长老一眼。王长老和万长老则是面无表情的垂首不语，察觉到李彦之投来的目光，也是淡然自若。任谁都知道上报的失窃账目有问题，眼前这个林峰有作案手段，但肯定没这么多。多余的去向不言而喻，只是遇到了林峰这个倒霉鬼，自然就全都推到他头上了。不过这种事不追究的话，那没什么，全都给林峰扛就是了。但真想上纲上线的追究，2两的丹药，只怕是千金都打不住。那些家伙想必也是想赌一把，但这可不关他们两个的事。秦王殿下真追责，也是去找丹堂灵药园那些家伙。王长老心想，秦王殿下若真是发怒了，自己带着执法部的人去抓就是了。林峰脸上沾着血迹，他咬牙切齿的抬头看着李彦之，愤懑的怒吼：我是被冤枉的，我承认的确是去丹堂试过毒，也去过灵药园除过杂草，我干过的我认，但数量绝对没这么多，连1/10都没有。是那些混蛋想要诬陷我。你李彦之不是镇魔司的司正吗？不是最能断案击凶、斩妖除魔的吗？你就应该把那些诬陷我的人也抓起来。李彦之也只是瞥了往两位长老一眼，便看着怒吼的林峰平静地道：偷就是偷，你还真是为自己辩解得清新脱俗，真假数目我无心过问，这事等院长出关，他自会细查。但你既然已经承认作案证据确凿，也不求你把那些东西还回来了，加上你欲暗害院长，昭告圣院，择日问斩吧。真要是给你洗清罪孽了，那还怎么让你产生负面情绪，从你这里收割情绪值？要斩我？呵呵，哈哈哈！林峰神情呆滞地看着李彦之，忽然癫狂地仰头大笑。难道这么大的圣院，真就只有我拿过那些丹药、灵药、法宝吗？那些监守自盗的家伙，你们怎么不去审判，不去惩罚？我做的一切，连他们的1/10都没有，为什么就要抓着我不放？林峰眼中充满了疯狂和怨毒。我要是不想死，这世上没人能审判我，更别说斩我。就算是你，李彦之！咆哮过后，林峰渐渐恢复平静，目视着眼前的几人，似要将他们的长相全都记下。我记住你们了，还有那些诬陷我的混蛋。等我离开这里，他日再回来时，必然会让你们所有人为今日的言行举止付出惨痛的代价。王长老却是眉头紧锁，脸上满是不悦，沉声道：林峰，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去偷东西的，但你也太小瞧我这执法部的大牢了吧？进了大牢还想离开这，你简直痴人说梦！这就把你关进我执法部的镇冤狱中，倒要看看你如何越狱。王长老指着林峰的鼻子冷哼一声，就要让人把林峰带走。李彦之则是看着林峰轻笑一声：林峰，你应该是想要趁我们都不在的时候，施展你的空间天赋，逃离大牢，离开圣院，再逃出京城的吧？什么？你是如何知道我空间天赋的？林峰骇然失色地看着李彦之，难以强装镇定。因为他一直有所倚仗，所以心里并不是很慌，但如今一直没在人前显露过的绝招，居然被李彦之随口点了出来，这叫林峰如何不慌？定！空间之子林峰内心惊疑不定，骇然失色，情绪值加4000，余额18000。空间天赋！一旁的王两位长老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林峰。万长老面露恍然之色，没想到你小子居然小修为就能掌握空间之力，当真是天赋异禀啊！难怪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参天楼和丹堂、灵药田。王长老则是摇头叹道：天赋不错，只可惜心性不纯，用错了地方，就算培养成才，也只是祸害一方的神偷。与其等你成了气后再消灭，倒不如现在就将你掐灭。然而林峰对于两位长老对自己的评价好似充耳不闻，只是死死盯着李彦之，目眦欲裂地怒吼：李彦之，你告诉我，你究竟是如何发现我有空间天赋的？呵，
李彦之轻笑一声：“你所真是何以章的东西，于我而言也不过如此罢了。想要发现又有何难？”正要转身离去的李彦之停下脚步，看了眼呆滞的林峰一眼，笑着提醒道：“对了，你应该不知道镇渊域，给你介绍一下吧。那是关押顶尖妖魔的地方，进了里面会压制你的修为，体内灵气将无法动用，还有空间封锁之效。就算你有空间天赋，也逃不出那里的。王长老他们会在那直接杀了你。再见，祝你好运。”李彦之径直转身离去，脑海中却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叮！”空间之子林峰彻底崩溃，情绪值加5000，余额23000。离开执法部大牢后，李彦之心情非常好。关于万长老是否失职、炼丹堂、灵药园、炼气堂这些部门监守自盗的行为，李彦之并不想管太多。镇魔司和圣院终归是两个地方，自己还是不要越俎代庖的好，也省一些精力。等三姐顺利突破一品，闭关结束后，让他自己安排吧。短时间内不仅和三姐叶淑韵彻底确立了关系，得到了她的原因，还让林峰破防，薅取了1万多情绪值，真是收获满满啊！就是不知等林峰进了镇渊狱后，真正发现自己空间天赋无法施展时，会不会更加崩溃，给自己再提供些情绪值。如今一切准备就绪，也该去南疆逛逛了，顺带看看五皇姐叶灵渊在玉女宗过得怎么样。李彦之在心中思索着后续行程。这时一道传讯符飞入手中，探入灵石，暗探总监江河冷淡的声音便传入耳中：“殿下，您让我注意定阳王叶凡的行踪。今天天一亮，他便离开定阳王府，独自从京城东门离开，只有一名3品皇室暗卫在暗中保护跟随。叶凡向东行近100里后，便潜藏身形，径直南下。”手中传讯符消失不见，李彦之看向南方，目光平静：“已经走了吗？动作还挺快，那我也该出发了。”回到镇魔司凌霄阁后，江河便主动找到了李彦之：“殿下，前往南疆的飞舟已经准备完毕，这是随行人员名单，请您过目。”一份名录卷轴递到李彦之面前，他却是看都没看，便将其放到一边。这次不是去南疆大规模清荡妖魔，不需要带什么人去，江河你与我同行便足够了，人太多反而影响速度。而且真要是遇到什么事，南疆的镇魔司分部有赵山河那家伙也足够了。是，殿下。江河点头应下，他觉得殿下这次前往南疆，虽是打着巡视天下妖魔的名头，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收服灵州出现的异火，带太多的人的确没用。至于安全问题，在见识过李彦之秒杀妖魔化的前万军后，江河对他的实力是无比自信，更何况南疆有赵山河那个莽夫在镇守，有他忽悠何人能伤殿下？至于自己，就充当殿下所说的秘书角色吧。殿下是现在就出发吗？还是再等等？江河美眸明亮地看着李彦之，就自己和殿下2人南下，想想就好激动啊！直接走吧，镇魔司暂无要务，且都道别过了，没什么牵挂的。李彦之换上一身锦衣华服，手握折扇，宛若翩翩贵公子，带着江河来到镇魔司的停机坪，也就是停放飞舟的地方。他们要乘坐的飞舟并不大，名为青云舟，虽比不上直接飞的速度，但胜在方便省力，很适合旅游历练。因为只有2人，自然是由身为有事秘书干的江河驾驶飞舟。青云舟驶离京城后，江河目露奇光地看着李彦之询问道：“殿下，咱们是直接去南疆的灵州吗？”南疆疆域辽阔，都与10大巫蛊部落接壤，共有灵州、滇州、襄州3地，但人烟相比中原以及江南富庶之地要稀少很多。李彦之望着身后逐渐轮廓变得渺小的大夏京城，略微思索后便道：“不急，真正的主角还没到呢，咱们去了也没用，不过浪费时间而已。那咱们……”江河点点头，对于殿下口中所说的主角，隐隐有个猜测，说的应该就是定阳王叶凡吧。先去灵州隔壁的襄州吧，赵山河那家伙不是在那吗？去看看他，顺带拉些人手。明白。江河点头应下，微微调转方向。说到赵山河，李彦之不禁嘴角微扬，此人是个纯粹到极点的炼体武夫，有着2品修为，是镇魔司的2品司命官之一，镇守南疆。6年前赵山河还只是一位边军将领，只因发现了军中有人与敌国勾结，却是被人反诬陷，险些被军中高手联合镇压。那时的他才初入3品，但居然冲出军中强者的联手镇压。逃出来后，他没有选择隐姓埋名苟活于世，而是一路悄然逃回京城。不是因为京城有靠山在，而是一心赤诚的想要到皇帝面前为自己申冤，同时告知叛国贼弟身份，哪怕是死也要死在京城。好在当时李彦之正在暗中查办一件卖国大案，怀疑目标正是手握兵权的兵部尚书许明志，此事还跟赵山河的冤情有些关联，便把他收留了下来。彼时的李彦之虽然还不是镇魔司司正，但也是手握大权，还有几位皇姐撑腰，可谓意气风发，想查谁就查谁。即便身处边疆，但赵山河也是听闻过这位秦王殿下之名的。秦王年纪轻轻，却已经查办不少大案，为许多人昭雪，还惩戒斩杀了诸多奸佞妖魔，所以他很信服李彦之的话，便暗中蛰伏起来。本就查到点头绪的李彦之，再有赵山河提供的线索，短短1个月便将位高权重的兵部尚书，同时还有2品修为的许明志捉拿归案，株连9族。这一案涉及的各级官员超过100人，被处决的3品强者也不在少数，最终被抄斩的更是超1000人。
赵山河也得以鸣冤昭雪。不过他自此没再返回军队，而是跟着李彦之加入镇魔司，断案击凶，斩妖除魔，成了李彦之最初的心腹之一，同时当他手中最锐利的刀和最坚硬的盾。后来遇到江河帮他报仇，赵山河也是出了一大份力。只是半年前赵山河突破到2品后，就被李彦之外派南疆去基层历练镀金去了。赵山河若是更进一步，那就是重回军队，执掌一路边军大权，以后遍地是自己的心腹。李彦之想要做什么都会简单很多，就怕兄弟们觉得天冷了，给自己披上一件黄袍子。青云州一路南下飞驰，大夏京城距离南疆之地的襄州中间还间隔2大州，距离超过数万里。即便是以青云州的速度，也需要5天左右。至于程家路上坐骑的叶凡，所需时间就更久了。所以李彦之也是一点都不急，就算是飞慢点，再去跟赵山河叙旧，然后去滇州找武皇姐叶灵渊，都足够去灵州提前布置，等叶凡到的了。1周时间转眼即逝，二人一路走走停停的，有时还会在偏远城镇停靠调查一番，多耽搁了些时间。结果让李彦之还算满意。如今即便还有妖魔潜藏人间，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敢光明正大的冲入村镇吃人。这证明当了镇魔司司正后，开启的荡魔计划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妖魔是杀不完的，只能抑制，由此成效已经不错了。殿下，前方就是襄州城，这一路走来大夏变化太大了，妖魔都不怎么敢露面。当初边疆偏远之地的妖魔吃人简直肆无忌惮，甚至还跟官府勾结。2人站在非洲首，江河神色颇为愤怒。有些村镇的百姓甚至为了防止妖魔祸害，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设活人祭坛给妖魔上供。好在殿下上任镇魔司司正，大力扫荡天下妖魔，这才让大夏百姓好过很多。江河看向李彦之的目光充满了崇敬和爱慕。在这个时代，李彦之推行的一些策略和想法，在他眼中简直是仙人般的存在。李彦之却显得平静，身居其位，闭谋其政罢了。对他来说，既然当了镇魔司司正，那斩妖除魔和干掉跟自己命格相冲的各类气运之子都是一样的，只要有改变就好。走吧。赵山河那大块头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只见远处襄州城上正有一魁梧大汉朝2人憨笑着挥手。老赵，也就一段时间不见，怎么感觉你脑袋变得尖尖的了？李彦之离开青云州，来到襄州城上赵山河身旁，看着他奇特的发型，不禁好奇发问。江河站在身旁，赞同的点头。嘿嘿。赵山河沉闷而又憨厚的嘿笑一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梳得尖尖的寸头短发，说道：殿下，之前的头发太长了，懒得打理，这是我新弄的发型，够时兴吧？半年不见，你的审美怎么退步了？江河忍不住吐槽起来。赵山河有些郁闷的摸了摸头，真有这么丑吗？本来想剃光的，可是都说我老赵光头时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就留点头发了，我觉得挺好的呀。李彦之还是忍住点评了，老赵剃这种头发背后必有妖人蛊惑，不过自己不在身边，他这大块头有时太单纯了些，容易被骗也正常。拍了拍赵山河结实的肌肉，李彦之满意一笑，发型什么的不重要，虽然审美降级了，但修炼没懈怠，肌肉又变大了。你应该没颗大鸡丸吧？听到李彦之夸赞自己的肌肉，赵山河顿时又变得自信起来。殿下放心，我老赵不屑于用那些玩意，要是殿下也想练肌肉，我可以教你哦。不等李彦之回应，江河便一脸嫌弃地道：殿下才不会练成你这样浑身都只剩肌肉的大块头呢，一点都不好看。切，你们女人就是不懂得欣赏，大肌肉才是男人的浪漫。赵山河撇撇嘴，像殿下这瘦得跟个猴子似的，哪里好看了？可李彦之干咳2声，觉得自己不好看就好，要是觉得自己好看，那才是完蛋了。他希望自己把后背交给兄弟时，碰到的也是兄弟的后背，而不是棍子。行了，先回衙门吧。老赵说说最近南疆的情况如何吧。妖魔现在情况如何？境外的巫蛊部落可曾来劫掠过我大夏百姓？见李彦之谈及正事，赵山河跟江河也是收起玩笑时的嬉笑，神情变得严肃。3人边往南疆镇魔司分部赶去，赵山河一边汇报情况。回殿下，自从1年前大规模的扫荡妖魔过去后，南疆3州之地的百姓安稳了许多，虽有时也会有妖魔现身，但总体局面颇为稳定。且在我被殿下任命来此后，凡是有3品修为的精医镇魔使，都需要轮流带领麾下镇魔使巡视南疆3州之地，若遇妖魔必斩之。老赵你干得不错，让你来南疆是个正确的决定。李彦之笑着拍了拍赵山河的肩膀，只是赵山河高大魁梧，想要拍他的肩，要把手抬高才行，也就是他了。如果是其他人被李彦之这么拍肩膀，早就主动弯腰把肩膀降下来了。嘿嘿，赵山河憨厚的嘿笑一声，挠头道：都是跟殿下学的，想不到老赵你在外面待半年，嘴都变得会说话了。江河看着他打趣一笑，我说的这本来是实话嘛。对了，灵州一伙现世的消息怎么样了？李彦之接着询问。说起一伙，赵山河神情变得严肃。殿下，一伙的消息确定下来了，是真的，且就在灵州，不过位置是在灵州跟利谷部落和岩巫族的3界交界处，那里本就龙蛇混杂，如今一伙现世的意象一出，那里汇聚的各类人就更多了。利谷、岩巫族，江河神情变得严肃。若真有一伙现世，妖魔肯定也会插一脚，尤其是岩巫族，
他们更是会对异火志在必得。即便是殿下想要获得那异火，难度也不小啊！哼！赵山河昂首冷哼一声，拳头捏得咯吱作响。有我老赵在，这异火就只能是殿下的，谁敢抢殿下的异火，我老赵就把他的头给拧下来。李彦之对此却是淡然自若的轻笑一声：你们也不用想得太过复杂，争夺异火的势力虽多，但想要获得异火并不难，到时候只需盯紧一个人就行了。我老赵都听殿下，您让我打谁我就打谁，绝不含糊。赵山河拍着胸口保证。盯紧一个人，江河则是皱眉沉思。殿下说的人是定阳王叶凡吗？可他如今也不过是个7品的小喽啰而已，届时真要争夺异火，2品3品的强者绝不会少。他这么一个小角色，真能夺得异火？江河怎么想都不信。要是有谁这么跟自己这么说，一定会觉得他疯了。但这话却是殿下说的，江河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也许这个叶凡真有什么过人之处吧，拭目以待吧。李彦之轻笑一声，他不觉得叶凡的实力能捡漏夺得异火，但他的命格一定能。三人在香州城边逛边走，李彦之和江河也算是体验了一番南疆别样的人文风情了。来到城中的镇魔司分部，香州的最大行政长官知州方震，在得知秦王李彦之来了这里，立马亲自带着各级官员来镇魔司等候。欢迎仪式很隆重，不过3-2句就被李彦之打发走了。镇魔司跟他们不是一个体系的，平日打的交道也不多，当然前提是没跟妖魔勾结。老赵，你这里有玉女宗最近的情况吗？坐在镇魔司阁楼中，随意的翻看着卷宗，平静的询问赵山河。身为李彦之最亲近的心腹之一，他自然是知道玉女宗的叶灵渊是李彦之的五皇姐。玉女宗所在的滇州与象州之间虽然隔着一个灵州，但作为殿下的皇姐，她自然是让人关注过玉女宗消息的。殿下，玉女宗有您和陛下的暗中扶持，如今发展迅捷，已成为滇州第1大宗。五姐还是厉害的。李彦之微微一笑。赵山河略微迟疑，便接着道：不过五公主一直未将自己公主的身份公开，虽是前任宗主之女，但作为后来者，依然受到了些许排挤。有代理宗主在，宗内一些长老都不支持她，想要接手宗主之位，掌控全宗阻力不小。我想帮助五公主，可公主却说这是她自家事，不需要外人帮助，所以属下并未贸然插手其中，还请殿下责罚。李彦之神色淡然的摆手：此事不怪你，无需自责，只是我这位五皇姐想全都靠自己而已。紧接着却是神色一冷，语气冰寒地道：不过这玉女宗的有些人只怕是没搞清楚自己的斤两，以为玉女宗能有今日是他们的功劳，五姐的家事便是我的事。既然我到了这南疆，自然不能让她独自一人面对。滇州玉女宗，玉女宗所在的南疆虽是湿热之地，但却也有一处极寒高峰，名为玉龙雪山。当今的滇州第1大宗门玉女宗便位于雪山之巅。凌渊，如今的你已经是3品了，留着那枚9转金丹也无用，不如给你的师妹西元吧。戴宗主语重心长地看着叶凌渊，此话一出，殿内的寒意比殿外风雪更刺骨。叶凌渊垂眸坐于侧位，神色平静，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凌渊师姐，一旁传来细弱的声音。西元坐在下手最末的座位上，素白衣裙衬得她单薄如纸人。他飞快地抬眼看了一下叶凌渊，又迅速低下头，手指绞着裙带。我不要紧的，师姐的东西该是师姐的。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从来不为自己争取一下。执法长老叹息，亲手为西元拢了拢肩上滑落的外衫。你师父去得早，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若不多照拂你些，如何对得起前任宗主的托付？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却像冰锥刺进叶凌渊耳中。又是母亲。自从3年前他从京城回归玉女宗，这些长辈便一直用母亲来压自己。都说西元是母亲唯一的弟子，也是自己的小师妹，什么都该让着她，好的东西法宝都该给她。叶凌渊最初也很宠溺这位小师妹，从京城回来时身上带着不少丹药法宝都送给小师妹了，但她却像是无底洞一般，永远都喂不饱。如今居然还把主意打到自己的9转金丹上了，这可是小弟替自己从国师那里求来的，当初突破3品时都没舍得用，其他可以送，但9转金丹绝对不行。殿内的寂静被另一位长老打破。凌渊，你体内还有宗主当年为你寻来的冰魄雪莲吧？说话的是传功长老，他语气温和，却让叶凌渊指尖一颤。若能将冰魄雪莲一并赠与西元，配合9转金丹的磅礴药力，两相辅助，以西元的天资，20岁前突破3品，打破我玉女宗甚至大夏的修行记录，并非难事。届时宗门荣耀必将光耀南疆，名传大夏，图穷匕现。传功长老这话一出，立马便引来其他几人的附和赞同声。叶凌渊缓缓抬起眼，眸底最后一丝温度也褪尽了，只余下雪山之巅万年不化的寒冰。原来他们算计的从来不只是9转金丹。诸位长老，他的声音平静的可怕，一字一句砸在冰冷的地面上。西元师妹可怜，我便该割肉喂鹰吗？其他物件送了也就送了，但这冰魄雪莲……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座上那一张张看似关切，实则贪婪的脸。此乃我母亲以性命为代价，深入北极寒玉之绝地，九死一生为我寻来的本源之宝，与玉女宗库藏无关，更非宗门公有之物。他早已与我心血相连，魂魄相融。若强行剥离，轻则根基尽毁，终生止步于此；重则经脉寸断，修为尽废。
沦为废人。叶凌渊语气陡然加重，冰寒刺骨，最后看向坐在末尾的少女，语气平静地道：西元，你也想师姐现在就把体内的冰魄雪莲挖出来给你，然后沦为废人，甚至生死道消吗？师姐，西元渲然欲泣，肩膀微微颤抖。我不知道会这样，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别为了我伤了和气。可他低垂的眼帘下飞快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急切与渴望。凌渊，话不能这么说。执法长老皱眉，语气带上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前任宗主是你的母亲，但也是我玉女宗的宗主，她所寻之物如何能与宗门完全割裂？西元是你母亲唯一的亲传弟子，如同你的亲妹妹。你如今已是3品圆满，即便损伤些许根基，日后总有弥补之法。可你师妹的前程，宗门的未来，难道不比你一人之得失更重要？你母亲若在世，也定会希望你将雪莲让给更有需要、更能光大宗门的师妹。道德绑架的绳索再次勒紧，这次几乎要扼住她的咽喉。他们搬出母亲，搬出宗门大义，将她架在火上炙烤。叶凌渊忽然低低地笑了，已经习惯了冰冷的他，这次却是被长老们的话冻得心寒彻骨。笑声清冷，带着无尽的嘲讽与释然。3年了，自他回到这冰冷的雪山之巅，每一日都在这样的关爱与期望中煎熬。他们榨取着他对母亲的思念，榨取着他对宗门残存的温情，如今终于要榨干他的骨髓了。他缓缓站起身，素白的长裙无风自动，一股凛冽至极的气息以他为中心悄然弥漫开来。殿内温度骤降，连角落凝着的冰霜都发出了细微的碎裂声。母亲若在世，叶凌渊重复着这句话，眼眸如寒星。只是执法长老，他绝不会允许你们如此逼迫他的女儿。我的东西我给，才是你们的，我不给，谁也不能抢。9转金丹是我小弟所赠，我不会给。冰魄雪莲是我母亲以命换来的，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想要他，除非我死。他每说一句，便向前迈出一步，那并非逼人的气势，而是一种决绝的近乎凋零的寒冷。至于为宗门考虑，叶凌渊停在殿堂中央，回眸最后看了一眼那高高在上的宗主之位，以及座位上神色变幻的代宗主和各位长老。这玉女宗若只能靠牺牲一个弟子来换取所谓的荣耀，这般宗门不带也罢，这宗主不做也罢。话音落下，他不再看任何人，包括那位脸色煞白、摇摇欲坠的可怜师妹，转身径直向殿外风雪中走去。呵，吴姐说得好，即便身处雪山之巅，小弟也是听得热血沸腾。一道传入耳边的轻笑声，却是让他单薄的身躯猛然一颤，眼中隐隐有泪花浮现。叶凌渊死死盯着前方，只见殿外正有3道身影正迎着风雪向他缓缓走来。为首之人脸上熟悉的笑容，让叶凌渊眼角的泪花再难绷住，顷刻间顺流而下。李彦之来到叶凌渊跟前，竟是温柔地道：但是这玉女宗是吴姐娘亲的宗门，是她留给你的家，任何人都可以消失，但吴姐你必须在。叶凌渊呆愣在原地，寒风卷起她素白的裙角，雪花落在她颤动的睫毛上，她却浑然不觉。绝美脸庞上挂满了泪水，在雪光映照下晶莹如珠，顺着清瘦的下颌滑落，没入衣襟。她痴痴地看着那个迎着风雪走近的身影，许久未见，她长高了许多，肩背更显挺拔，可那眉眼间的笑意却一如当年在京城皇宫里，那个明明要叫自己姐姐，却如兄长般宠溺自己，还时常偷偷把御膳房点心塞给他的少年。距离姐弟俩上次仓促见面，还是1年前少年带领镇魔司扫荡天下妖魔的时候。李彦之走到他面前，雪花也温柔地为他让路，伸出手，指尖温热，轻轻擦去他眼角不断涌出的冰凉泪珠，动作那样自然，那样熟稔，仿佛他们从未分别。别哭，吴姐。他声音很轻，却带着能破开冰封的力量。我来了，今日有我在，谁都不能利用你的善良来欺负你。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他身后那座冰冷的大殿，语气斩钉截铁，再次说出刚才的话，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玉女宗是你娘亲留下的，是你的家，任何人都可以消失，但吴姐你必须在。今天来，我帮吴姐打扫家，把垃圾都清理出去。这句话像一把钥匙，骤然打开了叶凌渊苦苦支撑3年的心房。所有的委屈、孤寂、冰冷和强装的坚强，在这一刻土崩瓦解。积蓄已久的思念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地冲垮了他所有的防线。他再也忍不住，呜咽一声，猛地扑进李彦之怀中，双手紧紧攥住他背后的衣衫，冰凉的额头抵着他的肩膀，泪水瞬间浸湿了他的衣襟。他哭得无声，只有肩膀剧烈的颤抖，泄露着他内心翻江倒海的情绪。李彦之没有说话，只是稳稳地站着，一手轻拍着他的后背，像小时候哄他那样，另一只手环着他，用自己的体温去暖他冰凉了太久的身心。江河站在李彦之身后一步之遥，静静地看着相拥的2人，他眼中有着由衷的高兴，为殿下终于和他的皇姐久别重逢，为叶凌渊不必再独自承受风雨，但心底深处却也悄然泛起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极淡的艳羡。他迅速垂下眼帘，将那一丝情绪妥善藏好。这时，殿内的玉女宗众人已反应过来，代宗主冷凝率先走出，几位长老紧随其后，脸色惊疑不定地来到殿门口。西元也怯生生地跟在最后，一双眼睛却忍不住偷偷打量李彦之。你们是何人？
冷凝面容清冷，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李彦之三人，尤其在身形魁梧、面色不善的赵山河身上多停留了一瞬，他这才惊觉自己居然感应不到三人的修为。要知道自己可是突破2品了呀！玉女宗地处大夏边疆，且在雪山之巅，先与外界接触，对于遥远的大夏京城官方之事所知更少。赵山河也是才到南疆任职，玉女宗的人还真一时间认不出三人。但冷凝还是强硬地道：“此处乃我玉女宗议事重地，岂容外人擅闯？”方才所言更是对我玉女宗内务指手画脚，好大的胆子！他话音一落，旁边立刻有长老窃窃私语，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在场的人都听清。看那大块头，面相凶恶，绝非善类。叶凌渊何时结识了这等人物，竟还带到宗门禁地来？哼，他本就是半路回宗，心思难测，如今看来果真与外人勾结，怕不是对我玉女宗有所图谋。我说近日库房似有异动，莫非没有证据？还请慎言。凌渊岂是那种人？有微弱的声音试图反驳，却立刻被更大的议论声压了下去。证据？眼下不就是证据？带着不明身份的男子擅闯禁地，还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和他娘一样，玉女宗的脸都被丢尽了。依我看，就该先将他们拿下。叶凌渊私通外敌，窃取宗门至宝，其心可诛，正好趁此机会夺回9转金丹，逼出冰魄雪莲。一顶顶勾结外人、图谋不轨、私吞宝物的大帽子不由分说地扣了下来。只是每个人眼中都藏匿着一丝贪婪，若是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西元听着这些话，嘴唇微微抿起，低下头，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期待的光芒。若是师姐被坐实了罪名，那9转金丹和冰魄雪莲自然就该归自己这个清白无辜又天赋卓绝的师妹所有了。到时候这玉女宗上下谁还敢小觑自己？戴宗主冷凝眉头紧锁，看着眼前相拥的姐弟，又看看虎视眈眈、气势逼人的赵山河，心中犹豫。拿下叶凌渊，夺取宝物据为己有，固然是解决眼前争端、扶持西元上位的最快方法，但这突然出现的三人气度不凡，不知修为，恐怕来历不简单。李彦之对身后那些嘈杂的指责、恶意的揣测枉若未闻，他只是微微收紧了手臂，将吴姐更护在怀中，用自己的身躯挡住那些冰冷的视线。他下颌轻抵着叶凌渊的发顶，目光却已穿过飘雪，落在那群玉女宗高层身上，深邃的眼底寒意渐浓。真好啊，要不是隐藏身份来的这里，还真不知道玉女宗的真实想法呢。原来吴姐的善良在他们眼中便是软弱可欺，那就让自己这个恶人来磨一磨他们好了。就在这时，一直盯着赵山河猛瞧的执法长老凌霜忽然浑身一震，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冷汗。他伸出手指，颤抖地指着赵山河，嘴唇哆嗦着，声音因为极度的惊骇而变了调：“你是镇魔司的司命官赵山河。”司命官3个字一出，如同惊雷炸响在玉女宗众人耳边，所有嘈杂的议论声戛然而止。戴宗主冷凝猛地转头看向凌霜，又难以置信地看向那个铁塔般的汉子，瞳孔骤然收缩。几位刚才还叫嚣着要拿人的长老，瞬间僵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惶恐。镇魔司司命官赵山河，意味着眼前铁塔般的大汉是一位货真价实的2品强者。只因在镇魔司，修为达到2品是成为司命官的最低要求。这每一个词都重若千钧，砸得他们头晕目眩，心胆俱裂。虽未见过真人，但他们都听说过那个半年前空降南疆，以雷霆手段扫荡妖魔，对决巫蛊部落，令南疆3州无数势力敬畏有加的煞星，竟然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他们玉女宗的殿门外。而他刚才恭敬地站在那个为叶凌渊擦泪的年轻男子身后，如同最忠诚的护卫。那么能让一位2品镇魔司命官如此姿态的年轻人，所有人的目光艰难地、恐惧地缓缓移到了李彦之那张英俊却冰冷如霜的脸上。这时赵山河魁梧的身躯踏前一步，积雪被他踏得四溅。他环视玉女宗众人，眼神如刀，方才那憨厚模样荡然无存，只剩下铁血煞气。哼！他一声冷哼，如同闷雷在众人心头炸响，震得殿前屋檐的冰棱簌簌落下。本官正是镇魔司南疆分部司命官赵山河。他侧身对着李彦之的方向微微躬身，声如洪钟，字字清晰，砸在寂静的雪地上。至于这位，乃是我大夏亲王殿下，当今镇魔司司正。他的目光骤然转厉，扫过脸色惨白的戴宗主、瑟瑟发抖的长老，以及眼神躲闪的西元，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冰冷的审判意味。尔等方才诬陷构害镇魔司司正，更意图戕害我大夏五公主叶凌渊，强夺御此宝物，此等行径与谋逆合意，更有勾结妖魔、祸乱南疆之嫌疑，罪证确凿，罪无可恕，其罪当诛。今日本官便带殿下审判尔等玉女宗逆贼。话音未落，他猛地一挥手，怒喝道：“镇魔使何在？”在！整齐划一、杀气凛然的阴和声如同雪崩般从山下席卷而来。霎时间，本在雪山之巅下等候3人的数10道身着玄黑劲装、腰佩斩魔刀的身影，如同鬼魅般从风雪中疾掠而出，呼吸之间便已登上峰顶，将李彦之3人严密护卫在中心。更有半数镇魔使身形闪动，刀锋出鞘半寸，寒光四射，
已然将玉女宗大殿门口的所有人，包括代宗主冷凝在内，彻底包围。肃杀之气瞬间冲散了玉龙雪山亘古的寒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血腥压迫感。这些镇魔使各个气息沉凝，目光锐利如鹰，显然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绝非玉女宗这些常年居于雪山勾心斗角的长老可比。李彦之依旧揽着叶凌渊，并未出言，只是淡淡的看着这一切，将处置权完全交给了赵山河。他今日本就是来为吴姐打扫的，只是多留意了几眼人群后，毫不起眼的西园，这个看起来楚楚可怜、人畜无害的少女，居然还有绿茶之女的命格。他刚才的情绪变化立马便被系统捕捉，最初心中的窃喜，到现在得知身份的震惊，一共给李彦之贡献了2000情绪值，让他的余额达到25000。这少女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但她蛊惑人的天赋还真不简单。玉女宗一众宗主长老都被她戏耍到得罪五皇姐，而她则是楚楚可怜的把自己置之事外。若是身处后宫，或是在充满了男人的宗门内，还不知道会被她祸乱成什么样呢。叶凌渊则迷恋的依偎在李彦之怀中，感受着久违的温暖与坚实。他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了李彦之一眼，又望向那些面色惊恐、昔日熟悉的宗门长辈，眼中最后一丝留恋与不忍，终于被冰冷的失望彻底覆盖。他轻轻点了点头，将脸埋回李彦之肩头，不再去看。既然他们像彦之说的，利用自己的善良，不念旧情，步步紧逼，那便让彦之的人来处理吧。秦王、司正、五公主、玉女宗众人如同被一道接一道的9天玄雷劈中，彻底懵了，骇然失声，一脸惊惧地看着包围了自己的镇魔使们，凶煞之气让他们一阵胆寒。代宗主冷凝踉跄后退半步，几乎站立不稳，脸上血色尽退，比周围的雪还要白。他死死盯着李彦之，又看向他怀中那个自己一直试图打压夺其根基的失职，脑海中嗡嗡作响。大夏秦王、镇魔司司正，这2个身份，任何一个都足以让整个南疆震动。而他们刚才竟然口口声声说他是野男人，要拿下他，还要给他扣上勾结外敌的帽子。五公主叶凌渊竟然是大夏公主，他从未提及，师姐也从未说过他与皇室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难怪年纪轻轻的叶凌渊才回宗门，身上就有各种法宝丹药，还来以为他是得了他娘的遗产，或是得了什么机缘，但没想到他居然是身份尊贵的大夏公主。若早知如此，他们怎敢？无尽的悔恨和恐惧如同冰水，瞬间淹没了冷凝。看向叶凌渊的目光却还有一丝怨恨，都怪他，要是早说，自己又怎会针对他？肯定早就把宗主之位让给他，辅佐他管理宗门了。都怪他！几位方才叫嚣的最厉害的长老，此刻更是双腿发软，扑通几声，竟有2人直接瘫坐在冰冷的雪地里，浑身抖如筛糠，牙齿咯咯作响，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小师妹西园更是如遭重击，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望向叶凌渊。公主，大师姐竟然是公主！那一瞬间，无与伦比的羡慕和尖锐的嫉妒如同毒蛇噬咬着他的心。凭什么他什么都拥有？天赋、容貌、师父的宠爱，甚至还特意找冰魄雪莲给他，如今连如此尊贵的身份都是他的。但下一秒，强烈的求生本能让他迅速低下头，掩去眼中所有异色，重新变回那副怯弱、可怜、不知所措的模样，甚至眼眶都急红了，仿佛受惊的小鹿。误会，都是误会啊！代宗主冷凝第一个反应过来，收起眼中的怨恨，尖声叫道，再也维持不住平日的清冷仪态，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向着李彦之和叶凌渊的方向连连躬身。秦王殿下息怒，司命官大人息怒。这都是门中一些长老胡言乱语，他们老糊涂了。贫道不，晚辈绝对没有对公主殿下不敬的意思，更不敢觊觎公主殿下的宝物。凌渊，不，公主殿下是我玉女宗的骄傲，我们疼爱她还来不及，怎会害她？他急急看向叶凌渊，语带哀求，几乎要跪下来。公主殿下，您快说句话呀！宗主师姐将宗门托付给我们，我们这些年虽然严格了些，但也是一心为了宗门，为了您好啊！看在宗主师姐的份上，您快向秦王殿下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一场。其他长老也如梦初醒，纷纷哀求附和，彼此推卸着责任，仿佛刚才那些恶毒的话语和贪婪的眼神都与他们无关。始终一言未发的人，则是沉默地将众人护至身前。西园也是低着头，咬着牙向后冲锋。叶凌渊却是将脸埋在李彦之肩头，一动不动，对身后的哀告充耳不闻。心寒至此，何须多言？赵山河看着这群人的丑态，脸上横肉一抖，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与厌恶。他蒲扇般的大手一挥，声若寒铁，现在才说是误会，晚了。用殿下的话说，你们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他铜铃般的眼睛瞪向那几个瘫软在地，以及刚才叫嚣最凶的长老，还有眼神闪烁的冷凝，一一指过。你，还有你，刚才说的话，本官听得一清二楚。诬陷公主，构害司正，强夺御赐之物，条条都是死罪。至于你，他目光落在代宗主冷凝身上，冷笑一声，纵容门下，心怀叵测，难逃干系。尔等玉女宗是否勾结妖魔，还需彻查。但今日这几条大罪，证据确凿，无可辩驳。镇魔使听令！赵山河暴喝一声，
将方才指认之人全部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遵命。包围圈骤然收紧，冰冷的斩魔刀完全出鞘，寒光映血，杀气盈野。数名气息最强的镇魔使径直扑向瘫软在地和面如死灰的几名长老，铁链哗啦作响。这几人明明有着4品修为，甚至叫嚣最凶的传功长老还是3品，这时却毫无反抗之力。不，秦王殿下饶命，司命大人饶命啊！公主殿下，老身知错了，老身都是被他们用冰魄雪莲蛊惑，是一时猪油蒙了心啊！被镇魔使铁链锁住的传功长老等人，此刻哪里还有半分3品、4品强者的风范？涕泪横流，瘫软在地，向着李彦之和叶凌渊的方向拼命叩首哀求，额头撞在坚冰上，砰砰作响，鲜血很快染红了雪地。他们都知道镇魔司是什么地方，进了那里，不管是人还是妖魔鬼怪，都别想活着离开。然而，无论是李彦之还是将脸埋在他肩头的叶凌渊，都未曾侧目一眼。冷漠便是最清晰的回答。戴宗主冷凝在最初的惊骇与仓皇后退后，眼看着平日里与自己勾心斗角却也同流合污的几位长老如同死狗般被拖走，脸色愈发惨白如纸，身体微微颤抖。他目光慌乱地扫过全场，忽然落在了人群后方，那个之前认出赵山河后便一直低头沉默不语，试图降低存在感的执法长老林霜身上。林霜此刻心中也是惊涛骇浪，暗自庆幸自己方才在大殿内虽然也动了心思，但至少没有像传功长老那几个蠢货一样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难听。他以为自己或许能逃过一劫，毕竟自己可是3品中期的修为，是宗门真正的核心战力之一。若想让叶凌渊继承玉女宗，那秦王殿下总要考虑一下玉女宗的根基吧。可他这侥幸的念头刚刚升起，一道平静的没有任何波澜，却又冰冷的让他灵魂颤栗的目光便落在了他的身上。李彦之微微侧手，视线穿过风雪，精准地锁定在企图引入人群、降低存在感的凌霜身上。他对着正要走向冷凝的赵山河，用闲聊般的语气平淡地开口：“老赵，还有那个穿灰袍的老女人，刚才在殿内逼迫我无解时，她那份功劳也不小。”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于凌霜而言，不至于死神的宣判。赵山河脚步一顿，硕大的头颅转向凌霜所在的方向，铜铃般的眼中凶光暴涨，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笑容森然。嘿，3品的，正好活动筋骨。殿下放心，这老太婆，老赵我亲自招待。他不再理会脸色巨变的冷凝，迈开沉重的步伐，像一头盯上猎物的洪荒巨兽，径直朝着凌霜逼去。每踏出一步，地面都仿佛在震颤，积雪被震得飞扬而起。反正这些人一个都逃不掉，对他来说也只是换一下顺序而已。不，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凌霜害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有半分执法长老的威严？他仓皇地向后退去，尖声叫道，目光急急投向戴宗主冷凝。宗主，冷凝师姐，救我！他们要杀了我们！镇魔司的人杀人不眨眼，我们若不联手，今日必死无疑啊！他的话语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冷凝心中最后一丝犹豫和幻想。联手？对，联手！冷凝苍白的脸上因恐惧和极致的怨恨而扭曲，眼中最后那点虚伪的哀求也彻底被疯狂取代。他怨毒地剜了叶凌渊的背影一眼，都是这个贱人引来了这般祸事。若他早表明身份，自己何至于此？玉女宗弟子听令！冷凝猛地挺直腰背，周身爆发出凛冽的寒冰气息，2品出阶的修为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试图冲散镇魔司带来的肃杀压迫感。镇魔司欺人太甚，污我宗门，害我同门，随本宗主与林长老并肩御敌。我玉女宗立宗数百年，岂容他人随意践踏？他声音尖利，试图鼓动门下弟子。然而，除了少数几名他的亲信弟子眼神闪烁犹豫不定外，其余大部分听到动静汇聚来此的玉女宗弟子，包括许多中下层长老，都面带惊恐的连连后退或低下头，不敢对视。镇魔司的凶名和眼前这铁桶般的包围，秦王与公主的身份早已击溃了他们抵抗的勇气。而且之前的确是冷凝宗主和执法长老他们做的不对，实在是欺人太甚，只是他们不敢说出来而已。事到如今，正是他们站队的时候了。叶凌渊是前宗主之女，有天赋有实力，继承宗主之位名正言顺，而且背靠大夏朝廷，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怎么选择。见无人回应自己，冷凝先是一愣，而后气愤的脸色铁青，咬牙怒斥一声：“混蛋，都是群叛徒！”凌霜见状，知道已无退路，眼中也闪过一丝狠色。3品中期的冰寒真气轰然运转，与冷凝的气息隐隐呼应，锁定步步逼近的赵山河。就算没人帮他们，以他2人一个2品一个3品的实力，他们自信想要逃离这里，活命并不难。联手就凭你们2个娘们？赵山河停下脚步，距离2人不过数丈，他扭了扭粗壮的脖子，捏紧双拳，发出咔吧的脆响，脸上横肉扯出一个极度不屑的狞笑。也好，一起上吧，省得老子一个个收拾。他并未立即动手，而是微微侧头看向李彦之，瓮声请示：“殿下，这2个阿杂货色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您给个准话。”李彦之终于将目光从吴姐身上稍稍移开，淡漠地扫了一眼如临大敌、色厉内荏的冷凝和凌霜，那眼神
如同在看两只徒劳挣扎的蝼蚁。他唇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若有反抗，直接杀了便是。顿了顿，他轻轻抚了抚怀中叶凌渊微微颤抖的后背，语气平淡却斩钉截铁：省得待会儿打扫干净了，我吴姐还看到他们，心中犯恶心。此言一出，叶凌渊娇躯微微一颤，将李彦之抱得更紧了些，却没有出声。他知道小弟这是在用最决绝的方式为他斩断过去3年所有的委屈与阴霾。而冷凝和凌霜则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比玉龙雪山万载的玄冰还要冷彻骨髓。遵命！赵山河得了命令，再无忌惮，狂笑一声，哈哈哈！殿下放心，老赵定将这2人头颅拧下，绝不误了公主殿下的眼。笑声未落，他魁梧如山的身躯猛然爆发出恐怖的气势，周身肌肉奔张，仿佛有蛮龙苏醒，一股狂暴、厚重、充满毁灭性的气息冲天而起，瞬间将冷凝和凌霜联手营造的冰寒气场冲得七零八落。2品中阶，而且是身经百战、煞气冲天的午休2品中阶，才突破2品不过半年，他的修为便长了一个小境界。杀！赵山河一声暴吼，不再废话，脚下一蹬，坚硬的冰岩地面轰然炸开一个大坑，他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直扑面色骇然的冷凝与凌霜。玉龙雪山之巅，真正的血色倾血，此刻才刚刚开始。什么？这不可能！感受到赵山河身上那如同远古凶兽苏醒般的恐怖威压，冷凝与凌霜脸上的狠色瞬间被骇然取代。2品中阶，可明明同样是2品，他为何这般恐怖？冷凝内心骇然的在心中暗想，在如此近距离下爆发的煞气，让他们周身的寒冰真气都为之凝滞。电光石火之间，赵山河那砂锅大的铁拳已然破开风雪，带着令空气都扭曲的狂暴力量轰然而至。首当其冲的正是3品中期的凌霜。冰玄遁！凌霜亡魂大冒，尖叫一声，双手仓促间在身前画出无数道玄冰轨迹，一面厚重晶莹、刻满符文的冰晶盾牌瞬间凝聚，护在身前。这是他压箱底的高阶防御法宝，曾多次救他于危难。给老子破！赵山河狞笑一声，权势不减反增，拳锋之上竟隐隐泛起暗金色的光芒，那是极度凝练的拳罡煞气。轰！铁拳与冰盾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没有僵持，没有波澜。在玉女宗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面足以轻松抵挡3品巅峰全力一击的冰玄盾，如同纸糊的一般，在赵山河的拳头下寸寸碎裂，炸成漫天冰晶。而拳头于是未消，结结实实地印在了凌霜仓促架起的双臂之上。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响起。噗！凌霜眼珠猛地突出，一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倒飞出去，速度快到在空中拉出一道血线。砰！一声沉闷的巨响，他整个人狠狠撞在100丈外雪山之巅最坚硬的万载玄冰崖壁上，深深嵌入其中，形成一个触目惊心的人形凹陷。蛛网般的裂痕以他为中心蔓延开数丈，大片的积雪和冰棱被震落，引发一阵小规模的雪崩，哗啦啦将他掩埋。只一拳，持有防御法宝，且3品中期的执法，长老凌霜生死不知。看那凹陷的深度和喷出的鲜血内脏，即便不死，也绝对去了半条命，修为尽废，竟死一般的寂静。无论是玉女宗的弟子长老，还是那些身经百战的镇魔使，此刻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被这狂暴到极致的一拳深深震撼。这就是2品纯粹武夫的恐怖吗？法修在其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嘶！冷凝倒吸一口凉气，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窜头顶。他虽比凌霜高一个品阶，但自问绝无可能如此轻松写意的一招将持有高阶防御法宝的凌霜打成这般模样。这赵山河的实力远超他的预估。而赵山河一拳轰飞凌霜后，看都没看那边一眼，凶厉的目光已然锁定了惊骇欲绝的冷凝。轮到你了，老妖婆！冷凝心头狂跳，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他深知绝不可力敌。好在这里是玉龙雪山，是他经营多年无比熟悉的宗门所在，更是冰系功法的主场。冰影遁！就在赵山河身形微动，准备扑向他的刹那，冷凝身形猛地一晃，周身爆开一团浓郁的冰寒雾气，整个人竟化作数道真假难辨的冰晶幻影，以一种诡异飘忽的速度，瞬息间拉开了与赵山河的距离。他的目标根本不是赵山河，而是李彦之和叶凌渊。小贱人，还有你这个狗屁秦王，都给本宗主去死！冷凝面容扭曲如恶鬼，眼中满是疯狂与怨毒。他算准了赵山河刚刚爆发，旧力已去心力未生，距离也稍远。而李彦之那边虽然有不少镇魔使护卫，但最强不过3品，且主要防备外围。他以2品修为施展冰影遁术，速度极快，更有雪山环境加成，只要抓住李彦之或叶凌渊任何一个作为人质，今日就还有翻盘的希望。他将速度催发到极致，几乎化为一道冰蓝色的流光，绕过几名试图拦截的镇魔使，五指成爪，裹挟着森寒刺骨的爪风，直取李彦之的面门。同时另一只手抓向叶凌渊，试图将2人一并控制。殿下小心，保护殿下和公主！江河脸色一变，手已按在剑柄上，周围护卫的镇魔使们也纷纷怒喝，斩魔刀争鸣，就要上前拦截。然而李彦之却只是轻轻抬手，示意众人退下。
在他怀中的叶灵渊感应到冰冷刺骨的杀意袭来，也是猛地从他怀中挣脱，清丽的脸上寒霜密布，下意识就要挡在李彦之身前。三品圆满的冰寒真气已然运转。冷凝，凭你休想伤我弟弟！吴姐，别动！李彦之温和却不容置疑的声音响起，同时伸出手，轻轻将他拉回自己身后。我来就好。他的动作从容不迫，仿佛迎面袭来的不是二品强者的致命一击，而只是一片无关紧要的雪花。就在冷凝的冰爪距离他面门不足1丈，那凛冽的寒气几乎要冻僵他睫毛的瞬间，李彦之终于动了。他伸出了另一只手，修长的手指对着急扑而来的冷凝凌空虚虚一抓，一股丝毫不弱于冷凝，甚至更为精纯磅礴的气息骤然从他身上升腾而起。3品高阶，这一瞬间，天地的寒意都开始消散，所有人惊奇地发现，居然暖和了许多。什么？冷凝瞳孔骤缩，心中警铃大作。这秦王年纪轻轻，竟然有3品高阶的修为。之前他们说西元有望突破3品的记录，那只是在畅想吹牛，但眼前的男子据闻也不过20岁，他居然真的做到了。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此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3品高阶又如何？自己可是2品，全力一击足以将其重创擒拿。在他看来，赵山河能做到，自己就算差点，全力之下伤个3品还是很轻松的。只能说老赵的表现让他严重高估了自己，下一幕让他也让在场所有人永生难忘。只见李彦之伸出的手掌之上，虚空仿佛被无形之火灼烧，微微扭曲，一点璀璨夺目的金色光芒如同旭日初升，自他掌心骤然亮起。那光芒是如此纯粹，如此炽热，如此神圣，仿佛能驱散世间一切寒冷与黑暗。瞬息之间，光芒凝聚、伸展、绽放，化作了一朵精致绝伦、栩栩如生的金色莲花。莲花徐徐旋转，花瓣之上流淌着熔金般的火焰纹路，中心莲蓬处似乎有一颗微缩的太阳在静静燃烧。它出现的刹那，玉龙雪山巅亘古不散的严寒竟被一股暖意驱散了大半，附近的冰雪甚至开始悄然融化。太阳圣火星号金莲，你！冷凝脸上的狰狞和疯狂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和茫然。他从这朵小小的金莲上感受到了一种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毁灭气息，那是冰系功法天生的克星。李彦之抬眸，目光平静地落在近在咫尺、脸色煞白的冷凝脸上，唇角勾起一抹冰冷刺骨的弧度。他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整个峰顶，让冷凝如坠冰窟。冷宗主，方才不是口口声声想要我无解的莲花吗？他手指轻轻一弹，那朵悬浮的金色火莲便如同有了生命般，轻飘飘地朝着冷凝的胸口飘了过去，速度看似缓慢，却仿佛锁定了时空，让冷凝避无可避。诺，送你一朵，你可要？接好了。不要过来。看着那朵看似缓慢，实则已锁定自己气机的金色火莲飘来，冷凝脸上的恐惧彻底化为绝望。他尖叫一声，再也顾不得擒拿人质，拼尽全力催动冰影遁术，化作一道蓝光，就欲向侧方急闪逃离。然而那金色火莲仿佛拥有灵性，他刚一动，火莲便轻轻一颤，速度陡然激增，化作一道金色流光，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印在了他的背心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声轻微如滚油泼雪的声响，但在冷凝身上却瞬间燃起了熊熊金色烈焰。那火焰并非凡火，光芒璀璨神圣，却带着焚尽万物的恐怖高温。啊！撕心裂肺，完全不似人生的凄厉惨叫，从冷凝口中爆发出来。太阳圣火并未瞬间将他烧成灰烬，反而如同复古之居，从他的肌肤、经脉、骨骼乃至灵魂深处同时开始灼烧。那是一种足以让任何硬汉崩溃的缓慢而极致的痛苦。他倒在地上，疯狂地翻滚拍打，试图运转冰霜真气扑灭身上的火焰。然而冰雪处之极融，真气涌出反而如助燃剂般让火焰更盛。纯阳至尊骨诞生的天赋圣火可不是那么容易扑灭的。金色的火焰在冷凝身上跳跃，他的衣袍发丝迅速化为飞灰，皮肤焦黑炭化，却又被火焰的力量吊住一口气，让他清晰感受着每一寸血肉被灼烧殆尽的剧痛。饶命！秦王公主，杀了我！求求你们，杀了我呀！凄厉的哀嚎渐渐变成了含糊不清、充满极致痛苦的求饶。他时而哀求活命，时而只求一个痛快。冷凝体验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玉女宗上下，包括那些镇魔使，无不看得头皮发麻，脊背发凉。许多玉女宗年轻弟子甚至忍不住转过身去呕吐起来。他们看向李彦之的目光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恐惧。原来镇魔司令人闻风丧胆的狠辣手段源头在此。站在李彦之身后的叶灵渊看着冷凝那惨绝人寰的模样，娇躯微颤，不禁紧咬红唇。他本性善良，即便冷凝如此逼迫于他，见此酷刑，心中亦有不忍掠过，但那丝不忍很快便被更深的冰寒取代。他想起了冷凝之前的狰狞嘴脸，想起了他们不仅要夺走母亲留给自己的至宝，更在刚刚竟然想伤害燕之。叶灵渊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最后一丝波澜，一步越过李彦之，走到了在地上翻滚哀嚎的冷凝面前。
他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被他视为亲人，却步步紧逼预置自己于绝境的代宗主，眼神冰冷如万载玄冰，再无半分温度。冷凝，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冷凝的惨叫，传遍寂静的峰顶。你们涂抹我的东西，我可以忍，可以不在乎，些许刁难排挤，我也可以视作魔力。他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决绝。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主意打到燕之头上，更不该想要伤害他。他手中寒光一闪，一柄通体晶莹，散发着凛冽寒气的冰剑出现在手中，剑身如秋水，倒映着他此刻冰冷绝美的容颜。燕之是我的逆鳞，看在你是我娘亲师妹，且同门3年的份上，今日给你一个痛快。话音落下的瞬间，冰剑化作一道凄冷的寒光，没有丝毫犹豫，干净利落地刺入了冷凝焦黑扭曲、已被圣火焚烧的脆弱不堪的心口。冷凝的惨叫声戛然而止，翻滚的动作彻底僵住。他瞪大着几乎要从眼眶中突出的充满痛苦却有一丝解脱的眼睛，死死盯着叶凌渊。金色圣火失去了生命力的支撑，便也没了折磨他的意思。几个呼吸便将冷凝的尸体焚烧成虚无。叶凌渊手腕一抖，剑身不染半点污秽。他没有再看冷凝的位置一眼，而是目光转向远处，那被冰雪半掩埋的凌霜嵌入崖壁的方向。他能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生机。叶凌渊面无表情，抬手并指如剑，对着那个方向凌空一点，一道凝练到极致、细如发丝的冰霜剑气激射而出，悄无声息地没入冰雪掩盖的人形凹陷之中。那最后一丝微弱的生机彻底消散。做完这一切，叶凌渊持剑而立，白衣胜雪，清丽绝伦的脸上仿佛覆盖着一层寒霜。他环视四周，目光所及，无论是玉女宗的门人，还是镇魔司的假释，尽皆低头不敢直视。这一刻，玉女宗所有人才真正意识到，这位平日里温柔忍让，甚至显得有些孤高的宗主之女，并非真的软弱可欺。她的温柔与包容，是对同门的迁就，是对母亲遗泽的顾念。可一旦触及她的逆鳞，被她视若珍宝的弟弟，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展露出属于皇族公主的杀伐、果决与冰冷锋芒。那些被铁链锁住、瘫软在地的长老们，此刻已是面如死灰，眼中只剩下彻底的绝望。连带宗主和执法长老都死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好下场？躲在人群最后方，拼命降低存在感的西元，更是吓得浑身发抖，脸色比雪还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后悔与恐惧。早知道师姐背景如此恐怖，就不蛊惑那些蠢货下手这么快了。现在他只求能像蝼蚁一样被忽略过去。他情绪的剧烈波动，再次为李彦之贡献了2000情绪值。殿下，这时赵山河大步走到李彦之面前，单膝重跪地，满脸愧疚与自责，声音沉闷如雷。是属下失职，未能阻拦那冷凝，让他惊扰了殿下与公主，更污了殿下的手，请殿下重重责罚。李彦之神色平静，伸手虚扶老赵，起来吧，不必放在心上。是，殿下。赵山河虽起身，但眼中还是充满了愧疚。李彦之的目光越过赵山河，落在了持剑而立、气息尚未完全平复的叶凌渊身上，眼中泛起一丝柔和。他走上前，轻轻握住叶凌渊有些冰凉的手，将那股凌厉的杀意缓缓抚平。吴姐，他温声道，声音只让两人听见。剩下的这些人，还有这玉女宗，终究是你母亲带领兴盛过的基业，也是你这3年的心血所在，如何处置，由你来定夺。他顿了顿，看着叶凌渊的眼睛，语气郑重而肯定，这玉女宗宗主之位，由你来做最为合适。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第2个家，再无人敢欺你负你。叶凌渊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暖，看着弟弟信任而支持的眼神，心中的冰冷渐渐融化。他用力回握了一下李彦之的手，然后转过身，面向噤若寒蝉的玉女宗众人以及那些等待发落的罪人。此时叶凌渊心中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与清醒。宗门之变，成功了叫革命，失败了叫平叛。如今彦之已经替自己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斩杀了首恶，算是革命初步成功。但最难的才开始。想要真正掌控玉女宗，将其打造成如彦之所言，属于自己的家和坚实的后盾，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手段了。皇宫里长大的他，耳濡目染，深知管理一方势力必须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过去3年的纵容与忍让，换来的只是得寸进尺与背叛，这让他彻底醒悟，是时候展现他身为大夏公主、前任宗主之女的真正手腕了。叶凌渊的目光首先落在那些被铁链锁住、瘫软在地的传宫长老等人身上，他的眼神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不容置疑的威严。传宫长老，戒律执事，外务管事。他逐一念出几人的职务与名字，声音清冷，回荡在寂静的雪巅。尔等身为宗门长老，不思维护同门，反因私欲勾结串联，构陷同门，觊觎他人之物，更对待宗主冷凝、执法长老凌霜之恶行推波助澜，其心可诛。几人身体抖得更加厉害，连求饶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只是绝望地等待最后的判决。念在尔等终究未曾真正动手强夺，方才意味出手反抗，且昔年对宗门亦有微末之功。叶凌渊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紧张观望的其余门人，缓缓道：“本座今日可饶尔等死罪。”此言一出，不仅那几人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微弱光芒，
连其他玉女宗门人也都有些意外。难道公主大师姐终究还是心软了？本以为会和宗主，哦不，是和冷凝他们一样惨死，没想到还能活命。巨大的惊喜和意外充斥每个人的心头，眼巴巴地看着叶凌渊继续宣判。然而叶凌渊接下来的话却让那刚刚升起的一丝侥幸彻底粉碎。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的声音陡然转厉，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即日起，废去尔等全部修为，逐出玉女宗，永世不得再踏入雪山半步。不要！传功长老凄厉尖叫起来。废去修为对修行者而言比死亡更加可怕，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引以为傲的力量，延长的寿命，沦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甚至可能因为骤然失去修为而迅速衰老死去。公主，宗主，求您杀了我们吧，我不想做废人，杀了我们吧。另外几人也反应过来，涕泪横流，磕头如捣蒜，只求一死，不愿承受沦为废人的屈辱与痛苦。叶凌渊却不再看他们，只是对一旁的镇魔使微微颔首，立刻有数名镇魔使上前，不顾他们的挣扎哀嚎，将其拖往玉女宗的执法堂方向，准备执行废宫之刑。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一个玉女宗门人敢站出来求情。方才叶凌渊斩杀冷凝、凌霜的果决，以及此刻的冷酷判决，已然树立起了足够的威严。李彦之在一旁静静看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没有插言，将舞台完全交给了自己的无解。这样的处置既彰显了新任宗主的威严与底线，又并未一味滥杀，给宗门保留了调整的余地，尺度拿捏得正好。管理宗门不是单靠杀和一味的压迫就能行的。处理完这些首犯从犯，叶凌渊脸上的冰寒之色稍稍缓和。他知道立威之后当施恩。他的目光转向那些之前保持沉默，或面露不忍，或惊慌失措但并未负逆的中层长老和核心弟子。这些人才是玉女宗未来的基石。诸位长老同门，叶凌渊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宗主的沉稳。方才之事乃是宗门不幸，亦是本座御下不言之过，信赖天佑，奸邪已除，宗门拨乱反正。他顿了顿，看着众人紧张又带着几分期待的眼神，继续道：经此一役，宗门长老之位空缺数席，本座宣布，新任长老将从尔等恪尽职守，忠于宗门，勤于修炼者中择优擢升。日后宗门资源分配、弟子培养，亦将秉持公平公正、赏罚分明之原则。他目光扫过全场，抛出了一个重磅承诺。此外，本座将奏请朝廷加强玉女宗与镇魔司之协作，凡我宗门弟子参与南疆镇魔、清剿邪祟、保境安民之事，除朝廷应有封赏外，宗门亦将额外拨付丰厚资源、丹药、功法作为奖励。此言一出，原本忐忑不安的玉女宗门人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废了几个贪婪昏聩的长老，空出了位置，意味着他们有了上升的通道。而加强与镇魔司的合作，参与朝廷事务，获取双重奖励，这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原本还担心叶凌渊身份尊贵，会不会将宗门完全变成朝廷附庸，让他们失去自主。但现在看来，这位新任宗主非但没有剥削宗门，反而为宗门打开了一条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康庄大道。宗门势力鲜少与官府朝廷打交道，那是因为怕吃亏，但如今背靠大夏朝廷和镇魔司这棵大树，玉女宗能获得的资源、声望、安全保障，将是过去闭门造车时想都不敢想的。宗主英明，我等愿誓死追随宗主，光大宗门。不知是谁先带头，越来越多的门人弟子躬身行礼，声音由小变大，最终汇聚成整齐而充满希望的声音。他们看向叶凌渊的目光不再是恐惧和疏离，而是充满了敬畏、认同与期待。他们相信，在这样一位有背景、有手腕，且愿意为宗门谋福利的宗主带领下，玉女宗不仅能在滇州地位更加稳固，甚至真的有希望成为整个南疆首屈一指的大宗门。叶凌渊心中微微松了口气，知道这软的一手算是初步见效。他又快速安排了几项稳定宗门、抚慰人心的临时举措，并指定了几位素有声望、方才表现也较为得体的长老暂行代管具体事务。做完这些，他紧绷的心弦才稍稍放松，一股强烈的疲惫感和与弟弟久别重逢的迫切涌上心头。他迫不及待地转身，就想拉着李彦之去自己清冷僻静的居所，好好叙说这3年的思念与委屈。然而李彦之却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并未立刻挪步。他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目光似是不经意地扫过人群某个角落，然后对叶凌渊温声道：吴姐，宗门事务繁杂，不急在一时，不过在叙旧之前，我觉得或许有必要先跟你那位乖巧可怜的小师妹单独聊几句。他的声音不高，刚刚因宗门新局面而稍显松懈的众人却是听得很清楚，尤其精准地钻入了某个正悄悄挪动脚步，企图混在人群中悄然离去的少女耳中。正满心欢喜准备拉弟弟离开的叶凌渊闻言一愣，顺着李彦之的目光看去，而小师妹西园郊区骤然僵住，仿佛被冰封了一般，再也没再挪动半步。她低垂的脸上血色尽退，刚刚因为叶凌渊宽恕众人、许下承诺而升起的一丝侥幸，瞬间被无边的寒意冻碎。而叶凌渊的声音更是让他身躯一颤：西园师妹，跟师姐来聊聊吧。站在西园身旁的人群自动分开，退向两侧，让出了一条笔直的通路。原本想悄然隐没的西园，
瞬间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无所遁形。玉女宗众人看着这个平日里怯弱乖巧的小师妹，眼神复杂，低声的议论窸窸窣窣的响起。冷凝宗主他们之前口口声声，可都是为了把冰魄雪莲和九转金丹给西园师妹用啊。就是当时他虽然没怎么说话，但那样子则很难说跟他没关系。不过宗主和秦王殿下既然单独找他，想必是知道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嘘，慎言，看宗主和殿下如何处置吧。这些议论声不大，却如细针般刺入西园耳中。他低垂着头，纤细的肩膀微微瑟缩，双手紧紧攥着素白的裙角，指节泛白。听到叶凌渊的声音，他身体几不可察地颤了颤，然后缓缓抬起一张苍白如纸、我见犹怜的小脸。那双总是含着一层水雾的眸子怯生生地看向叶凌渊，又飞快地瞥了一眼旁边的李彦之，然后迅速低下头，声音细若文瑞，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与惶恐。是，大师姐，师妹遵命。叶凌渊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那目光似乎要穿透他楚楚可怜的外表，看到他内心深处。然后叶凌渊转向李彦之，声音恢复了面对弟弟时的柔和。彦之，一起去我那儿吧。李彦之微微颔首，他确实想看看这个身负绿茶之女命格，能在不动声色间搅动风云的少女，此刻还能演出什么戏码，又暗藏着怎样的心思。老赵、江河、李彦之回头对一直恭敬等候的两人吩咐道：你们带人先在玉女宗安排的客院稍事休息，不必跟随，约束好部下，莫要惊扰了玉女宗同门。是，殿下。赵山河抱拳领命，声如洪钟。江河也轻轻点头，殿下放心。他目光扫过那些仍旧有些紧张的玉女宗弟子，对赵山河道：赵司命，我与你一同安排镇魔使退出主峰，于山下候命即可，以免人多扰了宗门清静。赵山河没有异议，两人当即下令，数十名镇魔使动作整齐划一，收刀入鞘，列队转身，紧接着如同来时一般迅捷有序地沿着登峰路退去，只留下小部分亲卫在客院附近警戒。雷厉风行的作风再次让玉女宗门人心中一凛，对朝廷力量的敬畏又深了一层。安排妥当，李彦之便与叶凌渊并肩，踏着尚未清理干净的积雪，朝着叶凌渊在雪山的幽静居所走去。他们的步伐并不快，李彦之偶尔低声与叶凌渊说些什么，引得叶凌渊清冷的眉眼间漾开一丝淡淡的笑意，那是在至亲面前才有的放松与温暖。西园低着头，亦步亦趋地跟在两人身后数步之遥，他不敢靠得太近，也不敢落得太远，听着前方属于那对姐弟的旁人难以插入的低声谈笑，感受着那种浑然天成的亲密无间，一股混杂着酸楚、不甘、嫉妒的毒火在他心底疯狂灼烧。凭什么？凭什么叶凌渊什么都有？高贵的出身，绝顶的天赋，母亲拼死夺来的至宝，如今还有这样一个强大、玉树临风、地位尊崇的弟弟如此呵护他，而自己明明也不差，却只能像个影子一样活在别人的施舍与算计之中，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飘向前方那个挺拔如松的背影。秦王李彦之，年轻、强大，手握权柄，更重要的是，他对叶凌渊的那份毫无保留的维护与宠爱是如此的耀眼，如此的让人渴望。一个疯狂的念头如同藤蔓般在他心底滋生缠绕。如果得到这份宠爱的是自己呢？如果站在他身边被他如此温柔对待的人是自己呢？那自己将拥有的一切岂是区区一个玉女宗能比的？到那时，什么冰魄雪莲，什么九转金丹，什么宗主之位都不值一提，自己将是尊贵的秦王妃，受尽宠爱，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算计，不用伪装。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如同野草般疯长，难以遏制。西园甚至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几分，一丝隐秘的混杂着野心与欲望的激动在四肢百骸流窜。他开始不受控制的幻想，该如何引起这位秦王的注意，该如何展现自己的美好与独特，该如何将他从叶凌渊身边抢过来。走在前方的李彦之虽然看似在与吴姐谈笑，但神识却始终笼罩着后方那个看似柔弱的身影。情绪值系统断断续续传来的反馈，清晰地揭示着西园内心的波澜，强烈的羡慕、嫉妒、不甘，以及突然涌现的带着某种扭曲兴奋的激动与渴望。就这么一会儿，李彦之居然就收获了1000情绪值，余额也达到28000，可想而知西园的情绪有多复杂。哼，李彦之在心底冷笑一声，面上却不露分毫。果然，狗改不了吃屎，不愧是绿茶之女，这女人的心思从来就没干净过。刚刚还在恐惧求生，转眼就敢把主意打到不该打的人身上了。不多时，三人来到了叶凌渊的居所，这是一处位于雪山僻静处的独立小院，以玄冰构筑，清冷雅致。院中一株耐寒的雪梅正凌寒独自开着，暗香浮动。若是其他人在此长时间居住，非得攻寒不可，但这对叶凌渊来说却是刚刚好。明明修炼的是寒冰类功法，但叶凌渊的性子却是丝毫不冷，反而温柔善良。三人进入简洁却不失韵致的厅堂，叶凌渊挥手布下一道隔音结界，脸上的温情褪去，重新变得清冷。他转过身，目光如冰锥般刺向一直低着头的西园，开门见山，声音里不含一丝温度。西园，冷凝、凌霜他们在殿内咄咄逼人，非要我交出冰魄雪莲和九转金丹，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你，
为了宗门的未来。他微微轻身，一字一句地问道：“告诉师姐，这个主意最初是不是你出的，或者是你暗中暗示引导他们的？”压力如山，瞬间笼罩了西元。西元心脏狂跳，几乎要冲出胸腔。他没想到叶凌渊会如此直接，如此不留情面地质问。巨大的恐慌让他几乎窒息，但他绿茶之女的命格本能却在疯狂运转，调整着他的表情和呼吸。几乎是眨眼之间，他猛地抬起头，那双总是雾气氤氲的眸子里瞬间蓄满了晶莹的泪水，充满了无助、委屈和难以置信的悲伤。他用力摇头，泪水随之甩落，声音哽咽，带着浓重的哭腔：“没有，大师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他扑通一声，竟是直接跪了下来，仰着脸望着叶凌渊，泪水连连。师姐对我恩重如山，从见面时就送我那么多珍贵的丹药法宝，平日里也对我多有照拂。西元心里只有感激，只求能永远跟在师姐身边，侍奉师姐，哪里敢有半点非分之想。他似乎伤心欲绝，肩膀不住地颤抖，抽泣着继续道：“等您师伯和凌霜师叔他们是长辈，他们说什么，我一个小弟子哪里敢反驳，又哪里能预料到他们竟然会如此狠心，如此逼迫师姐。我真的不知道，大师姐，你要相信我，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伤害你，更没想过要那些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哀求的目光看向叶凌渊，又怯怯地含着泪光瞥向一旁面无表情的李彦之，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看我是多么无辜，多么可怜。”演技浑然天成，情绪饱满到位，将一个被冤枉、被吓坏、对师姐充满仰慕之情，却又无力反抗长辈的柔弱师妹演绎得淋漓尽致。若非李彦之有系统提示，清楚感知到他心底那翻腾的嫉妒与算计，恐怕也会被这表象迷惑几分。不愧是绿茶之女。叶凌渊并未立刻回应西元那梨花带雨的表演，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冰冷地面、哭得浑身颤抖的少女。清冷的眸子里，失望与决绝交织，最终沉淀为一片冰封的湖面，不起波澜。厅堂内安静了片刻，只有西元压抑的抽泣声在回荡。窗外雪落无声，更衬得屋内气氛凝滞。终于，叶凌渊缓缓开口，声音平静的可怕，没有愤怒，没有质问，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疏离与淡漠。西元，事到如今，那些话究竟是不是你最先说出的？是不是你暗中引导？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他顿了顿，目光掠过西元低垂的发顶，望向窗外那株傲雪寒梅，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释然。看在你终究是娘亲唯一的亲传弟子，这3年也换我一生师姐的份上，今日之事无论起因如何，就此了结。西元肩膀一颤，哭声微顿，心中陡然升起一丝微弱的希冀。大师姐果然还是心软的。然而叶凌渊接下来的话却将他刚刚燃起的侥幸火苗彻底浇灭。但从今往后，你在我这里与玉女宗任何一名普通弟子无异，我不会再因你是娘亲遗徒而对你特殊照拂，更不会再将我的丹药、法宝、资源无缘无故赠予你。叶凌渊的声音清晰而坚定，每一个字都如同冰珠砸落。你想要什么，就靠你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去争取，宗门规矩如何，你便如何，我不会再帮你一分一毫。这是最彻底的切割，也是最现实的惩罚。失去了叶凌渊毫无保留的庇护与赠予，失去了前宗主唯一弟子这层特殊光环，西元在玉女宗的地位将一落千丈。那些曾经因他得宠而对他笑脸相迎的人，态度恐怕会立刻转变，而他自己也必须真正去面对修行路上的艰辛与竞争。西元低着头，牙齿紧紧咬住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浓密睫毛掩盖下的眸子里瞬间闪过怨毒、不甘与难以置信。他没想到叶凌渊竟会如此绝情，但他不敢表露分毫。绿茶之女的本能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调整好情绪。他缓缓抬起头，泪水依旧挂在苍白的脸颊上，眼圈通红，眼神里充满了被误解的委屈、认命的黯然，以及一丝强装的坚强。他对着叶凌渊，也对着一直冷眼旁观的李彦之，轻轻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哭过后的沙哑与柔弱：“是，师姐。”西元明白了，以后西元不会再麻烦师姐的，会靠自己努力修炼，绝不会再让师姐和师父失望。他的话语听起来如此顺从，如此懂事，仿佛真的已经痛改前非，决心自立。叶凌渊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最后一点对师妹的怜惜也消散了，只剩下一声悠悠的叹息。他摆了摆手，语气疲惫：“你走吧，忘掉今天这些不愉快，以后好自为之。”“是，师姐。”西元告退。西元又行了一礼，这才缓缓起身。或许是跪得久了，他身形微微晃了晃，显得愈发柔弱可怜。他最后飞快地怯生生地偷瞄了李彦之一眼，那眼神复杂难明，包含着委屈、仰慕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然后才低着头慢慢退出了厅堂，消失在门外风雪之中。直到西元的气息彻底远去，叶凌渊紧绷的肩膀才微微松弛下来。他沉默了片刻，转身看向一直安静站在一旁的李彦之，清冷的脸上露出一丝罕见的迷茫与不确定，轻声问道：“彦之，我这样是不是还是太心软了？对他或许本该更严厉些。”李彦之走上前，自然地握住叶凌渊有些冰凉的柔仪，轻轻拍了拍，
脸上绽开温润如春风的笑容。吴姐，这不是心软，这是你的善良和重情。他毕竟年纪还小，又是你娘亲唯一的弟子，你作为师姐，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他的声音温和，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让叶凌渊心里好受很多。然而在李彦之心底却是一片冷静的盘算。原谅西园是吴姐作为师姐的善良和选择，但自己作为弟弟要做的是确保吴姐未来的路走得安稳。西园此女心思深沉，命格特殊，不是个安分的主。留在玉女宗，留在吴姐身边，就像一颗不知何时会引爆的毒瘤，迟早会给吴姐带来更多的麻烦。吴姐心善，不忍对师妹下狠手，那这个恶人就由自己来做，只是需要做的干净利落，最好能让其自作自受，同时还能从那丰富的情绪波动中再榨取些价值。表情显露的再好，心里的情绪终归会发生变化。李彦之都没对他做什么呢，就已经从他身上收获几千情绪值了。心中念头飞转，面上却丝毫不露，只是温柔地看着叶凌渊。叶凌渊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暖，心中那点不安和犹疑渐渐平复。他放松身体，轻轻靠在李彦之坚实的肩头。3年来的孤寂与委屈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闭起双眼，在睁开时已恢复了往日的清亮。对了，他忽然想起，扬起脸好奇地看着李彦之。彦之，你怎么突然来南疆了？还来得这么巧，也不提前传个讯给我，害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李彦之闻言，低头看着怀中吴姐略带嗔怪却难掩欣喜的容颜，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的光芒。他故意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用一种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口吻，慢悠悠地说道：“我啊，这次来玉女宗，可是有件正经事要办。”“什么正经事？”叶凌渊眨了眨眼，有些疑惑。“扫荡妖魔，但没听到消息啊，还特意跑来玉女宗看自己。”李彦之嘴角的笑意加深，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是来向玉女宗的新任宗主提亲下聘的。”“啊！”叶凌渊一愣，没反应过来，向谁提亲？李彦之笑意盈盈，抬手轻轻拂去他鬓边一缕不听话的发丝，语气笃定，带着不容错辨的深情与戏谑：“当然是来娶我的五皇姐，叶凌渊你啊！”叶凌渊怔住了，整个人僵在李彦之怀中，那双清冷的眸子瞬间睁大，里面写满了错愕、震惊，以及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迅速蔓延开来的慌乱与羞意。随即，常年被雪山寒气浸润的绝美脸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染上醉人的红晕，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甚至连修长的脖颈都透出淡淡的粉色。他只觉得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咚咚咚的声音响彻耳膜。你胡说什么呢？叶凌渊下意识地嗔怪道，白了李彦之一眼，试图用惯常的姐弟关系来掩饰内心的惊涛骇浪。他微微挣脱开李彦之的怀抱，坐直了身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经而严肃，却难掩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彦之，我是你吴姐，就算我们并非血亲，但你怎么能跟吴姐说这种话？你的秦王妃将来定会是这世间最优秀、最匹配你的女子，不该是我。”他的话还没说完，李彦之却以不容置疑的再次拉住他的手，轻轻一拽，又将他揽回自己身边，让他靠坐在自己怀中。他的动作温柔，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吴姐，凌渊。”李彦之低头看着怀中人躲闪的眸子，声音低沉而柔和，甚至直呼其名，却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没大没小的，要叫吴姐知道吗？”叶凌渊娇嗔一声，但从他唇角的笑容来看，他很满意这个称呼。李彦之则是接着正色道：“我说过，我姓李，是大夏皇室的一员，但更是父皇的义子。我们之间并无真正的血缘羁绊，只要你愿意，便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目光诚挚而灼热，仿佛要将叶凌渊所有的不安与顾虑都融化。“我喜欢你，凌渊，不是因为你是公主，不是因为你是玉女宗宗主，只因为你是叶凌渊，是我从小就想保护、想陪伴的姐姐，也是如今我无法割舍的人。”叶凌渊的心被这番话狠狠击中，酸涩与甜蜜交织，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他看着李彦之近在咫尺的俊朗面容，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情意，心中的防线正在迅速崩塌，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悸动与期盼的情绪悄悄破土而出。可是他张了张嘴，理智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没有可是。”李彦之打断他，脸上的笑意稍稍收敛，换上了一种郑重的神色，仿佛要宣布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吴姐，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深邃地看着叶凌渊。“当初父皇收养我，除了视如己出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或者说期望。”叶凌渊被他严肃的语气感染，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直视着他的目光。李彦之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父皇希望，应该说必须让我与皇室成元旦下子嗣。”在他的遗诏中明确写道：“未来的大夏皇帝必须是我与皇室公主的血脉，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大夏皇统的延续与稳固，融合我与皇室的气宇。”李彦之看着叶凌渊骤然睁大的眼睛，缓缓补充道：“这是父皇的遗命，也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忽然又笑了起来，带着几分狡黠与笃定：“我这次来玉女宗提亲，可不只是我自己的心意，更是奉旨行事，完成父皇的嘱托。叶凌渊，父皇的遗诏在此，你还能拒绝吗？”说完，
他好整以暇地看着叶凌渊，眼中带着温柔的笑意，等待他的反应。这个消息对于叶凌渊而言，不亚于刚才李彦之求婚带来的冲击，甚至更为震撼。先皇遗诏，继承皇统，必须与皇室公主诞下子嗣。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各种情绪如同风暴般席卷而来，难以置信、震惊、恍然，随即是巨大的冲击感，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激动与羞涩。原来父皇早有安排，原来燕之身上还背负着这样的责任，原来自己和燕之之间竟还有这样一层天命般的联系。所有的顾虑，所有的犹豫，在这奉旨二字和先皇遗诏的重磅消息面前，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不仅关乎个人情感，更关乎皇室传承，关乎大夏未来。他愣愣地看着李彦之，红唇微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好半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不确定，美眸中交织着娇羞、迷离与难以抑制的期待。这是真的？你不是在骗我吧？我以性命和神魂起誓，此言句句属实，若有半字虚言。李彦之举起手，神色庄重地立下誓言。叶凌渊连忙打断，美眸似水地看着李彦之，够了，我相信彦之说的话。看到李彦之如此郑重的起誓，叶凌渊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巨大的冲击过后，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杂着使命感、宿命感与炽热情感的悸动彻底淹没了他。他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跃出胸腔，大脑因为过度的信息冲击和情感激荡而一片空白，暂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李彦之并不催促，只是温柔搂住他的娇躯，感受着叶凌渊纤细柔软的腰肢，耐心等待他消化这惊人的信息，平复心绪。毕竟当初他从大姐和三姐那里知道这个消息时，也非常惊讶。良久，叶凌渊才仿佛从一场大梦中缓缓苏醒。他抬起头，美眸中水光潋滟，痴痴地望着李彦之，眼中再无半分犹豫与挣扎，只剩下全然的信任、依赖与浓得化不开的情谊。他伸出双臂，更紧地搂住了李彦之的脖颈，将发烫的脸颊埋在他的肩窝，声音细弱文瑞，却带着无比的坚定与羞涩。我自是愿意的，彦之，从很久以前就愿意了。他顿了顿，似乎想到了什么，微微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担忧，轻声问道：可是彦之，这件事大姐他们知道吗？还有三姐、四姐他们会答应吗？皇室可不只是我这一位公主，这才是他心底最后的顾虑。即便有先皇遗诏，即便他们情投意合，但女帝的态度以及其他姐妹的反应也不容忽视。他不愿因为自己让李彦之陷入姐妹之间的纷争或非议之中。李彦之没有立刻回答叶凌渊的问题，他看着怀中人那张写满担忧却又因情动而格外娇艳的脸庞，眸色深了深，忽然低下头，精准地捕捉到了那微微开启犹带着些许凉意的红唇。叶凌渊的杏眸瞬间瞪得更圆，所有的话语都被堵了回去，只剩下喉咙里溢出的一声短促晶莹。这是他的初吻，而这也是李彦之今天的初吻，也算是第一次都给彼此了。陌生而炙热的气息骤然侵入，带着属于李彦之的清冽又强势的味道，瞬间席卷了叶凌渊的感官。他的大脑再次陷入空白，比刚才听到父皇遗诏时更加彻底，下意识的想要退缩，身体却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软倒在李彦之坚实有力的臂弯里。最初的震惊过后，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麻与悸动从相贴的唇瓣蔓延至四肢百骸。他能感觉到李彦之的温柔与不容拒绝，那并非简单的掠夺，而是一种带着珍视与渴望的探寻与占有。羞涩依旧，但身体的本能却让他声色地小心翼翼地开始回应。纤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颤着垂下，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只余下彼此交融的呼吸与逐渐升腾的温度。明明身处雪山寒室，此刻却仿佛有看不见的火焰在两人之间燃烧，将空气中的寒意驱散得一干二净，只剩下越来越浓郁的令人心悸的暧昧与火热。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叶凌渊不懂唤起，觉得自己快要窒息，浑身都软得像一汪春水时，李彦之才缓缓退开，结束了这个漫长而缠绵的吻。他的额头轻轻抵着他的，呼吸同样有些急促，深邃的眼眸中似有烈焰在燃烧，映照着叶凌渊迷离羞红的容颜。凌渊，他低哑着嗓音唤道，带着满足的感叹：没大没小的，要叫五姐。叶凌渊红脸娇嗔一声，便将滚烫的脸颊更深地埋进他颈窝，双臂紧紧环着他的腰，仿佛要将自己嵌入他的骨血之中。两人就这样静静相拥，听着彼此尚未平复的心跳，感受着新鲜而又刺激的亲密。良久，李彦之才抚着他如绸缎般顺滑的青丝，在他耳边柔声开口，回答了之前的顾虑。大姐那里我自有交代，三姐、二姐还有其他的事情我都会处理好。凌渊，你只需要知道，我想要的只是你肯定的回答，其他的阻碍交给我。李彦之捧起他的脸，让他与自己对视，目光坚定而温柔。现在我已经得到你的回应了，那么剩下的一切风雨都由我来解决。叶凌渊望着他眼中不容置疑的承诺与担当，心中最后一点不安也消散了。他展颜一笑，那笑容如冰雪初融，春花绽放，美得惊心动魄。用力点头，声音虽轻却满是信赖。我相信你，彦之，我会等你，一直等你。两人又温存了片刻，李彦之才提起正事。累了，
凌渊，过些时日，我需前往灵州一趟。灵州？叶凌渊微微蹙眉，是为了那传闻中的异火。异火的消息在南疆闹得沸沸腾腾，玉女宗也是知道一些消息的，只是异火对他们没用，便没有太过关注。不错，李彦之点头，神色认真了几分。异火就在灵州与利古族、炎巫族的3界交汇之地现世，此物对我颇为重要，志在必得。叶凌渊闻言，担忧之色立刻浮上眉梢。彦之，我知你实力不凡，但那里如今必定龙蛇混杂，各方势力云集，必然会有2品乃至更强的存在插手。你虽有3品修为，可终究……他咬了咬下唇，眼中闪过一丝忧虑，随即化为坚定。我跟你一起去，这几日我尽快将宗门事务安排妥当，便与你同往灵州。我好歹也是3品圆满，定能助你一臂之力。他实在不放心让李彦之独自去涉险，刚刚才互通心意，他无法承受任何可能失去他的意外，而且他私心里也万分不舍得与他分开。看着叶凌渊眼中的坚决与关切，李彦之心头一暖，并未拒绝。一伙他却有把握，但能与吴姐多相处些时日，共同经历一些事情，自然是极好的。他微笑着点头，好，那便一起，只是有劳吴姐了。叶凌渊见他答应，顿时喜笑颜开，之前的清冷全然不见，只剩少女般的雀跃。他搂住李彦之的脖子，主动凑上去，在他唇角快速亲了一下，随即红着脸跳开，强装镇定道：那我这几日便抓紧处理宗门事务，尽快稳定局面，也好安心跟你去灵州。李彦之看着他难得一见的娇羞主动模样，心中爱极，却也不忍他太过劳累，温声道：不必太过着急，循序渐进便好，注意身体。知道了。叶凌渊甜甜应道，眼中却已燃起干劲，转身便离开去处理堆积的宗门事务。玉女宗宗主之位、才艺主，还有很多位置空缺，要忙的事情很多。接下来的2日，李彦之偶尔会与赵山和江河碰面，听取他们关于灵州一伙最新动向的汇报，以及暗中监视叶凡的情况。大部分闲暇时光，则都与忙里偷闲的叶凌渊待在一处，或是漫步雪峰，欣赏玉龙雪山别样的景致，或是在叶凌渊的冰室中对作品名，聊些京城旧事与各自3年来的经历。更多的时候，只是静静相拥，然后痴情拥吻，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温情。2人的感情在重逢与定情后迅速升温，虽未再逾越，但眼神交汇间的缠绵已胜过千言万语。这日傍晚，李彦之刚与叶凌渊在院中赏完最后一抹雪峰落日，将他送回宗主大殿处理最后几件要紧事务。正欲返回客院时，一名穿着普通玉女宗弟子服饰、低眉顺眼的少女却悄悄来到他面前，恭敬地递上了一枚以冰雪封印的玉简。秦王殿下，这是西园师姐让弟子转交给您的。少女声音细小，说完偷偷打量了李彦之一眼后，便红着脸匆匆退开，仿佛生怕被人看见。李彦之眉梢微挑，指尖触及那冰凉的玉简，神识一扫，便知其内容。他注入一丝灵力，玉简上的冰雪封印融化，露出一行娟秀却隐含急切的小字：今夜子时，后山寒谈判，西园有要事相告，关乎师姐与宗门隐秘，恳请殿下务必独自前来一叙。字迹的末尾甚至能看出一点因紧张或用力过度而微颤的痕迹。李彦之把玩着手中逐渐恢复常温的玉简，眼中掠过一丝冰冷的玩味。果然还是忍不住了吗？还约自己私下见面，难不成是想撬凌渊的墙角？这位乖巧可怜的小师妹终于要露出狐狸尾巴，开始她下一步的表演了。李彦知道要看看这绿茶之女今夜能给她演出怎样一场好戏。子时将至，玉龙雪山后山，此处比主峰更为僻静幽深，终年不散的寒雾笼罩着一方墨色的深潭。李彦之踏着无声的步伐，穿过稀疏的寒松林，来到潭畔。果然，只见一个纤细单薄的身影正背对着他，蹲在潭边一块覆满白霜的巨石上。他双臂环抱着自己，肩膀微微耸动，仿佛在低低啜泣，背影在寒雾与月色中显得格外孤寂凄凉，惹人怜惜。听到身后刻意放重的脚步声，那身影微微一颤，像是受惊的小兽，缓缓转过身来，正是西园。月光下，他那张本就小巧精致的脸庞愈发苍白，眼圈微红，睫毛上似乎还沾着未干的泪珠。他穿着素白的衣裙，外面只罩了一件单薄的浅蓝色长袍，在寒风中显得弱不禁风。看到李彦之真的独自前来，他眼中极快地掠过一丝难以抑制的欣喜与得意，但立刻便被更浓的委屈、惶恐与柔弱所覆盖。定，绿茶之女心生喜悦与自得，情绪直加500，余额28500。殿下。他慌忙站起身，因为蹲得久了，身形不稳地晃了晃，更显楚楚可怜。他朝着李彦之盈盈一拜，声音带着哽咽后的沙哑与小心翼翼：西园，拜见殿下。多谢殿下肯来见西园一面。李彦之停在数步之外，神色平淡，目光在他脸上扫过，没有丝毫波澜。免礼。西园姑娘深夜相邀，说有要事关乎你大师姐与宗门隐秘，现在可以说了。他的直接让西园微微一滞。西园低下头，双手不安地绞着衣角，贝齿轻咬下唇，似乎内心挣扎了许久，才鼓起勇气般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着李彦之，声音颤抖着哀求：殿下，西园知道，如今师姐定是厌极了我，认为我是个心思歹毒、忘恩负义之人。可是西园真的没有。冷凝师伯和凌霜师叔他们
他们要做的事，我真的毫不知情，更不曾唆使过半句。他向前迈了一小步，却又怯生生地停下，仿佛不敢靠近，只是用那双蓄满泪水、写满无辜与哀求的眼睛望着李彦之。这几日，西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中委屈煎熬，却不敢再去打扰师姐，怕惹她更生气。思来想去，唯有殿下您与师姐关系最为亲近，又明察秋毫。西园斗胆，恳请殿下能否在师姐面前为西园说解释几句？只要师姐能相信西园是清白的，西园便是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他说的情真意切，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将一个被冤枉、孤立无援，只能向唯一可能主持公道之人求助的柔弱少女形象塑造的淋漓尽致。李彦之静静看着他表演，脸上忽然浮现一抹似笑非笑的神情。他微微歪头看着西园，语气带着一丝玩味：“哦，这么说，西园姑娘是觉得这几日没了吴姐源源不断的丹药法宝资助，修行之路艰难，心中难受了，所以想借吴姐心软念旧，让我去说情，好让她继续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的供养你，供你吸血。”这话说的直白而刻薄，像一把冰冷的刀子，瞬间剖开了温情脉脉的伪装。西园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身形摇摇欲坠，仿佛承受不住这般诛心之言。定绿茶之女西园心生愤怒，情绪直加500，余额29000。西园猛地摇头，泪水决堤般涌出，声音带着哭腔和难以置信的受伤。不是的，殿下，您误会西园了，西园从未如此想过。他激动地上前一步，几乎要跪下来，仰着脸急切地辩解。西园对天发誓，从未主动向冷凝、师伯他们说过任何对师姐不利的话，更不知道失去冰魄雪莲会危及师姐性命。若是知晓，西园拼死也会阻拦。他抽泣着，语气卑微而绝望。西园知道自己没有师姐那般的天赋与容貌，自幼便是孤儿，幸得师父垂怜收养，才有了容身之所。师姐待我如亲妹，恩重如山，西园心中只有感激，怎会让冷凝他们去害师姐？殿下若不信，西园愿以心魔起誓，若有一字虚言，叫我修为尽废，神魂永堕寒狱，不得超生。西园对此也是问心无愧，自己从来没直接跟冷凝他们说，让他们去把叶灵渊的东西取来给自己，都是侧面引导了2句，有什么想法也是他们自己要做的，跟自己无关。毕竟真正的布局者怎么能留下把柄呢？毒誓立下，天地间似乎有微不可察的法则波动掠过，他泪眼婆娑，凄楚无比地望着李彦之，仿佛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等待着他的拯救与信任。然而就在西园以为李彦之会被他的誓言和泪水打动，至少会动摇自己好继续装苦时，李彦之脸上的讥诮之色居然直接消失了。他轻轻叹了口气，上前一步，距离拉近，语气竟变得柔和起来，甚至带着一丝怜悯。好了，别哭了，我相信你。西园猛地一怔，梨花带雨的脸上浮现出愕然，随即是难以置信的惊喜，泪水还挂在睫毛上，眼神却已亮了起来。他心中狂喜，成功了，而且自己也只是发个誓而已，眼前的男人居然就信了。他不会觉得这是有蹊跷，而是觉得自己有本事。果然，男人都是这样，见不得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的眼泪和柔弱，就连这位看起来冷峻的秦王殿下也不例外。定绿茶之女西园心生惊喜和自得，情绪直加1000，余额3万。他表面却只是如同绝处逢生般激动的嘴唇颤抖，热泪盈眶的连连道谢。真的吗？谢谢殿下，谢谢殿下肯相信西园。西园不知该如何报答殿下。他一边说着，一边似乎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脚下不小心一软，轻呼一声，竟朝着李彦之的怀中倒去。李彦之并未躲闪，任由他柔弱无骨的身子靠入自己怀中，双臂看似随意的虚浮了一下。少女身上带着淡淡的寒梅冷香和一丝泪水的闲适气息。西园靠在李彦之胸前，感受着那坚实温热的触感，心跳加速，脸颊绯红，心中更是得意非凡。自己果然猜得没错，什么秦王，什么镇魔司政，终究也是个男人，只要略施手段，还不是？他声音愈发娇柔，带着羞涩与依赖。殿下，若是师姐肯原谅西园，相信西园一定会好好报答殿下恩情的。李彦之低头看着他近在咫尺的泛着红晕的侧脸和微颤的睫毛，声音平静无波。哦，你打算如何报答？西园似乎没想到他会如此直接，身体微微一僵，随即更紧地靠着他，声如蚊蝇，带着无尽的羞涩与暗示。殿下，您对西园有再生之恩，只要殿下不嫌弃，西园什么都可以答应殿下的。他轻轻抬起头，雾蒙蒙的眸子欲语，害羞地看向李彦之，那眼神纯净又带着勾人的魅意。李彦之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他伸手指尖轻轻拂过西园冰凉的脸颊，触感细腻。在西园期待又紧张的目光中，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近乎蛊惑的磁性。什么都可以。西园心间一颤，用力点头，眼中闪过志在必得的光芒。李彦之凑近他耳畔，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问道：那如果我想要你呢？听着李彦之直接且露骨的话，西园娇躯巨震，整个人彻底僵在了李彦之怀中。那双总是雾气朦胧的眸子，此刻睁得极大，
里面清晰地映照出李彦之俊美而带着一丝邪气的面容，愕然、羞怯、难以置信，种种情绪在他眼中飞速闪过，但最终这些情绪都迅速被一种近乎狂喜的、混杂着巨大虚荣与自得的浪潮所淹没。定，绿茶之女西元内心狂喜，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情绪直加2000。他竟然真的说出来了！西元的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不是因为恐惧或羞涩，而是因为极致的兴奋。看啊，这就是自己的魅力！连这位身份尊贵、实力强大、看似冷峻难以接近的秦王殿下，才不过见了几次面，说了几句话，就如此急不可耐的想要占有自己了。什么叶凌渊，什么公主宗主，在他无往不利的魅力面前，统统不堪一击。只要自己愿意，这个男人、这股力量、这份尊荣，都将成为他的裙下之臣，任他驱使。他甚至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未来的画面。李彦之对他百依百顺，将最好的资源都捧到他面前，带着他出入各种高贵的场合，向所有人宣告对他的宠爱。而叶凌渊只能在一旁黯然神伤，眼睁睁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包括这个优秀的男人，都转移到他西元的手中。那种场景，光是想想就让他激动得浑身战栗。定，绿茶之女西元沉浸于幻想与得意，情绪值加2000，情绪值余额34000。狂喜之后，西元那被绿茶之女命格加持的精于算计的本能立刻开始飞速运转，不能答应的太快。男人都是贱骨头，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越不会珍惜，必须吊着他，让他求而不得，心痒难耐，才能从他身上榨取出最大的价值。丹药、法宝、功法、地位，甚至是秦王妃的位置，他要的可不只是一夕欢愉。短短一瞬，数个如何吊住李彦之的方案已在他心中成型。他脸上迅速调整出恰到好处的混合着震惊、羞怯、不知所措，又隐隐带着一丝受宠若惊的表情。然而不等他将这精心设计的反应表演出来，李彦之却微微蹙起了眉，脸上那丝柔和与玩味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明显的不悦与审视。怎么不愿意？方才不是说什么都可以答应吗？原来只是说说而已。他的声音冷了几分，带着上位者特有的压迫感。只要他敢说一个不字，方才所有的信任与柔情都会立刻化为乌有。西元心头一凛，知道自己刚才的迟疑引起了对方的不满，他立刻调整策略，眼中瞬间又蓄满了泪水，但那泪水不再是纯粹的委屈，而是掺杂了激动、仰慕与娇羞。他慌忙摇头，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颤抖与急切：“不是的，殿下误会了。西元只是太惊讶，太激动了，一时没回过神来。”他抬起头，用那双能说话的眼睛望着李彦之，脸颊绯红，声音低如蚊蝇，却字字清晰：“能跟随在殿下身边，是西元几世修来的福分。西元愿意的。”李彦之看着他这番作态，心中冷笑更甚，但面上却重新浮现出那种带着一丝邪气的温柔笑意，仿佛真的被他的话取悦了。蠢货，他在心中默然评价。攀龙附凤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还自以为手段高明，终究是没怎么接触过男人，就算天生是绿茶命，也还没锻炼出来。不过也好，这样利用起来才更方便。同时他也暗自思忖着，绿茶之女的命格虽说不是什么顶级大气运，但也绝非普通女子可比。若是按照多子多福系统的逻辑，财补或与她结合，或许能触发一些特殊的奖励。毕竟系统一向鼓励他接触和转化那些身负特殊命格的女子，这倒是个值得一试的实验。愿意就好。李彦之满意的点点头，手臂稍稍用力，将他搂得更紧了些，几乎能感受到他衣衫下青色身躯在微微颤栗。低下头，灼热的气息再次喷洒在他耳畔，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与急切：“那择日不如撞日，此间寒潭僻静无人，正好。”李彦之的话没有说完，但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竟想在这冰天雪地的寒潭边就要了自己。西元心中顿时警铃大作，暗骂一声：“臭男人，果然急色，这么猴急，一点情调都没有，而且在这种地方也太不尊重人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么轻易就让他得手，自己还怎么拿捏他？怎么谈条件？”他脸上立刻浮现出惊慌与羞怯，双手下意识地抵在李彦之胸前，力道却很轻，更像是欲拒还迎，声音带着哭腔和哀求：“殿下，不要，这里不行。西元还没准备好，而且殿下答应西元的事还没办呢。”他抬起泪眼，可怜兮兮地望着李彦之，等殿下帮西元向师姐解释清楚了，让师姐相信西元了，西元再好好侍奉殿下，好不好？他试图用拖延战术，既保持自己的纯洁与矜持，又能将李彦之的胃口吊得更足，同时确保自己的冤屈能被洗清，重新获得叶凌渊的信任和资源，哪怕只是表面的。李彦之闻言，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眼神变得有些玩味，又有些冷冽。他松开搂着西元的手，后退了几步，与他拉开一点距离，好整以暇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袖口，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西元姑娘，你可能不太了解本王的习惯。”他抬眼，目光锐利如刀：“本王做事向来不喜欢赊欠，也从来没有什么先办事后收钱的道理，都是前货两清，或者说收了全款才会真正开始办事。”他这话说的极为直白，
将两人的关系赤裸裸地定位成了一桩交易。他要的货是西园这个人，而西园要的钱则是他在叶凌渊面前的说情和未来的庇护。西园紧咬薄唇，脸色瞬间变得一阵红一阵白。他没想到李彦之会如此直接，如此不留情面地将这层遮羞布扯掉，心中又是羞恼又是焦急，暗骂李彦之不按常理出牌。难道自己在他眼里就是件货物？自己本想拿捏他，却反被他将了一军。定！绿茶之女西园心生愤怒和不甘，情绪直加1000，余额35000。李彦之听着系统提示，不禁嘴角微扬，这么获取情绪值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嘛。而讨价还价的本能让西园快速思考，随即他咬了咬唇，青涩的脸上飞起更浓的红霞，声音细弱却带着一丝引诱。殿下，西园明白殿下的意思了。是西园不懂事啊？那要不西园可以先给殿下一些定金。他怯生生地抬起头，眼神躲闪，却又暗含秋波。比如让殿下亲亲，但是最后一步真的要等事成之后，可以吗？求殿下了。他试图做出让步，既保留最后底线，又给李彦之一些甜头，维持住这条好不容易搭上的线。然而李彦之却只是漠然地看着他，脸上再无半分之前的柔和或兴致。他轻轻摇了摇头，语气平淡的令人心寒。既然西园姑娘没有诚意，那今晚之事便当本王没来过吧。说完，他竟是毫不犹豫地转身，迈步就要离开寒潭，身影即将没入松林的阴影之中。殿下，等等！西园顿时慌了神，所有的算计、矜持、底线在这一刻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深知，今晚若是让李彦之就这么走了，自己将彻底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仅无法借他之力重新获取叶凌渊的信任和资源，更会彻底得罪这位权势滔天的秦王。日后在玉女宗，甚至在大夏，恐怕都在无立足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李彦之对他唯命是从，叶凌渊痛苦绝望的画面。那巨大的诱惑如同魔咒，让他无法抗拒，不能让他走，无论如何必须抓住他。他急急上前几步，声音带着哭腔和前所未有的急切。殿下留步！西园答应，西园什么都答应殿下。李彦之脚步一顿，闻声回眸，唇边漾开一抹志在必得的笑，语气慵懒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早这样不就好了？走吧。西园紧咬着下唇，指尖攥得发白，心底翻涌着百般滋味。忐忑是真的，那未经人事的羞怯如同细密的针扎着他的神经，可激动与窃喜却像野草般疯长。李彦之何等人物，大夏秦王，天赋卓绝，权势滔天，能被这样的男人看中，哪怕开局是场交易，于他而言也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而且西园有信心让这场交易变成真的，让他永远属于自己。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纷乱，抬步跟上那道挺拔的身影，裙摆扫过雪地，留下浅浅的印记。定！绿茶之女西园心绪复杂，羞窘与野心交织，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余额36000。李彦之听着系统提示音，嘴角的弧度又深了几分。绿茶之女是吧？只要比你更渣，那自然就能拿捏她了。李彦之循着寒潭边缘的小径前行，不多时便寻到一处背风的冰岩，岩面平整如床，覆着一层薄雪，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这里不错。他抬手拂去积雪，转头看向身后的女子，眼底戏谑尽显。你我皆是修行之人，这点寒气算不得什么。天为被，地为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西园的脸腾的一下红透了，从耳根蔓延到脖颈。他垂着头，不敢去看李彦之的眼睛，只觉得周遭的空气都烫得惊人。李彦之也不催促，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直到他攥着衣角的手微微颤抖，才淡淡开口：过来，替本王更衣。这道命令像一道惊雷，炸得西园浑身一僵。他长这么大，何曾做过这般亲密又逾矩的事？而且对象还是一个男人。可一想到秦王妃的位置，想到叶凌渊黯然失色的模样，他又咬了咬牙，抬步挪到李彦之面前，指尖颤巍巍地搭上他的衣襟系带，触感温热，惊得他指尖一颤，险些失手。他声音细若文瑞，带着浓浓的羞赧：殿下，你可要怜惜西园？李彦之看着他这副故作柔弱的模样，眼底闪过一丝冷斥。这女人惯会用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拿捏男人，只可惜遇上的是他，渣男可不吃他这套。他任由西园笨拙地替自己解开衣袍，指尖不经意间划过他的手背，最后将其揽入怀中，惹得他又是一阵轻颤，方才慢条斯理地开口：放心，本王自有分寸，不会伤着你的。随即低头堵住阴唇，春宵一度，极尽缠绵。当最后一丝屏障被打破，李彦之只觉一股精纯却不算磅礴的气息涌入体内，游走四肢百骸。他原本停滞在3品高阶的修为瓶颈，竟隐隐松动，不过片刻，便水到渠成般踏入了3品圆满之境。内视之下，丹田内的太阳金丹也越发明亮耀眼，还变大了一圈。若想再提升，便是2品，但这层桎梏并不是能轻易打破的。西园修为低微，不过5品低阶，这点元婴之力于他而言聊胜于无，想要借此突破2品，无异于痴人说梦。能将修为提升到圆满，还多亏他修炼的冰寒属性功法能与自己的纯阳至尊骨产生阴阳交融之效。倒是西园在双修的滋养下，气息暴涨，
直接从5品低阶跃升至5品高阶，便宜他了。西元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眼中满是惊喜，方才的羞怯与矜持荡然无存，看向李彦之的目光越发炽热大胆。原来双修不仅如此美妙，还能提升修为啊！玉女宗的这些长老还真是白活了，难怪叶凌渊他娘会跟夏皇跑了。西元不禁在心中暗自嘀咕。定，绿茶之女西元修为暴涨，欣喜若狂，情绪值加2000，情绪值余额38000。与此同时，李彦之的脑海里响起了多子多福系统久违的提示音。定，恭喜宿主采补绿茶之女命格，触发多子多福系统特殊奖励，规则系法宝一念神魔。法宝一念神魔无形，可自由改变选定目标内在气息状态。一念为神，光明伟岸，令人心生敬畏；一念为魔，邪气凛然，震慑神魂。可作用于自身，亦可作用于他人，每次可选定一个目标。李彦之微微一愣，稍加思索过后，便眸光大亮，心中狂喜。一念神魔，这简直是为他的破魔之刃量身定做的。破魔之刃专克妖魔邪祟，可若是遇上那些光明属性的强敌，难免束手束脚。如今有了一念神魔，他既可化身魔神以邪制正，亦可披上神明外衣迷惑对手，两种状态切换自如，日后行走江湖无异于多了一层最强伪装。最主要的是，以后面对不是妖魔的对手时，还可以将其变成妖魔，届时破魔之刃便可对其生效。而且目标体内的灵力若是转化成了妖魔之气，那还如何发挥出全力？只怕自己还没运功就已经走火入魔了。只要不遇到韩老魔这般打正道用魔道手段，打妖魔用辟邪神雷的人，一念神魔和破魔之刃配合起来绝对无往而不利。李彦之心中很是满意，这多子多福系统的寻常奖励虽然只能堪比紫色宝箱，但若是获取身怀命格的女子元婴，这奖励暴击也还很不错的嘛。不愧是规则系法宝。他低头看向身侧还沉浸在修为提升喜悦中的西元，眼底的笑意冷了几分。棋子终究是棋子，用完了便该灭掉。作为对付绿茶的渣男，就要见行坏女人别浪费的准则。当然在此之前，还得从他身上榨出最后一点价值。西元纤细的身躯在冰岩上蜷缩了一下，身上只余一件单薄的素白中衣，堪堪遮住玲珑曲线。清纯的玉脸上红潮未退，眼中却已燃起对力量和地位的渴望，痴痴地望着李彦之整理衣袍的挺拔背影。他感受着体内明显增长的力量，5品高阶，这是他以往苦修数月甚至1年都未必能达到的境界。而这仅仅是一次双修带来的好处。秦王殿下果然深不可测。西元不禁幻想起来，若是秦王殿下以后一直能当自己的炉鼎，修为提升该会多快。殿下，他声音带着事后的绵软与娇媚，轻轻唤道，眼中情意绵绵，不似作伪。纯阳至尊骨的影响开始悄然生效，让他对李彦之的亲近感与依赖感倍增。多谢殿下恩赐。李彦之系好最后一根衣带，闻言转过身，神色已然恢复平日的淡漠，仿佛方才的缠绵只是幻梦一场。他瞥了西元一眼，看到他眼中那抹越发浓烈的痴迷与情愫，心中了然。纯阳至尊骨对女子的吸引力与驯化效果果然显著，只可惜用在这种女人身上多少有些浪费。还有什么事吗？他淡淡应了一声，算是回应。西元见他要走，心中顿时涌起强烈的不舍，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急切。他连忙用衣裙裹好自己，赤着脚踩在冰冷的雪地上，上前2步，仰着脸，眼中充满期盼与哀求。殿下，那件事您答应西元会向师姐解释的，不知殿下何时方便？他问得小心翼翼，却难掩急切。李彦之停下脚步，侧头看他，目光平静无波。本王既已应下，自会寻机提及。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疏离。近日事务繁杂，凌渊你师姐出长宗门，亦有诸多要务，此时提及旧事，徒惹他心烦，并非良机，你且耐心等等。西元心中一沉，脸上期盼的笑容僵住了。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没有期限的等等。李彦之这话说的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可他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他该不会只是想白嫖吧？不会的，他是秦王，怎么会？但西元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感觉自己还是太轻易的把自己交出去了。他强压下心头的慌乱，脸上挤出一丝更加柔弱依赖的笑容，试探着问道：那西元以后可以常去寻殿下吗？哪怕只是远远看殿下一眼也好。他想更进一步，想牢牢抓住这根高枝，要是不跟李彦之接触，还如何完成后续的计划？然而李彦之的回答却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不必。他的声音冷了下来，带着清晰的划清界限的意味。西元姑娘，你须明白，今夜之事仅是一场你情我愿的欢愉，本王还助你提升些许修为，也答应帮你去跟凌渊解释了。此事已了，便莫要再生他念。他看着西元瞬间苍白如纸的脸，眼中没有丝毫怜惜，反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诮。你该不会以为有了今夜，你便是本王的什么人，甚至可以觊觎秦王妃之位了吧？他轻轻摇头，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告诫，莫要太天真，好好做你的玉女宗弟子，若再动不该动的心思。他没有说完，但那未尽的威胁之意比明说更让人胆寒。说完，
他不再停留，转身迈步，玄色的身影很快融入松林的阴影与弥漫的寒雾之中，消失不见。西元呆立在原地，赤足站在冰冷的雪地上，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却比不上心头的万分之一冷。他浑身僵硬，清纯的脸庞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惨白和呆滞，双眼空洞地望着李彦之消失的方向，嘴唇微微颤抖，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什么你情我愿的欢愉，明明就是廉价的交易，仅仅是一场交易。难道他根本没打算真的帮自己？那些温柔，那些承诺，全都是假的，只是为了得到自己。巨大的羞辱、背叛感，以及被彻底戏耍玩弄的愤怒，如同火山般在他心底轰然爆发。啊！一声压抑到极致，从喉咙深处挤出的近乎野兽般的低吼，终于冲破了他死死咬住的牙关。他猛地跪倒在雪地上，双手死死插入冰冷的积雪，指甲断裂也浑然不觉，身体因极致的愤怒与怨恨而剧烈颤抖。定，绿茶之女西元遭遇背叛戏弄，羞愤欲狂，怨恨滔天，情绪值加10000，情绪值余额48000。李彦之，李彦之，你竟敢如此对我！你竟敢！他在心中疯狂呐喊，面容扭曲，哪还有半分清纯柔弱，只剩下刻骨的怨毒与狰狞。我会让你后悔的，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还有叶凌渊，你们都得死！他知道自己很可能彻底失去了这个攀附权贵的机会，甚至可能因为得罪李彦之而处境更加艰难。但强烈的恨意已经压倒了一切，他开始疯狂思索，如何才能报复，如何才能让这两个毁了他前程的人付出代价。与西元不同，离开寒潭的李彦之心情颇佳，不仅修为提升至3品圆满，获得了极其实用的规则系能力一念神魔，还从西元身上收割了足上万的续值，加上之前的积累，余额已达48000，收获颇丰。女人情绪多变，还是更好收集一些。像叶凡从小经历的多了，终归是沉稳了点，连发现自己跟他娘在一起了都没贡献多少情绪值。一念神魔配合破魔之刃，如今对敌手段也更丰富了。他心中盘算着对即将到来的灵州之行更有把握。至于西元的怨恨，他根本未曾放在心上。一颗注定要废弃的棋子，临死前能贡献这么多情绪值，已是物超所值。若他识相，或许还能多活几日；若他还想作妖，李彦之眼中寒光一闪，那便正好用他来试试一念神魔的威力，看看将一个人魔化到极致会是何种光景。到那时，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让镇魔司抓他。只是这手段好像不似正派作风，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形象呢？算了，反正也没人知道。边走边想，他很快回到了玉女宗客院。赵山河与江河居然一直在等他。殿下，江河见他归来，上前一步，神色凝重地递上一份最新的情报预检。刚收到灵州密报，异象加剧，根据观测，异火极有可能在10日内彻底出世，具体位置已大致锁定，就在3界交汇处的熔火裂谷附近。此外，他顿了顿，继续道：您之前让留意的那个叶凡也已经抵达灵州，目前落脚在灵州城他母亲的家族徐家。徐家？李彦之接过预检，神识扫过，嘴角微扬。叶凡从小在徐家就不受待见，没想到还会回去看一眼，倒是念旧呢。不过在徐家，他应该也会知晓异火的消息，很快就会赶过去了。赵山河摩拳擦掌，瓮声瓮气道：殿下，咱们何时动身？老赵我拳头早就痒了，管他什么立谷族、盐乌族，谁敢跟殿下抢东西，老子拧下他的脑袋当夜壶！李彦之收起玉简，目光望向灵州方向，眼中金光闪烁。10日，时间倒是充裕，足够凌渊把宗门的事情安排妥当了。不急，他缓缓开口，让灵州的兄弟们主要盯紧叶凡和那几个大势力的代表。我们，他看向江河和赵山河，嘴角勾起一抹从容的笑意。3日后再出发，这场戏主角不是我们，去早了也无用，得等真正的角儿登场。3日后，玉龙雪山之巅，冰雪初霁，李彦之独自来到叶凌渊的居所。院中那株雪梅似乎开得更盛了些，幽香浮动。叶凌渊早已收拾妥当，一袭便于行动的月白色劲装，外罩银狐毛滚边的素色长袍，清丽绝伦中添了几分飒爽英气。他正将最后几样随身之物收入储物法宝，见李彦之进来，眉眼间漾开明快的笑意，如同雪山之巅绽放的雪莲。彦之，你来了。他迎上前，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雀跃。宗门事务都安排妥当了，几位长老暂代理事，出不了岔子，我们可以出发了。他眼中闪烁着对未知旅程的期待与兴奋。少时他鲜少离开京城，来到玉女宗后也没怎么游历过南疆，此番能与彦之同行，去那异火险的历练，寻找机缘，心中不免有些跃跃欲试。然而在收拾桌上一枚母亲留下的当初用以温养冰破雪莲的寒玉匣时，叶凌渊的动作顿了顿，秀眉微蹙，脸上浮现一丝忧虑。他转身看向李彦之，有些迟疑的开口：彦之，这几日我总觉得西园师妹有些怪怪的。李彦之眸光微凝，面上不动声色。怎么个怪法？叶凌渊放下玉匣，走到李彦之身边，轻声细语：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不同，还是那般安静乖巧，甚至比以前更用功了些，但我就是感觉他身上好像少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东西。眼神偶尔会有些空洞，或者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而且
他这几日都没怎么在宗门内出现，一直在自己屋内。叶凌渊叹了口气，眼中流露出真切的担忧。我那天的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他毕竟年纪小，又是娘亲唯一的弟子，自幼孤苦。我那般与他划清界限，会不会让他钻了牛角尖，伤了心？我可否该找个机会，再与他好好谈一谈？李彦之心中暗自摇头，他的无解终究还是太过善良纯挚。西元哪里是伤心，分明是恨意滔天，只怕此刻满脑子都是如何报复他们姐弟二人。那日寒谈之后，纯阳至尊骨的影响固然让他对自己产生了难以磨灭的亲近与痴迷，但这股本能的吸引力，在他那被羞辱、背叛和怨恨充斥的内心面前，效果已然大打折扣。现在的西元更像是一条蛰伏在暗处，随时可能抱起伤人的毒蛇。李彦之面上却露出温和的安抚之色，伸手轻轻握住叶凌渊微凉的手，柔声道：“凌渊，你就是心太软，想太多了。”西元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经历过这次事情，想必也明白了一些道理，知道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他这几日的反常，或许正是他在反思，在适应新的身份和处境。给他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自己慢慢想通，比我们再去说教，或许更好。他顿了顿，看着叶凌渊的眼睛，语气真诚：“当然，若你实在不放心，等我们从灵州回来，局势更稳，他心绪也更平复些，你再寻个合适的机会与他聊聊也不迟。现在贸然去谈，只怕适得其反。”叶凌渊听了李彦之的话，觉得颇有道理，心中稍安，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是我太着急了，那就再看看吧，希望他能真的想通。”李彦之微笑颔首，心中却对西元的想通不抱任何期望。收拾好后，两人并肩走出小院，踏着清扫过的石径，来到玉女宗山门前的冰雪广场。赵山河、江河以及留下的10余名气息精悍的镇魔司精锐早已在此列队等候。2艘线条流畅、刻有镇魔司符文的青色飞舟悬浮于低空，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然而，当李彦之和叶凌渊的目光扫过人群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微微一顿。在队伍靠后的位置，一个纤细瘦弱的身影安静地站在那里，正是西元。他今日也换了一身便于行动的浅蓝色衣裙，外面套着玉女宗弟子统一的御寒长袍，头发简单的竖起，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那张清纯依旧的脸庞。见李彦之和叶凌渊看来，他微微垂下眼帘，旋即又抬起，朝两人露出一抹腼腆而恭敬的微笑，还轻轻行了一礼，姿态无可挑剔，眼神清澈，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渴望跟随师长出门见见世面的普通师妹。叶凌渊有些意外，但还是温言走了过去：“西元，你怎么在这里？”李彦之则站在原地，目光平静地审视着西元。这女人越是平静，越是反常。被自己那般玩弄、羞辱、抛弃之后，她不仅没有消沉崩溃，反而能如此正常地出现在这里，甚至要求同行。这份心性，或者说这份伪装和算计，倒是比他预估的还要深几分。西元听到叶凌渊的问话，连忙上前几步，规规矩矩地再次行礼，声音轻柔，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涩与期盼：“大师姐，秦王殿下。”他先向两人问好，然后才回答道：“西元听闻师姐与殿下即将前往灵州历练，追寻异火机缘。西元自知修为低微，见识浅薄，在宗门内也帮不上什么忙，故而斗胆恳请，能否随行伺候？一来，西元从未远离过雪山，也想借此机会增长些见闻；二来，路上或许能替师姐和殿下处理些琐事，略尽绵力。”他抬起头，眼中满是真诚与渴望，语气恳切：“师姐放心，西元绝不会添乱，一切听从安排。若是不方便，西元也可以留下的。”他这模样任谁看了，恐怕都会觉得他只是一时糊涂后真心悔过，想要寻求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叶凌渊本就心软，还想仔细了解一下西元的变化，又对这位师妹尚存一丝旧情与责任，见他如此恳切，语气也不像作伪，心中便松动了几分。“彦之，你看。”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向李彦之，用眼神征求他的意见。李彦之迎上叶凌渊询问的目光，又看了看垂手而立、看似柔顺的西元，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冰冷的玩味。想跟着去灵州，是贼心不死，还想伺机攀附，还是另有所图？比如在那种龙蛇混杂、危机四伏的地方寻机报复。不过他正好可以近距离欣赏一下这位绿茶之女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挣扎，最终会走向何种疯狂的境地，那持续提供的情绪值想必也会相当可观。心念电转间，李彦之已有了决断，他脸上露出一个无可挑剔的带着些许宽容与上位者气度的淡笑，对叶凌渊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看向西元，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既然你有此心，念在你师姐的份上，准你随行。”西元眼中瞬间迸发出惊喜的光芒，连忙深深下拜：“多谢殿下，多谢师姐。”扶手时眼中却是浮现一丝冷芒。李彦之没有错过西元扶手时眼中那稍纵即逝的冷芒，但他并未点破，只是心中冷笑更甚。绿茶的手段无非就是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挑拨离间、借刀杀人、以色惑人，在他绝对的实力和掌控力面前，这些伎俩如同儿戏。将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看他上蹿下跳，最后再亲手碾碎他的希望，还能榨取更多的情绪值。登州出发，李彦之不再多言，牵起叶凌渊的手，
率先登上为首那艘更为宽敞、刻有秦王专属徽记的青色非洲。赵山河与江河紧随其后，进入州内商议要事。其余镇魔使登上另一艘非洲。西元则是被叶灵渊邀请同舟而行。非洲阵法嗡鸣，破开云层，化作流光朝着灵州疾驰而去。雪山之巅的寒意迅速被抛在身后，下方的景色从连绵雪岭逐渐过渡为苍翠山林与蜿蜒江河。舟舱内，李彦之坐于主位，叶灵渊陪坐一侧。赵山河与江河公尽力于下手，汇报最新情报。西元则是非常自觉主动地为大家端茶倒水。殿下，江河率先开口，声音清晰。灵州密报，异火异象于昨日再次爆发，熔火裂谷上空赤霞漫天3日不散，地火喷涌更为频繁。根据镇魔司观测法与京城国关传来的星象推演交叉印证，异火彻底出世的时间就在6天后的午时。他顿了顿，神色凝重几分。利谷族与炎巫族的强者已然抵达裂谷外围，确认的情报显示，两族各有一位2品强者坐镇。利谷族来的是蛮象古扎，2品中阶，以力大无穷，防御惊人著称；炎巫族则是火压巫祝，2品初阶，控火之术出神入化，更精通诸多诡异巫咒。此2族素有旧怨，利谷族绝不会坐视炎巫族获得异火增强实力，必会全力阻挠。赵山河瓮声瓮气的补充，除了老家伙，还有2个小崽子蹦跶的挺欢。利谷族有个叫严厉的小子，炎巫族有个叫赤辽的丫头，都是20来岁，却都有3品修为，在各自族内被誉为100年不遇的天骄。这几天在裂谷外围已经交手数次，据说打得山崩地裂，暂时未分胜负。江河点头，看向李彦之殿下，这2人虽年轻，但天赋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在争夺异火时需多加留意。反倒是妖魔还未见其现过身。赵山河却不以为意地哼了一声，捏了捏杀郭大的拳头，骨节爆响，管他什么天骄地骄，敢挡殿下的路，老赵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一力降实惠，正好让这些利谷族的家伙知道，我大夏的断体术比他们那什么利谷容体强多了。李彦之听着汇报，神色从容，指尖轻轻敲击着座椅扶手。对于江河提到的2名异族天骄，他并未太过在意。3品天赋，在他眼中，真正需要关注的从来不是这些明面上的竞争者。他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目光投向窗外飞速掠过的云海，仿佛看到了那个正被命运推向漩涡中心的少年。天骄，他轻声重复，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俯瞰般的漠然。与本王争夺异火的，从来不是他们。叶灵渊有些不解地看向他。赵山河和江河也面露疑惑。西元虽然恨他，但依然偷偷打量了他一眼。李彦之收回目光，看向3人，笑容深邃。我们的目标从来都只有一个，盯紧叶凡。只要拿捏住了他，这一火便如同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赵山河和江河闻言，虽然心中仍有不解，叶灵渊眼中也是闪过一丝异色。对这位还未见过的同父异母的亲弟弟，心里也是有些好奇。彦之为何如此笃定那个7品的叶凡能左右异火归属？但出于对李彦之绝对的信任，并未多问，只是肃然应道：“是，属下明白。”端茶倒水后，站在窗边的西元将这一切都听入耳中，垂着眼帘，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冷的窗棂。利谷族、炎巫族，2品强者，年轻天骄，异火，还有叶凡。他的眼中各种情绪飞速流转，忌惮、思索，以及一丝幽深的寒光。这些信息或许都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棋子。非洲速度极快，日暮时分，灵州城那宏伟的轮廓已然在望。作为南疆3州之一灵州的首府，灵州城背靠险峻山峦，面朝广阔平原，城墙高厚，人口稠密，商旅往来频繁，繁华程度仅次于襄州城。众人并未在城中过多停留，非洲直接降落在位于城西的镇魔司灵州分部。分部主事早已得令，恭敬迎后，将李彦之一行安排进早已准备好的幽静院落。而与此同时，在灵州城东一座占地广阔、门庭显赫的府邸内，气氛却有些微妙。这里正是灵州徐家叶凡母族所在。昔日叶凡在徐家备受冷眼欺辱，地位连旁支庶子都不如。然而自从他被皇室认回，获封定阳王的消息传回灵州，徐家上下对他的态度可谓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虽无实权，但地位却是真的。当初和徐清玄取消婚约的城中另一大族，更是连夜赔礼道歉。此刻徐家正厅家主徐振山也是叶凡的外公，有着3品高阶修为，是徐家唯一的3品。他端坐主位，虽面容威严，看着下手那个身着锦袍，神色却有些疏离的少年时，眼中却带着难以掩饰的复杂与一丝刻意拉近的热络。凡儿，你能回来看看，外公心中甚慰。徐振山声音洪亮，带着一家之主的威严，却又努力想显得慈祥。过去是徐家对你娘对你多有亏欠，如今你既已认祖归宗，贵为郡王，过往种种便让他随风而去吧。徐家永远是你的母族，是你的后盾。厅中其他徐家族老核心子弟也纷纷附和，言语间尽是恭维与讨好，与昔日冷嘲热讽、动辄打骂的景象判若云泥。叶凡坐在客位，听着这些虚情假意的话，心中并无多少波澜，只有淡淡的讽刺。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懵懂少年。母亲徐清玄的遭遇，自己童年的苦难，
岂是几句轻飘飘的话就能抹去的？他来徐家，一是拗不过母亲让他来看看外公的请求，二也是想从徐家这里了解更多关于灵州一伙的情报。徐家作为地头蛇，消息远比外界灵通。果然，寒暄过后，徐振山便主动提起了一伙之事，将所知信息和盘托出，甚至表示徐家可以派高手协助叶凡去碰碰运气。言语间已将叶凡视为徐家重新攀附皇室的希望。叶凡敷衍应下，心中却自有计较。一伙，他志在必得，这不仅是他快速提升实力的绝佳机缘，更是向那个人复仇的机会。辞别徐家众人，回到临时安排的清雅客院，叶凡迫不及待地沟通了藏于识海中的师尊，那位以残魂状态存在，曾经叱咤风云的绝代强者燕灵基。师尊，一伙消息确凿，就在熔火裂谷，而且根据徐家情报，出事就在这几日了。叶凡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一道慵懒而带着磁性的女声在他脑海中响起，正是燕灵基。哦，熔火裂谷倒是处不错的地脉火眼，没想到小凡你只是想回来看看，还真让你碰到一伙的消息了。燕灵基语气有一丝欣喜，小凡，若能得此一伙，你不仅修为可突飞猛进，对为师恢复亦有裨益。不过争夺必然激烈，你需做好万全准备，就算不能获得一伙主体，获得一道紫火，对如今的你也有很大的帮助。弟子明白。叶凡握紧拳头，眼中燃烧着斗志。这次我一定要成功。不过奔走了这么久，他要的可不仅仅是一道紫火。第二天，叶凡收拾好行囊，不顾自己外公和徐家众人情真意切的挽留，也拒绝了徐家护卫相送，打算独自前往熔火裂谷。徐振山对此充满了无奈，但也知道当初母子俩在徐家不受待见，叶凡心里有怨气很正常，只能以后慢慢努力改变了。而就在这时，徐家的家仆却带着满脸喜色，脚步匆匆地闯入了正厅。家主，大喜大喜啊！毛毛躁躁的，这灵州城除了我叶凡孙儿回来外，还能有什么喜事？徐振山端茶正饮，见状便眉头微皱，呵斥一声。家仆却是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变调。门外，镇魔司司正秦王殿下驾临，还有五公主殿下、南疆镇魔司司命官赵大人以及数位随行大人，说是来拜访家主，并要见定阳王殿下。什么？此言一出，厅内瞬间死寂，真落可闻。徐振山手中的茶盏哐当一声掉在桌上，茶水四溅，他却浑然不觉，猛地站起身，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狂喜与惶恐交织的神色。他激动的胡须都在颤抖，声音都变了调。秦王殿下、五公主，还有赵司命，快开中吧！不，老夫亲自去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准备最高规格的迎客礼。他一边语无伦次的吩咐，一边手忙脚乱地整理衣袍，仿佛被这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得晕头转向。镇魔司掌舵人秦王殿下、公主，镇魔司司命官，这些平日里徐家连面都难见上一面的大人物，竟然联袂来访，这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泼天荣耀。若能攀附上任何一位，徐家何止是更上一层楼，简直是青云直上。就算只是把消息传出去，在这灵州城，徐家也无人敢惹了。然而，与徐家众人的激动狂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凡瞬间阴沉如水的脸色。秦王李彦之，他居然来了南疆，不仅来了，还如此大张旗鼓，直接找上了徐家大门。一股寒意夹杂着怒火，从叶凡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几乎可以肯定，李彦之就是冲着他来的，一伙都是次要的。不知为什么，叶凡总觉得李彦之在针对自己。他脑海中师尊燕灵基凝重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小凡，冷静。这李彦之此时出现在灵州，又如此精准地找到徐家，绝非偶然。他目的不纯，恐怕来者不善。即便是燕灵基，此时也不见往日的妩媚与慵懒。叶凡死死攥紧拳头，指节捏得发白，心中的屈辱、愤怒与一丝难以遏制的忌惮疯狂翻涌。又是他，为什么总是他？就像阴魂不散的噩梦，无论自己走到哪里，想要做什么，他都要插上一脚。先是抢走了娘亲，如今又打算来和自己抢一伙吗？气运之子叶凡遭遇重大压力与强烈忌惮，情绪直加1000，定情绪值余额49000。徐振山已经激动地快步朝厅外走去，准备亲自迎接。然而他刚迈出2步，一道清朗从容的声音便已从厅外传来：徐家主不必多礼，本座不请自来，叨扰了。话音未落，一行人已踏入了徐家正厅。为首之人一袭玄色锦袍，身姿挺拔，面如冠玉，气度雍容华贵，正是李彦之。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淡笑，目光扫过厅内，明明没有任何压迫性的气势，却让所有被他目光触及的徐家人都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心生敬畏。在他身侧，叶凌渊一袭素雅宫装，清丽绝伦，气质清冷，如同雪莲静立。赵山河魁梧如山，沉默而立，却自有一股铁血煞气弥漫，令人不敢直视。江河则落后半步，目光锐利，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厅内众人。至于西元，则低眉顺眼地跟在最后，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目光却隐晦而又好奇地扫过脸色铁青的叶凡。此人便是被李彦之看中的家伙，看起来很是平平无奇嘛。在下徐振山，携徐家上下拜见秦王殿下，拜见五公主殿下，拜见赵司命大人。
以徐振山为首的徐家人齐刷刷地朝李彦之几人弯腰行礼，激动的声音发颤。徐家主不必多礼。李彦之随意地抬了抬手，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仪。他的目光并未在徐振山等人身上过多停留，而是越过众人，竟直落在了孤立站在一旁、脸色阴沉的叶凡身上。徐振山等人战战兢兢地直起腰，激动的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只想将最恭敬、最热情的姿态展现出来。殿下、公主、司命大人，大驾光临，实在令寒舍蓬荜生辉，快请上座，来人上茶，上最好的苓茶。徐振山语无伦次地招呼着，李彦之却只是微微颔首，并未落座，而是看着叶凡，脸上笑容加深，带着一种兄长的关切。徐家主不必忙了，本座此次前来灵州，本有要务在身，只是听闻皇帝定阳王叶凡也在灵州徐家，顺道过来看看。他顿了顿，目光始终锁在叶凡身上，语气带着一丝责备，却又似关切。凡弟，你离京多日，独自在外，夫人，你娘亲很是挂念。本王既在南疆，又恰逢其会，自当来看顾一二。叶凡听着李彦之这番话，尤其是说到娘亲时，只觉得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虚伪至极。他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猛地抬起头，直视李彦之，声音冰冷而僵硬，带着压抑不住的质问：秦王殿下日理万机，竟还有闲心追踪我到此地？不知殿下到底有何指教？还是说……他眼神锐利，意有所指。殿下对这南疆的热闹也颇有兴趣。此言一出，徐家众人瞬间吓得魂飞魄散，脸色煞白。徐振山更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心中狂吼：这混账小子怎么敢如此对秦王殿下说话？你一个小小定阳王，如何能跟秦王相比？完了完了，触怒秦王，徐家大祸临头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彦之非但没有动怒，反而笑了起来，那笑容温润如玉，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他缓步走到叶凡跟前，而后微微俯身，轻声道：凡弟此言差矣，本王掌握你的行踪，并非追踪，而是保护。毕竟你可是本王的弟弟，大夏的郡王，在这鱼龙混杂的南疆，若出了什么差池，本王如何向父皇的在天之灵，向你娘亲交代？他刻意在娘亲二字上加重了语气，看到叶凡瞳孔猛地收缩，身体瞬间紧绷，恨意更加浓烈时，眼中笑意更深。随即他只起身，声音恢复了正常的音量，目光扫过下的大气不敢出的徐家众人，语气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强势与关爱。至于热闹，凡弟，你年纪尚轻，修为亦浅，那熔火烈谷如今汇聚了厉谷、炎武两族强者，更有葛路牛鬼蛇神，凶险异常。你独自前往，本王与你娘亲如何能放心？他顿了顿，目光重新落回脸色铁青、嘴唇紧抿的叶凡身上，笑容和煦，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正好，本王也要去那熔火烈谷附近巡查镇魔司布防，处理一些南疆事务，不如你我兄弟便结伴同行，如何？有本王在侧，也好护你周全，也免得你娘亲日夜悬心。叶凡的呼吸猛地一滞，胸口剧烈起伏，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又是娘亲，李彦之总是能用这两个字精准地刺中他最痛的地方。定，气运之子叶凡因被提及母亲而怒火中烧，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余额5万。站在李彦之身侧的叶凌渊第一次见到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见他容貌与父皇却有几分相似，本是心怀一丝好奇与微弱的血缘亲近感，但此刻见他竟对彦之露出如此明显的敌意与不敬，那丝好奇便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悦。不过他想起彦之说过要盯紧叶凡，而且身为姐姐总要拿出些气度来，便压下情绪，脸上露出得体而略显疏离的微笑，温声劝道：定阳王帝，秦王殿下所言有理，熔火烈谷如今却是龙潭虎穴，你独自前往太过危险，不如与我们同行，彼此也有个照应。况且他看了李彦之一眼，见他含笑点头，便继续道：彦之此去亦是为一火，以他的手段夺得烛火当不在话下，届时一火衍生出的紫火想必也会有一些，你是我们的弟弟，若是需要分你一道上好的紫火助你修行，也是应当的。他本意是想缓和气氛，给叶凡一个台阶下，顺便展示一下姐姐的关怀，毕竟看起来彦之对这位凡弟挺好的，还经常替他母亲着想。李彦之心中一笑，立刻配合的点头，笑容更加诚挚无解。说的是，凡弟，你修为尚浅，若得一道品质上佳的异火紫火炼化，必能打下坚实根基，日后修炼事半功倍。放心，到时为兄定为你挑一道最好的。施舍，赤裸裸的施舍。叶凌渊的好意和李彦之的慷慨，听在叶凡耳中不至于最恶毒的羞辱。他们高高在上，仿佛早已将异火视为囊中之物，而他只能像个乞儿一样，等待着他们从指缝里露出一点残羹冷炙。这位所谓的姐姐和李彦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定，气运之子叶凡感受到强烈羞辱与愤恨，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53000。叶凡脸色涨红，额头青筋跳动，几乎就要脱口而出冰冷的拒绝，然后拂袖而去。他宁愿独自去闯那龙潭虎穴，哪怕死在那里，也绝不受这份屈辱。不过温和友善的李彦之和叶凌渊，在徐家人看起来都是为了叶凡这位弟弟好，想要弥补他小时候的悲苦。如此堂弟同心的一幕，
众人心中直呼皇家也没那么无情嘛。反倒是叶凡那脸色阴沉的样子，真有些不知好歹了。徐家人在心中暗道，对我们没好脸色就算了，毕竟自己之前对他的确不咋地，但对他这么好的秦王殿下和公主也这般，这叶凡真是没教养。不过这是人家家事，也没人敢站出来指点两句。然而就在叶凡即将爆发的前一刻，脑海中师尊燕灵姬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与急迫。小凡，忍住，切莫冲动，你仔细想想，荣活裂谷如今是什么地方？2品强者坐镇，3品天骄争锋，各方势力云集。以你7品圆满的修为，别说争夺烛火，便是想靠近裂谷核心区域，看一眼子火都难如登天，稍有不慎，便是神魂俱灭的下场。你再看看李彦之身边都是什么人？那个铁塔般又不似好人的汉子，气息深沉如渊，至少是2品。那冷艳女子也是3品高手，就连最后面那个看似柔弱的侍女，修为也远在你之上。跟着他们，你才能安全抵达裂谷，才有机会靠近异火，浑水摸鱼。燕灵姬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与无奈，为师知道你心中憋屈，但大丈夫能屈能伸，此刻硬抗除了徒增风险，毫无益处，不如暂且忍耐，借助他们的力量接近异火，届时局面混乱，未必没有机会。即便最终只能得到一缕品质不错的紫火，对你而言也是天大的机缘，总好过白白送命，或者连紫火都摸不到，最后白跑一趟。叶凡即将冲口而出的话，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他脸上的怒色渐渐被一种极致的压抑和扭曲所取代。铁青的脸色下是咬得咯咯作响的牙关和几乎要滴血的心。师尊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沸腾的怒火，却也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屈辱和无力感。是啊，实力，一切都是因为实力不足，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他的愤怒和骄傲显得如此可笑，如此脆弱。在他看来是施舍，但在别人眼中也许只是随手一挥的恩赐罢了。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李彦之那看似温和实则掌控一切的笑容，扫过叶灵渊那带着施舍意味的关切，扫过赵山河、江河等人漠然或审视的眼神，最后甚至瞥见了角落那个低眉顺眼的侍女眼中一闪而过的，仿佛看穿他窘迫的微妙神色。每一道目光都像鞭子抽打在他心上，最终所有的愤怒、不甘、屈辱都被他强行压入了心底最深处，化为冰冷的寒流。他垂下眼帘，遮住眼中翻涌的恨意，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干涩沙哑：好，那就有劳秦王殿下照应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斤，带着滴血的滋味。定气运之子叶凡被迫屈服，感受到极致憋屈与屈辱，情绪值加5000，情绪值余额58000。李彦之脸上的笑容越发和煦，仿佛真的为兄弟的和解而感到欣慰。这才对嘛，凡弟放心，为兄定会护你周全，赐你紫火。心中却是有些诧异，这叶凡心性渐长，还挺能忍的吗？跟歪嘴龙王都有的一拼了。他转身对仍在惶恐与激动中徘徊的徐振山道：徐家主，异火之事紧迫，本王这就带凡弟启程了。徐家之情，本王记下了。徐振山闻言，激动的几乎要老泪纵横，连连躬身：不敢不敢，能得殿下记挂，是徐家天大的福分。殿下、公主、定阳王一路顺风。叶凡不再看徐家众人谄媚的嘴脸，麻木的跟在李彦之身后走出了徐家大门，每一步都沉重无比。一行人登上飞舟，再次启程，目标直指南疆边境的熔火裂谷。飞舟破空，气氛却有些凝滞。李彦之与叶灵渊坐在主位低声交谈，赵山河与江河在非洲甲板，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外界。西元依旧安分地待在角落，扮演着乖巧侍女的角色，只是眼角的余光却时不时地隐秘地掠过独自坐在舱尾，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冰冷气息的叶凡。他清晰地感知到了叶凡对李彦之那几乎凝成实质的怨念与恨意，那是一种被强行压抑却更加炽烈危险的情绪，因为他自己也有。西元眸光闪烁，虽然不知道李彦之和这个比自己还弱的叶凡之间发生了什么纠葛，但依然有一个大胆而阴毒的计划在他心底悄然滋生。或许这个对李彦之恨之入骨的弟弟，可以成为他手中一把绝佳的刀。经过一整日不间断的高速飞行，傍晚时分，非洲终于抵达了灵州最南端的边疆之地。下方原本丰茂的植被逐渐变得稀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硫磺与焦灼气息，温度明显升高。极目远眺，天际尽头隐隐有赤红霞光映照，那里便是此次的目的地——熔火裂谷。非洲并未直接降落在裂谷边缘，而是选择在距离裂谷尚有100里的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崖平台降落。这里已经被先期抵达的镇摩斯与边军联手清理出一片临时营地，并且聚集了不少闻讯而来的南疆各州宗门高手、散修以及一些消息灵通的商贾势力代表。当2艘刻有镇摩斯与秦王徽记的青色非洲缓缓降落时，立刻吸引了平台上所有人的目光，引起一阵骚动。是镇摩斯的非洲，看那徽记是秦王殿下的座驾。镇摩斯的大人物们也来了，人群顿时骚动起来，议论声此起彼伏。南疆地处偏远，消息相对闭塞，但镇摩斯的威名和秦王李彦之近来如日中天的声望依旧传到了这里。且李彦之在1年前率领镇摩斯高手在南疆荡魔，就算没见过他，
也听说过他的名号，许多大夏的宗门人士脸上露出振奋之色。这几日，利古族与炎巫族的强者陆续抵达，各自显露威势，尤其是那2位2品强者，蛮象古扎与火压巫柱的气息，如同2座大山压在许多人心头，让他们对争夺异火的前景颇为悲观。毕竟南疆本土宗门先有2品强者坐镇，更别说亲自来抢夺这危险的异火了。如今见到朝廷力量，尤其是传闻中同样达到2品境界的镇魔司南疆司命官赵山河亲至，怎能不令人精神一振？赵司命也来了，太好了，有赵司命在，看那些蛮子还敢嚣张！异火绝不能落入巫蛊2族之手，否则他们实力大增，我南疆边境永无宁日。说得对，只要异火不被巫蛊2族的取，被哪个宗门或是朝廷哪位大人的了，我等也心服口服。身处边疆，这些宗门修士比内陆之人更能切身体会到异族强大带来的威胁与压迫，对于朝廷力量的到来，他们普遍抱着欢迎甚至依赖的态度。非洲停稳，舱门打开，李彦之率先走下非洲，玄色锦袍在灼热的山风中纹丝不动，面容平静，气度俨然。紧随其后的是清丽绝伦的叶灵渊，以及铁塔般杀气腾腾的赵山河，气质干练的江河。叶凡面无表情地跟在最后，西元则依旧低眉顺眼。赵山河上前一步，铜铃般的眼睛扫视全场，声如洪钟，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肃静！平台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过来。赵山河侧身，恭敬地向李彦之和叶灵渊示意，朗声道：“镇魔司司正、秦王殿下以及玉女宗宗主、大夏五公主殿下驾临，尔等还不见礼。”此言一出，如同巨石投湖，瞬间激起千层浪。秦王殿下，那位便是传说中的镇魔司司正秦王李彦之。玉女宗宗主、五公主，我的天，玉女宗何时换了宗主？还是位公主？难怪赵司命亲自陪同，竟是秦王殿下与五公主亲临。惊呼声、议论声轰然炸响，比刚才更加热烈数倍。镇魔司司正、大夏秦王、五公主兼玉女宗宗主，这几个身份任何一个都足以震动一方，如今竟然联袂出现在这南疆边陲之地，许多人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看向李彦之和叶灵渊的目光充满了敬畏、好奇，甚至狂热。一些心思活络的宗门长老已经开始盘算，若能借此机会与玉女宗，甚至与秦王殿下搭上一丝关系，对宗门将是何等注意。我就说此次异火现身，必是落入我大夏之手。秦王殿下亲自前来，定是志在必得。看他气度，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威势，果然不凡。听闻巫蛊2族各有一位年轻天骄，都是3品修为，被誉为百年奇才。你们说，若是他们对上秦王殿下，孰强孰弱？此话一出，便立马有人不屑地开口道：“这还用比？秦王殿下可是在京城亲手斩杀过勾结妖魔、3品高阶修为的边军大将钱万军，那钱万军在西域也是凶名赫赫之辈，还不是被殿下斩于手下？巫蛊2族的天骄再厉害，能比钱万军更凶？”消息灵通之人立马便低声说出了李彦之半月前在京城的战绩，顿时又引起一阵更大的哗然与赞叹。竟有此事？斩杀3品边疆，秦王殿下年纪轻轻，居然有此实力！哈哈，这下有好戏看了。我倒是期待那巫蛊2族的天骄不知天高地厚，来挑衅殿下。众人的议论纷纷，大部分都充满了对李彦之的期待与信心。边疆苦役足久矣，如今看到自家朝廷出了如此年轻有为、实力强横的皇子亲临坐镇，自然士气大振。李彦之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神色平静，并未因赞誉而有丝毫得意之色。他上前一步，目光缓缓扫过平台上来自各方的修士，声音清朗，带着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诸位，仅仅2个字，便让所有议论瞬间平息，所有人都屏息凝神，望向他。异火现世，乃天地造化，亦引各方瞩目。本王巡视天下，镇守大夏疆土，肃清妖魔，护佑黎民。今日至此，亦为异火，更为我大夏南疆之安宁。他语气转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无论何人，来自何族，若循规蹈矩，公平竞争，我大夏自以礼相待。但若有谁胆敢趁此机会祸乱我大夏江山，危害我大夏百姓、宗门。他顿了顿，目光陡然锐利如剑，仿佛能穿透人心。无论他是利蛊蛮象，还是炎巫火压，亦或是藏于暗处的魑魅魍魉，本王与镇魔司上下必诛之，绝不容情。这番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心头都是一凛，随即涌起强烈的认同感与安全感。秦王殿下威武，镇魔司威武，大夏威武！不知是谁带头，平台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与欢呼声。边军将士以及镇魔使们呐喊得最为兴奋，就连许多宗门修士亦或散修都激动得脸色通红，仿佛找到了主心骨。秦王殿下当初来南疆荡魔时也是这般，就连与李彦之有摩擦的叶凡和西元都是神色怪异又凝重地看了他一眼。这人虽有些可恨，但威望当真没得说。李彦之微微抬手示意众人安静，随后对迎上来的2位身着甲胄、气息沉凝的将领点了点头。这2人，一位是驻守此地的边军3品将领，姓张；另一位则是提前抵达此处的镇魔司3品精医镇魔使。2人见到李彦之，连忙躬身行礼：“末将卑职参见秦王殿下、五公主殿下。张将军，
王金一不必多礼，辛苦二位了。李彦之温声道：“营地与猎谷情况如何？”张将军连忙道：“回殿下，营地已按最高规格为殿下、公主及诸位大人准备好营帐。巫蛊二族的人马驻扎在猎谷另外2个方向，与我们成鼎足之势。目前尚算克制，小冲突虽有，但未有大动作，妖魔也未见现身。不过，他看了一眼李彦之身后的叶凡和西元，欲言又止。李彦之道：“但说无妨。”张将军低声道：“根据探子回报，猎谷族那位天骄严厉，似乎对殿下您的到来颇有些不以为然，扬言要让我大夏的贵公子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严巫族的赤辽倒是未有表态，但此女性情难测，也需留意。”李彦之闻言，只是淡淡一笑，并未在意跳梁小丑，不足挂齿。先安排大家休息吧。是。在张将军和王振魔使的引路下，李彦之一行来到了营地中心位置，守卫最为森严的几座营帐。此处视野开阔，能远眺熔火猎谷方向那越来越明显的赤色天光。叶凡被单独安排在一处较小的营帐，离李彦之的主帐不远不近。他自始至终沉默寡言，进入营帐后便再未出来。西元则被安排叶灵渊在自己附近，他乖巧地向叶灵渊道谢后，便安静地待在帐中。然而他的心思却早已活络开来。坐在简陋的床铺上，西元透过帐帘的缝隙，目光悠悠地投向叶凡所在的那个营帐。他能想象到那个心高气傲却被迫屈从的少年，此刻心中是何等的憋闷、愤怒与不甘。对李彦之的恨意恐怕已经累积到了极点。恨吧，恨得越深越好。西元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眼底深处闪烁着毒蛇般阴冷的光泽。李彦之，你对我玩弄于股掌，视如敝履。叶灵渊，你高高在上，施舍怜悯，你们不是兄弟情深，姐弟和睦吗？不是要照应那个叶凡，赐他紫火吗？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出兄友弟恭的戏唱得更精彩一些。夜渐深，熔火猎谷方向的赤色天光反而愈发醒目。李彦之和叶灵渊自然是要趁着难得的机会花前月下，缠绵一番，道尽心中相思之苦。而就在这时，一道纤细的身影趁叶灵渊不在，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营帐，借着阴影的掩护，朝着营地边缘叶凡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小营帐前去。正是西元，他换上了一身更显单薄的浅色衣裙，发髻微微有些松散，几缕发丝垂落颊边，在夜风中漂浮，更添几分柔弱与楚楚可怜。他脚步清洁，呼吸收敛，显然动用了一些隐秘气息的法门。五品高阶的修为虽然不高，但用来避开普通守卫和大多数心不在焉的修士却也足够了。然而他并未察觉到，就在他离开营帐范围，融入更深的阴影时，一道清冷的目光已经悄然锁定了他。江河一身黑色劲装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他站在营地一角瞭望塔的阴影里，双手抱臂，目光平静无波地看着西元鬼鬼祟祟的动向。作为镇魔司暗探总监，他的追踪与隐匿功夫远非西元可比，更别说他还有3品的修为。果然不安分，江河心中默念，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瞭望塔，保持着一段距离，悄然跟了上去。殿下早有吩咐，要留意此女动向，他倒要看看这朵绿茶深夜摸去叶凡营帐是想唱哪一出。叶凡盘膝坐在简陋的床铺上，并未入定调息，他眉头紧锁，双拳紧握，周身气息微微起伏，显示出内心的极不平静。脑海中正与师尊燕灵姬激烈地讨论着数日后的异火争夺，以及如何摆脱李彦之的照应，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师尊，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被动等待，指望李彦之赐予一道紫火吗？叶凡心中满是不甘。燕灵姬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与无奈。小凡，形势比人强，此刻撕破脸皮，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唯有忍耐，等待变数。异火出世时，场面必然极度混乱，厉蛊、炎巫2族不会坐视李彦之轻易得手，甚至可能爆发大战，那便是我们的机会。可是有人来了！燕灵姬忽然打断他，语气带着一丝警惕，是那个跟在李彦之身边的侍女，她正向你的营帐靠近，气息隐蔽，行踪鬼祟。叶凡一怔，随即眉头皱得更紧。李彦之身边的人深夜来找自己，绝对没好事。他本能的心生厌恶与警惕。不见，把他赶走！叶凡在心中冷声道。等等！燕灵姬却阻止了他，此女有些古怪。白日里我隐约感觉他对李彦之似乎也并非全然忠心，甚至隐有一丝怨念，不妨见见，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叶凡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听从了师尊的建议。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烦躁，沉声道：进来。营帐门帘被轻轻掀开，西元闪身而入，随即迅速将门帘重新掩好。帐内只点了一盏昏暗的油灯，光线摇曳。西元站在光影交界处，单薄的衣裙勾勒出纤细的身形，苍白的脸上带着未干的泪痕，眼圈微红，看向叶凡的目光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情绪，有同病相怜的悲戚，有无助的哀伤，还有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叶凡依旧盘坐，连眼皮都未抬，语气冰冷而生硬：西元姑娘，深夜来访，有何贵干？若是秦王殿下有何吩咐，还请直说。西元闻言，身体微微一颤，仿佛被他的冷漠刺伤。他向前挪了一小步，声音细弱，带着哽咽：定阳王殿下，我不是奉秦王之命来的，
我是偷偷来的。他抬起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光。定阳王殿下，您是不是也很恨亲王？恨他高高在上，恨他掌控一切，恨他夺走了您最重要的东西。叶凡猛地睁开眼，目光如电，射向西园，带着毫不掩饰的锐利与审视。你胡说什么？西园似乎被他的眼神吓到，后退了半步，却依然流着泪，声音更加哀戚。殿下不必否认，西园看得出来，我们都一样，都是被他玩弄于股掌，肆意践踏尊严的人。他开始诉苦，语气充满了自怜与怨愤。西园本是玉女宗一个不起眼的小弟子，只因大师姐回来后，师父留下的些许关照，便被戴宗主和长老们视为眼中钉。他们不仅要夺走师父留给师姐的宝物，还想把我当成傀儡替罪羊。是秦王殿下，他看似帮了师姐，实则也不过是将玉女宗当成他的棋子，将我。他恰到好处的停顿，肩膀微微耸动，泣不成声，仿佛有难以启齿的屈辱。叶凡眼神微动，但依旧冰冷。西园的话半真半假，触动了他心中某根弦，但他并未完全相信。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叶凡语气依旧生硬。西园擦去眼泪，眼中却燃起一种近乎疯狂的恨意与决绝。因为我不想再任人摆布了，我不想再做他们手中的棋子、玩物。定阳王殿下，您呢？您就甘心永远被他压制，永远活在他的阴影下，连自己的娘亲都……叶凡的脸色瞬间阴沉如墨，额角青筋暴跳，一股暴力的气息不受控制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娘亲，又是娘亲！这个女人竟敢用如此轻佻、怜悯的语气提及他最不容触碰的逆鳞。住口！叶凡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语气冰冷的道：“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智慧，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议论我娘亲？”他猛地站起身，五品高阶的西园竟被他这骤然爆发的凶力气势逼得连退两步，脸色发白，心中一阵惊悸。这叶凡明明只有7品修为，怎地气势如此骇人？营地的某处角落，正与叶凌渊低声说着话的李彦之忽然心念微动，系统中传来提示：定气运之子叶凡因被触及逆鳞而暴怒，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61000。李彦之眉头微挑，心中诧异不已。这叶凡大半夜的不睡觉，跟谁是这么大的气？莫非真是西园去找他了，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这女人还真是自己的最佳辅助啊！他面上不动声色，依旧温柔地听着叶凌渊说话，心中却已有了计较。不急，事后江河自会给他答案。帐内，叶凡胸膛剧烈起伏，双目赤红地瞪着被吓住的西园，一字一句如同冰茶。你遇到什么？被他如何了？是死是活，都与本王无关。但若你再敢在本王面前胡言乱语，敢对我娘亲有半分不敬，本王定要你付出你无法想象的代价。西园被叶凡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凶光与决绝惊得心头发寒，下意识的又后退了半步。他没想到，看似隐忍的叶凡触及底线时竟如此暴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已无退路。他强压下心中的胆怯，深吸一口气，眼中重新燃起那扭曲的恨意与疯狂，声音压得更低，却更加急促。殿下息怒，是西园失言，但西园并非妄言。殿下难道不想报仇吗？不想将李彦之家诸于你身上的羞辱十倍百倍的还回去吗？他不等叶凡再次爆发，快速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我们并非要正面对抗，殿下，您是定阳王，是他的弟弟，他对您至少表面维持着关怀，这便是机会。我有办法弄到一种无色无味的奇毒，不会立刻致命，却能在关键时刻紊乱凌厉，使人露出破绽。他的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一火争夺，必是生死搏杀。届时李彦之定然全力应对巫蛊2族的强者，无暇他顾。我们只需寻机让他沾染些许毒物，哪怕只让他气息紊乱一瞬，以厉蛊族蛮象蛊渣或炎巫族火压巫柱的实力，抓住这一瞬的破绽，足以让他死无全尸。他越说越激动，仿佛已经看到了李彦之惨死的画面，声音带着一丝亢奋的颤抖。到时候大夏秦王陨落于南疆，死因可完全推给巫蛊2族，而殿下您将是大夏皇室唯一的皇子，届时还有谁能压制您？您失去的一切都将加倍夺回，我们的仇也都能报了。定绿茶之女西园沉浸于恶毒幻想，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余额62000。正在深情低头亲吻叶凌渊红唇的李彦之又收到一笔情绪值，心中了然。果然，这2个心怀怨恨的家伙凑在一起，没憋好屁。只是不知具体内容，但想来无非是些不入流的阴私算计。这时，西园兴奋地说完，期待地看着叶凡，等待他的回应。他相信，如此诱人的前景，如此巧妙的计策，叶凡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理应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事成之后，自己又能以这件事的始末来要挟叶凡，简直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啊！西园想想，心中便激动不已。然而，叶凡脸上的暴怒之色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冰冷与嘲弄、鄙夷。他沉默地看着激动的脸颊泛红的西园，眼神如同在看一堆令人作呕的秽物。说完了。叶凡的声音平静的可怕。西园一怔，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完了就滚出去。叶凡抬手指向帐门，语气没有一丝波澜。今晚我没见过你，你说的每一个字，本王也都忘了。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立刻从我面前消失！西元彻底愣住了，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转为一种难堪的清白。他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凡：“你说什么？殿下，你难道不想报仇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凭你现在连我都不如的实力，想要正面对抗李彦之，根本是痴心妄想。只有我们联手。”够了！叶凡厉声打断，眼中最后一丝耐心也耗尽了。联手？跟你这种满心龌龊，只会背后下毒的蛇蝎女子联手？只怕你之前说自己是被师门长辈诬陷，还被叶凌渊欺压，也都是你随口胡编的吧？他向前踏出一步，虽然修为不及，但那挺直的脊梁和凛然的目光，却带着一种不容亵渎的傲气与原则。我叶凡是与李彦之有恩怨不假，我恨他入骨，做梦都想将他踩在脚下。但他顿了顿，声音斩钉截铁，回荡在小小的营帐内：这是我叶凡自己的事，我要报仇，会凭自己的本事，光明正大的去超越他，击败他，而不是用你这等下三滥、见不得光的手段。他目光如炬，逼视着脸色惨白的西元。李彦之在可恨，他也是大夏的秦王，是镇魔司司政，虽有些小人，却也当得这个职位。他在与我有私怨，此刻他站在这里，代表的也是大夏朝廷，震慑的是巫蛊一族。我叶凡再不堪，也绝不会为了一己私怨，就与你与巫蛊一族同流合污，行此背叛家国、亲者痛仇者快之事。现在给我滚！最后三个字如同惊雷炸响在西元耳边，他浑身剧震，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当众扇了无数个耳光。羞愤、难堪、难以置信，还有计划落空的暴怒，如同毒液般在他心中蔓延。定！绿茶之女西元遭言辞拒绝与鄙夷羞辱，计划破产，羞愤欲狂，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65000。西元死死地盯着叶凡，胸口因极致的愤怒和羞辱而剧烈起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主动放下身段，甚至不惜自曝短处来寻求合作，换来的竟是如此不留情面的斥责与鄙夷。那句满心龌龊，只会背后下毒的蛇蝎女子，像淬了毒的匕首，狠狠扎进他的心窝。他张了张嘴，想用叶凡最在意的娘亲再刺他几句，找回一点场子。可对上叶凡那双冰冷、坚定，甚至带着一丝凛然正气与杀意的眼眸时，到嘴边的恶毒话语竟硬生生噎住了。他怕自己说出来会真的被叶凡杀了，这就真有些不值得了。最终他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充满怨毒与不甘的低吼：你会后悔的。说完，他猛地转身，撞开门帘，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外面浓重的夜色与远处赤红光晕交织的诡异光影中，背影仓皇，在无来时那份刻意营造的柔弱与算计。营帐外阴影深处，江河静静地立在那里，将营帐内发生的一切，包括叶凡那番掷地有声、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话，一字不漏地听入耳中。他那向来平静无波的清冷眸子里，此刻也掠过了一丝清晰的诧异。这次吃的瓜有点意思，这个叶凡竟有这般傲骨与原则，倒真是小觑了他。难怪区区7品修为会被殿下这般看重。江河的目光转向西元狼狈逃离的方向，眼中的诧异瞬间化为冰冷的杀意。此女心思歹毒，毫无底线，留之必成祸患。五公主还是太过心软良善，这等祸害当日就该连同冷凝那些人直接处置干净。不过殿下既然吩咐留着他另有他用，那便暂且让他多活几日。江河收敛了眼中的杀意，身形如同融化在夜色中，悄无声息地退去。既然叶凡这里无事，西元也已返回，他需要立刻将今夜所见详尽禀报殿下。营帐内重新恢复了寂静，只有油灯芯偶尔爆开的细微声响。叶凡缓缓坐回床铺，紧绷的脊背微微松弛，但脸色依旧阴沉。他闭上眼，深吸了几口气，试图平复激荡的心绪。师尊，他在心中低唤，语气带着一丝罕见的迷茫与不确定。我是不是又做错了？若依那西元所言，借助巫蛊二族之力，或许真的有机会让李彦之付出惨痛代价，甚至他都不敢去想那个甚至，那诱惑太大了。然而脑海中响起的却是燕灵姬带着一丝欣慰与赞叹的声音：不，小凡，你做得对，这一次你做得非常好。叶凡一怔，燕灵姬的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甚至带着一丝感慨。为师之前教你隐忍，教你伺机而动，是因你实力不济，形势所迫，但为师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拥有一颗真正属于强者的心，不因仇恨而迷失，不因诱惑而堕落，坚守自己的底线与原则。那西元看似精明算计，实则早已被仇恨与欲望蒙蔽了心智，走上了邪道。燕灵姬不屑地冷笑一声，与他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即便一时得逞，将来也必遭反噬，更会玷污你的本心。他顿了顿，声音柔和了几分，带着鼓励：你能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说出那番话，做出这样的选择，证明你的心性比为师预想的更加坚定，更加光明，这才是未来真正能够攀登巅峰的强者应有的气象。叶凡听着师尊的肯定，心中那点迷茫与动摇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清晰的坚定。他握紧拳头，眼中燃起斗志。师尊，我明白了，我要报仇，但我要凭自己的实力，光明正大的打败他。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叶凡不靠阴谋诡计，不靠外人施舍，一样能站在巅峰。我要站在娘亲面前，亲口告诉他，他的儿子没有让他失望，
告诉他那李彦之不是什么好东西。好，燕灵姬柔媚的声音带着笑意，这才是我燕灵姬的弟子，放心，有为师在，必会倾尽全力助你。现在静心调息，养精蓄锐，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是，师尊。叶凡正中应下，盘膝坐好，开始运转功法，平复心绪，调整状态。几日后异火出世，那才是他真正的舞台。营地另一侧，主帐附近，夜色已深，灼热的山风带来远处裂谷低沉的轰鸣。叶凌渊脸颊微红，眸中水光潋滟，与李彦之一一惜别后，转身返回了自己的营帐。虽然不舍，但他知道接下来几日至关重要，需要养足精神。一直隐在暗处的江河这才悄然现身，来到李彦之面前，躬身行礼：“殿下。”“说吧。”李彦之负手而立，望着裂谷方向，神色平静。江河言简意赅，将西元如何潜入叶凡营帐，如何试图拉拢合作，抛出下毒借刀杀人之计，以及叶凡如何言辞拒绝，甚至说出那番关于家国大义、光明正大报仇的言论，原本毫无遗漏地复述了一遍。李彦之听完，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与欣赏。哦，竟有此事，这叶凡倒真是让本王有些刮目相看了。他微微摇头，轻笑一声，不愧是义父的亲骨血，这份傲气与底线倒是随了他，宁愿忍着憋屈，也不愿行诡异伎俩，与外人勾结，哪怕这个目标是他恨之入骨的我。李彦之心中感叹，相比于其他气运之子，从小便经历过诸多磨难的叶凡，心性要强很多，更担得起气运之子的命格。不过越是这样的对手，就越只能你死我活。江河静静听着，等待指示。李彦之沉吟片刻，道：“姬元此女果然是个祸害，心思歹毒，留不得了。”他看了一眼江河，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一火出世在即，巫蛊二族虎视眈眈，内部不宜再起波澜。你继续暗中盯着他，叶凡这里走不通，他还会有其他选择。等他试图接触巫蛊二族之人，他眼中寒光一闪，正好来个将计就计，我倒要看看他走到死期时会崩溃到何种地步。是，殿下。江河凛然应命。至于叶凡，李彦之摸了摸下巴，笑容有些深邃。他既然想光明正大的打败我，那就给他这个机会。一火之争本就是各凭本事，只希望他别死在一火手中才好。告诉老赵和下面的人盯紧他就好，不必过多干涉。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弟弟能给我带来多少惊喜。是，好了，你也去休息吧。李彦之挥挥手，柔声道：“接下来几日恐怕没多少安稳觉可睡了，养足精神，准备迎接真正的热闹。属下告退。”江河行礼，身形再次融入黑暗。李彦之独自站在崖边，任由灼热的夜风吹拂衣袍。他望向裂谷那越来越炽盛的红光，又瞥了一眼叶凡和西元营帐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弧度。叶凡的傲骨，西元的毒计，巫蛊二族的强者，还有那即将出世的天地异火。江河离去后，崖边夜风更近。李彦之并未立刻返回营帐，而是负手静立片刻。不多时，一道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3步之外，单膝跪地。此人一身黑色劲装，面覆半张银色面具，仅露出一双沉稳锐利的眼睛，周身气息收敛到了极致，若非刻意感知，几乎难以察觉他的存在。修为赫然达到了3品，隐匿之法比起江河也不遑多让。尹七，见过殿下。声音低沉沙哑，他看起来不善于交流。李彦之没有回头，目光依旧落在远方的赤光上，语气平淡：“来了，此行你的任务很简单，也最重要，请殿下指示。”尹七垂首，其他事一概不用你管。李彦之缓缓道，声音清晰而肯定：“你的眼睛只需盯紧一个人，叶凡，他去哪里，你便跟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即便是要被杀死，只剩下一具尸体，你也不必现身干涉，直至一火被他得到。”尹七没有丝毫迟疑，对李彦之的命令毫无疑问，属下明白，必会如影随形。很好，去吧。李彦之挥挥手，遵命。尹七应声，身形如烟般散开，彻底融入黑暗，仿佛从未出现过。李彦之嘴角微扬，皇家隐卫、专司护卫与监察皇室成员，尹七便是此行叶凡外出的护卫，只是他并不知道此人。尹七更不受叶凡指挥，如今正好用来照应他这位心高气傲的弟弟。平静的3日疏忽而过，这3天里，熔火裂谷方向的异象愈演愈烈，赤红色的霞光日夜不息，时不时还伴随着火山喷发，将半边天空染成血一般的颜色。空气中硫磺与焦灼的味道浓得几乎化不开，温度也一日高过一日，普通草木早已枯萎，连岩石都隐隐发烫。营地里的气氛也一日紧张过一日，各方势力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摩擦时有发生，但都被3方高层默契的压制下来，维持着脆弱的平衡。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爆发就在一火彻底出世的那一刻。第3日正午，便故骤声，轰隆一声前所未有的巨响，仿佛天穹炸裂，地脉翻身，整个大地剧烈震颤。远处熔火裂谷核心处，一道粗大无比的赤红火柱冲天而起，直插云霄。火柱周围狂暴的火焰凌厉，形成肉眼可见的赤色风暴，席卷四方，将天空的云层都撕裂焚烧。漫天火雨洒落，
将方圆数十里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股难以言喻的、蕴含着毁灭与新生双重意蕴的磅礴威压，如同潮水般从裂谷中心扩散开来。异火，出事了！时机已到，出发！快跟上！几乎在同一时间，大夏营地、利谷族驻地、岩巫族营地三股洪流轰然涌动，各自朝着熔火裂谷的核心区域疾驰而去。异火现世，除了最珍贵的异火本身外，还有半生紫火、灵药以及灵晶等各类天材地宝，这些都是修行所需的珍贵资源。对宗门修士和散修来说，异火不敢求，但这些零散资源还是能找一下的。所有人都清楚，最初的混乱与无序过后，真正的争夺现在才刚刚开始。李彦之一行位于大夏队伍的最前方，他依旧是一身玄色锦袍踏空而行，神色平静，步伐沉稳。赵山河如同铁塔般护卫在侧，江河与叶凌渊紧随其后，西元低着头跟在叶凌渊身边，叶凡则落在最后，脸色凝重，目光灼灼地盯着那冲天火柱。在他们身后是数以百计的大夏宗门修士、散修以及部分精锐边军和镇魔士。这些人大多自知无力争夺烛火，目标多是可能散溢出的紫火、半生灵材，或是想近距离观摩这场盛事。此刻都紧跟着李彦之这支主力，希望能分一杯羹或得到庇护。越是靠近裂谷核心，温度越高，地面龟裂，岩浆暗涌，狂暴的火灵力能轻易灼伤皮肤和经脉。寻常修士已然感到呼吸困难，不得不运功全力抵抗。终于，三方人马几乎同时抵达了裂谷外围一片相对开阔，却已被高温炙烤的一片赤红的巨大平台。这里距离那冲天火柱上有数里之遥，但炽热的气浪和恐怖的威压已经让常人难以寸进。也正是在这里，三方势力首次如此近距离的正面相对。利谷族一方人数不过百，皆身材高大魁梧，皮肤呈古铜色，肌肉奔张，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即便是其中的少部分女性也是如此，就是不知道赵山河喜不喜欢这种款式的。为首两人，一位是身高接近1丈，如同小山般的巨汉，正是2品强者蛮香古渣，他仅仅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不可撼动的厚重感。另一位则是一名看起来年纪不大的青年，身高虽不及古渣，却也壮硕异常，浑身肌肉如铁柱，只穿简陋皮甲，裸露的胸膛和臂膀上纹满了奇异的青色图腾，双目金光四射，战意熊熊，死死盯着李彦之。正是利谷族天骄严厉。随意打量了他一眼，把目光转向岩巫族时，忽然心念一动，探查到利谷族天骄严厉身负特殊命格。岩巫族一方人数略多，约100余人，穿着以红、黑2色为主的奇异服饰，大多身形矫健，气息诡秘。为首一名老妪，身形干瘦，手持一根镶嵌着赤红宝石的古杖，眼窝深陷，目光如同鬼火，正是2品巫柱火压。他身侧则站着一名极为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这女子虽然年轻，身材却火爆的惊人。李彦之目测至少是大地境，应是原汁原味的，没有填充火焰。腰肢纤细，紧身的火红皮甲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一头火红长发随意披散，容貌妖艳，红唇似火，眼波流转间带着一种勾魂摄魄的野性魅力。他手中把玩着一团跳跃的火焰，饶有兴致地，甚至带着一丝赤裸裸的占有欲，香舌舔动红唇，目光炽热的上下打量着李彦之，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藏品。正是岩巫族天骄赤辽。探查到岩巫族天骄赤辽身负特殊命格，李彦之有些诧异地看了这2位年轻天骄一眼，没想到这2人都身怀命格。不过想想也正常，他们都是一个部族最顶尖的年轻天骄，必然会有不凡之处。而这时利谷族的人群中传来一道闷声：“大夏秦王李彦之。”严厉声如闷雷，率先开口，眼中战意几乎要化为实质。早就听说你的名头，还是镇魔司司正，敢不敢不用你身边那大块头，跟老子堂堂正正打一场？有些人居然说老子比不上你一根毫毛，今日就让我看看你们大夏娇弱的贵公子到底有几斤几两。李彦之连眼皮都未抬一下，仿佛根本没听见。这种无视比任何言语都更让严厉感到羞辱。他脸色一沉，周身肌肉奔张，青色图腾隐隐发光。严厉不得无礼！蛮象古渣低沉的声音响起，如同岩石碰撞。他铜铃般的眼睛忌惮地瞥了一眼李彦之身旁，同样目露凶光，摩拳擦掌的赵山河。同是2品体修，赵山河的体型虽比他瘦小一些，但他能感觉到赵山河身上那惊纯狂暴的力量和浓烈的血煞之气，这绝对是个劲敌。大夏的炼体术也当真不凡。感叹一声后，他沉声道：“异火在前，莫要节外生枝。若让岩巫族的家伙得利，将得不偿失。”严厉不甘地哼了一声，强压战意，目光却依旧死死锁着李彦之。另一边，赤辽却是咯咯娇笑起来，声音酥媚入骨。严厉那个只知道用蛮力的蠢货，哪有资格跟秦王殿下交手？要交手也该是根本姑娘才对。不过战场不是在这，而是选一张又香又软的大床战上的300回合。他火辣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李彦之脸上、身上流连，毫不避讳地道出自己的兴趣，伸出舌头舔了舔烈焰红唇，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渴望。秦王殿下果真如传闻中一般，年轻、英俊、强大，比我们族里那些只懂得摆弄骨头和虫子的男人
还有力古族这些满身臭汗的大块头，不知强了多少倍。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征服欲，只有像殿下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吃疗。待到此间事了，殿下不如随我回燕巫族如何？我定会好好招待殿下，与你同享一伙，让殿下成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炉鼎。放肆！叶凌渊俏脸寒霜，上前一步，周身冰寒之气弥漫，与赤辽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抗，美眸中满是怒意，竟敢如此侮辱燕之，甚至还想抢走他，简直该死！李燕之这才缓缓侧目，淡淡的瞥了赤辽一眼，那眼神平静无波，却让赤辽心中莫名一凛，仿佛被某种更高层次的存在扫过。李燕之心中却在快速思量力古族严厉，看命格偏向于战魂或蛮神眷顾一类，重在力量与战斗天赋。炎巫族赤辽命格更偏向魅火或巫灵之体，与火焰和魅惑相关，系统奖励会是什么？倒是值得深入交流一番。他心中念头转过，面上却依旧淡漠，仿佛赤辽的话只是微风过耳。这时炎巫族的火压巫柱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场中些许骚动。秦王殿下，蛮象老身提议，一伙已然出世，但其外尚有天地灵力自然形成的结界守护，威能不凡。我等在此争执无益，不如暂且联手，集多位二品之力，先破开这结界，再各凭本事争夺一伙归属。诸位觉得如何？他目光扫过李彦之和古渣，若在此处先打生打死，损耗力量，甚至让一伙借机遁走或产生其他变故，岂非得不偿失？一众巫蛊部族和大夏时有摩擦，也常起杀伐争端，但还算不上生死仇敌，也都属于人这个类别，只是使用的力量与信仰不同而已。但藏于黑暗之中的妖魔，那就是真正的异类了。若是让这些存在捡了便宜，那真是三方势力都亏死了。蛮象古渣沉吟片刻，缓缓点头，火压老巫婆所言有理。他看向李彦之，秦王殿下，意下如何？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李彦之身上。李彦之目光扫过那狂暴的火柱，以及火柱周围隐约可见的扭曲空间的赤色光膜，又瞥了一眼身后不远处混在人群中看似紧张，实则目光不断扫视寻找时机的叶凡。他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勾，朗声道：便依二位所言，先破结界。朝身旁的赵山河微微点头：老赵，就由你来助两位破戒吧。是，殿下。赵山河点头应下，大步上前，冷冽的目光扫过两位二品。两位请吧。古渣和火压皆是点头上前，一左一右的靠近赵山河，三人来到结界跟前。老巫婆火压则是挥动手中的权杖，声音嘶哑地提议道：老身手中正好有破戒之法，有劳两位助我一臂之力了。开始吧。赵山河闷声回应，双拳紧握。古渣对此也没有意见。火压见状点头，将手中的权杖抛向结界。三大二品合力之下，结界开始剧烈颤抖，彻底破碎也不过时间问题。三方首领达成暂时协议，紧张的气氛稍缓，皆是激动的目视三大顶尖强者破戒。但每个人都清楚，这脆弱的同盟在结界破碎的那一刻便会立刻土崩瓦解，化为最惨烈的厮杀。而在人群后方，隐气的身影如同没有实质的幽灵，始终将叶凡牢牢锁定在感知范围内，并没有人能发现他的存在。西元则是低着头，眼神怨毒地扫过李彦之的背影，又隐晦地看向力古族和炎巫族的队伍，以及某些无人的角落，心中不知在盘算什么。叶凡则深吸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浓郁到极点的火灵力，以及藏在储物袋中师尊燕灵机提醒他准备好的一件特殊法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他等这一刻已经太久了。养灵宝玉中的燕灵机此时也无比激动，身处充满了炽热火灵力的熔岩世界，这对身为炎灵魅魔的他来说就是天堂。若是能寻找到诞生异火的宝物，恢复起来必然有奇效。片刻之后，燕灵机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朝叶凡低声道：小凡，结界要在这三人联合之下被打破了，异火就在眼前，你准备好了吗？叶凡深吸一口气，点头回应，目光炽热而坚定。异火我志在必得。火焰结界在三大二品强者的联手轰击下剧烈震颤，赤红光膜上裂纹迅速蔓延，终于伴随着一声琉璃破碎般的轻响，那道隔绝了内外的磅礴结界轰然炸裂。狂暴炽烈的火灵风暴瞬间从缺口处喷涌而出，夹杂着精纯至极的天地能量，让所有人精神一振，眼中贪婪之色大盛。然而三方首领未动，那些按捺不住的修士也只能强忍着冲进去的欲望，眼巴巴地望着。就在这短暂的平静间隙，结一阵阴冷刺骨却又带着灼热邪意的怪笑突兀地在四周响起，如同直接刮擦在所有人的神魂之上。众人骇然望去，只见熔岩表面如同水波般荡漾，一道身影缓缓浮现。他大致保持着人形轮廓，但通体由暗红与漆黑交织的烈焰构成，五官模糊扭曲，只有2点猩红的光芒在头颅位置闪烁，散发出浓郁的令人作呕的邪恶气息。周身邪焰吞吐，空气都被灼烧得滋滋作响，却又古怪地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阴寒。焰魔！火压巫住干瘦的脸皮一抖，嘶哑的声音带着震惊与刻骨恨意：是你这孽障！嘿嘿嘿，不错，正是本座。那焰魔声音尖锐难听，
他看向正在缓缓收力的赵山河三人，猩红的目光中满是讥讽与得意。还得感谢你们这3个蠢货，帮本座打破了这恼人的乌龟壳，省了本座不少力气。他抬起一只完全由火焰构成的手臂，指向那喷涌着赤红火柱的裂谷深处，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能隔着这么远嗅到异火的芬芳。待本座进去，将那天地灵火吞噬炼化，魔功大成。他猛地转头，猩红目光扫过全场众人，最后定格在李彦之身上，厉声尖笑：为了表示感谢，本座一定会把你们统统杀光，用你们的精血神魂来庆贺本座新生。尤其是你。他死死盯着李彦之，邪焰构成的躯体都因兴奋而微微颤抖。本座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你身上有一股比那一火更让本座渴望的气息，纯净高贵，充满了生机与潜力。桀桀，大夏秦王，镇魔司司正，真是天助我也！若能吞了你，炼化你的本源，本座必能更上一层楼。李彦之面色如常，眸中却已冰寒一片，却忽然轻笑一声，让众人摸不着头脑。哼，就等着你来了，正好拿你来试试一念神魔的效果，如何？系统锁定焰魔，对他使用规则系能力一念神魔。定，目标已锁定，一念神魔正在生效。焰魔看着李彦之，不知道他在耍什么把戏，但心里总有个不祥的预感。这时李彦之突然打了个响指，啪！焰魔忽然身躯一颤，只感觉体内的魔焰之力居然不受控制地发生了改变，想要调动体内魔焰变得极为困难，甚至还对自己产生了排斥。这一刻别说战斗了，焰魔惊骇地发现身为魔的自己居然有走火入圣的倾向了。这个发现让焰魔心中不禁生出惶恐之意。李彦之，你对我做了什么？老赵。李彦之则是目光转向赵山河，声音平淡却蕴含着凛冽寒意。这家伙就交给你了，拿下他，死活不论。得令。赵山河早已怒不可遏，闻言暴喝一声，周身气血轰然爆发，磅礴的血煞之气冲天而起，将那焰魔散发的邪意炽热都震散了许多。他一步踏出，地面崩裂，熔岩飞溅，魁梧的身躯却快如闪电，直扑焰魔。拳头位置，狂暴的拳压已将空气打爆，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孽障，收死！蛮象古扎同样怒吼，他立谷族与妖魔亦有大仇，眼见着焰魔不仅想抢夺异火，竟还口出狂言要杀光所有人，岂能容忍？而且他也发现那李彦之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居然让2品的焰魔都变得不对劲了。这种好机会岂能放过？他庞大的身躯却异常灵活，与赵山合成犄角之势合围而去。火压乌柱更是眼中鬼火熊熊，手中古杖重重一顿，嘶声厉喝：焰魔，你掠杀我族人之仇，今日便一并清算。他口中念诵起晦涩古老的咒文，古杖顶端的赤红宝石爆发出悠悠光芒，得到了场地的加持后，一道道无形却灼热诡异的巫术波动，后发先至，袭向焰魔。3大2品强者竟因这突如其来的共同大敌，瞬间形成了联手之势。焰魔惊骇欲绝，最主要的是体内那精纯霸道的魔焰之力，此刻竟开始剧烈冲突逆转。原本如臂食指，充满毁灭与侵蚀特性的魔焰，随着时间推移，竟不可抑制地向着某种灼热、纯粹，甚至带着一丝堂皇正大的属性转化。这种转化并非增益，而是对他魔道根基的彻底颠覆与侵蚀。还没开打呢，魔躯便被这突如其来的圣化力量烧灼得嗤嗤作响，冒出缕缕黑烟与淡金色的火星，带来深入神魂的剧痛与排斥感。不，这不可能！焰魔发出凄厉的尖叫，再不复之前的猖狂。他试图调动力量抵抗，却觉处处掣肘，10成力量发挥不出5、6成，还要分心左右脑互搏，压制体内那该死的进化之力。而这时3大2品强者的攻势已至，赵山河的拳头裹挟着崩山裂地的巨力，率先轰到。焰魔仓促间抬起邪焰手臂格挡，轰一声闷响，暗红邪焰四溅，焰魔身形巨震，被这一拳砸得向后滑退数10丈，在地面离出2道深深的焦痕。手臂上的火焰明显暗淡了许多，烈焰身躯险些被打散，甚至隐约透出一丝不正常的淡金光泽，让他痛吼出声。可恶！蛮象古扎的践踏紧随其后，他并未直接攻击焰魔，而是重重一脚跺在地面。咚！一股沉重无比，带着蛮荒震战之力的冲击波呈扇形扩散，直冲焰魔下盘。焰魔本就身形不稳，被这大地之力一冲，更是踉跄欲倒，体内紊乱的力量几乎失控。火压巫柱的巫术最为诡异刁钻，那无形的波动绕过正面，如同复古之驹般缠上焰魔的躯体，不是灼烧，而是引动他体内本就狂暴冲突的火焰之力进一步内耗沸腾。作为同样使用火焰的炎巫族人，他感觉焰魔此时的情况非常古怪，但具体怪在何处又说不上来。那秦王李彦之究竟对这焰魔做了什么啊？你们这些蝼蚁！李彦之，你究竟用了什么邪法？焰魔痛苦的嘶吼，说出了火压心中的困惑。他周身邪焰明灭不定，猩红的眼眸中充满了惊怒、痛苦以及一丝难以置信的恐惧。李彦之对这一切很满意，若非担心直接杀了这焰魔会影响叶凡获得异火的进度，他已经掏出斩魔之刃砍掉这家伙了。出发！连头都没回，只是随意的朝身后挥了挥手，便与叶灵渊并肩踏入了异火界入口。大夏、厉谷、炎巫3方的其他修士见状更是再不迟疑，
呼喊着从焰魔两侧汹涌冲入裂谷深处，争夺各自的机缘，无人再多看这被困住的妖魔一眼。焰魔眼睁睁看着李彦之的身影消失在异火界入口，心中的憋屈与暴怒几乎要炸裂开来。他硬抗了赵山河一拳，借力向后飘退数10丈，与3人暂时拉开距离，周身邪焰剧烈翻腾，显得极为不稳。好，李彦之！他发出不甘的咆哮，压抑着体内的不适，猩红的目光死死盯着入口方向，又转向步步紧逼的赵山河3人，声音嘶哑怨毒：就算本座一时受制，进不去又如何？你们以为异火是那么好降服的吗？你们真以为收服异火就凭这些冲进去的蠢货，还有你们那几个心高气傲的天骄就能做到？他发出刺耳的怪笑，充满了幸灾乐祸，不过是给真正的猎手送上门的血食罢了。本座就在此看着你们的人在里面死伤殆尽，看着希望变成绝望，待你们两败俱伤，力量耗尽，本座定要将你们抽魂炼魄，以泄心头之恨。赵山河面色冰冷，一步踏前，拳头上血色罡气凝聚如实质，冷笑道：孽障，你中殿下的招，体内情况越来越差，都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先顾好你自己的小命吧。话音未落，他已再次暴起，拳风如龙，撕裂炽热的空气，直取焰魔头颅。蛮象古扎低吼一声，双臂肌肉奔张，图腾闪烁青光，配合赵山河从侧翼猛攻，每一步踏下都地动山摇。火压巫柱更是挥动鼓杖，口中咒语不停，一道道蕴含着诅咒与引燃之力的巫术如影随形，专攻焰魔因圣化而变得脆弱的魔魂与力量节点。3大强者深知进入异火界内抢夺异火也只会互相制衡，警惕彼此，起不了多大用，还不如在外面联手干掉这妖魔来的痛快。至于还有藏在暗中的其他存在，他们也没有太过在意，偷偷摸摸的，连面都不敢露，也不会是什么厉害角色。焰魔咬牙怒吼，不得不再次凝聚紊乱的力量迎战。一时间，结界入口外再度陷入惊天动地的恶战，邪火、血气、蛮力、巫咒疯狂碰撞，将这片区域化为毁灭的漩涡。异火界内，踏入光魔的瞬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虽然依旧炽热，但空气中的火灵力更加精纯、活跃，甚至带着某种灵动的韵律。整片辽阔的区域不再是单一的赤红，而是呈现出琉璃、琥珀、紫金等多种绚烂的火焰色泽。先一步冲进来的各方修士早已分散开来，呼喝声、打斗声、灵物破土而出的异响从各处隐约传来，空气中开始弥漫淡淡的血腥气。机缘自取，各安天命。李彦之停下脚步，对深州几人淡然道：去吧。叶凡虽对李彦之有怨恨，但还是沉声回了一句告辞。话音未落，身形已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养灵宝玉宗师尊焰灵机指引的方向急掠而去，瞬间没入一片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精灵之中。西元抬头，眼底隐晦地浮现一丝异色，看了李彦之和叶灵渊一眼，嘴唇微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低下头，恭敬地行了一礼，转身选择了一个相对僻静、火光幽暗的方向，身影几个闪烁便消失了。这里的宝物虽与他所修之法不符，但没了叶灵渊的灵姿供养，独自去寻找修行资源也很合理。殿下，属下告退。江河无声无息地上前行礼，得到李彦之颔首后，他的身形缓缓淡去，气息彻底隐匿，悄然跟在西元身后。转眼间，入口附近便只剩下李彦之与叶灵渊2人。叶灵渊这才轻轻晃了晃一直与李彦之相牵的手，美眸中闪烁着好奇与惊叹，仰头问道：彦之，刚才你对那焰魔用的是什么手段呀？我看他好像突然就变得不对劲了，体内出现排斥，力量都控制不住的样子。李彦之侧头看他，见他眼中满是纯粹的好奇与信赖，不由微微一笑，抬手轻轻拂过他被热风吹起的一缕发丝，神秘道：一种新琢磨出来的小把戏罢了，正好拿他试手。具体吗？等以后彻底搞明白了再告诉你。叶灵渊虽心中好奇更甚，但听他这么说，便乖巧的不再追问，只是用力点了点头，转而有些急切地道：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去找一伙了？去晚了，万一贝利古族或者炎巫族的人先找到，岂不是？他话未说完，两人身侧不远处，一片缓缓流淌的琥珀色焰流忽然轻轻炸开一团火花，紧接着一道窈窕火爆、充满了野性魅力的身影便从那跃动的火焰中婀娜地不出，正是去而复返的炎巫族天骄赤辽。他手中依旧把玩着一团灵动的火焰，火红的长发在这片火焰世界中更显妖艳，紧身皮甲勾勒出的惊心动魄的诱人曲线。他香舌轻轻舔过娇艳欲滴的红唇，一双媚眼毫不掩饰，充满侵略性的上下打量着李彦之，眼中闪烁着近乎贪婪的炽热光芒。咯咯咯，赤辽发出一串酥媚入骨的娇笑声，一步步走近。方才那焰魔说殿下身上有让他渴望的气息，奴家还以为只是他感知错乱，或者是为了扰乱人心的胡言乱语呢。他停在李彦之身前数步之外，目光灼灼，仿佛要将他看透，现在看来似乎是真的呢。他深吸一口气，露出迷醉的神情，比起那尚未谋面的异火，殿下你本身对奴家的吸引力好像要更大一些呢。赤辽这话一出，叶灵渊整个人都不好了，立马娇斥一声：妖女，你还敢回来蛊惑彦之？他立刻上前半步挡在李彦之身侧，俏脸寒霜，周身冰寒气息弥漫开来，将赤辽带来的那股灼热魅意抵消了不少，美眸警惕而敌视地盯着这个妖女。李彦之神色未变，
只是平静地看着赤辽，仿佛没听到他那充满暗示的话语，淡然问道：“赤辽姑娘去而复返，有何指教？”赤辽对叶凌渊的敌意视若无睹，目光始终粘在李彦之身上，娇笑道：“指教可不敢当，只是奴家对殿下的兴趣真是越来越大了，打定主意一定要把殿下请回我们岩巫族做客呢。”他话锋一转，指尖跳跃的火焰灵动地变换着形状。不过眼下正是要紧。实不相瞒，我岩巫族传承古老，对于寻找天地灵火，自有独特的感应秘法。他眼中闪过一丝自信与诱惑，奴家方才略微感应，已大致锁定了异火本体可能藏匿的几个核心区域。凭殿下和这位妹妹的实力，加上奴家的秘法指引，我们联手夺取异火的把握无疑大增。他身体微微前倾，吐气如兰，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蛊惑的意味。若是成功，奴家有一秘法，不仅可以将那异火与殿下一同分享，共同炼化提升，而且他眼波流转，魅意横生，以我二人属性皆与火焰相关，若是能双修互补，那修为精进的速度可是远超常人想象哦。到时候这南疆乃至整个天下，还有谁能与我们匹敌？叶凌渊听得又羞又怒，脸颊绯红。这岩巫族的蛮夷简直没脸没皮，居然如此光明正大的向燕之求爱。紧咬银牙，周身寒气几乎要凝结成冰晶，若非想看燕之的态度，他几乎要忍不住出手了。李彦之却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对赤辽说的足以让无数修士疯狂的异火和双修诱惑毫不在意。就凭自己的纯阳至尊骨，无论和谁双修，效果都不会差。而且他不喜欢别人施舍的，只想靠自己的双手。此女命格不凡，只是和自己的羁绊不深，不知多子多福的奖励会是怎样的。他轻轻摇了摇头，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赤辽姑娘的好意，本王心领了。不过联手之事还是罢了。他目光扫了一眼远处传来隐约轰鸣和争夺之声的方向，提醒道：“姑娘若有秘法，还是速去寻那一伙为好。若是去得晚了，被厉骨族那位严厉兄弟捷足先登，姑娘一番苦心，岂不付诸东流？”听到李彦之毫不犹豫的拒绝，叶凌渊紧绷的神色顿时放松下来，嘴角微微翘起，看向赤辽的目光带上了几分小小的得意。赤辽脸上那妩媚的笑容微微一僵，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失望，但很快又被更浓的兴趣和征服欲所取代。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咯咯娇笑起来，声音带着毫不气馁的执着：“殿下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定力非凡呢。不过这样才更有意思，不是吗？”他后退两步，身形开始缓缓融入周围跳跃的火焰中，只留下一串带着回音、充满诱惑与宣告的话语：“殿下既然今日不愿，那奴家便改日再来相邀。不过殿下可要记住奴家的话哦，我是要定了，这次异火之争，我们还会再见的。”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已彻底消失在流淌的焰河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只留下一缕淡淡的灼热而魅惑的香气。叶凌渊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转过头，有些紧张又带着期待的看着李彦之，却依然有些酸酸地道：“那位岩巫族的赤辽不仅长得漂亮，身材火辣，天赋还很强，在岩巫族地位也不低，跟彦之你的身份很匹配的，还对你这么热情，你就真的不动心？异族女子再好，哪里又能比得上我的凌渊一丝一毫呢？”李彦之笑着轻轻捏了捏他的手，应对自如：“油嘴滑舌就会说些好听的来哄人家，是不是在其他姐妹面前也这样？哪有，你冤枉我了。”叶凌渊娇媚心白了他一眼，却也是露出甜蜜幸福的笑容，更加握紧李彦之的手。过了这段时间，又要跟彦之分别了，可得多在一起，珍惜这段时间。李彦之心里也明白，吴姐能说这话，说明她对自己还是缺乏些安全感，怕失去自己。不过想让她安心，不是靠说出来，越说她只会越担心，要靠去做。握紧叶凌渊柔嫩的玉手，目光投向这片火焰世界更深远、更灼热的核心。体内的太阳圣火在走入这里后，也开始变得躁动，兴奋起来。他也想吞噬异火，强大自己。走吧，凌渊。他语气悠然。好戏才刚要开场，至于异火该是谁的，终究会是谁的，去得快了也无用。他牵着叶凌渊，并未朝着任何一处激烈争夺的方向，也未刻意追寻异火的气息，而是如同信步闲庭般，选择了一条看似平静、火焰色彩却最为瑰丽变幻的小径，悠然行去，仿佛他们来的目的只是和叶凌渊到此观看风景，花前月下而已。叶凌渊也是格外珍惜这段时光。同时李彦之也通过情绪值系统感应着这几位身怀命格的人情绪变化，来揣测他们如今的进度。定，气运之子叶凡轻易获得一缕微弱紫火，心中大喜，情绪值加2000。绿茶之女西元获得一株中等灵药，欣喜不已，情绪值加1000。战魂命格严厉获得淬骨晶石，内心喜悦，情绪值加1000。随着时间流逝，异火界内众人获得的天才地宝越来越多，李彦之也是断断续续的从这几位身怀特殊命格的人身上获得了不少情绪值，如今他的余额已经达到8万。李彦之也是欣喜不已，出了这异火界，自己的情绪值必然超过10万。红色宝箱指日可待。定，气运之子叶凡成功收取第3缕微弱紫火，信心大增，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83000分，又得了一道。叶凡压抑着心中的狂喜，小心翼翼地用师尊传授的秘法和提前准备的法器
将那一缕跳跃的淡蓝色火苗封入特制的葫芦之中，葫芦中已有2缕颜色稍异的紫火微微摇曳。好，3道子火了！叶凡精神振奋，师尊，照这个速度，我们说不定真能。养灵宝玉中，燕灵姬的虚影微微凝实，她绝美的面容上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身处这浓郁的火灵力环境中，她的状态比外界好了不少，灵觉也更加敏锐。小凡，莫要太过乐观。她声音柔媚却显得严肃，这紫火收取得似乎过于顺利了。异火乃天地奇物，即便散逸的紫火也自有灵性，不应如此轻松便遇到，还毫无抵抗，任人收取。他接着沉吟道：“能孕育出如此多且品质不低的紫火，此次出世的主体异火，其威能恐怕远超我们之前的预估。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叶凡闻言，兴奋稍减，但看着手中玉瓶内3道散发着精纯火灵力的紫火，眼中贪婪与渴望依旧炽烈。师尊的意思是，我们准备的镇压法器品级有限。燕灵姬直接点明关键，5道子火已是极限，这还多亏了紫火并不反抗，不然3道都难。若再收取，恐难以同时压制。一旦紫火暴动反噬，不仅前功尽弃，你也会有性命之忧。必须尽快找地方将它们炼化吸收，太多的话你也未必能承受。叶凡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拳头紧握，指甲几乎掐进肉里。他咬牙道：“可是师尊，您说过，第一次炼化异火，无论是紫火还是本体，效果都是最强的，能洗涤根骨，爆发时提升修为。仅仅几道微弱紫火，我不甘心。我的目标从来都是那道异火本体。”燕灵姬看着徒弟倔强而不甘的眼神，心中一叹，知道劝不动，只能缓和语气道：“机缘之事，强求不得。但既然来了，自然要尽力争取。我们先稳固，已有收获，再伺机而动。若本体异火真有变故，或许反而是我们的机会。”听到这话，叶凡眼中重新燃起希望，重点头：“师尊，我们继续找，至少再多找1-2道，将法器的容纳推到极限再说。”师徒2人依照燕灵姬对火焰的独特感应，继续向火灵力更浓郁的区域深入。不久，他们又在一处晶莹的火珊瑚丛中发现了一缕金红色的紫火，比之前3道更加凝实灵动。叶凡大喜，正要上前收取，站住！几声冷喝传来，4-5道身影从另一侧的火焰后闪出，拦在了叶凡面前。这些人穿着岩巫族的服饰，修为皆是4品、5品，看向叶凡的目光充满不屑与嘲弄。啧，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大夏7品的弱鸡。为首一个脸上有着火焰刺青的汉子嗤笑道：“大夏是没人了吗？这种修为也敢来异火界送死？”另一人接口：“小子，刚才你虽然站在内亲王后面，但你修为低微，识相点自己滚！这驴子火不是你该碰的。看在咱们2方强者正在外面联手的份上，饶你一条小命。”叶凡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胸膛剧烈起伏，强烈的屈辱感和杀意涌上心头。他死死握紧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定！气运之子叶凡遭受羞辱，内心充满屈辱与杀意，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余额84000份。小凡，忍住！燕灵姬急促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他们人多，修为也远高于你，不可冲动，紫火可以再找，性命要紧。叶凡深吸一口气，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才压下立刻动手的冲动。他明白师尊说的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死死盯着那几个岩巫族人，仿佛要将他们的面孔刻入灵魂，然后缓缓转身，准备离开这个耻辱之地。慢着！就在这时，一个苏媚却带着威严的女声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焰流分开，一道火爆妖娆的身影款步而来，正是岩巫族天骄赤辽。他手中把玩着一缕跳跃的紫火，目光扫过场中，那几个岩巫族人见到他，立刻收敛了嚣张气焰，恭敬行礼，参见赤辽大人。赤辽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看向那缕金红色紫火，又看了看脸色难看的叶凡，红唇微勾。这紫火是这位小兄弟先发现的吧？这岩巫族几人面面相觑。赤辽脸色一冷，呵斥道：“既是人家先发现的，那便是人家的机缘。我岩巫族何时成了强取豪夺之辈，还不给这位小兄弟道歉？”那几人被他气势所慑，虽心中不忿，却不敢违逆这位族中天骄，只得悻悻然朝着叶凡抱拳，含糊道：“对不住了。”叶凡愣住了，完全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赤辽这才转向叶凡，脸上重新浮现那娇媚的笑容，声音也柔和下来：“小兄弟莫怪，族人不懂事。你是叫叶凡对吧？李彦之殿下的弟弟。”叶凡心中一震，瞬间明白了，原来这女人是因为李彦之才帮自己。这个认知比刚才被直接羞辱更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和屈辱。叶凡宁愿被那些人打一顿，抢走紫火，也不愿接受来自李彦之的硬币。他的脸色由青转紫，胸膛急剧起伏。定！气运之子叶凡因被迫接受宿主关联者的帮助，感到极度屈辱与愤怒，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87000份。赤辽似乎并未察觉叶凡内心的惊涛骇浪，或者说并不在意，他依旧笑靥如花。既然是殿下的弟弟，那迟早也是我的弟弟。姐姐，我自然不能看你被人欺负。以后在这异火界，甚至整个南疆，若再有人为难你，报我的名字便是。不必了。
叶凡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声音冷得像冰。他看也不看那驴子火，更不看赤辽，猛地转身，大步离去，背影僵硬而决绝。哎，你这小子，赤辽大人好意帮你，你什么态度？一个盐屋族人忍不住骂道，真是不知好歹。赤辽却抬手制止了他，望着叶凡离去的背影，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低声轻笑，哼，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这倔脾气和骨子里的骄傲倒还真有几分相似呢。他似乎看出了叶凡对李彦之的敌意，但这并未影响他想要抢走李彦之的兴致。正想再说些什么，忽然他神色一动，脸上露出惊喜之色。这股波动是本体异火，而且很近。他不再停留，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流火，朝着某个方向疾驰而去，瞬间消失，只留下几个盐屋族人和那缕兀自跳跃的金红色紫火。远处看似悠闲漫步的李彦之，嘴角微不可察地向上弯了弯。嘿，情绪值余额马上就突破9万了，我这凡弟果然是最好好的呀！就在这时，他体内的太阳圣火也忽然剧烈跳动起来。李彦之先是一愣，而后转喜，拉着叶凌渊的手，速度开始加快。凌渊，异火主体现身了，咱们也去凑凑热闹。李彦之与叶凌渊如2道流光，循着太阳圣火的指引，迅速穿越重重火焰奇景。越往深处，温度越高，火灵力的浓度也越发骇人，空气中甚至开始漂浮着点点晶莹的火星。寻常修士若无护身法宝，恐怕连呼吸都会灼伤肺腑。沿途，他们已经看到不少或欣喜若狂，或垂头丧气，甚至永远留在此地的修士。争夺的残酷，在进入这方异火世界后被瞬间放大。终于，前方豁然开朗，这是一片无比巨大的地下熔岩湖，赤红滚烫的岩浆缓缓流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热浪。而在熔岩湖的中心，一座由无数火红晶石天然形成的平台上，正静静悬浮着一朵莲花。这莲花并非真实植物，而是完全由火焰凝成，它正在吸取熔岩中的力量。莲花约莫脸盆大小，共有9瓣，花瓣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粉白与淡金交织的色泽，微微透明，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火焰妖莲周身除了精纯霸道的异火之气外，竟还缭绕着一丝若有若无，却让人极不舒服的妖异邪气。它静静地悬浮在那里，缓缓旋转，美得惊心动魄，也危险的令人毛骨悚然。正是异火成灵后显化出的主体。熔岩湖畔已然聚集了数10道身影，利古族严厉带着7、8名气息彪悍的族人占据一方，盐屋族赤辽身边也簇拥着10余名族人。大下一方，除了李彦之、叶凌渊抵达，还有一些之前冲得快的宗门高手和散修，此刻都目光灼灼地盯着湖心妖莲，却又忌惮着彼此，不敢率先出手。叶凡也悄然混在稍远一些的乱石阴影中，当他看到那朵妖莲异火时，呼吸瞬间急促，眼中爆发出难以形容的渴望。再低头看看手中葫芦里那几缕微弱紫火，顿时觉得索然无味。二者如同萤火与皓月相比，毫无可比性。这才是真正的异火，这才是我叶凡应该拥有的力量。他心中狂吼，拳头紧握，指甲再次掐入掌心。但看着前方对峙的严厉、赤辽，还有那个让他恨之入骨却又深不可测的李彦之，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绝望涌上心头。有他们在，我怎么可能？他脸色灰败，但下一刻，燕灵姬轻柔却坚定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小凡，莫要绝望，异火有灵，择主而栖，并非修为高就一定成功。况且此地情况似乎并不简单，静观其变，未必没有机会。叶凡精神一振，强行压下纷乱的心绪，凝神观察。此时，利古族严厉按捺不住，声如闷雷，打破了诡异的寂静。异火就在眼前，赤辽，废话少说，想要这异火，先过我这一关。打赢我，异火归你；打不赢，就给我滚开！他周身肌肉奔张，青色图腾开始发光，战意冲天而起，直指赤辽。赤辽却咯咯娇笑，并未直接回应严厉，反而将那双勾魂摄魄的媚眼转向刚刚落定的李彦之，声音酥软：秦王殿下，你也看到了，这大块头一点风情都不懂，就知道打打杀杀，不如我们联手如何？他手指轻轻绕着胸前的一缕红发，眼波流转，以我联手，先收拾了这蛮子，然后这一伙我们共享。之前答应你的条件全都作数。他刻意加重了共享和条件的语气，其中深意不言而喻。严厉闻言，脸色顿时一沉，单独对上赤辽或李彦之任何一人，他都自信不虚，甚至战意高昂。但若这二人联手，再加上李彦之身边那个气息同样不弱的大夏武公主叶凌渊，形势将对他极为不利。不行，可不能被两人围攻了。严厉铜铃般的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朝两人朗声嗤笑道：你二人好歹也是名震天下的天骄，没想到只是个以多欺少之辈。不过有什么招尽管来吧，本大爷全都接下了。众人诧异地看了严厉一眼，嘿，还知道激将法，这大块头不傻哎。秦王殿下休听这大块头的，异火才是最重要的。赤辽柳眉微皱的道。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李彦之身上，等待着他的抉择。叶凡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若李彦之真的和赤辽联手，那他夺取异火的最后一丝渺茫希望也将彻底破灭。然而李彦之却仿佛没有听到赤辽充满诱惑的提议，也没有在意严厉那逼人的战意和嗤笑，他的目光
自始至终都平静地落在那朵缓缓旋转的粉白腰帘之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就在赤辽以为他是在权衡利弊，严厉以为他是在故作高深之时，李彦之忽然开口，声音清淡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当着一伙的面，如此光明正大地讨论如何瓜分他，诸位是不是太不给这位主人面子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熔岩湖心那愈发妖异的火焰莲花，语气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况且，你们真的觉得现在该考虑的是如何从彼此手中抢夺他吗？难道不应该先想想该如何应付这位似乎并不怎么欢迎我们的主人？以及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目光锐利如剑，仿佛穿透了那妖莲美丽的外表，直视其核心的黑暗，那个已经捷足先登藏身其中的东西。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愣，随即像是为了印证李彦之的话，那朵粉白妖莲忽然微微一颤，嗡，一股远比之前更加狂暴、更加妖异、充满了混乱与吞噬欲望的恐怖气息猛地从莲心处爆发出来。粉白色的火焰骤然变得赤亮，花瓣边缘甚至开始弥漫出一丝丝诡异的黑气。与此同时，一股无形却灼热无比的气浪以妖莲为中心，轰然向四周扩散。啊！几个靠得稍近、修为只有4、5品，正满心贪婪盯着妖莲的散修，猝不及防被那气浪扫中。他们甚至连惨叫都只来得及发出一半，护体灵光便已破碎，身体瞬间被点燃，化作一个个扭曲的火人。仅仅挣扎了2、3个呼吸，便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彻底化为飞灰，连一点残渣都未曾留下。嘶！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严厉脸上的战意瞬间凝固，转为凝重。赤辽妩媚的笑容也彻底消失，美眸中满是惊疑不定。叶凡更是害得后退半步，心中后怕不已。直到此刻，所有人才骇然发现，这一伙的灵智与威能恐怕远超他们的想象。他并非毫无反抗的宝物，而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甚至可能暗藏邪意的恐怖存在。这一伙不对劲！一位大夏的宗门长老失声惊呼：好强的妖邪之气，这一伙怎会如此？炎巫族中有人颤声道：难道这是一道邪火？厉骨族战士也握紧了武器，如临大敌。李彦之负手而立，衣袍在狂暴的热浪中猎猎作响，神色却依旧平静。现在明白了，他淡淡的声音响起，压下了现场的骚动。想要收服他，怕不是那么简单。更何况，他的目光落向那妖莲核心隐晦的暗红之处，声音低沉下去，却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含义。已经有客人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早入侵其中了。话音刚落，那妖莲猛地一震，莲心暗红之处陡然亮起2点猩红如血，充满了无尽恶念与贪婪的光芒。一股比之前焰魔也不遑多让的恐怖妖气瞬间降临，所有人心中俱是一凛：2品大妖，而且他是什么时候潜入进来的？竟能瞒过外面3位2品强者的感知，甚至抢在所有人之前悄然开始炼化这一伙本体。这个念头刚起，异变陡生，吼一声震耳欲聋、充满了暴力与灼热气息的咆哮从熔岩湖底轰然炸响，众人脚下的大地剧烈震颤，熔岩湖面如同沸腾般炸开无数巨大的气泡。紧接着，连接着那粉白妖莲直插熔岩深处的粗大金柱轰然爆裂，无数赤红晶石碎片四射飞溅，在狂暴的火焰灵力裹挟下，威力堪比强者全力一击，顿时又有几名躲闪不及的低阶修士被洞穿或灼伤，惨叫声响起。而在金柱爆裂的中心，一道庞大而狰狞的身影猛地冲天而起，那是一条通体赤红、覆盖着厚重如岩浆凝结般鳞甲的巨蛟，身长超过20丈，大半身躯沐浴于岩浆中，头上鼓起2个肉瘤，隐隐有化龙之兆。他双目猩红如血，口鼻喷吐着夹杂黑气的烈焰，一股狂暴炽烈却又带着浓郁腥气的大妖威压向四周扩散。最令人心惊的是，他腹部有一处鳞甲缝隙中正隐隐透出粉白色的光芒，正是那朵妖莲异火，竟被他直接吞入了腹中，妄图强行以妖力包裹炼化。赤炎火蛟，而且是开始化龙的2品大妖。一名见多识广的大夏老修士失声叫道，声音带着恐惧。火蛟盘从岩浆中露出交手，猩红的树瞳冰冷而贪婪地扫视渺小的众人，最后死死盯住了李彦之，口吐人言，声音嘶哑如岩石摩擦：结，不愧是让妖魔都吃了大亏的大夏秦王，镇魔司司正，这份眼力当真了得，竟能看破本座的隐秘。李彦之面对这恐怖大妖，神色依旧淡然，甚至嘴角还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轻蔑。区孽畜，像你这般藏头露尾、觊觎天地灵物的货色，我镇魔司镇压斩杀的数不胜数。看出你这点伎俩，又有何难？他目光扫过火蛟腹部透出的粉白光芒，语气转冷：今日你休想炼化这一火，正好本王还缺一条趁手的腰带，今日便抽了你这孽畜的蛟精来炼，再剐了你这一身鳞甲，制成宝甲，想必不错。此言一出，全场皆惊。面对2品且已经开始化龙的火蛟，竟敢如此轻描淡写的说要抽筋剥鳞，这是何等的霸气与自信！严厉铜铃般的眼睛更大了几分，赤辽美眸中异彩连连，便是藏身暗处的叶凡也听得心神震荡。虽然恨极了李彦之，却也不得不承认，这话当真霸气侧漏。好，狂妄！火蛟被彻底激怒，仰天发出一声震裂岩壁的咆哮，周身烈焰轰然爆发，
将半个熔岩湖上空都染成暗红色。本座今日炼化一火，乃是大喜之事，正愁血势不够丰盛，你们这些蝼蚁便送上门来，正好将你们统统吞了，炼成血势精粹，助本座一举化龙。狂暴的妖火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直扑李彦之等人所在的方向。李彦之却是不闪不避，只是轻轻抬起右手，掌心之中一缕纯粹到极致、尊贵堂皇的金色火焰悄然跳跃而出，正是太阳圣火。这缕火焰甫一出现，周围的炽热躁动的空气都为之一清，那火焦喷吐的暗红妖火竟隐隐有被压制避让的趋势。赤辽则是舔着腰，艳红唇，两眼放光的看着他，这男人果然有东西，就凭你这点能耐。李彦之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火焰的轰鸣。少说大话，你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彻底炼化异火。之前结界破碎时那冲天的异象，恐怕也是你压制不住异火反抗，才被迫泄露出来的吧？他目光如电，仿佛洞悉了一切，所以你才一直鬼鬼祟祟藏身熔岩深处，不敢光明正大现身。之前打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等我们这些人为了争夺异火，互相厮杀，斗个两败俱伤，你再出来坐收渔利，轻松收拾残局，对吧？李彦之嗤笑一声，虽是头孽畜，倒还算有点脑子，可惜他顿了顿，周身气息开始缓缓升腾，那缕太阳圣火光芒愈盛，别说如今已需分心压制体内尚未驯服的异火，实力大打折扣，就算是你全盛时期，本王也从未放在眼里。你火焦猩红的瞳孔骤然收缩，心中的算计被李彦之一语道破，更是恼羞成怒，同时又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那金色火焰让他源自血脉深处都感到一丝恐惧。另一边，严厉和赤辽的脸色也彻底阴沉下来。好阴险的畜生！严厉瓮声骂道，眼中战意被怒火取代。他立鼓足崇尚力量与正面搏杀，最是厌恶这种暗中算计的卑劣行径。赤辽也是俏脸寒霜，美眸中寒光闪烁，差点就被这孽畜当了螳螂，真是好算计。两人对视一眼，虽彼此敌对，但此刻面对这共同的更加危险且狡诈的敌人，瞬间达成了默契。秦王殿下，严厉率先开口，声如雷震，这孽畜阴险狡诈，又吞了异火，绝不能让他得逞，我们先联手把他肚子里的异火打出来再说。赤辽也娇声道，不错，先解决这火焦，至于异火归属，之后我们再各凭本事。他们都将目光投向李彦之，毕竟三方之中，大家一方实力看起来最强的，且李彦之方才表现出的眼力和那神秘的金色火焰，都让他们忌惮又存有合作之心。李彦之心念电转，瞬间明了局势，联手对付火焦，正合他意。他本就没打算现在全力争夺异火，毕竟按照天命，这异火最终会以某种稀奇古怪的方式落到叶凡手里，自己只需参与其中，维持局面，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捞点情绪值，并确保叶凡最终顺利得到异火即可。可他淡然点头，吐出一个字，却已表明了态度。好。严厉精神一振，哥哥，这才对嘛，奴家就说殿下迟早要跟我在一起的。赤辽也笑了，只是笑容中依旧带着对李彦之的势在必得。李彦之则是神色淡然的朝叶凌渊叮嘱道，凌渊，你先在一旁歇着，剩下的交给我便是。动手！严厉早已按捺不住，暴喝一声，率先发难。他周身青色图腾骤然亮起刺目光芒，本就魁梧的身躯仿佛又膨胀了一圈，双拳之上凝聚着山岳般的厚重力量，脚踏熔岩湖，每一步都震得岩浆四溅，悍然冲向盘踞火海中的赤火岩礁。撼山撞，他没有丝毫花哨，就是最纯粹最暴力的冲撞，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挤压出爆鸣，目标直指火焦裸露在岩浆外的粗壮身躯。区区蝼蚁也敢撼山？火焦怒笑，虽然忌惮李彦之的金色火焰，但对这立鼓足的蛮子却并无太多畏惧，抬起一只覆盖着厚重鳞甲的利爪，裹挟着熊熊妖火，狠狠拍向严厉。轰隆，拳爪相交，发出金铁交鸣般的巨响，狂暴的气浪炸开，将附近的熔岩都掀起了数丈高的浪头。严厉闷哼一声，身形晃了晃，向后滑退数步，稳住身形，险些栽入岩浆之中，但他眼中战意更盛，咧嘴一笑，痛快，再来！近似毫发无损，再次柔身扑上，拳、肘、膝、肩都化作最凶悍的武器，与火焦的利爪、长尾展开最原始的搏杀。他的攻击势大力沉，每一击都让火焦身躯震颤，鳞甲都被击碎，竟是三人中对火焦造成实质性威胁最大的一个。哈哈哈，痛快！李彦之看到没？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光修为高有什么用？严厉一边猛攻，一边还不忘朝李彦之那边得意的吼了一嗓子。在他看来，李彦之虽然修为最高，有3品圆满，但战斗风格明显文弱许多，远不如自己这3品中皆威猛。李彦之对此只是淡淡一笑，并未回应。他身形飘逸，游走在战场边缘，手中太阳圣火化作金色长弓，射出火箭袭击火焦防御薄弱之处。每一次出手都恰到好处，既牵制了火焦，又并未消耗太多力量，更多是在为严厉创造机会，同时观察着火焦腹部的异火波动。他的首要目标从来都不是干掉这2品火焦。哼，没脑子的傻大个！赤辽心中暗啐一声，他也看出了李彦之明显在保留实力，虽然不知其目的，但他心思灵巧，立刻有样学样。他手中火焰灵动变换，时而化作火蛇缠绕干扰，
时而拧成长鞭远程骚扰，攻击看似绚烂，实则也留了2-3分力，更多是在自保和策应。美眸不时瞟向李彦之，试图揣测他的意图。于是战场上就出现了颇为怪异的一幕，实力最强的李彦之和心思最多的赤辽却成了严厉的辅助，而严厉则如同战神附体，以一己之力扛住了火蛟大部分正面攻击，还打得有声有色，越发骄狂。哈哈，孽畜，知道本大爷的厉害了吧？今日便砸碎你这2品大妖的骨头！严厉越战越勇，抓住一个机会，狠狠一拳砸在火蛟侧腹，正是那隐隐透出粉白光芒的位置。好！火蛟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这一拳不仅力道惊人，似乎还震荡了他镇压异火的妖力。腹部的粉白光芒猛地赤亮了一瞬，一股更加狂暴混乱的异火气息泄露出来，火蛟身躯巨震，气息出现了一丝紊乱，压制异火变得更加吃力。好机会！赤辽美眸一亮，正待加大攻击力度，李彦之却微微摇头，传音道：莫急，逼得太紧，恐生变故。果然，火蛟猩红的瞳孔中闪过一丝疯狂与决绝。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不仅无法炼化异火，还可能被这3个难缠的人类天骄活活耗死。你们逼我的！火蛟发出怨毒无比的咆哮，猛地张开血盆大口，腹部剧烈收缩，竟是要将吞入腹中的妖莲异火强行喷吐出来。不仅是吐出，更是要引爆！本做得不到，你们也休想得到！都给我去死吧！轰！伴随着火蛟凄厉的怒吼，那朵粉白妖莲被他以狂暴的妖力硬生生从腹中挤压而出，向离他最近的严厉捅去。妖莲出现的瞬间，便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刺目光芒，花瓣上的粉白与淡金之色疯狂流转，散发出毁灭性的波动，一股无法形容、足以焚灭肉身神魂的恐怖热浪，以妖莲以及严厉为中心，轰然爆发。粉白色的火焰瞬间膨胀，化作滔天火海，朝着四面八方无差别的席卷而去。所过之处，空气扭曲蒸发，岩石瞬间融化成岩浆，连空间都仿佛要被烧穿。不好，他引爆了异火本源，快退！赤辽脸色骤变，失声惊呼，再也顾不得保留，来到岩屋族人身旁，所有人开始双手急速结印，一层层火红色的光幕在身前叠加，试图抵挡。该死！严厉也是怒骂一声，双臂交叉护在身前，青色图腾光芒大放，形成厚重的防护。但贴脸的他瞬间就被火焰淹没。那些原本在远处观望企图捡漏的修士和利古族人更是亡魂皆冒，哭爹喊娘地转身就逃。但火海扩张的速度远超他们想象，瞬间便将10几人吞没，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化为灰烬。李彦之身形一闪，已回到叶凌渊身边，面对扑面而来的毁灭火海，他只是平静地抬起手，掌心太阳圣火悠然流转，化作一道薄薄的金色光幕，将2人笼罩其中。少数来到这里的镇魔司人员也得到了他的庇护。那足以融金化铁的粉白火海冲击在惊艳光幕上，虽然激起漫天光焰，却无法撼动光幕分毫，甚至被那只杨志纯的太阳圣火隐隐排斥净化。什么？和岩屋族人站在一起的赤辽瞥见这一幕，心中骇然。他们需全力抵挡才能自保，李彦之竟如此轻松，这家伙之前究竟是留了几分力？但此刻最危险的却是叶凡。叶凡本就藏身不远，火海爆发时他骇然失色，转身就逃，但才7品修为，速度如何比得上火海蔓延？眼看那毁灭性的粉白火焰就要将他吞噬。小凡！养灵宝玉中燕灵姬的虚影发出一声惊呼，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朦胧的散发着柔和光晕的淡红色灵魂虚影猛地从宝玉中冲出，挡在了叶凡身后。正是燕灵姬，他双手张开，凝聚起残存的灵魂力量，化作一面薄薄的火焰护盾。轰！火海撞上护盾，仅仅支撑了刹那，护盾便轰然破碎。燕灵姬的虚影瞬间暗淡了许多，发出痛苦的闷哼，灵魂体变得几乎透明，显然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他能吸收异火的力量恢复，但不是这样被异火炸一遍。师尊！叶凡目眦欲裂，嘶声痛呼。然而就在这混乱到极致、能量狂暴肆虐的瞬间，谁也没有注意到，那爆炸中心粉白妖莲本体在释放了绝大部分毁灭性能量后，核心处那莲蓬微微裂开了一道缝隙，一缕微弱到极致、几乎难以察觉的粉白色火苗，如同拥有灵性般，趁着爆炸的混乱和燕灵姬残存灵魂气息的牵引，化作一道微光，悄无声息地钻入了叶凡那个装有数驴子火的破损葫芦之中。葫芦轻轻一震，表面焦黑，裂痕更多，却奇异的没有彻底破碎。滔天的火海渐渐平息，留下满目疮痍的熔岩湖和一片死寂。火蛟因为强行引爆异火本源，还处在中心处，此时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庞大的身躯上满是焦痕和裂口。他怨毒而不甘地瞪了众人一眼，尤其是毫发无损的李彦之，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猛地扎入滚滚熔岩之中，妄图借着岩浆的掩护，如同来时一般远遁此地。他需要立刻觅得疗伤，至于异火，只能以后再说了。现场一片狼藉，幸存者寥寥，个个带伤，皆是心有余悸。没想到异火自爆威力如此恐怖，熔岩湖面被炸出一个短暂的凹陷，就连岩浆也被焚烧成虚无，此刻正缓缓合拢，发出咕嘟咕嘟的闷响。空气中弥漫着焦糊与硫磺的刺鼻气味，以及淡淡的血腥气。众人的目光
首先落在了爆炸最中心的位置。那里一道身影正艰难地摇摇晃晃地站立着，正是严厉。然而此刻的他早已不复之前的骄狂与威猛，他浑身焦黑一片，那身简陋却坚韧的皮甲破碎不堪，裸露出的古铜色皮肤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焦痕与裂口，有些深可见骨，正骨骨网外渗着暗红色的血液，还有微弱的粉白色火苗不停地烧着伤口。他头上、脸上也满是血污和焦痕，一头短发被烧得卷曲焦糊。严厉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一次呼吸都牵动伤口，带来剧烈的痛苦，嘴角不断溢出带着焦黑碎末的血沫。那双原本充满战意的铜铃大眼，此刻暗淡无光，充满了痛苦与惊悸，死死盯着火焦消失的熔岩湖面，身躯晃动了几下，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全靠一股顽强的意志强撑着没有倒下。嗨，咳，他剧烈的咳嗽起来，每一次咳嗽都喷出更多的血沫。严厉大人！远处几名侥幸逃过火海，但也个个带伤的利骨族战士惊呼着，跌跌撞撞的想要冲过去。别过来！严厉艰难地抬起一只手，动作牵扯到伤口，加剧一伙火苗焚烧，让他又是一阵抽搐，声音嘶哑虚弱。危险！还没！咳，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气息萎靡到了极点，俨然已是重伤濒危之态。这一幕看得所有人都心惊肉跳，尤其是赤辽。他站在岩屋族人联手撑起的防护光幕之后，光幕上也布满了裂痕，他自身气息也有些紊乱，俏脸微微发白，显然抵挡那爆炸也消耗不小。当他看到严厉那凄惨无比的模样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美眸中闪过一丝后怕。这一火自爆的威力竟如此恐怖！赤辽心中骇然，严厉这蛮子体魄之强横，在我们这一代中绝对是顶尖的，又有图腾之力护身，居然都被炸成这般模样，几乎是废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光洁的脸颊和火辣的身材，一阵后怕涌上心头。幸好之前我留了个心眼，看那李彦之不出全力，我也跟着划水，没有像这傻大个一样冲到最前面去跟火焦近身肉搏。若是换了我，被那妖莲一火贴脸炸一下，他打了个寒战，不敢想象那后果，只怕就不是重伤那么简单，很可能当场就香消玉殒，被烧得连灰都不剩。这李彦之治疗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投向那道玄色身影，眼神无比复杂，有忌惮，有好奇，更有一种被彻底勾起难以言喻的兴趣和征服欲。他到底藏了多少？不仅实力深不可测，连眼光和判断都如此精准毒辣。他是不是早就料到火焦会狗急跳墙，所以才一直保存实力？李彦之并未在意治疗复杂的目光，也不关心重伤的严厉。他撤去太阳圣火凝成的光幕，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后在那瘫坐在地抱着养灵宝玉两眼呆滞无神的叶凡身上短暂停留了一瞬。果然有变故。李彦之心念微动，那缕妖莲一火的本源火种看似自爆消散了，但只怕已经落入叶凡手中，只是还不知具体是什么情况，不宜打草惊蛇，自己留下来也会影响异火和叶凡。有影妻在暗处盯着他，暂时翻不起了，现在该处理另一件事了。李彦之的眼神陡然转冷，如同万载寒冰，望向了火焦遁走的那片翻滚的熔岩湖面。滔天的杀意如同实质般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让附近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灭处！他低声吐出两个字，声音冰冷刺骨。伤了这么多人，搅乱了局势，还想就这么一走了之？本王的腰带可还缺着呢。他转头对身旁的叶凌渊温声道：“凌渊，此地混乱未平，一切先带我们的人退出这片核心区域，在外围稍作休整，接应后续进来的老赵。”叶凌渊虽然担心，但也知不能影响李彦之，更相信他的实力，便乖巧点头：“彦之，你千万小心，那火焦虽伤，毕竟是2品大妖，又熟悉此地环境。放心。”李彦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随即他不再多言，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迅疾无比的金色流光，朝着火焦遁入的熔岩湖中急追而去，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语回荡在灼热的空气中：“孽畜，休想逃！今日必抽你焦筋，包你焦灵，以及此番亡魂。”话音未落，人已消失在翻腾的熔岩之中。他真的去追那火焦了？赤辽愕然，随即美眸中爆发出惊人的光彩。受了伤还敢追入熔岩？不对，他之前根本没怎么消耗，这家伙真是让人看不透。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对身边的族人快速吩咐道：“你们在此照看伤员，搜寻残存灵物，我去看看。此妖着实可恶，不能轻易放了他。若杀之，还能取身上的宝物，挽回些损失。”不等族人回应，他周身火红灵力涌动，也化作一道流火，紧随着李彦之消失的方向追了上去。如此精彩又神秘的男人，如此难得的机会，他怎能错过？说不定还能有机会帮他一把，让他欠自己个人情呢。赤辽的嘴角勾起一抹是在必得的妩媚弧度。熔岩湖畔只剩下劫后余生的众人，以及重伤垂死的严厉，茫然呆坐的叶凡，还有叶凌渊开始指挥有序撤退的大夏人员。暗处，影妻如同最忠实的影子，目光依旧牢牢锁定着叶凡。之前他遵照殿下之命，哪怕叶凡面临死亡危机也没有出手，这也导致燕灵姬出手后灵魂体再次受伤，而叶凡依旧沉浸在失尊重伤的悲痛与自责之中，
对悄然降临的天大机缘和悄然离去的宿命之敌都恍然未觉。他捧着养灵宝玉，眼含热泪的哽咽起来。呜呜，师尊，都怪我，要不是我想要凑近点，也不会被波及到，你也不会为救我而身受重伤。定，气运之子叶凡因师尊重伤而陷入极度自责与懊悔，情绪值加10000，情绪值余额97000。小凡，叶凡的悲伤哽咽被怀中养灵宝玉内传出的微弱到几不可闻的呼唤打断，这声音细若游丝，仿佛随时会飘散，却让叶凡浑身剧震，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师尊，您还醒着？您怎么样？叶凡连忙捧起宝玉，声音颤抖，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定，气运之子叶凡因师尊未彻底沉寂而喜极，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余额98000。无妨，死不了。燕灵姬的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难以掩饰的虚弱与痛苦。但养灵宝玉已难以维系我如今状态，必须尽快找到能滋养灵魂的特殊之地，否则……他喘息了几下，似乎在凝聚最后的气力，语速加快了些。方才我现出灵魂虚影时，隐约感应到西北方向约30里处有一股阴寒与炽热交织的奇特灵力波动，对灵魂或有奇效。快带我去！西北30里，阴寒与炽热交织。叶凡立刻记下，没有丝毫怀疑。好，师尊您坚持住，我这就带您去，一定不会有事的。他胡乱抹了把脸上的泪痕，将养灵宝玉小心翼翼贴身收好，又一把抓起那个表面焦黑、布满裂痕的葫芦入手。他隐约感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温热，但此刻心系师尊，也来不及细究，只当是紫火残存的余温。等着我，师尊！叶凡低声自语，眼神重新变得坚定，甚至有些偏执。他迅速扫了一眼周围混乱的景象，重伤的严厉被族人围住救治，叶灵渊正指挥大夏人员撤退，其他人或疗伤或搜寻残骸，无人关注他这个不起眼的七品修士。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翻腾的气血和被爆炸余波震出的内伤，认准西北方向，施展身法，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嶙峋的火红岩壁与尚未散尽的烟尘之中。在他离开的刹那，那焦黑的葫芦内一缕微弱的粉白色火苗轻轻摇曳了一下，与葫芦内原本的几缕紫火悄然接触试探，并开始了一种极其缓慢近乎本能的融合过程。叶灵渊目送叶凡独自离去，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他记得燕之的叮嘱，对叶凡放任自流即可。虽然不明白燕之为何如此看重这个看似普通的弟弟，但出于对燕之绝对的信任，他并未出声阻拦或派人跟随，只是暗暗记下了他离去的方向。就在这时，轰轰轰，3道强横无比、带着激烈战斗后残留煞气与灼热的气息，重落在熔岩湖畔。正是先前在外面联手对抗夜魔的3大2品强者。3人身上皆带着些许战斗痕迹，衣袍有破损，气息也略有起伏，显然与那夜魔的一战并不轻松。他们一落地，目光便急急扫视全场。严厉古扎的眼睛瞬间瞪圆，一眼就看到了被族人搀扶着气息奄奄、浑身焦黑冒烟的严厉。他魁梧如山的身躯猛地一震，一步跨出便来到近前，探手按住严厉肩头，扑灭微弱的火苗，浑厚霸道的血气涌入其体内。怎么回事？谁伤的你？古扎声音低沉如雷，蕴含着滔天怒火。他迅速取出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通体碧绿的丹药，不由分说塞入严厉口中，并以自身血气助其化开药力。这是厉古族秘制的疗伤圣药，珍贵异常。严厉服下丹药，脸上恢复了一丝血色，但伤势太重，依旧虚弱不堪，只能断断续续咬牙切齿地道：“是那火蛟引爆了异火，我被……”话未说完，又是一口带着内脏碎块的黑血喷出。火蛟异火，古扎脸色铁青，环视一周，发现赤辽和李彦之都不在，心中更是一沉。另一边，赵山河目光如电，迅速锁定了叶灵渊，见他安然无恙，这才长长松了口气。但紧接着，他也发现李彦之不见了踪影，西园和江河亦不知所踪。五公主殿下，秦王殿下呢？赵山河上前，沉声问道，语气带着一丝急切。炎巫族的火鸦巫柱也看向叶灵渊，枯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深陷的眼窝中鬼火跳动，显然也在关注赤辽的下落。叶灵渊定了定神，先是对赵山河微微颔首示意自己无碍，然后清晰地说道：“燕之与炎巫族的赤辽姑娘去追杀那条引爆异火、重伤严厉后遁入熔岩湖的2品火蛟了。”什么？3人几乎同时出声，脸上皆露出惊愕之色。2个3品天骄就敢深入熔岩去追杀一条熟悉环境，哪怕受伤也是2品的大妖，这未免太过胆大包天，甚至可以说是鲁莽了。胡闹！那熔岩深处是火蛟主场，危机四伏。古扎低吼道。虽然他更关心严厉，但同为南疆势力，若赤辽和李彦之这等重要人物在此陨落，后续麻烦不小。赵山河更是面色一紧，就要动身，我将这就去接应殿下。赵司命且慢。叶灵渊却伸手虚拦，语气平静而笃定。燕之行事自有他的考量与把握，他既然选择追去，便有应对之策。他让我等先退出此地，在外围接应，我们贸然闯入，反而可能打乱他的计划，或令他分心。而且这会儿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赵山河脚步一顿，看着叶灵渊平静却坚定的眼神，
想起了殿下以往算无一策、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心中的焦虑稍减，但还是有些犹豫。火压屋主沉默了片刻，嘶哑开口道：“治疗那丫头，自有保命手段。既然秦王敢追，想必也有所依仗。”老身便在此等候片刻。他看似平静，但紧握鼓杖的干枯手指微微用力。此次异火之争，炎巫族不仅没捞到好处，赤辽还设身显地，真是亏大了。不过也比利古族的那些大块头好。他瞥了眼严厉，在心中暗道：古扎见严厉服下丹药后气息暂时稳住，但伤势依旧极重，被异火焚烧不同于寻常伤势，急需回族中圣地进一步治疗。他狠狠瞪了一眼熔岩湖，又看了看赵山河和火鸦，冷哼一声：此地已无甚价值，老夫先带严厉回族疗伤，告辞。说罢，他小心翼翼地将几乎昏迷的严厉抱起，周身血气轰鸣，化作一道青色流光，头也不回地朝着异火界出口方向疾飞而去，速度快得惊人。炎巫族、火鸦巫祝也无意久留，算是看在之前联手对付夜魔的份上，对叶凌渊和赵山河微微颔首，便带着剩余的族人默默离开这片满目疮痍的核心区域，显然也是打算先退出异火界再做打算。转眼间，熔岩湖畔便只剩下大夏一方人马，赵山河这才有机会详细询问公主殿下，方才外面那焰魔已被我3人联手击溃魔躯，仅有一丝本源借着此地特殊环境逃遁，但以南城气候不足为虑。我们听到里面传来惊天爆炸，担心有变，这才急忙赶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园姑娘和江河总监何在？叶凌渊轻轻摇头，将之前发生的事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至于西园和江河，叶凌渊微微蹙眉。自进入异火界后便各自行动，至今未曾现身，验之之前似有安排，应当无碍。熔岩滚滚，暗流汹涌，一条数10丈通体赤红的巨蛟正拖着残破的身躯，在粘稠灼热的岩浆中疯狂穿梭，试图甩脱身后那2道如复古之躯般紧追不舍的气息。他腹部那道被异火灼烧又被严厉重拳轰击的伤口，此刻正不断渗出带着粉白色火毒的黑血。最让他心寒的是，身后那道金色流光的速度和锁定他的杀意，竟比这熔岩还要灼热，还要坚定。李彦之，火蛟猛地回头，猩红的树瞳透过翻涌的岩浆，死死盯住那道越来越近的玄金色身影，发出怨毒而惊怒的咆哮：你我并无死仇，一火一毁，你何必赶尽杀绝，当真要不死不休吗？李彦之的身形在岩浆中灵巧穿行，太阳圣火在周身形成一层薄薄的金色光膜，将足以熔金化铁的岩浆与邪异火毒尽数隔绝。他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声音透过翻滚的熔岩清晰地传入火蛟耳中：不死不休，你也配？本王说要抽你蛟精，包你蛟灵的话，既已出口，便是金科玉律。若连你这等藏头露尾的孽畜都收拾不了，本王这镇魔司司政日后还如何镇压天下妖魔？如何服众？话音未落，他右手虚空一握，嗡，一柄造型古朴、通体漆黑，唯有刃口流淌着一丝诡异暗红色血光的长刀凭空出现在他手中。刀身并不华丽，却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规则之力，斩击妖魔必中，且造成持续流血。若妖魔气血滴至某个灵界，直接触发即死斩杀，正是系统奖励的规则系武器斩魔之刃。破！李彦之低喝一声，周身金色火焰骤然炽盛，速度猛地暴增数倍，化作一道撕裂岩浆的金色流光，瞬间便追至火蛟身后。什么？火蛟只觉一股让他灵魂都战栗的致命危机感轰然降临，他想躲，想反击，但重伤之下动作慢了，何止一拍。紧随其后，同样撑起火焰护盾在熔岩中穿行的赤辽，只看到前方金光一闪，下一刻，吼！凄厉到极点的惨嚎响彻熔岩通道。只见李彦之的身影与火蛟错身而过，手中那柄漆黑长刀划过一道玄奥而冷酷的轨迹，扑哧，暗红色的刀光闪过，一条粗壮如柱、覆盖着赤红鳞甲的巨大前爪齐根而断，妖血喷涌而出。那断爪甚至来不及挣扎，便被刀身上附着的规则之力侵蚀，迅速枯萎焦黑，最终化为飞灰。啊！我的手！火蛟痛呼出声，庞大的身躯在熔岩中疯狂翻滚，搅起滔天巨浪。更让他惊恐的是，断口处传来的并非单纯的剧痛，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生命精华飞速流失的虚弱感。那伤口处缭绕着一层诡异的暗红血光，阻止着任何愈合的可能，并且不断吞噬他的气血妖力。这是什么邪气？火蛟惊骇欲绝，看向李彦之手中那柄长刀的目光充满了恐惧。他能感觉到那刀对妖魔有着近乎本能的克制与杀戮欲望。李彦之持刀而立，站在翻滚的岩浆之中，他甩了甩刀身上并不存在的血渍，瞥了一眼痛苦翻滚的火蛟，语气平淡：邪气，对付你们这些祸乱天地、以人族为血食的孽畜，只要能斩妖除魔，便是神兵利器，何来正邪之分？他抬刀，摇摇指向火蛟那颗狰狞的头颅，纯阳至尊骨的力量悄然涌动，至阳至纯的金色灵力灌入斩魔之刃，漆黑的刀身微微震颤，发出兴奋的低鸣，刃口的暗红血光与金色纯阳之力交织，散发出一种神圣与杀戮并存的诡异气息。今日，你休想离开此地！话音落下的瞬间，李彦之再次动了。这一次，他没有使用任何花哨的身法，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步踏出，挥刀斩魔之刃划过一道朴实无华的弧线，火蛟在斩击壁中面前避无可避。刀光未至，那股斩灭妖魔、无视防御的恐怖规则之力，已让火蛟神魂皆冒。不！火蛟发出绝望的嘶吼，求生本能驱使下，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不顾一切地喷出了自己修炼数百年、蕴含本源妖火与剧毒的焦煞毒炎。一道粘稠如浆、漆黑如墨、散发着恐怖高温的火焰洪流，轰向那道看似缓慢劈来的刀光。然而，令火蛟和远处观战的赤辽都瞳孔骤缩的是，那道刀光面对足以腐蚀法宝、焚灭神魂的焦煞毒炎，竟毫无阻滞地一劈而过。毒炎洪流被从中劈开，向两侧溃散，未能阻挡刀光分毫。在火蛟充满恐惧与难以置信的树瞳倒影中，那道刀光轻飘飘地落在了他硕大的头颅正中。噗！火蛟庞大的身躯僵住了，疯狂翻滚的动作戛然而止。他那颗狰狞的头颅从眉心开始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血线，血线迅速蔓延。下一刻，轰！火蛟数10丈的庞大身躯竟沿着那条血线整齐地裂成了两半。一颗拳头大小、布满裂痕、散发着暗淡红光的妖丹，以及一道模糊不清、充满怨毒与恐惧的骄魂虚影，从裂开的躯体中仓皇飞出，试图逃遁。李彦之左手掐诀，口中吐出真言，一道金光从他掌心飞出，化作一道刻满玄奥符文的金色锁链，哗啦一声便将那骄魂牢牢锁住，任凭其如何挣扎嘶吼，都无法挣脱分毫。另一只手凌空一抓，将那颗2品火蛟妖丹射入手中。从李彦之拔刀到火蛟被一刀两半，妖丹被收，骄魂被锁，整个过程不过短短3-5个呼吸，快、狠、准。直到火蛟那被劈成两半的残躯悬浮在岩浆上，赤辽才猛地回过神来。他站在自己的火焰护盾中，俏脸上满是呆滞，红唇微张，呢喃出声：“火蛟被杀了。”美眸中先前那些挑逗、好奇、征服欲，此刻尽数被无与伦比的震撼、敬畏以及一种对强者近乎仰望的复杂情绪所取代。他从未想过，即便重伤，也依旧凶威滔天的2品火蛟竟会如此轻易地被李彦之像砍瓜切菜一样2刀斩杀。那柄漆黑的刀，那金色的火焰，那种举手投足间掌控生死的漠然与强大，赤辽的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渴望与爱慕，混杂着深深的敬畏，在他心中疯狂滋长。赤辽强压下心头的悸动与震撼，驱使火焰护盾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悬停在岩浆上的身影。李彦之正专注地操控着漆黑的长刀，刀锋过处，火蛟坚韧的鳞皮如同纸张般被轻易划开剥离，露出下方晶莹的筋膜与骨骼，手法精准利落的令人叹为观止，显然没少给妖魔做那颗手术。赤辽停在他身旁数尺之外，这个距离既能清晰看到他的动作，又不会显得太过冒犯。他张了张嘴，却发现之前那些撩拨调笑的话语此刻竟有些难以出口，最终化作一句带着明显敬畏与复杂情绪的感叹：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强，连2品的火蛟在你手下也撑不过2招。李彦之手中动作未停，瞥了他一眼，能看出赤辽对自己的态度转变，却也只是淡淡的了一声，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镇魔司的职责便是斩妖除魔，对付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他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自信，让赤辽心头又是一震。他美眸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流畅的动作，看着他将粗壮晶莹、蕴含着磅礴气血的蛟精完整抽出，看着他将赤红如血、泛着金属光泽的蛟鳞一片片剥离。这可是2品火蛟的尸身啊，浑身是宝。无论是蛟精、蛟鳞、蛟骨，还是残存的血肉，对于修炼火属性功法，尤其是他们岩巫族来说，都是极其珍贵难得的材料。若能带回去，即便此行未得一火，也绝对算得上大丰收了。赤辽的眼神不禁变得有些灼热，心中涌现强烈的渴望。但他很清楚，斩杀这火蛟，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个旁观者。他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开口索要战利品。就在他内心挣扎，目光在火蛟残躯上游移时，忽然他眼神一凝，落在了火蛟被剖开的胸膛内部，靠近心脏的一侧。那里除了正常的内脏器官，竟还有一个约莫拳头大小、如同水晶般剔透、内部流淌着暗金色粘稠液体的囊状物。此物并未随着火蛟死亡而暗淡，反而隐隐散发出一种精纯而炽热，却又带着一丝奇异魅惑气息的波动。这是岩囊，而且还是开始化龙的火蛟孕育出的龙岩精粹。赤辽失声惊呼，美眸中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惊喜光芒。他忍不住上前几步，几乎要贴到火蛟的尸体旁，仔细端详那水晶般的囊状物，声音都带着激动。只有血脉上乘且开始化龙的火蛟，才有极小概率在体内凝聚出第2能量核心岩囊，其中蕴含的不只是精纯的火源，更有其血脉进化时产生的一丝龙性精华与某些独特的生命气息。这对我们岩巫族修炼某些秘法，尤其是他说到这里，不知为何，妖艳的脸颊忽然飞起2团不正常的红晕，声音也低了下去，眼神有些飘忽，但很快又被强烈的渴望取代。他猛地转头看向李彦之，眼神恳切：“秦王殿下，这岩囊对我岩巫族有极其特殊且巨大的用处，
我愿意用其他珍贵的宝物与你交换。我族秘藏的千年火晶、地心火莲，甚至一些古老的火焰传承秘术都可以商量，只求殿下能将这盐囊割。哎，李彦之此时也已停下手，目光落在那所谓的盐囊上。以他的眼力和感知，能察觉到这盐囊气息确实精纯炽热，但其中似乎还混杂着一丝极其隐晦、难以察觉的、让人暧昧躁动的波动，不像是纯粹的能量，倒像是一种。他微微蹙眉，但见赤辽如此急切，且这盐囊对他而言，除了其中精纯火源或许能被太阳圣火吸收外，其他并无大用。用此换取盐巫族的珍稀资源或秘术，倒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可他略一沉吟，便点了点头，语气依旧平淡：“此物与我作用有限，你既需要，拿去便是。交换之物，稍后再议。”真的，多谢殿下，多谢。赤辽喜出望外，没想到李彦之答应得如此干脆。他连忙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凝聚火灵力，如同对待绝世珍宝般，轻轻地将那水晶般的盐囊从火蛟体内完整取下。盐囊入手，触感温润滑腻，内部暗金色的液体缓缓流动，散发出阵阵温热。赤辽捧在手中，爱不释手地仔细打量着，越看越是欣喜。殿下恩情，赤辽铭记于心。他抬起头，再次向李彦之道谢，眉眼间的喜悦几乎要溢出来，之前的敬畏似乎都冲淡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得到心爱之物的满足与亲近感。然而李彦之却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赤辽那张原本只是因激动而微红的脸颊出现一丝异样。不仅如此，李彦之自己鼻息间也隐隐嗅到了一缕奇特的香气，这香气并非来自赤辽本身，倒像是从他手中那盐囊散发出来，经由他的体温激发，变得更加明显。你，李彦之眉头皱得更紧，目光锐利地看向赤辽，感觉如何？可有什么不对劲之处啊？赤辽闻言一愣，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触手果然一片滚烫，甚至有些灼手。有吗？李彦之身上那股至阳至纯的气息，此刻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殿下，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好热。赤辽的声音不知不觉带上了几分酥软甜腻，他无意识地向前挪了几步，距离李彦之更近了。这盐囊，李彦之瞬间恍然，目光落在那被赤辽紧紧捧在手中，内部液体似乎流动得更快的盐囊上，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恐怕不只是第二能量源泉那么简单。话音未落，赤辽滚烫便双臂紧紧环住李彦之的脖颈，他仰起头，红唇微起，吐出的气息灼热。吻我！李彦之身体微微一僵，但并未如赤辽所愿立刻动作。他低头看着怀中的娇躯，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复杂的考量。若是寻常女子也就罢了，但赤辽并非普通女子，她是盐巫族的天骄，身负特殊命格，修为不俗，身份敏感。若与之合欢，多子多福必然会有丰厚奖励，且自己的修为必然也能得到提升。最主要的是，赤辽眼中复杂而炽烈的情感，能让李彦之放下一切包袱。李彦之眉头微挑，眼中的冷意渐渐化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平静与一丝玩味。他并未推开赤辽，反而伸手看似随意地搭在了他那不盈一握却又充满弹性与力量的细腻纤腰上。你要做什么，我并不拒绝，只要你事后别后悔。他的声音依旧平淡，却又戏谑地看着赤辽，话已经很明白了，不主动，不抗拒，想要什么自己来争取。赤辽闻言，迷离的眼神清醒了一瞬，但很快又被他置之脑后。他紧咬下唇，那本就娇艳欲滴的红唇几乎要渗出血珠，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但更多的是一种破罐破摔的决绝和被李彦之此刻的平静与默许彻底点燃的熊熊烈火。后悔。他喘息着，声音带着颤抖，却异常坚定。我赤辽行事从不后悔，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想把你抢回去，现在正好。话音未落，他再也按捺不住，踮起脚尖，主动迎上了李彦之。这一吻生涩而热烈，带着不顾一切的索取，以及盐巫族女子的野性与奔放。李彦之眸光微闪，不再克制，环在他腰间的手臂收紧，另一只手扣住他的后脑，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纯阳气息与那甜腻一相交织，瞬间点燃了本就炽热的熔岩空间。一吻结束，赤辽脸颊绯红似火，双眸水光盈盈，却带着一种得逞般的野性十足的得意。他喘息着，快速从储物法器中取出一物，那是一个通体赤红、晶莹剔透、形如莲台的宝物，约莫丈许方圆。他手一挥，赤红莲台便轻盈地落在下方缓缓流淌的岩浆之上，稳稳悬浮，散发出柔和的光晕，形成一个隔绝内外感知的独立空间。这是我的火灵莲台，平时打坐修炼和睡觉休息都在此处，可隔绝窥探，亦可助兴。赤辽声音酥媚，拉着李彦之一同落向莲台。莲台中央柔软而富有弹性，如同最上等的暖玉。赤辽将李彦之轻轻推倒在莲台中央，自己则半跪在他身旁，火红的长发披散下来，垂落在两人之间，眼神炽热而带着一丝挑衅地看着他。李彦之好整以暇地躺在莲台上，单手支撑，他脸上依旧带着那抹若有若无，仿佛洞悉一切的淡然笑意，甚至带着几分戏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好似在说：本王就躺在这里，看你能如何。这副掌控一切的模样，让赤辽心头的恼火与征服欲同时爆棚。哼！他轻哼一声，
咬了咬牙，眼中闪过豁出去的光芒。今天我就要让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大夏亲王殿下成为我的人。说着，他深吸一口气，强忍着身体的颤抖和内心的羞赧，俯下身去宽衣解带。然而，真到了要占据主动的关键时刻，赤辽的动作却不由自主地顿住了。望着李彦之的脸庞，感受着他身上那只羊脂唇，让自己灵魂都渴望靠近的气息，赤辽竟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心慌与娇羞。怎么，这会儿又不敢了？李彦之挑眉，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明显的揶揄笑意。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谁不敢了？赤辽被他激得美眸一瞪，最后一丝犹豫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他咬了咬唇，俯身下去，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带着决绝的宣告：今日过后，你是我的。随即他闭上眼，赤红莲台光芒微闪，将内外彻底隔绝。与此同时，在异火界西北方向那片奇特的冰火交织的边界地带，叶凡终于循着师尊微弱的指引，找到了一处隐藏在炽热岩洞深处的幽寒泉眼。灵泉不过丈许方圆，一边蒸腾着灼热的白气，另一边却凝结着幽蓝色的寒冰，冷热气息交汇，形成一种稳定而奇异的平衡，灵力纯净而充沛。师尊，是这里吗？叶凡小心翼翼地将养灵宝玉捧到灵泉上方。是，这里火灵纯净，寒气可镇魂，正适合我暂时栖身疗伤。燕灵姬的声音比之前更加微弱，但透着一丝安心。叶凡大喜，连忙按照燕灵姬的指导，将养灵宝玉轻轻置于冷热交汇最平衡的那一点。顿时，宝玉表面光滑流转，开始自发地吸收此地精纯的冰火灵力。燕灵姬那几乎透明的虚影似乎也凝实了一丝丝，虽然不能让它恢复至巅峰，至少可以稳住情况，不至于灵体彻底崩坏。看到师尊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甚至有了一丝好转的迹象，叶凡一直紧绷的心弦终于松了下来，一股难以言喻的欣喜涌上心头。他瘫坐在灵泉旁，长长的舒了口气，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定，气运之子叶凡因师尊重伤稳定而心生喜悦与希望，情绪值加1000，情绪值余额99000。然而，无论是沉浸在疗伤中的燕灵姬，还是欣喜的叶凡，都未曾注意到随手放在身旁的那个焦黑破损的葫芦，其内部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葫芦内的异火本体与紫火，在此地精纯的冰火灵力浸润下，正贪婪地吸收着外界精纯的火灵力，开始加速融合。赤红莲台内风光旖旎，一场激烈的交锋终于暂告段落。李彦之缓缓坐起身，赤辽则慵懒地斜倚在他身侧，火红长发如瀑散落，遮掩着玲珑有致的娇躯。他脸上红光未退，眼角眉梢俱是未曾散尽的情意，但那双迷离的美眸深处却更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与深深的迷恋。方才那场双修远非简单的鱼水之欢，当李彦之的纯阳至尊骨气息与他的元婴以及炎巫族本源火灵彻底交融时，一股磅礴精纯、至阳至刚却又带着造化生机的力量，如同洪流般涌入他的四肢百骸、经脉丹田。这股力量不仅瞬间补满了他先前战斗与抵御异火爆炸的消耗，更是势如破竹地冲刷着他体内的瓶颈与杂质。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3品中阶、3品高阶、3品圆满，直至触摸到那道坚固的境界壁垒，才缓缓停下。一次双修竟让他跨越了2个小境界，直达3品圆满，省去了他很长时间的苦修。这还不是全部，更让他心神俱震的是，他修炼多年的炎巫族火灵之力似乎被那股至阳之力洗涤升华，多了一分前所未有的堂皇正大与纯粹炽烈，隐隐竟与传说中某些古老太阳火焰的特质相似。这意味着他的根基、潜力乃至未来能达到的高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源于身旁这个男人。赤辽痴痴地望着李彦之闭目调息的侧脸，感受着他身上那股愈发深邃磅礴、令人心悸的气息，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他竟然也突破了，而且是跨越了境界，直接踏入2品。赤辽清晰地感知到李彦之周身那原本就强横的气息，此刻更是带着一种天地共鸣般的威严，已然稳稳踏入了2品的层次。这就是他恐怖的天赋吗？与此同时，李彦之的意识海中系统提示接连响起。定，宿主与特殊命格魅火巫灵拥有者赤辽完成首次交融，恭喜宿主获得多子多福奖励后天神通九阳焚天精通。李彦之心念微动，便已了然。九阳焚天乃是一门至刚至阳的火系后天修炼而成的大神通，并非简单操控火焰，而是以自身纯阳本源为基，演化9轮大日虚影，焚天逐海，净化万物，威能无穷。这神通与他的太阳圣火、纯阳至尊骨简直是绝配，战力将飙升数个档次，而修为突破至2品更是水到渠成。他本就卡在3品圆满有一段时间，底蕴深厚至极，此次与赤辽这同样火属性特殊体质的女子双修，阴阳调和，引动纯阳之气勃发，一举冲破关卡，实属必然。连之前获得的高等纯阳果都还没用就突破了，寻找一个好的双修对象比天地灵要强多了，又快乐又高效又方便。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似有金色火焰一闪而逝，整个人的气质越发深沉内敛，却又隐隐带着一种俯瞰众生的威仪。修炼好了。赤辽见他睁眼，立刻像只慵懒的猫儿般凑了过来，
柔软的手臂从身后环住他的腰身，脸颊贴在他宽阔的背上，声音带着沙哑与毫不掩饰的痴迷。感觉如何？我的秦王殿下是不是很满意？李彦之能感觉到身后郊区传来的话语中那份彻底卸下伪装、毫不设防的依赖与眷恋。这个原本野性难驯、一心想要征服他的盐巫族天骄，此刻却像找到了归宿的小猫。尚可。李彦之语气依旧平淡，但微微上扬的嘴角显示他心情不错。他拍了拍环在腰间的手，你的收获似乎也不小。何止是不小？赤辽抬起头，美眸亮晶晶的，充满了兴奋与爱慕。我直接突破到3品圆满了，而且感觉体内的火焰本源都得到了升华。这都是因为你。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变得无比认真，甚至带着一丝哀求。跟我回燕巫族好不好？以你的天赋和实力，加上我族底蕴，我们一定能……不，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只要留在我身边，让我天天都能像今天这样。他脸颊又红了，但眼神却异常大胆炽热。你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最完美的炉鼎，不是道侣，唯一的道侣。李彦之闻言轻轻摇了摇头，语气淡然，却不容置疑，去盐巫族是不可能的，大夏才是我的根基，京城上有要事。赤辽眼神一暗，但随即又紧紧抱住他，急切道：那我跟你去大夏，去京城，等我回族中处理完一些必要的事情，立刻就去寻你。反正我现在是离不开你了，你身上有我的印记了。他说的印记，既指元婴之师，更指那种深入灵魂的吸引与羁绊。李彦之感受着他话语中的决绝与依恋，知道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子是认真的。他微微颔首，轻笑一声：以一盐巫族的宝贝，只要族的人舍得，你想来便来，大夏京城自有你一席之地。一言为定。赤辽顿时喜笑颜开，如同小猫，满面红光的脸蛋在他背上蹭了蹭。如今的他已经顺利从初见时火辣的小野猫变成温顺的小猫。然而温馨旖旎的气氛并未持续太久，李彦之神色忽然微动，感知到了储物空间内那枚与尹妻联系的秘符再次传来微弱的波动，将其取出感应了一番。李彦之眉头微凝，眼中浮现一丝诧异，那夜魔的残灵居然找到叶凡给他师尊疗伤的地方了，是想吞噬叶凡和燕灵姬恢复自己的伤势，还是察觉到了异火的气息？不愧是气运之子，总会有麻烦找上门。怎么了？赤辽敏锐地察觉到他神色变化，有些老鼠，还不死心。李彦之淡淡说道，轻轻挣开赤辽的环抱，起身挥手间玄色锦袍已穿戴整齐，恢复了那副淡漠尊贵的秦王模样。此地是了，该出去了，你也需尽快与族人会合，顺便把这火蛟尸身也收走吧。赤辽虽然不舍，但也知轻重，而且还得早点回去安排族中事宜，去找他呢。连忙起身穿戴，只是目光始终粘在李彦之身上，充满了眷恋。两人收起火灵莲台和火蛟尸身，化作2道流光离去。西北寒热交界，灵泉之畔，焰魔内里残存的近乎透明的暗红色魔灵，如同鬼魅般从岩壁缝隙中悄然渗出。他贪婪地注视着灵泉中精纯的冰火灵力，以及那悬浮在灵泉上方正在缓缓吸收灵力疗伤的淡红色灵魂虚影燕灵姬。更让他灵魂都兴奋颤抖的是旁边那个7品人类小子身旁，那个看似焦黑破烂的葫芦里散发出的微弱却品质极高的异火气息。结，苍天待我不薄，真是天不亡我。焰魔残灵在心中疯狂大笑，眼中充满了怨毒与狂喜。不但有如此精纯的灵泉和一道顶尖火灵的灵体本源可以吞噬恢复，竟然还有异火的气息。虽然微弱，但品质如此惊人，若是本座能将其炼化吸收，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恢复实力甚至更进一步的景象。火蛟那个蠢货想必已经得手了异火本体，自己溜了。哼，等本座恢复再去找他算账，或者直接去抢了他的。焰魔残灵恶毒地想着，他根本没把眼前重伤到只剩微弱灵体的燕灵姬和只有7品修为的叶凡放在眼里，先吞了这火灵灵体，再夺了异火，最后吸干这小子的精血。魔念一定，焰魔残灵再不犹豫，那缕淡薄魔气猛地一凝，化作一张布满獠牙的狰狞鬼面，带着凄厉的奸笑，朝着灵泉中心的燕灵姬扑去。速度之快，带起一阵阴风。师尊小心！一直全神贯注守护在旁的叶凡，在魔气显化的瞬间便已察觉，虽然心中惊骇，但看到那魔影直扑师尊，一股热血瞬间冲上头顶，他几乎想都没想，猛地一步跨出，挡在灵泉之前，体内微薄的灵力疯狂运转，双掌向前推出，试图阻拦。滚开，蝼蚁，还没轮到你呢！焰魔残灵不屑地厉笑一声，魔气翻涌，仅仅是一丝余波冲击，便将叶凡震得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岩壁上，口喷鲜血，浑身骨头仿佛散架一般。哪怕焰魔只剩2品残灵，也不是7品的小喽啰能抗衡的。小凡，养灵宝玉中燕灵姬的虚影猛地睁开眼睛，看到叶凡受伤，眼中闪过痛惜与决绝。他强行中断了疗伤过程，但红色的灵体再次从宝玉中冲出，挡在了叶凡身前。孽障，休得伤人！燕灵姬声音虽虚弱，却带着不容侵犯的威严，灵体之力化作一道薄薄的火焰屏障。哼，若是你全盛时期，本座尚且惧你，但强弩之末也敢拦我，正好省了本座功夫，一并吞了。焰魔残灵狞笑，鬼面魔气大盛，狠狠撞在火焰屏障上。轰！
本就虚弱的燕灵姬如何抵挡得住这蓄谋已久的袭击？火焰屏障应声而碎，他的灵体剧烈震荡，瞬间变得透明，如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还没恢复多少的他，比之前抵挡异火爆炸时受伤更重，灵体本源都已经开始溃散，单靠灵拳已无法让他恢复。师尊，叶凡目眦欲裂，挣扎着想要爬起，却因内伤过重，又是一口鲜血喷出。燕灵姬虚幻的身影踉跄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满脸血污，眼中充满绝望与痛苦的叶凡，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凄然却又释然的苦笑。小凡，看来师尊这次真的要走了。他的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为师本就不该活着，早该消散的，时也命也。不，师尊，不要！叶凡发出阵阵嘶吼，泪水浑着血水滚滚而下。结，好一副师徒情深。放心，本座不会让你们轻易消散的，你们的灵魂本源都将成为本座恢复的资粮。夜魔残灵猖狂大笑，魔气所化的鬼面张开大口，就要将燕灵姬那即将溃散的灵魂虚影一口吞下。定！气运之子叶凡目睹师尊濒死，陷入极致绝望与痛苦，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102000，可开启红色宝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一直静静躺在叶凡身旁。那个焦黑破损的葫芦忽然猛地一震，葫芦直接爆开，一道全新的呈现出瑰丽粉晶与蛋白交织色泽，仅有拇指大小的火苗如有灵性般激射而出。这火苗气息并不如何狂暴，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与灵动。它正是异火羸弱的本体本源，与那些紫火完美融合后的异火。在叶凡和夜魔残灵都未反应过来之时，这道新生异火竟嗖的一下径直钻入了因绝望嘶吼的叶凡体内。叶凡身体猛地一僵，双眼瞬间瞪大。下一刻，轰！难以想象的炽热洪流在他体内轰然爆发。叶凡周身毛孔瞬间喷涌出耀眼的粉金色火焰，将他整个人包裹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人。一股远超他当前境界，甚至让空间都微微扭曲的恐怖热浪轰然扩散。什么？这一火竟然在你这小鬼身上？夜魔残灵的笑声戛然而止，鬼面魔气剧烈波动，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与骇然。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真正的异火竟然会以这种方式主动进入这个只有7品的蝼蚁体内。异火有灵性，他知道夜魔若是不死，自己必然会被他逐渐消磨蚕食。当初会选择来到叶凡身边，就是因为他最弱，最容易把控。如今正好借助他的身躯将夜魔消灭吞噬。燕灵姬那即将溃散的虚影也是一怔，随即爆发出强烈的惊骇：小凡不可，你修为太低，未曾炼化，强行承载异火会。他的话说不下去了，因为叶凡身上的火焰已经开始变得不稳定，仿佛随时可能失控，将他自己焚烧成虚无。叶凡发出痛苦的咆哮，但在这极致的痛苦中，一股前所未有的足以焚灭一切的力量感充斥全身。他双目赤红，死死盯住那团惊骇欲绝的魔气鬼面，一个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全部心神：活不活无所谓，一定要杀了你，为师尊报仇。他凭着本能朝着夜魔残灵一拳轰出，粉金色的火焰随拳倾泻，化作一道灼热的洪流，所过之处空气蒸发，岩石融化，那冰火灵泉都剧烈沸腾起来。不！夜魔残灵发出凄厉的尖叫，他本也是强弩之末，全靠吞噬欲望支撑。此刻面对这蕴含着天地灵火之威，又饱含叶凡无尽恨意的一击，根本无从抵挡。魔气鬼面瞬间被粉金色火焰淹没点燃。李彦之，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夜魔残灵发出最后一声怨毒的诅咒，他心中最恨居然还是李彦之。毕竟要不是这家伙对自己施展了诡异的手段，一切都不会如此。哀嚎一阵后，焰魔便在纯净炽烈的异火焚烧下彻底化为缕缕青烟，魂飞魄散，连一丝本源都未能留下。但叶凡的情况却更加危急，他周身的火焰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动用了力量而更加狂暴，皮肤开始出现焦黑的裂痕，经脉传来被灼烧的剧痛，意识都开始模糊。小凡，快尝试引导他，或者把他逼出来！燕灵姬虚弱的疾呼，但他自己已是灵体将散，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实质帮助。叶凡面目狰狞，拼命想要控制体内横冲直撞的狂暴火流，反而加剧了火焰的暴走。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从内到外烧成灰烬。而就在这生死一线的绝望关头，一声似惋惜似感慨的轻叹突兀的在这片空间响起。叶凡和燕灵姬同时一震，艰难的转头望去，只见灵泉入口处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挺拔身影。李彦之负手而立，静静地看着浑身欲火痛苦挣扎的叶凡，以及那即将消散的燕灵姬灵魂，眼神深邃，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仿佛早已预知一切的淡漠。看来还是来不及了。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叶凡体内那团狂暴燃烧璀璨夺目的粉金色火焰之上，异火终于以这种近乎献祭的方式落入了叶凡手中。不过也该轮到自己收割了。叶凡那被火焰灼烧得近乎扭曲的脸庞上，艰难地转向李彦之，眼中带着痛苦与一丝难以置信的惊诧。他怎么会在这里？是巧合还是……但叶凡这会儿没精力想太多其他事了。李彦之，叶凡的声音嘶哑破碎，
每说一个字都伴随着火焰灼烧身躯的剧痛，但他还是强忍着，眼中第一次对这位兄长流露出近乎卑微的哀求：“求你救我师尊！”他虽然恨李彦之，但也知道他深不可测，手段通天，若他愿意，或许真有办法。定气运之子叶凡在生死关头向宿主低头哀求，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105000。然而不等李彦之回应，燕灵姬那几乎透明的虚影却轻轻摇了摇头，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超脱的淡然微笑：“小凡，不必了，为师早在数十年前便该陨落的，能苟延残喘至今，遇到你，教导你，已是意外之喜，心满意足矣。”他将目光转向李彦之，眼神清澈而恳切：“秦王殿下，奴家看得出您神通广大，远超我等想象。如此短的时间便从4品突破3品，如今又突破至2品。叶凡这孩子虽性子执拗，对您或许有所误解，但他心的不坏，也绝无真正的恶意。奴家恳求您看在他母亲的份上，救他一命。至于奴家生死有命，不必强求。”师尊，不！叶凡闻言，目眦欲裂，体内异火因为情绪的剧烈波动而更加狂暴。他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身躯被灼烧出道倒裂纹，却强撑着嘶吼道：“我不需要他救。李彦之，你若有办法救我师尊，我叶凡宁愿被烧成灰烬，算我求你了。还有，若你真心对我娘亲，以后不要负她，不然死了做鬼也不放过你。”他这话说的决绝，眼神中充满了死志，心中只剩下对师尊多次舍命相救的感恩，以及对娘亲的留念。哎，真是师徒情深，令人动容。李彦之轻叹一声，语气依旧平静：“若想救他，他自然有办法，只需以太阳圣火强行将他体内的异火本源炼化吸收便是。”但是目光扫过叶凡身上那狂暴的粉金色火焰，眼底深处一丝难以察觉的金芒悄然闪过。这叶凡看似要被异火焚烧而死，但区区7品却一直未死，即便异火自爆后十分羸弱，也不可能这么久都烧不死一个7品。李彦之很快便看出了一丝古怪，叶凡的体内居然诞生了一丝特殊的力量，已经开始和异火抗争，甚至隐隐开始将自爆后孱弱异火压制，接下来便是将其炼化。这是什么特殊力量呢？叶凡体内为何会有这股力量？李彦之想了想，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叶凡那位血缘关系上的神秘娘亲留在他体内的后手。照这样下去，叶凡和燕灵姬都会发现他身上的古怪，届时二者合力之下，别说被异火烧成灰了，只怕叶凡不仅不会死，反而和他的师尊燕灵姬都会在异火的帮助下浴火重生，天赋修为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这对叶凡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机缘。李彦之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叶凡今天必须死。不仅如此，死之前还得再为自己提供情绪值才行。一念及此，李彦之体内纯阳至尊骨与太阳圣火的力量被他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引动了一丝，悄然渗入叶凡体内那狂暴的异火之中。这一瞬间，叶凡更加的痛苦，神色更加狰狞。这并非帮助炼化，而是以更加精纯霸道的至阳之力作为催化剂，让那本就因叶凡修为不足而难以控制的异火变得更加狂暴，更加深入骨髓，更加难以剥裂。既然异火要被压制了，那自己给他加把力，将叶凡体内的特殊的神秘力量反压制便是。叶凡还是乖乖被烧死为好。不过李彦之对他体内的特殊力量有些好奇，暗中掌控力量，并未将其磨灭，而是保留起来。做完这一切，不过瞬息之间，无人察觉。李彦之惋惜地摇了摇头，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可惜方才他为灭杀那焰魔残灵，强行催动了异火之力，导致异火本源已与他自身精血、经脉乃至神魂都产生了深度纠缠，可谓深入骨髓。此刻若强行剥离炼化，无异于将他整个人一同炼化，只会加速他的死亡，被异火焚烧殆尽，已是定局。叶凡听到这个结论，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脸上却并未露出太多意外之色，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绝望与坦然。当异火入体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结局已经注定，只是不甘心啊，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不甘心救不了师尊，不甘心见不了娘亲最后一面。燕灵姬闻言，本就虚幻的灵体又是一阵剧烈波动。虽然他也早有预料，但亲耳从李彦之口中听到这残酷的宣判，绝美的脸上依然浮现出深切的痛苦与绝望。他看着叶凡在火焰中痛苦挣扎的模样，心如刀绞，好似为了印证李彦之的话，叶凡某些部位已经被焚烧成虚无。倒是你，李彦之话锋一转，目光饶有兴致地落在燕灵姬那即将溃散的灵体上。炎灵魅魔，天地孕育的奇异火灵生命，倒是罕见。叶凡救不了，但稳住你这即将溃散的灵体本源，本王道还有些办法。叶凡听到李彦之竟然有办法救师尊，哪怕自身已被火焰烧得意识模糊，也用尽最后力气嘶声道：“救救师尊，求你日后善待他。”他看向燕灵姬的目光充满了愧疚与恳求，仿佛在说：“活下去，师尊，好好活下去。”燕灵姬虚幻的灵体微微一颤，神色无比复杂。他最初接近叶凡，本就是看中了他特殊的气运和体质，希望借他之手为自己重塑身躯，恢复本源。而如今跟随更加强大、深不可测的李彦之，无疑是一条更加快捷、更有保障的道路。理智告诉他，
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哎，燕灵姬悠悠一叹，看向李彦之，殿下，奴家如今灵体本源因多次受创，已濒临溃散，寻常滋养本源的宝物，恐怕杯水车薪，难以维系。李彦之神色不变，只见一缕纯粹尊贵的金色火焰跃动，正是太阳圣火。寻常灵物自然不行，但你的情况特殊，乃是火灵之体本源流逝，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以更加高阶精纯的本源火焰之力为你补全，稳固本源。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看着燕灵姬，我这太阳圣火乃天赋神通所生，至阳至纯，论品质不逊于世间绝大多数异火。若你愿意，可与本王进行深层次的灵魂交融，本王可引导太阳圣火之力为你重塑稳固灵体本源，不仅能止住消散，假以时日待你恢复全盛状态，实力天赋或许更胜往昔。太阳圣火灵魂交融，燕灵姬虚幻的脸颊竟仿佛泛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灵体微微波动。他算是知道李彦之为何修为提升这么快，实力还强得可怕了，居然还有天赋圣火。若是有此太阳异火相助，那他确实能恢复。但灵魂交融乃是比肉身交合更加亲密，深入本源的结合，几乎等同于将自身最核心的灵魂敞开，与对方共享，产生共鸣。这对他而言同样是第一次。燕灵姬有些放不开，而瘫倒在地已被烧得半身消散，仅剩最后一点意识的叶凡，闻言更是浑身剧颤，本就狰狞的脸上浮现出难以形容的痛苦与屈辱。娘亲，师尊，自己生命中最重要、最亲近的两个女子，竟然都要。那种被至亲之人接连夺走的滔天恨意与无力感，几乎要冲破他残存的理智。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弱？为什么总是他？叶凡心中在疯狂嘶吼，恨天道不公，恨自己无能，更恨李彦之的成人之危。他恨自己没有早点死去，恨自己亲耳听到这一切。要是自己不知道这些该多好。定，气运之子叶凡因师尊将被夺走而陷入极致痛苦与屈辱，情绪值加5000，情绪值余额11万。此事全凭师尊自己做主。叶凡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每一个字都带着血与火的灼痛，却继续痛苦的道：弟子无能，只求师尊能好好活着。说完，他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残破的身躯彻底瘫软下去，唯有那粉金色火焰依旧在熊熊燃烧，吞噬着他最后的生机。他闭上了眼睛，似乎已认命，只等待最终灰飞烟灭的时刻。燕灵姬看着叶凡这般模样，灵体剧烈颤动，绝美的脸上交织着挣扎、不忍、羞赧以及一丝对生存的渴望。他沉默了数息，这短暂的沉默却无比漫长。殿下，燕灵姬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奴家需要怎么做？李彦之神色依旧淡然，放松心神，敞开你的灵体核心，融入本王体内即可。后续如何引导太阳圣火为你补益，本王自会教你。燕灵姬看向李彦之的目光多了几分复杂以及羞涩，最终对生存的渴望以及对李彦之那深不可测力量的本能敬畏压倒了心中的复杂情绪。他深吸一口气，尽管灵体并无此动作，紧咬虚幻的红唇，朝着李彦之郑重一礼，声音低沉却坚定：奴家明白了。他又深深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那团逐渐微弱的火焰，眼中闪过一丝诀别般的痛楚，低声喃喃：小凡再见。说完，他不再犹豫，虚幻的灵体化作一道淡红色的流光，径直投向李彦之，毫无阻碍地融入了他体内。定，气运之子叶凡目睹师尊融入宿主体内，情绪剧烈波动，情绪值加2000。气运之子叶凡因师尊最终选择而彻底心死，情绪值加5000，情绪值余额117000。当燕灵姬的灵体彻底融入李彦之体内的瞬间，地上那团火焰中，叶凡残存的身躯猛地抽搐了一下，感受到了失去的痛苦。他闭着的眼角似乎有最后一滴浑着血的液体渗出，瞬间被火焰蒸干。李彦之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清凉而灼热交织的带着独特灵韵的灵魂力量，正小心翼翼地依偎在他的神魂之侧，带着忐忑、顺从以及一丝本能的希冀。他心念微动，一缕温和的太阳圣火奋出，缓缓包裹滋养着那道虚弱的灵体，开始为灵魂交融与补益做准备。做完这一切，李彦之才将目光重新投向地上那团即将彻底熄灭的粉金色火焰。火焰中的生命气息已微弱到近乎虚无。他缓步上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火焰中残破的躯体，语气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传入叶凡那即将涣散的意识中。另外，有件事或许该让你知道，徐清玄并非你血缘上的生母，她只是将你生出并抚养长大而已。火焰猛地跳动了一下，虽然极其微弱，却显示了其主人意识受到了何等剧烈的冲击。你的亲生母亲另有其人。李彦之继续道，眼神深邃。放心，待本王日后寻到她，不论她是生是死，都会给你一个交代。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叶凡残存意识中最后的执念与疑惑。定，气运之子叶凡在生命最后时刻得知身世真相，意识剧烈震荡，情绪值加10000，情绪值余额127000。火焰中再无声息，那最后一点微弱的生命火光彻底熄灭。叶凡，错，他死不瞑目。火焰彻底熄灭，原地止于一小撮灰烬。然而就在这片死寂之中，
那缕看似随叶凡一同熄灭的粉金色异火，其核心处一点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火星，忽然诡异地跳动了一下，紧接着它骤然从灰烬中剥离，化作一道细微却迅疾无比的流光，欲朝着灵泉深处激射而去。他想趁李彦之不备遁走。哼，在本王面前还想玩这套金蝉脱壳？你忘了是谁帮你的吗？李彦之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眼神充满了自信。他甚至连脚步都未动，只是心念微动，右手看似随意地向前一抓，嗡！就在那粉金流光即将没入灵泉的刹那，其内部一点淡淡金色火星猛地爆发开来，正是李彦之先前悄然注入助其压制叶凡体内神秘力量的太阳圣火。这缕太阳圣火瞬间化作一张细密而炽烈的金色火网，由内而外将那粉金色异火牢牢包裹锁死。是异火拼命挣扎，试图挣脱那金色火网的束缚。然而太阳圣火至阳至纯，对天下万火有着天然的压制与统御之力，更遑论这一火刚刚经历自爆融合紫火焚烧叶凡等一系列消耗，已是强弩之末，本源大损。任凭他如何左冲右突，都无法突破那看似轻薄却坚韧无比的金色火网。李彦之五指虚握，那团被金色火网包裹的粉金色异火便乖乖地飞回他掌心之中。火光映照着李彦之平静的面容，他垂眸打量掌心这团温顺了许多的火焰，轻笑道：折腾了这么久，最后还是要落入本王手中。他心中确实有几分感慨，若是最初便强行抢夺这全盛时期的妖莲异火，即便以他之能，也需费一番手脚，还极易引发异火狂暴反噬，甚至可能引得暗中窥伺的妖魔以及巫果二族趁火打劫。如今这般仙界焰魔火蛟之手筛选竞争者，最终异火在叶凡体内寄存，自行削弱融合，他再出手收割，不仅省力安全，更将一切潜在风险与矛盾都转移了出去，最终轻轻松松地将异火纳入囊中，这才是真正的渔翁得利。把玩着掌中异火，李彦之眼神微动，心念流转，只见那团被太阳圣火包裹的粉金色火焰中，一缕极其微弱，呈现出淡金色，带着某种古老尊贵气息的能量丝线被缓缓剥离出来。这正是叶凡体内最后残存的助他短暂抵抗异火的神秘力量，之前被李彦之以太阳圣火暗中禁锢。这能量丝线虽弱，却凝而不散，其品质似乎极高，带着一种李彦之都感到陌生的韵律。无根浮萍般的残留都能助叶凡抵御异火侵蚀。李彦之凝视着这缕能量，眼中闪过一丝探究，叶凡真正的生母究竟是何等人物，留下的一道护身能量竟有如此特性。他尝试以神识深入解析，却发现这能量结构极其玄奥，内蕴规则似乎与他所知的任何修炼体系都不同，晦涩难明，一时难以窥破其根源。看来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或许京城皇家秘藏或者先皇留下的一些手札中能有线索。李彦之不再强求，将这缕特殊的淡金色能量丝线小心引导，纳入自身体内，以纯阳至尊骨的气息将其包裹温养起来。此物或许未来有大用，待搞清楚其缘由后，若是能炼化吸收，定有益处。处理完这些，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掌中那团粉金色异火之上，眼中神采奕奕。此地冰火灵泉交汇，灵力精纯充沛，环境相对隐蔽，又有隐期在外警戒，正是炼化此火并助燕灵机稳固本源的最佳时机。他身形一动，已飘然落于那冰火灵泉正上方，虚空盘膝而坐。灵泉冷热两股精纯灵力自行汇聚而来，在他周身形成淡淡的灵力漩涡。李彦之闭目凝神，心神沉入丹田，只见丹田气海之中，一个缓缓旋转的太阳高悬于此，其上正散发着磅礴浩瀚的纯阳气息，还有太阳圣火在其上翻滚，正是他的大日金丹。而此刻，在大日金丹不远处，一道淡红色的略显虚幻的曼妙身影，正有些呆滞地仰望着这枚威势惊人的太阳，正是刚刚融入李彦之体内的燕灵机灵体。他虽然早就知道李彦之天赋异禀，实力深不可测，但亲眼看到这枚品质高到离谱，蕴含着恐怖太阳本源的大日金丹，依旧被深深震撼到了。这哪里是二品该有的金丹？这等规模，这等品质，这等威势，只怕是一品强者，其金丹也远远不及。甚至他在这金丹中感受到了一丝超越凡俗、触及更高层次规则的雏形。燕灵机转头看向李彦之出现在此的灵体，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震惊的询问：殿下，这便是您的金丹？没错。李彦之的灵体平静回应：别多想了，先助你恢复本源吧。是。燕灵机点头回应，深吸一口气，浓烈的太阳之气便涌入体内，平息心中的震撼。抱元守一，敞开你的灵体核心，仔细感悟太阳圣火的本源韵律。燕灵机闻言立刻收敛心神，他知道这是决定他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不再犹豫，虚幻的灵体彻底放松。李彦之则是继续柔声道：接下来我会由灵体与你灵魂交融，助你加快吸收并恢复本源。话音刚落，李彦之便上前将燕灵机揽入怀中，低头朝着他的红唇吻去。两人瞬间灵魂一颤，燕灵机内心有些激动，又有些忐忑和娇羞。他知道这意味什么，虽然没有肉身，无法和李彦之肉身合欢，但灵魂交融带来的刺激将远超肉身。与此同时，
李彦之将掌中那团被太阳圣火束缚的粉金色异火直接纳入丹田气海，异火甫一进入，感受到大日金丹那浩瀚的纯阳威压，顿时剧烈挣扎起来。粉金色火焰疯狂吞吐，试图反抗。李彦之心念如铁，大日金丹猛地一颤，磅礴的太阳圣火本源便汹涌而出，瞬间将那团粉金色异火淹没，并将其纳入大日金丹内。与此同时，经过初步的灵魂亲吻后，李彦之将燕灵姬颤抖的娇躯抱起，飞入大日金丹内，在其中灵魂交融后，恢复本源的效果会更好。燕灵姬则是埋首怀中，媚眼迷离且沉醉，任君采撷。大日金丹内，浩瀚纯粹的太阳圣火将两道交融的灵魂彻底包裹。燕灵姬那淡红色的灵体，在李彦之灵魂的引领与太阳圣火的滋养下，久旱逢甘霖的贪婪而舒畅地汲取着磅礴的能量与生机。灵魂层面的交融远比肉身结合更加深入，更加直抵本源，没有肉体的阻隔与感官的局限，两人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紧密的交织、共鸣、升华。燕灵姬感觉到自己濒临溃散的灵体本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修补、稳固，甚至强化。太阳圣火那只阳至纯，却又蕴含造化生机的特性，与他炎灵魅魔的本源产生了完美的互补与升华。过往的暗伤、隐患被洗涤净化，灵魂本质变得更加凝练、通透，甚至隐染上了一层尊贵的淡金色光泽。他已经被李彦之打下了属于自己的记号烙印，而李彦之亦在这场深入灵魂的交融中获益匪浅。燕灵姬作为炎灵魅魔，对火焰法则有极强的亲和度，与他深入灵魂交融，李彦之对火之法则的感悟也得到加强，对太阳圣火的掌控和应用更加精妙。与此同时，那被纳入大日金丹核心，正在被太阳圣火全力炼化的粉金色妖莲异火，也到了最后关头。妖莲异火最后一丝微弱的抵抗意志，在煌煌大日之威下彻底湮灭。精纯无比、蕴含着奇异妖灵双重特性的火之本源，被太阳圣火贪婪的吞噬融合。李彦之的大日金丹猛地一震，体积似乎微微膨胀了一圈，表面流转的太阳符文骤然亮起，变得更加复杂玄奥，散发出的气息瞬间暴涨。二品初阶、中阶、高阶炼化，这融合了紫火的妖莲异火，即便本源有损，依然让他的修为接连突破2个小境界，直接稳固在了2品高阶，而且根基扎实无比，毫无虚浮之感。太阳圣火本身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金色的火焰核心中隐隐多了一丝粉金色的灵动妖异的火纹，使得其焚烧净化之力中平添了几分变幻与惑星之能，威力更胜往昔。不知过了多久，灵魂交融的浪潮缓缓平息，两道灵魂依依不舍地分开，但彼此间那种深入本源的联系与默契已然牢不可破。燕灵姬的灵体已然彻底凝实，宛如真人，身着由火灵之力显化的淡金与红色交织的华美宫装，容颜绝美倾城，更加高贵纯净，眼眸开合间既有炎灵魅魔天生妩媚的魅惑风情，又多了几分尊贵与正气。她俏脸泛着动人的红晕，眼波如水，含情脉脉，又带着无尽敬畏的望向李彦之的灵魂虚影，盈盈拜下。灵姬，拜谢殿下再造之恩，此恩此德永世不忘，你我之间不必如此。李彦之的灵魂虚影微微一笑，伸手虚扶，感受着自身修为的提升与太阳圣火的升华，心中畅快无比。你且先在我金丹内安心温养，稳固灵体，待回到京城，本王自会为你寻找天地灵物，助你重塑身躯。是。灵姬，一切都听殿下的。燕灵姬柔顺应道，眼中充满了期待与依赖。她不再只是那个为了生存而算计叶凡的残魂，而是真正找到了值得追随与托付的主人，也期待自己有肉身后可以和叶凡的娘亲徐清玄一样，跟殿下真正的肉体合欢。想待这，即便没有肉身，燕灵姬依然感觉自己脸颊变得滚烫。自己虽然经历洗礼后便高贵典雅了，但好像也更骚了。李彦之的灵魂退出大日金丹，灵泉上方，他缓缓睁开了双眼，眸中金光一闪，左眼似有金阳轮转，右眼隐现粉金莲影，周身气息圆融内敛，却又深不可测。2品高阶的修为隐隐散发出强烈的压迫感，此次南疆之行收获远超预期。李彦之心中默念，而后轻笑一声。回京城后，大姐三姐他们看到我修为提升这么快，非得惊呆了不可，距离彻底征服他们又进一步了。叶凡这个潜在的大威胁已除，异火顺利到手并炼化，修为连破数境，神通出城，还收服了燕灵姬这等潜力巨大的火灵。更重要的是，情绪值已然超过10万。系统花费10万情绪值，开启红色宝箱。李彦之没有丝毫犹豫，在心中下达指令，定，消耗10万情绪值，开启红色宝箱，情绪值余额27000。恭喜宿主获得顶尖奖励时间法则掌控。时间法则掌控，是以李彦之的心性，此刻也忍不住心神一震，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喜光芒。时间法则，那可是凌驾于绝大多数法则之上的至高法则之一，涉及天地间最根本的秩序。李彦之没想到自己能在异世界掌控某国的电车时停技术，查看详情。李彦之强压激动。时间法则掌控赋予宿主掌控一方界面时间流速的能力，每天可获得1分钟的流速影响，可快可慢可停，时间可累积叠加，对单体目标使用时效果翻万倍。
看着脑海中系统显示出的详细信息，李艳之眼中的惊喜之色愈发浓烈。时间法则，而且还是颇为实用的流速掌控。虽然每天只有1分钟的额度，但可快可慢可停，灵活无比，更能累积叠加。若是以后自己对时间领悟强到一定地步，是不是能让时间倒流？而如今的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对单体目标使用时效果翻万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若他将这1分钟全部用在单个敌人或自己身上，理论上可以产生1万分钟，大约7天的时间操控效果。这是何等恐怖的压制力！对自己时间加速，修炼1分钟就等于修炼7天。无论是用于加速自身修炼、疗伤，还是用于对敌视停滞、延缓对手，都将成为他手中一张近乎无解的底牌。系统出品，果然皆是精品。存了这么久，红色宝箱没有让我失望。李彦之心中赞叹，对这个新获得的能力满意至极。日后不论是辅助修炼、应对强敌，还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这时间法则掌控都将发挥出难以估量的价值。时间掌控余额有多少？李彦之在心中问道。规则系能力时间掌控余额10分钟，赠送，一来就送10分钟。李彦之低声思索，时间掌控加速我自己1分钟的时间。心念刚动，李彦之就感觉自己这1分钟过得飞快，却又很漫长。他开始沉下心来的修炼。1分钟后，和我所料不错，外界总体只过去了1分钟，但我自己却是相当于过去了7天，这算是修炼翻万倍了吗？李彦之惊叹不已。7天修炼时间对现在他的修为而言没多大用，但只要积累的够多，效果将是非常恐怖的。规则系能力时间掌控余额9分钟。初步了解时间法则的微妙运用后，李彦之收敛心神。这能力消耗的是某种特殊的时光之力，与常规灵力不同，每天仅有1分钟的额度，必须用在关键时刻。他站起身，目光扫过身下这处冰火灵泉，经过他之前突破修为时的疯狂汲取，以及炼化异火、灵魂交融时的消耗，灵泉中原本充沛精纯的灵力已然变得稀薄了许多，泉眼处甚至出现了细微的枯竭迹象。想要恢复到之前的充盈状态，恐怕需要漫长岁月的自然积累。天生灵地，悔之可惜。即便取走，也没时间等你再次累积，就留在这吧。李彦之并非何泽而鱼之辈，他并未破坏此地的天然结构。他挥袖拂去残留的气息，便准备离开这处隐秘之地。就在这时，怀中那枚与江河的传讯玉符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轻微的震动，频率与以往不同，显示出传递信息者的紧迫。李彦之神色一凝，立刻将神识探入江河那惯常冷静的声音中，罕见地带上了一丝凝重与急促。殿下，属下暗中跟随西园，此女在脱离宁与武公主视线后，果然开始频繁异动。她先是装作搜寻灵材，实则不断改变路线，异常谨慎，最终前行至异火界边缘的无人之地。他在那里与一尊妖魔接头了。江河的声音顿了顿，似乎仍在为所见感到震惊。是冰魔，而且是2品层次的冰魔，气息阴寒强大，远超寻常妖魔。属下不敢靠得太近，只能远距离以秘术观察。属下隐约听到他们的交谈。西园向那冰魔透露，五公主叶灵渊身上存在冰魄血莲，与她融为一体，并约定待我等离开南疆后，由西园作为内应，里应外合，助那冰魔擒拿五公主，夺取冰魄血莲。作为回报，冰魔会助西园掌控玉女宗，并允诺日后寻机一同设计暗害殿下您。江河声音沉闷，那冰魔似乎对玉龙雪山的环境极为熟悉，且有特殊手段隐匿，若非主动与西园联系，极难发现。属下判断其很可能早已潜伏在玉龙雪山附近，此次是特意将西园引至此地接头。李彦之闻言不禁在心中暗想，这冰魔从滇州的玉龙雪山跑这来了，莫非也是想渔翁得利？毕竟异火对冰魔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反倒让他从西园这里看到了突破口。情况紧急，属下是否继续监视？请殿下速速定夺。传讯到此为止。玉符在李彦之手中被他瞬间捏得出现了细微裂痕，冰冷的杀意轰然从他身上爆发开来，眼中寒光四射。冰魔，没想到留一个西园，还把你们这些货色勾引出来了。好，很好。李彦之的声音冰冷低沉，蕴含着滔天的怒火与凛冽的杀机。冰魄血莲，那是叶灵渊酝养身体，未来道途至关重要的本命灵物，更是他性命交修之物。西园这贱人，此前勾结玉女宗的人不成，如今又勾结外魔，图谋灵渊的根基与性命，甚至还想日后算计到自己头上，简直罪该万死。不过也正好借他的力，把藏起来的冰魔引出来一并灭杀，以防后续影响到玉女宗。江河，继续监视，掌握他们所有动向与联络细节，务必锁定那冰魔的准确位置与气息。李彦之立刻传讯回去，声音冰冷而决断，没有我的命令，绝不可打草惊蛇。你的安全第一，若事不可为，立刻撤离。我马上就到。属下明白。江河的回应依旧简洁有力。收起传讯玉符，李彦之缓缓抬头，望向异火界边缘江河所说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而残忍的弧度。才刚刚宰了焰魔，抽了火蛟的筋，扒了他的皮，正愁没杀过瘾，现在又冒出来个不知死活的冰魔，还勾结内贼，敢把主意打到凌渊和我头上。他周身一股恐怖的气息开始升腾，那是融合了太阳圣火、妖莲异火以及新晋2品高阶修为的磅礴威压。正好
新得的异火需要试炼，新悟的神通需要磨砺，这刚到手的时间法则也缺个合适的靶子来熟悉熟悉。他一步踏出，身形已消失在原地。今日便拿你这冰魔的性命来祭我新得的神通，顺便替凌渊也替玉龙雪山肃清妖魔。声音未落，人已化作一道炽烈流光，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江河传来的方位破空而去。异火界边缘，一道玄色身影凭空浮现，气息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正是悄然赶至的李彦之。他目光锐利，瞬间便锁定了不远处一块被阴影笼罩的巨岩后，那里传来江河刻意压制的微弱气息。李彦之身形微晃，已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江河身侧。殿下！江河低呼一声，立刻便要行礼。然而当他抬起头，近距离感受到李彦之身上那浩瀚如海的磅礴气息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了。2品，而且是2品高阶，这怎么可能？进入异火界前，殿下明明还是3品圆满，这才过去多久？1日竟然连破数境，直达2品高阶，而且这气息凝实厚重，绝非强行提升，而是根基无比稳固的自然突破。江河那双惯常冷静沉着的眼眸中，此刻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甚至有一瞬间的失神。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喉咙有些发干，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怎么不认识我了？李彦之瞥了他一眼，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威严。江河猛地回过神，连忙低头，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敬畏与激动：“属下不敢，只是惊叹于殿下修为进境之神速，旷古烁今。”江河有些难以置信，他心中翻起滔天巨浪，对李彦之的崇拜、爱慕与敬仰瞬间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此天赋，如此实力，追随这样的主上，何其有幸！李彦之微微颔首，不再多言，目光转向前方，那里隐隐传来一丝极其隐晦却异常精纯阴寒的魔气波动。冰魔还在里面？西元呢？他问道，声音冰冷。回殿下，冰魔与西元商议过后，西元便先行离开，朝着五公主殿下他们集结的方向去了，想必是去会合，以免引人怀疑。江河迅速收敛心神，恢复干练，压低声音禀报，那冰魔并未立刻离开，似乎是在此处临时巢穴中休整，或者在等待什么。属下一直在此监视，其气息未曾移动。他顿了顿，补充道，此魔极其狡猾谨慎，巢穴外围部有隐秘与预警之法，属下不敢靠得太近，以免打草惊蛇，但其核心位置属下已大致锁定。做得很好。李彦之赞许地看了江河一眼，带路去找他。是。江河精神一振，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殿下亲至，修为更是暴涨至2品高阶，对付那冰魔定然手到擒来。他很想亲眼看看如今的殿下实力究竟强悍到了何种地步。两人如同2道青烟，悄无声息地靠近冰魔。很快，前方出现一个被封住的洞口，阴寒刺骨的魔气正是从里面渗透出来。就在里面。江河传音道，同时指了指洞口墙壁上几处不起眼的淡蓝色纹路，那是警戒符文，触碰即会惊动里面的妖魔。李彦之眼神淡漠，甚至没有多看那些阵法一眼。他心念微动，一缕融合了妖莲异火的太阳圣火，炽热中带着诡异侵蚀力的金色火焰出现在指尖。嗤嗤，墙壁上的符文开始消融。江河则是头皮发麻地看着李彦之指尖的太阳圣火。殿下的火焰又变强了。李彦之指尖的金色火焰无声跃动，所过之处，那冰魔布下的足以让寻常2品修士都感到棘手的警戒与隐匿符文迅速消融瓦解，没有发出丝毫警报。江河在一旁看得暗自心惊，殿下又变强很多了。洞口静止破除，一股更加浓郁的阴寒魔气扑面而来。洞窟内景象映入眼帘，无数冰棱倒悬，地面凝结着厚厚的玄冰，中央一团翻滚的幽蓝寒雾最为浓稠，其中隐约可见一个盘坐的冰甲身影。那冰魔在李彦之破除禁制的瞬间已然察觉，幽蓝双瞳猛地亮起，死死盯住了洞口。人族2品。冰魔嘶哑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诧异，能无声破开本座禁制，倒是有些本事。不过此地乃本座韩域，尔等闯入是自寻死路。他缓缓站起，周身冰甲铿锵作响，幽蓝寒雾随之翻腾，恐怖的低温让洞壁都开始凝结出新的冰霜。即便外界就是随处可见的炽热岩浆，里面依然冰寒刺骨。江河感应到了丝丝寒意。然而李彦之面对这足以让同阶修士严阵以待的冰魔威势，脸上却连一丝波澜都未曾泛起。他甚至没有多看那冰魔一眼，只是平静地抬起了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微屈，轰！李彦之周身毫无征兆地猛然爆发出炽烈金芒，9轮凝实如针，大小不一，却同样散发着焚天逐海恐怖气息的煌煌大日虚影，自他身后、头顶、身侧轰然显现。神通九阳焚天，整个冰窟的温度瞬间逆转，极寒被极热取代，坚冰开始融化。那冰魔释放的幽蓝寒雾瞬间遇到了克星，开始剧烈沸腾蒸发。你这是何等神通？连焰魔那老鬼都没有此等实力。冰魔骇然失声，幽蓝鬼火疯狂跳动，他终于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威胁。那9轮大日虚影散发出的至阳至纯焚灭万物的气息，对他这种阴寒属性的妖魔而言，简直是天敌中的天敌。他悄然来此，就是想要趁焰魔夺取异火后受伤的虚弱时期，弄死这死对头的。
却没曾想遇到了一位比焰魔还可怕的存在。更让他惊恐的是，就在那九阳虚影出现，光芒最盛，打算遁走时，时间停滞。李彦之心念莫动，目标锁定冰魔本体。嗡，一股无形无质却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玄奥规则之力，悄然笼罩了冰魔周身3尺。冰魔所有的动作、思维、魔气运转，甚至是那因惊骇而跳动的魂火，在这一刹那，如同被按下了暂停键，彻底凝固。只对冰魔一个目标出手，1分钟的时间停滞，效果翻万倍，可以让他暂停7天。就算只是个4品，7天时间也足够砍死冰魔了。李彦之用不了那么久，几个呼吸足矣。冰魔保持着惊恐抬手的姿势，周身的寒雾停滞翻滚，冰甲上的幽光不再流转，连思维都陷入了一片绝对的静止。在外界看来，只是金光炽盛的一瞬恍惚，而在李彦之的掌控中，这一瞬已然足够。灭！李彦之口中轻吐一字，9轮大日环绕在冰魔周身，绽放出9道金色光束，瞬间将它覆盖。扑哧，金色光束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停滞的冰甲，寒雾没入冰魔眉心。下一刻，时间停滞的效果被李彦之解除，总共也只是耗费了1瞬而已。呀！冰魔发出一声凄厉到扭曲变形的惨嚎，但这惨嚎只发出了一半便戛然而止。他的眉心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小，边缘焦黑融化，内部却空空如也的贯穿伤口。冰魔的幽蓝魂火早已在至阳光束下灰飞烟灭。轰隆！冰魔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周身的冰甲寸寸碎裂，幽蓝寒雾迅速消散，露出里面一具迅速枯萎的残骸，一颗布满冰裂纹路、散发着精纯寒气的冰魔内丹，以及一团较为完整的冰蓝色本源能量从残骸中飘出。李彦之随手一招，将内丹与本源收起。这些东西对林渊来说可是大补，用来助他突破2品正好。旁边的江河还没来得及为那9阳神通感到震撼，战斗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看到殿下抬手，金光爆闪，然后那强大的2品冰魔就倒下了，死了，就这么简单。江河呆呆地看着地上迅速消融的冰魔残骸，又看向神色平静，仿佛只是随手拍死一只蚊蝇的李彦之，脑海中一片空白，只剩下无边的敬畏与一种近乎信仰的狂热。殿下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李彦之对江河的震惊视若无睹，他目光落向冰魔残骸中飘出的一道极其微弱、充满怨毒与恐惧的冰蓝色残灵，这是冰魔最后一点未曾完全消散的魂石碎片。他伸出手，五指微张，一股无形的吸力将那道残灵拘禁到掌心，以太阳圣火化作一个微小的金色囚笼，将其封印其中。冰蓝色残灵在火焰囚笼中疯狂冲撞，哀嚎却无法逃脱。李彦之看着掌中跳动的小火龙，眼神冰冷，声音不带丝毫感情：留你一点残灵，不是怜悯，是让你亲眼看着背叛者是何下场。该去找你的盟友西元算账了。李彦之转身看向江河，语气依旧平淡：冰魔已除，回去找西元。是，殿下。江河猛地一个机灵，连忙躬身应道，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两人迅速离开冰魔临时巢穴，朝着叶凌渊等人临时休整的区域赶去。异火界外围一片相对平坦、灼热气息稍减的区域，大家一方的人马已基本集结于此，正在休整、清点收获、治疗伤员，等自己人到齐后便离开此地。至于叶凌渊和镇魔司的人员，则是等待李彦之归来。叶凌渊站在一处凸起的岩石上，不时眺望远方，美眸中隐含担忧。之前和李彦之一起去追火蛟的赤辽都已经回来，神色古怪地看了这边一眼后，就跟沿巫族人回去了。反倒是李彦之过去这么久还一直未归，虽然对他的实力无比自信，叶凌渊难免有些担忧。西元则低眉顺眼地站在叶凌渊身后，手中捧着一株品相不错的火属性灵草，正向叶凌渊轻声汇报着自己辛苦寻得的收获。大师姐，我运气尚可，寻得了这株赤焰灵草，虽不及异火珍贵，但对修炼火属性功法亦有些裨益，特献与殿下。他声音柔顺，姿态恭敬，任谁也看不出他心中的毒计与即将得逞的暗喜。哼，叶凌渊、李彦之，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冰魔已然应允，玉女宗迟早是我的，到时候。西元心中快意地想着，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掌控玉女宗，并将叶凌渊踩在脚下的景象。只要李彦之重返京城，自己里应外合，单单一个叶凌渊肯定不是对手。至于引狼入室的后果，西元自信只要筹码足够，自己就能一直吊着冰魔。他从李彦之这里得到一个教训，绝不能让人一次性满足，面对妖魔也是如此。定，绿茶之女西元因阴谋即将得逞而心生得意，情绪值加3000，情绪值余额3万。就在这时，远处2道流光疾驰而来，眨眼间便落在众人面前，正是李彦之与江河。彦之，叶凌渊眼睛一亮，连忙迎上前，上下打量，见他气息沉稳，更胜往昔，身上也无明显伤势，这才松了口气。但随即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李彦之身上那股令人心悸的磅礴威压，美眸中顿时充满了惊诧与欣喜。你的修为？李彦之对他微微一笑，示意稍安勿躁。随即他目光一转，凌厉的瞬间锁定人群角落中那个正准备悄然退后将自己隐藏起来的身影。没有任何预兆，李彦之隔空伸手，五指虚握，一股无可抗拒的恐怖吸力骤然爆发。啊！西元惊呼一声，只觉周身一紧，
整个人便不受控制的离得飞起，朝着李彦之的手掌疾飞而去。啪！李彦之的手精准而有力地扼住了西元纤细脆弱的脖颈，将他如同小鸡般提在半空。殿下，秦王殿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叶灵渊、赵山河以及众多大夏修士、镇魔司成员全都愕然望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西元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俏脸瞬间惨白如纸，窒息与恐惧让他四肢乱蹬，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彦之，你这是做什么？西元做错什么了吗？叶灵渊错愕询问。他虽然也不喜西元，但见此情形还是感到不解。他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手中不断挣扎的西元脸上，冰寒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大夏镇魔司司正秦王李彦之今日于此。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宣布玉女宗弟子西元勾结南疆妖魔冰魔，图谋暗害大夏五公主叶灵渊，窃夺公主本命灵物冰魄雪莲，并密谋日后暗算本王，颠覆玉女宗之重罪。被暗探总监江河亲眼所见，人证物证俱在，其罪当诛。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勾结妖魔，暗害公主，颠覆宗门，这任何一条都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叶灵渊娇躯一震，美眸猛地瞪大，看向西元的目光瞬间充满了震惊、愤怒与后怕。定！绿茶之女西元内心惊惧交加，情绪值加5000，情绪值余额35000。赵山河等镇魔司人员更是瞬间杀气腾腾，怒视西元。西元如遭雷击，整个人都懵了，无尽的恐惧和绝望淹没了他。他疯狂摇头，嘶声尖叫：“不是的，殿下饶命，师姐饶命！我是冤枉的，是有人陷害，对，是江河，一定是他陷害我。”他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怨毒地看向李彦之身后的江河。李彦之轻笑一声，五指微微收紧，西元的尖叫顿时变成了痛苦的呵呵声，手一挥，羸弱的冰魔残魂便出现在所有人眼前。陷害！李彦之眼神睥睨，冷笑一声：“你所仰仗的冰魔就在这里，还妄图依靠他来颠覆玉女宗，不过蝼蚁罢了，汝之行为简直可笑。”西元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只剩残魂的冰魔。自己不久前才跟在他眼中强大的冰魔见过面，这才过去没2个时辰呢，居然就被李彦之杀死了。李彦之却是接着轻笑一声：“不过还得多谢你帮了我个大忙，把藏在玉龙雪山的冰魔给引出来了，不然等我离开后，他又跳出来作乱，那还真有点麻烦。那日没在玉女宗杀了你，还是有点用的。”西元闻言，瞬间面如死灰，眼中最后一丝光彩也彻底熄灭。他知道，完了，全完了。李彦之竟然连冰魔都杀了，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可能这么快？而自己一直以来也不过是被他利用的工具罢了，精心谋划那么多，在他眼中也不过是小丑而已。定！绿茶之女西元被戏耍利用后，羞愤不已，转而心如死灰，内心绝望，情绪值加15000，情绪值余额5万。收获这么多情绪值，李彦之心里很满意。就西元如今的状态，心死了，沦为行尸走肉，想要引动内心的喜怒哀乐几乎不可能，只怕后续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情绪。不再看他，转而面向所有大夏修士，声音铿锵传遍四方：“身为镇魔司司正，肃清妖魔，铲除内奸，乃无职责所在。今日本王便在南疆亲手了结此僚，以儆效尤，并宣告天下，凡勾结妖魔、背叛人族者，无论逃至天涯海角，我大夏镇魔司必诛之。”话音落下，他手中浮现一缕金色火焰，瞬间弥漫西元全身。不过转瞬间，呆滞麻木的西元灵魂以及肉身便皆被太阳圣火焚烧成虚无。绿茶之女西元，醋！叶灵渊望着化作飞灰的西元，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此女毕竟是娘亲唯一的亲传弟子，虽然后来证实其心术不正，但亲眼见证其落得如此下场，心中难免有些唏嘘。不过自己在玉女宗已经给过他一次机会了，而西元依然勾结冰魔，图谋自己和宗门乃至燕之的恶毒心思，那点希望便迅速被决然取代。娘亲若是知道他如此行径，只怕也会亲手清理门户。叶灵渊心中暗叹，随即抬起头，目光柔和地望向李彦之，轻声问道：“彦之，西元已伏诛，接下来我们也该回去了吧？”李彦之负手而立，玄色衣袍在热风中微微浮动，他目光扫过在场神情各异的大夏修士，最后落向异火界之外那广袤的南疆大地，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与决断。既然来了南疆，除了异火之事，自然也不能白来一趟。他顿了顿，语气转冷，一股肃杀之意弥漫开来。本王既为大夏镇魔司司正，肩负扫荡妖魔、护佑边疆之责，此番南疆妖魔屡次兴风作浪，焰魔频繁从边境火山地带袭扰大夏边民，冰魔潜藏雪山荼毒百姓，更有诸多宵小蠢蠢欲动，此前清剿未尽全功，故在重返京城之前，本王决意再次于南疆境内展开全面肃清。他的目光冷如冰霜，缓缓扫过在场每一个修士的脸。凡南疆境内，凡我大夏疆土所及，所有潜藏之妖魔，无论其藏身火山、雪山、密林、沼泽、城镇、宗门，无论其修为高低，皆在剿灭之列。焰魔残部、冰魔余孽以及其他勾结妖魔，敢于冒头作乱者，皆斩。此言一出，全场皆惊，包括赵山河、
江河在内的镇魔司人员个个神色异凛，眼中爆发出灼热的战意与崇敬。殿下，这是要动真格的了，这已远非之前小规模的清剿，而是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扫荡南疆妖魔气焰。而那些跟随而来隶属各大宗门或散修出身的修士们，则是心中一震，脸色各异。有人感到振奋，认为这是利国利民、扬大夏天威的大好事；也有人目光闪烁，心中暗自盘算。他们深知李彦之此举不仅是对外妖魔的宣战，更是对内的一次震慑。那些平日里与妖魔有些不清不楚，或者心存侥幸的势力，此番怕是难逃清算。当下便有几名宗门长老模样的人物互相对视一眼，率先跃众而出，朝着李彦之宫进行礼。秦王殿下心系苍生，是要扫清妖魔，还南疆朗朗乾坤，实乃大夏之福，万民之幸。我等钦佩之至，愿听殿下调遣，略尽绵薄之力。殿下英明，妖魔不除，南疆不宁，我等定当全力配合镇魔司行动。他们言辞恳切，态度恭敬，但心中究竟作何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晓。更多的人则是沉默观望，或面露忧色。打仗就要死人，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波及到。李彦之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脸上却无波无澜，只是淡淡道：诸位有心了，剿魔之事自有镇魔司统筹，诸位若是寻得妖魔踪迹，可向各地镇魔司分衙禀报，自有重赏。若有私通妖魔，知情不报，甚或阻挠剿魔者。他没有说下去，但那冰冷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场不少人心中一寒，连忙低下头，不敢与之对视。如今的李彦之可不是年轻的镇魔司司正，而是手握大权的强者。很快，一些心思活络或有隐忧的修士便以宗门急召、伤势需静养等理由，接连向李彦之告辞，匆匆离去。他们要将今日之事，尤其是秦王即将大举扫荡南疆妖魔的决定，尽快传回各自宗门或关系网中。是置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都需要提前决断，或者有些小手脚也需要处理一下。待这些外人散去，场中便只剩下镇魔司核心人员以及部分边军精锐。李彦之不再耽搁，直接下令赵山河、莫将在。赵山河踏前一步，声如洪钟，命你律本部镇魔使，并协调灵州边军，负责清剿灵州境内，尤其是边境熔火、裂谷周边残余妖魔，务必彻底肃清。莫将遵命。赵山河抱拳领命，眼中凶光闪烁。南疆是他的地盘，之前让焰魔和火蛟搞出这么大乱子，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南疆3州之中，目前来说灵州是最难处理的。江河，属下在。江河上前弯腰行礼，命你持本王令箭，前往襄州，与襄州镇魔司分衙会合，统筹襄州境内妖魔清剿事宜。襄州多山林沼泽，妖魔善于隐匿，务必仔细排查，勿使漏网。属下领命。江河沉声应道，眼中闪过一丝冷芒。暗探出身的他，最擅长的便是追踪与情报。此去襄州，正可大展拳脚。他也知道这是殿下给自己表现的机会，绝不能出纰漏。至于滇州，李彦之目光投向西北方向，那里是滇州玉龙雪山所在，本王将亲赴肃清藏匿于玉龙雪山中的冰魔。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斩钉截铁的决绝。冰魔和玉女宗同处玉龙雪山，此前藏得好找不到，没办法，如今有2品冰魔在，他必须亲自将其连根拔起。命令记下，众人立刻开始分头准备。叶灵渊自然跟随李彦之，握住他温热的大手。叶灵渊仰头嫣然一笑，彦之，咱们回玉女宗。众人乘坐飞舟而回，飞舟速度极快，两侧景物飞掠。舱内叶灵渊靠在李彦之怀中，感受着他沉稳的心跳和身上令人心安的气息。先前因西元之死而产生的一丝复杂情绪渐渐平复，他忽然想起什么，仰起头轻声问道：彦之，叶凡他后来如何了？我见他受伤了，独自离开，之后再未见到他，没事吧？虽然与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并不亲近，甚至因其对李彦之的敌意而有些不喜，但终究血脉相连，更是父皇唯一的亲儿子。叶灵渊心中仍存着一丝牵挂。李彦之揽着他腰肢的手臂微微收紧，语气平静，听不出太多波澜。已经死了？什么？叶灵渊身体一僵，美眸中闪过一丝愕然。一伙被火蛟自爆后，虽主体消散，但尚有本源流窜。李彦之解释道，声音低沉。那一伙本源趁乱寄居于叶凡身上，等到叶凡离开人群后，便显现而出。叶凡试图将其收取炼化，但他修为终究太低，不过7品，如何能驾驭那等天地灵物？最终引火焚身，被一火反噬，焚烧殆尽，尸骨无存。李彦之顿了顿，似有惋惜，我斩杀火蛟赶到时，已无力回天，只能看着他灰飞烟灭。叶灵渊沉默了半晌，最终悠悠一叹，这或许就是他的命吧。若是他愿意沉下心来，借助皇室资源稳步修行，不好高悟远走这般险峻捷径，或许……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心中对叶凡的那点复杂情绪，此刻也化作了淡淡的惋惜与遗憾。不管怎样，他终究是父皇留在这世上的唯一亲子，就这么死了。父皇在天之灵若是知道这一幕，定然伤心。似乎察觉到他低落的情绪，李彦之紧了紧环在他腰间的手，低头在他耳边轻笑一声，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廓。父皇的亲儿子没了，但我们可以努力给他添个亲外孙啊。
这话说的暧昧又直白，叶凌渊先是一愣，随即俏脸腾的一下红透了，一直红到了耳根。他羞涩的低下头，粉拳不轻不重的捶了一下李彦之的胸膛，声音细若蚊蝇：“臭弟弟，你胡说什么呢？谁要跟你生？这可由不得你。回玉女宗，咱们就开始生。”李彦之轻笑一声，叶凌渊眼中却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羞涩的期待与甜蜜。与彦之的孩子，那该是怎样的模样？但他们现在还年轻，会不会早了点？算了，先试试再说吧。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冲淡了关于叶凡之死的沉重。队伍继续前行，很快便抵达了灵州中心，雄伟的灵州城。在城中，李彦之进行了简短的整备与军令重申。赵山河与江河各自领了令箭与兵马，雷厉风行的开始调派人手，准备奔赴扫荡灵州和襄州妖魔。镇魔司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在李彦之的意志下开始全速运转。消息迅速传遍灵州城，自然也传到了城中一个不算显赫却也根基不浅的徐家耳中。徐家府邸正厅，家主徐振山，也就是叶凡的外公，此刻正与几位族老核心子弟聚在一处，气氛压抑。父亲，消息确认了，叶凡他确实陨落在了异火界，尸骨无存。一名中年男子，徐振山的次子，声音艰涩的禀报道，脸上带着难以置信与深深的失落。徐振山身形晃了晃，扶着太师椅的扶手才站稳。他面容苍老，眼神浑浊，此刻更是失去了所有光彩。叶凡的死讯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心中最后的期盼。徐家本是灵州普通世家，靠着军功起家，这些年有些没落。叶凡母亲徐清玄当年未婚先孕，生下叶凡后，徐家一直视叶凡为耻辱，对其颇为冷落。直到后来叶凡被接入京城，进皇室认祖归宗，徐家的态度才骤然转变，将他视为家族重新崛起、攀附皇室的最大希望。徐振山更是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个外孙身上，弥补之前的过失，指望着他能带领徐家重返辉煌，甚至若能登上那至高之位。然而，这一切美好的幻想，随着叶凡的死讯彻底破灭了。怎么会这样？徐振山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小凡不是气运所中吗？怎么会就这么死了？”厅中其他人也是面露凄容，更多的却是算计落空的失望与茫然。没了叶凡这个纽带，徐家与皇室那点微薄的关系几乎荡然无存。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父亲，如今之计，长子眉头紧锁，眼中浮现金光，低声道：“是否该想办法拜见秦王殿下？我听京城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说，来南疆之前，清玄跟他关系非比寻常，若能借助清玄之力，给他些许照拂。”徐振山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的火苗。是啊，叶凡死了，但秦王李彦之还在，这位可是如今大夏最有权势的存在，更是镇魔司司正。若能巴结上他立刻打起精神，带着厚礼，急匆匆赶往李彦之下榻的灵石行辕求见。然而他连李彦之的面都没见到。衙门外，守卫的镇魔司精锐冰冷地告知司正大人军务繁忙，无暇接见闲杂人等，徐家主请回。徐振山再三恳求，甚至报上自己与叶凡的关系，得到的依旧是不带丝毫感情的拒绝。司正有令，角磨期间一概私意不见。徐家主若真有报国之心，当恪尽职守，协助赵司命肃清灵州妖魔，而非在此徘徊。徐振山碰了一鼻子灰，拿着未被收下的厚礼，失魂落魄地回到徐府。他知道徐家怕是再也攀不上皇室这棵大树了。失去了叶凡，他们在秦王眼中与普通世家并无区别，就是不知清玄与这位殿下的关系如何。就在徐家一片愁云惨淡之际，李彦之已带着叶凌渊以及一支精锐的镇魔司小队离开了灵州城，朝着滇州疾驰而去。目标玉龙雪山。就在李彦之离开灵州的短短数日内，他即将全面扫荡南疆妖魔的命令瞬间席卷南疆三州。灵州、襄州、滇州各地镇魔司分衙如同上紧的发条，开始高速运转，一道道征调令、悬赏令、清剿令下发至各郡县、宗门、家族。许多正道宗门积极响应，派出弟子长老参与扫荡妖魔，既能积累功德名声，也能在镇魔司乃至秦王面前表露忠心，争取日后好处。但也有暗流涌动，一些与妖魔素有勾连或自身不太干净的势力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有的试图销毁证据，有的暗中转移财产，安排后路，更有甚者狗急跳墙，企图负隅顽抗。然而在镇魔司强大的情报网络与雷霆手段下，这些抵抗大多迅速被粉碎。数日之间，南疆三州已有数个中小家族，2个名声不佳的邪派小宗门被爆出与妖魔勾结，以活人饲养妖魔、交易禁忌物资等害人罪行，随即被当地镇魔司联合响应号召的正道势力以雷霆万钧之势连根拔起，满门诛灭，财产充公，山门焚毁，断绝传承。各类典籍秘术冲入镇魔司藏经楼。对此，李彦之还下令，只要是灭门的宗门家族，无论老幼必须斩杀干净，手中斩魔刀不斩老幼的，那就一律被一把小刀用完丢掉便是。就算是家禽牲畜，养的灵兽也一个都不能留，菜地都得来回犁3遍，主打一个斩草除根，以防会有灭门复仇流的气运之子出现。督察部检查现场后，但凡没做到的镇魔司成员一律重罚，毫不留情的血腥清洗，
让所有势力都看清了秦王李彦之的决心与镇魔司的铁腕。一时间，南疆之地妖魔竞生，邪祟潜踪，许多藏匿多年的妖魔巢穴被主动或被动的暴露出来，剿灭行动如火如荼。李彦之在南疆的强硬态度，短时间内便已经传遍整个大夏。时常来南疆边境骚扰的异族，这段时间都开始销声匿迹，生怕被李彦之拉出来连着杀一遍。有些人则是听说新皇子叶凡死在南疆了，李彦之不遗余力的这么做，就是为了给弟弟报仇泄愤。听闻此事的人不禁感叹：秦王殿下对弟弟可真好啊！要是自己是他弟弟，那就好了。当李彦之与叶灵渊抵达滇州，来到那巍峨连绵、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脚下时，关于他南疆大扫荡的威名已然传遍四方，令妖魔闻风丧胆，令心怀叵测者夜不能寐。唯有百姓奔走相庆，欢呼不休，甚至直呼秦王殿下万岁。玉女宗山门所在的雪山之外，李彦之飞舟悬停，他抬头望向那高耸入云、白皑皑的雪山群峰，眼神锐利如刀。灵渊，你先回宗门安抚弟子，告知他们本王来意，让他们无需惊慌，配合镇魔司行动即可。李彦之对怀中的叶灵渊温声道：彦之，你千万小心。叶灵渊点头，他知道李彦之此行首要目标是冰魔族群，以保玉龙雪山安宁，让玉女宗能长久太平。放心。李彦之轻笑，拍了拍他的手。叶灵渊带着几名玉女宗前来迎接的弟子先行入峰，李彦之则带着镇魔司精锐乘飞舟来到雪山外一处被封的冰崖。冰崖之巅，李彦之悬空盘膝而坐，取出了那枚封印着冰魔残魂的太阳圣火囚笼，冰蓝色残魂在其中瑟瑟发抖，充满恐惧。现在是你体现最后价值的时候了。李彦之眼神冰冷，指尖泛起复杂的法诀光芒，一缕缕蕴含灵魂追踪与血脉感应之力的镇魔司秘术符文开始环绕火龙。这是镇魔司经过多年传承才留下来的秘术，一定范围内寻找同宗同源的妖魔时格外好用，除非目标妖魔修为太高，能够屏蔽施术之人。而这玉龙雪山内，这二品冰魔修为应该是最高的了，不然也不会被玉女宗压制100年。就算还有二品冰魔存在，也不足为虑。以汝残魂为引，以汝血脉为凭。寻！李彦之低喝一声，秘术符文猛地打入冰魔残魂之中，残魂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其内部一点最本源的血魂印记被强行激发放大。紧接着，李彦之双手虚按地面，磅礴的神识混合着秘术之力，如同无形的涟漪，以他为中心，朝着整座浩瀚的玉龙雪山扩散而去。他在通过冰魔残魂的血脉联系，搜寻隐藏在这雪山深处其他冰魔的踪迹。冰魔一族，喜寒、长群居，既有一尊二品冰魔潜藏于此，难保没有其他同族。也就玉女宗祖师在此开宗立派后，冰魔才被压制沉寂，不然当初也是为祸一方的存在。如今李彦之要将这玉龙雪山中的冰魔余孽彻底肃清，玉女宗祖师没做到的事，李彦之要替他们完成。冰崖之上，风雪呼啸，李彦之盘膝悬坐，双目微合，磅礴的神识混合着镇魔司秘术的追踪之力，以他为中心，向着玉龙雪山深处层层渗透。掌心那团太阳圣火囚笼中，冰魔残魂被秘术之力不断抽取，放大血脉印记，发出无声的哀嚎。约莫1炷香后，李彦之猛地睁眼，眸中金光一闪，找到了。他长身而起，玄色衣袍在风雪中猎猎作响，目光如电，射向雪山深处一个方位。那里是玉龙雪山主峰背面，一处终年被厚重冰川覆盖、人迹罕至的辽阔冰谷。那里即便是玉女宗的长老也不敢深入，之前有所猜测，但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冰魔巢穴。如今借助冰魔血魂，总算是确定下来了。冰魔老巢便在此处。李彦之声音冷冽，带着一丝了然。难怪玉女宗100年来配合镇魔司屡次清剿，始终未能根除，原来藏得如此之深，且有天然极寒地势遮掩，进退有余。若非以同源血脉秘术追踪，确实难以发现。他不再犹豫，转身踏入非洲，传令：目标主峰北侧冰谷，全速前进。遵命。非洲上的镇魔司精锐齐声应诺，眼中战意燃烧。巨大的非洲破开风雪，如同钢铁巨兽，朝着冰谷方向疾驰。周身铭刻的破风与隐匿阵法全开，虽体积庞大，却如同融入风雪，悄无声息。很快，非洲抵达冰谷边缘，向下望去，只见数道深不见底的巨大裂缝横亘在连绵的冰川之间，谷底被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冰蓝色寒雾笼罩，隐隐有令人心悸的阴寒魔气透出。谷壁陡峭，布满光滑冰层与嶙峋冰刺，寻常修士难以攀援，若是不慎落入其中，很容易迷失在里面。此地易守难攻，且寒气对冰魔有天然加成。李彦之站在非洲险首，俯瞰冰谷，神色平静。刘金一何在？末将在。一名身着暗金色镇魔司制式铠甲，面容刚毅，气息赫然达到3品高阶的中年男子跃众而出，躬身抱拳。他名唤刘越，是此次随李彦之前来滇州的镇魔司精锐小队统领，亦是老牌金衣镇魔使，战斗经验极其丰富。命你率本部人马劫天罡诛魔战阵，为前锋，扫清谷口至冰魔巢穴外围所有障碍，诛杀沿途妖魔。李彦之命令道：切记，冰魔善于隐匿偷袭，寒气侵体，不可大意。末将的令。铁战眼中立芒一闪，转身大喝：第1、第2小队随我结阵。
下周36名最低也是6品修为，身经百战的镇魔司精锐，其声硬核，动作迅捷整齐，从非洲两侧滑降而下，落入冰谷边缘。刘越立于镇守，手中长刀出鞘，刀身泛着破魔符文的光芒，结阵天罡诛魔。他低喝一声，众镇魔使迅速移动，以刘越为核心，结成一座攻防一体、气息相连的战阵。阵法一成，一股凛然肃杀、克制妖魔的气息轰然升起，竟将周围的冰寒魔气都逼退数丈。进！刘越长刀前指，天罡诛魔战阵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刃，轰然撞入冰谷入口的寒雾之中。斧一进入，便有数道潜伏在冰壁、冰刺后的冰蓝色身影立笑扑出。那是些7、8品层次的普通冰魔，形似人形，却覆盖冰甲，爪牙锋利，口喷寒息。然而，他们面对的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且专精除魔的镇魔司战阵。斩！刘越怒喝一声，数名4品镇魔使同时出刀，刀光如炼，带着破魔之力，瞬间将扑来的几只冰魔斩成冰渣。阵型丝毫未乱，继续稳步推进。后续冰魔的偷袭、寒冰陷阱，乃至借助地形发动的冰锥传射，在天罡魔战阵严密的防御与犀利的反击下，皆被一一化解。战阵所过之处，冰魔伏尸，冰晶铺路，效率极高。这便是镇魔司的斩魔效率。非洲上剩余的镇魔使则是分出部分人跟在后面拾取冰魔，被杀后留下冰晶，这可是上好的修炼资源。出任务的额外收入可就靠这个了。这些灵物衙门不会让下面的人上交，完成任务后还会有任务奖励，收入高，这也是镇魔司人员如今喜欢做任务的原因之一。李彦之乘非洲悬于半空，跟在后方俯瞰前方战局，微微颔首。刘越不愧是老牌精医，指挥得当，战阵运用娴熟，依靠此阵面对多名同阶妖魔完全不是问题。随着不断深入，遭遇的冰魔实力也逐渐增强，开始出现5品甚至4品的中阶冰魔，寒气更加酷烈，攻击也越发刁钻。但刘越指挥有条不紊，战阵变换，时而化作尖锥突刺，时而化作圆阵固守，始终牢牢占据主动，稳步向着冰谷最深处、魔气最浓郁的核心区域推进。约莫1个时辰后，战阵凿穿了最后一道由数百低阶冰魔和复杂冰障组成的防线，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片位于冰谷最底部的巨大冰窟，方圆数百丈，穹顶高悬，布满了垂落的巨大冰棱。窟内温度低得可怕，呼出的气息瞬间化为冰晶，甚至护体罡气都隐隐被冰冻，从而影响到行动。最深处有一座完全由晶莹剔透的万年玄冰构筑而成的宫殿雏形，虽显粗糙，却已初具规模，散发出古老而浓郁的冰寒魔气。冰宫前方有一片小小的冰原，冰原中央生长着一株奇异植物，它通体如同冰晶雕琢，高约3尺，生有9片晶莹剔透的叶子，顶端托着一朵缓缓旋转、散发着柔和蓝光与精纯寒气的6瓣冰花，冰霜灵花。非洲上有识货的镇魔使低呼出声，这可是极其罕见，对冰属性修炼者有巨大裨益的天地灵物啊！比起冰魄雪莲都差不了多少，难怪冰魔会选择此地作为巢穴。众人议论不休，心中惊叹不已。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是李彦之所要之物，但肯定还有其他次一些的灵物存在。然而此刻守护在这冰霜灵花与冰宫之前的，并非冰魔，而是一尊体型庞大、高达3丈、通体由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深蓝色坚冰构成，形如巨猿，却生有独角和一条蝎尾的狰狞妖魔。他蹲伏在冰霜灵花旁，一双猩红的眼睛冷漠地注视着闯入者，周身散发着远超寻常2品妖魔的恐怖威压，引动着整个冰窟的寒气都在向他朝拜。这是极北冰原才会有的雪妖，他是如何来到南疆玉龙雪山的？李彦面露诧异之色，但很快又随之皱眉摇头，不对，这家伙还有冰魔的特性，是变异了，或者是个杂种。战阵中的刘越眼神凝重，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变异雪妖散发出的恐怖威压，远超普通2品妖魔，且与此地极寒环境完美契合，实力得到增幅。但他身为精医镇魔使，亦是久经战阵，毫不退缩，长刀高举，变阵天罡路模式，天罡诛魔战阵闻令而动，36名镇魔使气息勾连一体，阵型在变，化作一座形似尖锥、锋芒毕露的攻击阵型。阵势之中，破魔符文光芒大盛，汇聚于镇守刘越的长刀之上。杀！刘越暴喝一声，身先士卒，人与阵合，化作一道撕裂寒气的刀芒，悍然冲向雪妖。身后36名镇魔使同声怒喝，气机牵引，刀光如鳞，紧随其后，狠狠斩向雪妖。这已是天罡诛魔战阵最强的攻击形态，足以对2品妖魔造成威胁。然而那变异雪妖猩红的眼中闪过一丝人性化的轻蔑，吼！他发出一声沉闷如雷的咆哮，并不躲闪，只是抬起那只覆盖着深蓝坚冰的巨臂，朝着斩来的金色刀芒随意一挥，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冰窟中炸开，刀芒与冰蓝巨臂碰撞，预想中的僵持并未出现，只见那刀芒仅仅支撑了半息，便轰然破碎。狂暴的反震之力沿着战阵气机传导而回，噗！刘越首当其冲，胸口如遭重锤，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形倒飞，阵型瞬间大乱，其余镇魔使东倒西歪，个个气血翻腾，面色发白，阵势彻底崩溃。仅仅一击，训练有素，
专为朱魔而设的天罡战阵便告瓦解。刘越摔倒在地，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他深知此阵威力，即便面对真正的二品妖魔，也有一战之力。可在这雪妖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雪妖缓缓收回手臂，猩红的眸子如同看蝼蚁般扫过溃散的镇魔石。他并未乘胜追击，反而饶有兴致地将目光投向半空中那艘悬停的飞舟，最终锁定在舟手那道玄色身影上。从这个人族身上，他感受到了一丝让他灵魂都隐隐颤栗的威胁感。这人身上还有一股让他熟悉的气息。飞舟之上，一众观战的镇魔司精锐亦是骇然失色。刘金一和他的天罡战阵，在他们眼中已是极强的战力，竟被那雪妖随手击溃。所有人的力量并未被完美利用，看来这天罡诸魔战阵还有成长空间。李彦之微微摇头，而后他面色平静地看着雪妖，甚至眼中闪过一丝跃跃欲试的光芒。有意思，冰魔与雪妖血脉杂交，产生变异，不仅继承了双方优点，似乎还发生了某种良性异变，实力远超同阶，更与此地环境深度绑定。只可惜已成气后，无法驯养成户宗灵兽了。李彦之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一步踏出非洲，凌空虚度，缓缓降落在冰原之上，挡在了受伤的刘越等人与雪妖之间。大人，此妖凶悍，且占尽地利，大人小心啊！刘越强忍伤痛，急声劝阻。他刚刚甚至觉得都能跟二品斗一斗了，但真正打起来，他才知道差距有多大。李彦之目光始终落在雪妖身上，淡然道：“二品雪妖而已，不足为虑。你们先退下，在一旁休息吧。”是。话音未落，他右手虚空一握，嗡，斩魔之刃出现在手中，刀身微震，发出渴望饮血的低鸣，对妖魔的克制气息毫无保留地散发开来。雪妖猩红的瞳孔骤然收缩，他从那柄黑刀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致命的威胁。好，他不再犹豫，先发制人。庞大的身躯爆发出与体型不符的惊人速度，冰晶地面轰然炸裂。他独角和蝎尾同时亮起刺目蓝光，周身寒气瞬间凝聚成无数锋利无比的冰晶长矛，暴雨般朝着李彦之倾泻而下。同时，他巨掌探出，五指如钩，裹挟着凌厉寒意，直抓李彦之头颅。面对这足以让同阶修士瞬间重创甚至陨落的攻击，李彦之眼中却连一丝波澜都未曾泛起。他只是简单的向前踏出一步，同时挥刀斩魔之刃划过一道平平无奇的暗红刀光，噗噗噗，那漫天的冰晶长矛瞬间被消融湮灭。雪妖那势在必得的一爪，在暗红刀光一闪而过后，瞬间齐握而断。那断爪尚未落地，便被刀身上附着的规则之力侵蚀，迅速枯萎崩解。嗷！雪妖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嚎，庞大的身躯踉跄后退，眼中充满了惊骇。更让他恐惧的是，断腕处那层诡异的暗红血光，如同复古之居，疯狂吞噬着他的妖力与生机，阻止着任何愈合的可能，甚至连他与此地寒气的联系都被那血光隐隐割裂削弱。一刀，仅仅一刀，哪怕只是斩在手腕上，依然重创了这头强悍的变异雪妖。后方，刘越及一众镇魔司人员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拼尽全力结成战阵都无法撼动的恐怖雪妖，在殿下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李彦之却并未停手，他左手抬起，五指张开，对准冰窟穹顶与四周冰壁。九阳焚天，九轮煌煌大日虚影并未直接攻击雪妖，而是以李彦之为中心，轰然浮现膨胀，至阳至纯，焚灭万物的恐怖热力瞬间扩散至整个冰窟。滋滋滋，冰窟内万载不化的冰棱冰壁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雪妖发出更加惊恐的咆哮，他感觉自己的力量源泉正在被剥夺，那赖以生存的极寒环境正在被强行改造成炽热的炼狱。他周身的冰甲开始软化脱落，气息以惊人的速度萎靡下去。李彦之这一手直接废掉了地力对雪妖实力的加成。雪妖猩红的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他想逃，但断腕处不断流失的生命力与那锁定他的冰冷杀意让他明白逃不掉。他猛地张开大口，一股精纯无比蕴含他大半本源的冰蓝色妖丹之气喷吐而出，并非攻击，而是试图引爆冰霜灵花下的地脉寒水，制造混乱，垂死挣扎。李彦之冷哼一声，右手斩魔之刃再次挥出，这一次刀光更快更冷更致命，暗红刀光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斩在那股冰蓝妖丹之气上。噗！妖丹之气应声而散，刀光于是不减，掠过雪妖那颗狰狞的头颅。雪妖的动作戛然而止，猩红的瞳孔瞬间暗淡凝固。下一刻，他那庞大的身躯从头颅开始，沿着一条细细的血线缓缓裂开崩塌。在斩魔之刃的规则斩杀与九阳焚天的环境压制下，这头强悍的变异雪妖生机被彻底斩灭，连自爆妖丹都做不到。李彦之收刀，左手虚抓，只见雪妖崩塌的残躯中，一缕缕精纯的冰蓝本源被强行抽取凝聚，最终在李彦之掌心压缩凝练，化作一颗拳头大小通体晶莹剔透，内里似有冰风暴在流转的深蓝色灵珠冰晶灵珠，蕴含着这头变异雪妖毕生的冰寒精华。只可惜之前斩掉焰魔时，他已只剩残灵，不然倒是可以凝聚一颗火焰魔丸出来与之配对。与此同时，九阳虚影并未散去，
炽热的光芒扫过冰窟各处，那些因雪妖死亡而陷入恐慌、四处逃窜或试图顽抗的残余冰魔，在至阳之力的照耀下，纷纷发出短促的惨嚎，身躯迅速融化，最终也被提炼成一缕缕冰寒之气，汇入李彦之掌心的灵珠之中，使其光芒更盛，品质更高。转眼之间，冰窟之内，除了李彦之与身后目瞪口呆的镇魔司众人，再无一尊活着的妖魔。所有冰魔与雪妖皆被炼化。冰窟温度回升，虽仍寒冷，却已无那刺骨的魔性阴寒。李彦之随手将那颗散发着强大冰寒波动的冰晶灵珠收起，这才缓步走向冰原中央。那株冰霜灵花在九阳之力的余温下微微摇曳，光华略显暗淡，但本源无损，反而因周围魔气的消散，显得更加纯净。李彦之取出一个寒玉宝盒，小心翼翼地将冰霜灵花连同其根系所在的万年玄冰一起挖出，封入盒中。入手冰凉，灵气逼人，的确是稀世珍品。做完这些，他的目光才投向那座粗糙的冰宫，信步走入其中。一众镇魔使则开始兴奋地搜刮残余的资源，剩下的找到多少都是他们的。冰宫内颇为简陋，只有一些冰雕的粗糙座椅和几个储存冰属性灵材的天然冰洞。灵材李彦之没兴趣，留给兄弟们便是。但在冰宫最深处，一个以万年玄冰自然形成、类似巢穴的凹陷中，李彦之发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枚卵，约莫脸盆大小，通体洁白如雪，蛋壳表面天然形成复杂的冰蓝色云纹，隐隐有规律的明灭闪烁，还散发出与那变异雪妖同源却更加精纯、更加古老的冰寒气息以及勃勃生机。雪妖卵，李彦之蹲下身，仔细端详，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而且似乎比那被杀死的雪妖血脉更加纯粹。是返祖，还是那雪妖并非此卵的父母，只是守护者？他伸出指尖，轻轻触碰蛋壳，触感冰凉如玉，内里传来微弱却坚韧的生命脉动。蛋壳表面的云纹似乎对他的触碰有所反应，光芒微微亮了一丝。有意思。李彦之嘴角微扬，不论来历如何，此卵生机旺盛，冰属性纯粹无比，甚至感觉更加尊贵，必然潜力非凡。不过还没孵化，留着也没用，而且想要孵化，天地环境也很重要。我修炼的太阳圣火属性又与之相反。李彦之稍加思索，便有了决定，就留在玉女宗吧，好生培养，将来或可成为护宗灵兽。他将这枚神秘的雪妖卵也小心收起，与冰霜灵花放在一起。李彦之心中猜测自己若是不干预，这里的机缘只怕最后会便宜了西园那个绿茶之女。气运之子果然都有让自己崛起的大机缘。此时的外界，刘越已压下伤势，指挥着同样受伤不轻但士气高昂的镇魔司精锐，开始仔细打扫战场，清剿冰宫内外可能残存的隐患，搜刮有价值的冰属性灵材。李彦之走出冰宫，望着这片已然恢复平静、止于战斗痕迹与精纯寒气的冰窟，神色淡然。玉女宗百年心腹大患，冰魔巢穴，连同那头强悍的变异雪妖，今日终被彻底铲除。用镇魔司的阵法将这里的妖魔之气净化排除后，这里也算是一处洞天福地，倒是可以给玉女宗当作修炼圣地。即便再诞生出冰属性灵物，那也应该是很久以后了，轮不到李彦之操心。传令，仔细清扫，不放过任何隐患。半个时辰后，撤离此地，返回玉女宗复命。李彦之吩咐道：“是，殿下。”刘越等人轰然应诺，看向李彦之的目光充满了狂热与敬畏。李彦之不再多言，身形一动，率先朝着冰窟出口，也即是玉女宗的方向飞去。此时的玉女宗宗门大殿内气氛肃穆，又带着几分忙碌。宗主叶凌渊端坐于主位，一袭白衣，清冷如雪，却难掩眉宇间那抹因事物繁杂而起的淡淡倦色。他正凝神听取下方几位留守长老的汇报，手中玉笔不时在卷宗上勾画。李彦之律镇魔司，扫荡南疆妖魔，声势浩大，奖励丰厚，玉女宗内许多弟子甚至部分长老都踊跃参与。这固然极大地增强了宗门的实战历练，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资源和功勋，但同时也让宗门内部的人手调度、事务安排变得紧张起来。宗主，滇南三成新发现的几个小家族勾结妖魔，草菅人命，只是弟子已配合当地镇魔司分部完成初步清剿，这是缴获清单。北路的寒铁矿脉因部分矿工被抽调加入剿魔后勤，产量略有下滑，需重新调整排班。叶凌渊仔细听着，时而颔首，时而提出意见。他对宗门弟子积极参与镇魔司行动是乐见其成的，这不仅是对天下正道的一份力，更能让门人得到在宗门内难以获得的魔力与丰厚回报。镇魔司对外的功勋兑换体系和宗门内部的额外奖励，足以让任何参与者都动力十足。就在一位长老刚禀报完一项临时分配争议，叶凌渊正欲开口决断时，殿外忽然传来一阵气息波动，随即一道熟悉的玄色身影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大殿门口，负手而立，神情淡然。彦之，叶凌渊眼眸中瞬间迸发出惊喜的光芒，那抹倦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的神采。殿中诸位长老先是一惊，呆看亲来人，更是纷纷起身恭敬行礼，见过秦王殿下。李彦之微微颔首，步入殿中，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叶凌渊身上，唇角微扬。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没打扰吴姐处理正事。怎么会？叶凌渊起身，快步迎下台阶，美眸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冰窟那边一切都解决了。李彦之轻描淡写的点点头，微微一笑，解决了。冰魔已尽数伏诛，巢穴已清，隐患已除。刘越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扫尾和净化。尽管他说的轻松，但殿中诸位长老却是倒吸一口凉气，面面相觑，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与难以置信。玉龙雪山深处那潜藏多年，让历代玉女宗宗主都头疼不已的冰魔巢穴，这才过去多久？从李彦之率队出发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过大半日功夫，竟然就被他带领镇魔司以雷霆之势彻底扫平了。这就是镇魔司斩妖除魔的效率和这实力，简直骇人听闻。自从这位秦王殿下接管镇魔司，这个部门还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一位白发长老率先回过神来，激动的胡须微颤，躬身长揖，老身待遇女宗上下，拜谢秦王殿下铲除我宗100年，心腹大患，此恩此德，玉女宗永世不忘。其余长老也纷纷跟着深深行礼，感激之情发自肺腑。玉女宗祖师在此开宗立派的初衷，除了是天地环境适合他们这一派修炼外，最主要的便是镇压魔窟。只是多年来收效甚微，那冰魔巢穴如同悬在玉女宗头顶的利剑，不知耗费了宗门多少人力物力防备，如今被连根拔起，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宗门未来的发展环境将安稳太多。李彦之虚服一下，淡然道：“诸位长老不必多礼，镇魔司职责所在，玉女宗祖师在此开宗立派，本王还是颇为钦佩的。况且玉女宗与我本就不分彼此。”他说着，意有所指的看了一眼身旁俏脸微红的叶灵渊。长老们都是人精，哪能听不出弦外之音？见状更是笑容满面，心中大定。有这位权势通天又对宗主情深意重的秦王殿下在，再加上宗主的五公主身份，玉女宗何愁不兴？秦王殿下劳苦功高，想必与宗主另有要事相商。我等先行告退，去准备庆贺事宜。白发长老很有眼力见儿的拱手，带着一众同样识趣的长老迅速退出了大殿，并细心地将殿门掩上。转眼间，偌大的宗门大殿便只剩下李彦之与叶灵渊2人，没了外人，叶灵渊再也维持不住宗主的端庄，美眸中温柔的似要滴出水来，主动上前拉着李彦之的手，引他到主座，和自己一同坐下。彦之，他挨着他坐下，声音轻柔：“玉龙雪山深处的冰魔之患，绵延数百年，是滇州大患，更是我玉女宗历代宗主的心病。当初娘亲也对此无能为力，如今被你一招清除，宗门上下无不感恩戴德。我真不知该如何回报你才好。”李彦之顺势伸手揽住他不盈一握的纤腰，轻轻一带，便将他带入自己怀中。叶灵渊低呼一声，却并未抗拒，只是脸颊飞起2抹诱人的红霞，顺从地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回报。李彦之低下头，凑近他晶莹的耳垂，戏谑一笑，先是对着那微抿的红唇亲吻了一下，才低声道：“首先，铲除妖魔本就是我镇魔司监正的职责和爱好，何谈回报？其次。”他顿了顿，抬起手，指尖轻抚过他光滑细腻的脸颊，目光深邃而专注：“连你整个人都是我的了，这便是天底下最大最好的回报，不是吗？我的无解，我的灵渊宗主。”这直白又霸道的情话让叶灵渊心间一颤，一股滚烫的热流瞬间涌遍全身。他抬眸对上他含笑的视线，那里面倒映着自己羞涩却满含情意的容颜，心中爱意澎湃。叶灵渊忽然鼓起勇气，扬起脸，主动凑上去，在他唇上印下了一个轻柔却坚定的吻，一触即分，眼中的柔情蜜意几乎要满溢出来。李彦之眼神微凝，哪肯让他这般挑衅，当即扣住他的后脑，深深的回吻过去。不同于之前的浅尝辄止，这个吻充满了占有与思念，炽热缠绵。一时间，庄严肃穆的宗门大殿内温度悄然升高，两人耳鬓厮磨，气息交融，忘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亲密时光。叶灵渊起初还有些顾忌场合，毕竟这可是宗门大殿，但在李彦之强势而温柔的攻势下，很快便软化下来，沉浸其中，甚至感觉有点刺激，玉臂不自觉环上了他的脖颈。良久，唇分。叶灵渊气息微乱，眼波流转，靠在李彦之怀里平复心跳。李彦之把玩着他一缕柔顺的青丝，这才想起正事。对了，此行除了铲除冰魔，还得了几样有趣的东西，正好给你。他心念一动，先取出了那颗内蕴冰风暴的深蓝色冰晶灵珠。灵珠一出，大殿内的温度都似乎下降了些许，精纯浩瀚的冰寒之力缓缓散发。这是那变异雪妖全身精华所凝。在回来时，此前在灵州被杀的冰魔本源也被我炼入其中，魔气已被我净化，蕴含极强的冰属性能量，对你是难得的至宝。无论是辅助修炼，还是炼制法宝，皆有奇效。叶灵渊接过，入手冰凉沉凝，能清晰感受到其中澎湃的力量，不禁赞叹：好精纯的寒气，不愧是2品雪妖和冰魔。接着，李彦之又取出了那枚蛋壳布满冰蓝云纹的雪妖卵，此卵一出，散发出的冰寒气息虽不如灵珠磅礴，却更加纯净古老，生机勃勃。蛋壳上的云纹仿佛有生命般缓缓流转，叶灵渊瞬间就被吸引了目光。这是在那雪妖巢穴深处发现的，看其血脉气息，似乎比被我斩杀的那头雪妖更加纯粹高贵，可能是返祖，也可能是那雪妖只是守护者。此卵生机旺盛，潜力非凡。叶灵渊好奇地接过雪妖卵，小心抱在怀中，能感受到内里传来的微弱而坚韧的生命脉动，
眼中露出喜爱之色。好漂亮的纹路，里面似乎是个很可爱的小生命。可爱。李彦之失笑，想象了一下未来可能孵出一头威猛雪妖的场景。但愿他长大后别太调皮。雌卵孵化需要极寒环境，正好玉龙雪山就很符合，交给玉女宗培养再合适不过。他收起笑容，看着叶凌渊，认真道：好好孵化它，培养它，等这小家伙破壳成长起来，将来必是一大助力。就算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有他守护在你左右，我也能更放心些。这番话重点全在最后一句，不是送宝物，而是送一份长久的活生生的守护。叶凌渊何等聪慧，瞬间明白了他的深意。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关切与未尽之眼里那丝可能的离别隐忧，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触动。他将雪妖卵小心放在一旁，重新投入李彦之怀中，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将脸埋在他胸口，声音闷闷的，却带着无比的坚定与感动。彦之，谢谢你，这份礼物我很喜欢，非常喜欢，我会亲自照看它，让它顺利孵化成长。他抬起头，眼眸中水光潋滟，却又闪着执拗的光。但是你不许总说那种可能不在我身边的话，无论你去哪里做什么，我都要和你一起。玉女宗是我的责任，而你是我的一切。李彦之心中暖流涌动，用力回抱住他，下颌轻抵着他的发顶，低低应了一声叶凌渊直视李彦之，坚定的道：等玉女宗步入正轨，彻底安稳下来，我会亲自去京城找你的。接下来的数日，李彦之并未急于离开，而是在玉女宗暂时落脚，一边陪伴叶凌渊，一面通过镇魔司的传讯体系，远程统筹着3州角魔事宜。每日来自灵州、襄州、滇州各地的战报、简报尽数汇聚到李彦之案头，有镇魔司各分队清剿妖魔巢穴的详细记录，有与妖魔勾结的地方势力被连根拔起的名单与证据，有各宗门、家族乃至朝廷地方驻军协同作战的战果汇总。在李彦之的赫赫威名与铁腕手段震慑下，在镇魔司功勋壁上勾结必诛的清晰准则引导下，3州之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荡魔风暴。数十个与妖魔有勾结、行不轨之事的宗门、家族、地方豪强被雷霆铲除，其罪行公之于众，资产充公或分赏有功之事。斩杀的各类妖魔不计其数，从低阶的游荡妖魔到占据险地的强大妖王魔头，纷纷在镇魔司与各方联军的围剿下伏诛。进展比预想的还要顺利，比1年前扫荡南疆时的战果还要丰厚得多。毕竟当初李彦之才开始掌权镇魔司，刚开始改革没多久，不说各方宗门家族势力的阻碍，就连镇魔司南疆分部都有不少问题，扫荡妖魔也就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如今赵山河半年前上任南疆，解决了内部诸多阻力。李彦之这次在南疆的态度又十分强硬，再加上叶凡这位定阳王之死，让扫荡妖魔毫无阻力。此次战果各方都功不可没。更让李彦之欣慰的是，镇魔司的形象与威望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以往镇魔司人员外出，虽不至于人人喊打，但也好不到去，是普通百姓厌恶和惧怕的存在。如今随着一处处为祸地方的食人妖魔被清除，潜藏起来的魔道势力被拔除，百姓们亲眼看到了安宁的到来。镇魔司的非洲人马所到之处，渐渐开始出现百姓自发夹道欢迎，送上清水食物的景象。那种发自肺腑的感激与尊敬，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殿下，滇州北部最后一个零散冰魔聚集点已于京城拔除，缴获兵属性灵材若干，解救即将被献祭的民众27人。襄州的黑瘴泽的瘴魔领主已被围杀，其麾下魔众溃散，正在清剿。灵州方面回报，境内已无成群的妖魔存在，残余零星妖魔已列入日常清剿名录。听着刘月吉的汇报，李彦之神色平静，只是偶尔颔首，或在某些需要协调资源、处理棘手后续的问题上做出决断。南疆3州中，灵州的妖魔汇聚之地便在异火现世熔岩火山群，以焰魔和火属性妖物为主；滇州则是玉龙雪山中的冰魔，襄州则是沼泽瘴区中毒瘴妖魔。如今这3大聚集地被清剿个遍，零散的妖魔已不成气候，大局已定，剩下的便是水磨功夫和长期维持。南疆3州的妖魔之患，经此一役，至少可保100年太平。而他为镇魔司打下的根基和树立的规矩，也将持续发挥作用。随着捷报频传，离别的时刻也悄然临近。京城尚有诸多事务等待李彦之处理，身为女帝的大姐叶希亦需他回朝述职。叶凌渊深知这一点，最后这几天，他将宗门琐事全权委托给几位信得过的长老，自己则彻底放下了宗主的担子，如同最寻常的怀春少女，整日与李彦之腻在一起。白日里，两人或是在玉女宗风景绝佳处漫步闲谈，或是对作品名。李彦之偶尔指点他几句修行上的关窍，更多时候只是静静的相拥，看云卷云舒，雪山巍峨。夜幕降临，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时光。这一夜，星辉璀璨，银河如练。李彦之揽着叶凌渊的纤腰，身形几个起落，便来到了玉龙雪山之巅。此处俯瞰，可见南疆大地苍茫轮廓，雪山脚下的城镇烛光；仰望，则苍穹近在咫尺，星辰仿佛触手可及。脚下万年冰雪在月光下泛着清冷银辉，纯净无比。寒风凛冽，但两人修为精深，只觉清凉舒爽，并无寒意。
叶凌渊依偎在李燕之怀中，望着满天繁星和脚下熟悉的雪山云海，心中一片宁静满足。燕之，他轻声呢喃，记得小时候在宫里，我们也曾偷偷爬上摘星楼看星星，那时还有小妹他们，现在就只有我们2人，现在都已经长大，好久没见了，真怀念啊。不过那时的星星好像没有这里的亮。宫里烟火气重，红尘遮蔽，李燕之低笑，手指缠绕着他的发丝，这里的星空干净，传说天上每颗星星都是自己亲人逝去后所化。你说父皇和娘亲死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吗？叶凌渊眨着大眼睛，一脸好奇地看着李燕之。李燕之没有肯定也没否认，而是微微一笑，一心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好深奥啊。叶凌渊鼻头微抽，皱眉嘟囔道，最后摇摇头，柔声道，等你回京城，若是看到大姐和小妹他们，先替我问声好。两人低声诉说着过往的趣事，宫中的回忆，分离后的思念，重逢后的真实，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真情在寒夜星空下静静流淌。叶凌渊忽然转过身，双手环住李燕之的脖颈，扬起俏脸，星辉落入他的眸中，化作一片痴痴的柔情。他看着他，玉颜染上红霞，声音却带着坚定与淡淡的羞涩。燕之，今夜你我2人就在此洞房花烛吧。李燕之眸光骤然深邃，凝视着他，无解，此地简陋，并非。我想好了。叶凌渊打断他，眼神炽热而执拗，不想等到下次见面，不想等到真正成亲的时候了，我不想等那么久。此刻此地唯有你我，天地为证，星辰为媒，雪峰为床，这便是我心中的洞房之地。话音未落，他已踮起脚尖，主动吻上了她的唇。这个吻不再有丝毫犹豫，带着将他自己全然交付的决绝与炽热情意。李燕之心中激荡，瞬间被这满腔柔情点燃。他收紧手臂，将他牢牢锁在怀中，反客为主，深深的回应。雪山之巅，寒风也变得温柔。李燕之挥手间，以真元在冰崖避风处凝出一方洁净温暖的灵石居所，虽无红烛警备，却自有天地灵韵环绕，一切水到渠成。衣衫褪尽，肌肤相亲，极寒与极阳的气息在这一刻完美交融，循环往复。2人地宫法本就完美契合阴阳之道，此刻灵肉合一，双修之下，真元与神识以惊人的速度共鸣、增长、升华。叶凌渊体内玉女宗的顶尖功法冰魄玄女功急速运转，3品圆满的瓶颈在浩荡纯阳真元的冲击与滋养下轰然破碎，气息节节攀升，直接迈入2品初阶，并且根基在太阳圣火的灼烧下稳固无比，毫无虚浮之感。而李燕之亦在此刻感受到了自身修为的剧烈波动，纯阳至尊功的奥义在心神中流淌，与怀中玉人至阴至纯的冰魄元婴相互印证调和，体内纯阳真元和太阳圣火被极寒之力淬炼得更加精纯凝练。轰！2品高阶与圆满之间那层坚固的壁垒，在这阴阳和情意交融的巅峰时刻应声而破，他的气息陡然暴涨，稳定在了2品圆满之境，甚至隐隐触摸到了1品门槛的玄奥。不过想破1品，以叶凌渊3品圆满的极寒元婴显然还不够。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多子多福系统再次被触发，且叶凌渊命格不凡，轻松触发了暴击奖励。定检测到宿主与身具冰灵命格的叶凌渊完成灵魂与肉身的交融，触发暴击奖励。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天赋神通轮回眼。轮回眼可初步窥视生灵前世残留印记与今生因果纠缠，观气运流转，查旦夕祸福之兆，需消耗神魂之力，视目标修为与因果复杂度而定。随着宿主修为提升与对轮回法则感悟加深，可逐步解锁更多能力。一股清凉而玄奥的力量涌入李燕之的双眼深处，关于这门神通的初步信息与使用方法自然浮现心间，他心中微震，这奖励着实出乎意料且珍贵无比。良久，风停雨歇，叶凌渊慵懒地伏在李燕之怀中，周身气息已然稳定在2品初阶，冰肌玉骨更显晶莹，脸颊红润，眉宇间多了几分初为人妇的娇媚与满足。他亦感觉到自身修为的飞跃，与体内某种潜藏的冰系天赋似乎被进一步激发。叶凌渊没想到突破会如此简单，跟燕之和欢欢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修为不知不觉间就提升了，难怪有人流传男人是女人最好的医美和补药。李燕之爱怜地抚过他的脸颊，忽然想起一事，取出那株被封在寒玉盒中的冰霜灵花。凌渊，此物与你有缘，此刻正是融入你身的最佳时机。他打开玉盒，冰霜灵花光滑流转，至纯的冰属性灵韵弥漫开来。叶凌渊却是慵懒地伏在他怀中，现在连一根手指都懒得动，声音软糯地撒娇道：“我要你帮我。”李燕之无奈地掐了下他的脸蛋，不过这个后果都是自己兴致上头后，不知收力才造成的，也只能承担了。谁让自己的纯阳至尊骨够强呢？不过也多亏叶凌渊放水了，2人才能斗得有来有回。运转真元，小心翼翼地将这株天地灵淬炼化为一缕最本源的冰华精粹，缓缓渡入叶凌渊丹田气海之中。叶凌渊身体微微一颤，只觉一股难以形容的极致寒意与生机融入自身，迅速与他丹田内那朵已炼化多年的本命灵物冰魄雪莲相遇。两者同属冰系天地奇珍，属性无比契合。冰魄雪莲中心漂浮着叶凌渊的金丹，二者如久旱逢甘霖，欢快地舒展莲叶，
将那冰霜灵花的精粹尽数吸收融合。冰蓝色的金丹上除了莲花外，又多了一朵灵花的纹路。嗡！叶灵渊周身爆发出璀璨的冰蓝光华，气息再次不受控制的飙升。2品中阶，2品高阶，最终稳稳停在了2品高阶，距离圆满追赶上李彦之目前的修为已不再遥远。不仅如此，他对冰属性法则的感悟骤然清晰深刻了许多，神识中仿佛有冰雪世界的诞生与演化景象闪过，举手投足间对寒冰之力的掌控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体内的冰魄雪莲也变得更加凝实瑰丽，隐隐有向更高层次蜕变的趋势。这不仅仅是修为的提升，更是根基、潜力、天赋的全方位升华。验之，叶灵渊神态慵懒的娇呼一声，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与深刻玄奥的法则感悟，惊喜交加，紧紧抱住李彦之，心中充满了感动。李彦之含笑吻了吻他的额头，看来这灵花果然是为你准备的。如此一来，即便我暂时离开，以你如今的修为和这即将孵化的雪妖卵，坐镇玉女宗，我也彻底放心了，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就能跟大姐他们一样突破到1品了。叶灵渊仪态妩媚的从李彦之怀中坐起身，含情脉脉的看着他，语气轻柔，感动地道：彦之，你对我真好，明明可以自己把这些天才地宝都留着，或是去换取你需要的灵物，却都给我了。李彦之握住他此前还在抚琴的小手，轻笑一声：现在你不仅是我吴姐，更是我的人了，区区天地灵物而已，给你用又如何？我可不希望日后孑然一身，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希望不管走到何种地步，身边始终有家人相伴。叶灵渊动情地抱紧李彦之，埋脸于他胸前，声音柔软却又坚定的道：彦之，你放心吧，吴姐永远不会让你独自一人的，你只管在京城闯荡，我会在玉女宗努力修炼的，等我们再次见面时，我一定会突破到1品去见你。李彦之笑着点头应下，心里却是忍不住嘀咕起来：京城现在只有大姐和三姐，如今三姐也突破1品了，若是吴姐突破到1品也去了京城，甚至其他姐妹也在的话，针锋相对，大打出手，只怕京城都得被拆了。李彦之不禁心中一叹，都突破这么快了，还是有点压不住啊，该谋划突破1品的机缘了。雪山之巅的旖旎与突破，为李彦之的南疆之行画上了一个浓墨重彩又温情绵绵的句号。又与叶灵渊在玉女宗缠绵盘桓数日，将宗门事务与他新得的修为力量细细梳理稳固后，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南疆扫荡妖魔的大局已定，初步成效斐然，剩下的巩固与日常清剿，自有镇魔司分部与玉女宗等本地势力协作维持。京城之中尚有诸多事务亟待李彦之回凡处理，朝堂的目光以及他心中记挂的几位好姐姐，叶灵渊亲自相送，一路御空直至灵州城。此城是南疆通往中原的重要枢纽，他将在这里与镇魔司暗探总监江河会合，一同返京。城门外，非洲已然悬停，江河一身利落的暗色劲装，立于周首，神情一如既往的冷静干练。只是看到李彦之与叶灵渊联袂而来时，眼中极快地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了然与艳羡。非洲角落之中，阴影微微波动，一道几乎融入环境的身影悄然视里，正是皇室成员叶凡的暗卫尹妻。李彦之先与早已在此等候的镇魔司南疆分部司命官赵山河会面。赵山河身形魁梧，面容刚毅，修为扎实，在此次南疆剿魔中表现可圈可点，将后方调度与区域清剿打理得井井有条。老赵，南疆趋于稳定，局面仍需强腕镇守，你且再留任一段时间，稳住当前局势，梳理好分部内外。李彦之看着这位沉稳的2品体修，沉声道：待京城事务稍缓，本王自会为你安排新的去处。大夏疆域辽阔，妖魔未尽之处尚多，更有广阔天地需要你去闯荡，需你建功立业。赵山河闻言，并无被滞留边陲的不满或急于表功的躁动，只是抱拳躬身，声音铿锵有力：山河谨遵殿下之命，镇守南疆，肃清余孽，乃末将职责所在。殿下何时调遣，末将便何时赴任，绝无二话。知道赵山河沉稳与忠诚的李彦之十分满意，他拍了拍赵山河宽厚的肩膀，点头一笑：很好，南疆交给你，本王放心。交代完毕，李彦之转身看向身旁的叶灵渊，四目相对，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叶灵渊美眸中满是不舍，却强忍着没有让泪光盈眶，只是用力地咬了咬下唇，上前一步，不顾周围尚有江河、赵山河、灵州府的官员等人，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住李彦之。彦之，保重。他将脸埋在他颈间，深深吸了一口气，似要记住他的气息，在京城等着我。李彦之回抱住他，在他耳边轻声道：好好修炼，照顾好自己，我等你。短暂的拥抱后，叶灵渊毅然松开手，退后2步，努力扬起一个明媚的笑容，朝他挥了挥手。李彦之不再犹豫，对江河微一颔首，身形一动，便已落于非洲甲板之上。灵州城各级官员、徐家之类巴结李彦之而不得的各大家族以及宗门人员，皆是朝非洲齐声高呼：恭送秦王殿下返京，启程回京。非洲缓缓升空，调转方向，朝着北方中原之地驶去。李彦之立于舟舷，俯瞰着下方越来越小的灵州城，以及城门外那道久久凝望的白色倩影，直至山河阻隔，再也看不见。之前也分别过多次，但从未有过这次的不舍。
兴许是二人挑明了关系，跨过了最后一步，心中对彼此都不一样了。但他们不是李彦之养的花瓶，都有自己的事要做，都渴望以后昂首挺胸地站在李彦之身旁。分别只是暂时的。非洲破云穿雾，速度不疾不徐，稳定地向着京城方向飞行。甲板上，李彦之负手而立，目光悠远，仿佛穿透云层，看到了那座巍峨的雄城。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无波，是对身后阴影处说的：“尹七，属下在。”尹七的身影悄然浮现，单膝跪地：“叶凡之死，你返回京城后，据实上报即可。前因后果，是非曲直，无需隐瞒，亦无需夸大。你只是被其他敌人缠住了。叶凡之死，你无能为力。”李彦之语气淡然，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毕竟当时各方2品强者众多鱼龙混杂，你一个3品无法照顾一个作死的叶凡也正常。若皇室内那些老家伙有何疑问或责难，让他们直接来找本王。此事本王一力担之。尹七身躯微微一震，抬头看了李彦之一眼，深深低下头，句语气沉闷：“属下明白，知道该怎么做了。去吧。”李彦之挥了挥手：“是。”尹七再次行礼，身形化作一缕青烟，悄无声息地离开非洲，以更快的速度先行赶往京城方向复命。毕竟叶凡是才册封没多久的定阳王，死在外面，总是要给皇室宗亲里的老家伙们一点交代的。毕竟今天李彦之能弄死一个叶凡，下次说不定就轮到他们了，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不太好。大夏的江山还需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呢。这时，江河从操控舱走出，来到李彦之身边，与他并肩而立。他沉默片刻，开口道：“印下，此番回京，沿途可需如来时巡视各州镇魔司分部。”李彦之摇了摇头：“不必了，南疆之事已毕，朝廷和陛下都在等一个确切的回音，直接回京吧，路上不必耽搁。”是。江河应下，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道：“殿下，京城近来似是有些波澜。徐夫人她自叶凡身陨的消息隐约传回后，便一直深居简出，据说颇为哀痛。”李彦之闻言，眼神微暗，轻轻叹了口气：“徐清玄，她虽非叶凡血缘上的生母，但多年养育，情谊深厚。叶凡之死对他而言打击定然不小。想到他此刻可能正独自垂泪，李彦之心中也不禁泛起一丝复杂难言的怜惜。我知道了。”他声音低沉：“回京后会亲自去探望他的。非洲日夜兼程，跨越千山万水，不过2-3日光景，那熟悉的恢宏壮阔的大夏京城轮廓便已然出现在地平线上。夕阳为其镶上一层金边，9重宫阙巍峨耸立，万家灯火渐次亮起，人间烟火气与王朝威严交织在一起，扑面而来。李彦之望着这座他成长又离开许久，如今再度归来的雄城，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此次南疆之行时间不长，不过1个多月，李彦之却感觉经历了许多。铲除魔幻，整合镇魔司，修为突破，得获神通，与无解灵渊互许终身。然而他总有一种时光匆匆，尚未仔细品味，便已悄然流逝的恍惚感，仿佛昨日才离京南下，今日便已归来。想到城中许久未见的大姐叶希，威严冷艳的皇朝女帝，想到性子温婉柔和，执掌大夏圣院的3姐叶淑玉，还有那位此刻想必正心怀哀伤，需要安抚的徐清玄，李彦之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温暖而又带着几分复杂的笑容。京城，我回来了，姐姐们，我回来了。非洲缓缓降落在京城镇魔司总部的广场，李彦之与江河先后不下非洲。早已得到消息的镇魔司留守官员列队相迎，气氛肃穆。参见司政大人，恭贺大人回京。不必多礼。李彦之淡然的摆手，简短听取了总部近日的要务汇报，处理了几件紧急公文，便挥退了众人。江河，他看向身旁一直默默跟随的女总监，神色缓和下来。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南疆暗探网络的梳理布置卓有成效，给你放几天假，好好休息一下，在京城多玩玩，放松放松。江河一直绷着的严肃神情，在听到放假和回家看看时，玉脸也是绽放出一抹真切的笑容。这笑容让他原本就清丽的面容显得生动了许多。他眼睛微微弯起，语气难得地带上了几分轻快：“真的，殿下你真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他俏皮地眨了眨眼，虽然在京城没什么朋友，但不用当值，他也是很开心的。而且她本来就是个爱吃瓜的女孩子，这么长时间不回京城，估计已经有很多有趣的大瓜等着了。察觉到附近一些镇魔司人员怪异的目光，江河随即又恢复了几分总监的稳重，抱拳道：“属下告退，殿下若有吩咐，随时传讯。”看着江河故作沉稳却不乏轻快离去的背影，李彦之也不由笑了笑。这位能力出众又忠心耿耿的下属，平日里压力必然不会小，而且还主持了1州之地的荡魔重任，只怕也累坏了。处理完镇魔司的紧急事务，李彦之没有立刻进宫觐见身为皇帝的大姐，也没有返回自己的秦王府。他略一思忖，决定先去看看3姐叶淑玉。当初才跟3姐合欢，便仓促的离开，时间比5姐叶凌渊还短，得多培养培养感情才行。可不能让温柔贤惠的3姐以为自己吃干抹净，冷落到她了。大夏圣院位于京城文华坊，是大夏最高学府，汇聚天下英才，亦是清流文脉各道修行的重地。院长叶淑韵性情温婉，学识渊博，待人宽和，历来不争不抢，却在朝野内外声望极高，亦是李彦之心中最为亲近
最能倾诉心事的姐姐。此刻华灯初上，圣院内虽不似白日喧嚣，却仍可见3两学子挑灯夜读，或于庭院中论道切磋，氛围宁静而雅致。李彦之为惊动太多人，凭着身份径直来到了圣院深处，属于院长的那座清幽小院。外界阵法遮蔽，院中竹林掩映，一方小池映着月光，几间金舍灯火温暖。他刚走到院门口，便听见里面传来轻柔的琴声，如溪流潺潺，抚慰人心。琴声微微一顿，随即一个温婉悦耳、带着几分惊喜的声音响起：“是燕之吗？快进来，让三姐好好抱抱你。”李彦之推开虚掩的院门，熟悉的雅致庭院映入眼帘，月光与檐下灯火交织，为院中那抹正从秦案后起身的窈窕身影镀上一层柔和光晕。正是三姐叶淑韵。李彦之痴恋地看着三姐，她今日身着淡雅的水绿色宫装长裙，裙摆绣着疏落的墨竹，外罩一件月白纱衣，青丝如瀑，只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挽起部分，其余柔顺地垂落肩头。温婉娴静的容颜上，少了平日执掌圣院的雍容端庄，多了几分居家时的柔和与此刻毫不掩饰的惊喜。那双秋水般的明眸，在李彦之踏入院中的瞬间，便牢牢锁定在他身上，里面翻涌的思念几乎要满溢出来。三姐，李彦之刚开口，话音未落，叶淑韵已快步上前，带着一阵淡雅的馨香，毫不犹豫地扑入他怀中，双臂紧紧环住了他的腰身。彦之，你终于回来了。叶淑韵将脸颊贴在他坚实的胸膛上，深深呼吸着，确认这并非梦境。李彦之心中柔情四溢，立刻反手拥住他纤细却柔韧的腰肢，将他更紧密地拥入怀中，手掌轻抚他柔顺的青丝，低头在他发间轻嗅那令人安心的淡雅墨香与女子体香。我回来了。他声音低沉温柔，轻笑一声，才回到京城，连王府都没回，可就第一时间来看望三姐了。三姐是不是该给点奖励？叶淑韵在他怀里抬起头，满目柔情，她仔细端详着李彦之的脸庞。闻言，叶淑韵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与促狭，唇角弯起温柔的弧度。奖励？你就不怕大姐知道了生气吗？她可是天天念叨着你何时回京，奏折都批得心不在焉呢。李彦之毫不犹豫地摇头，眼神专注地凝视着他。大姐就算是皇帝也管不了我先来看谁，在我心里此刻三姐才是最重要的。真的？叶淑韵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你这话我可是记下来了，下次直接说给大姐听。三姐随意，你高兴就好。李彦之一脸淡定，紧接着语气转为关切：那日我仓促离京，三姐你突破一品可还顺利？有没有留下什么隐患或不是之处？他心中确实记挂此事。那日与三姐合欢，助修炼出岔子的他突破一品后，自己便因南疆之事紧急离开，连细细温存互诉衷肠的时间都没有。虽然相信三姐的能力，但一品之境非同小可，他难免担忧。叶淑韵听到他的关心，心中暖流涌动，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明媚。他轻轻摇头，声音柔的能滴出水来，顺利的很。借助你的助力，水到渠成，根基稳固，并无任何隐患。他说着，脸颊微微泛红，媚眼如丝，显然想起了当日旖旎情景。但随即他眸光流转，染上一丝妩媚与狡黠，抬眼直视李彦之，软语道：不过倒是有一样病，自你走后越来越严重了。李彦之闻言心中一紧，忙问是什么？可是修行上出了岔子，还是？叶淑韵见他紧张，扑哧一笑，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了点他的胸口，眼中情意绵绵，吐气如兰。就是三姐我呀，越来越想念你了。吃饭时想，弹琴时想，看书时也想，梦里还是想。这相思之苦，可是最难熬的病呢。这直白又缠绵的情话，配合叶淑韵温婉中带着妩媚的神情，瞬间击中了李彦之的心房。他眼神闪烁，心中情动，正要低头吻她，却见叶淑韵嫣然一笑，微微踮起脚尖，主动扬手，将柔软温润的红唇轻轻印上了他的。这一吻初时轻柔如蝶翼触碰，带着试探与无尽的思念，但很快在李彦之热烈的回应下，便化为缠绵悱恻的深吻。叶淑韵声色却热情地回应着，双臂攀上他的脖颈，将自己更紧地送入他怀中。月色如水，静静流淌在相拥而吻的两人身上。庭院中唯有细微的喘息与衣料摩挲声，交织着浓得化不开的柔情蜜意。良久，唇分。叶淑韵气息微乱，眼波迷离地靠在李彦之肩头，脸颊绯红，娇艳不可方物。李彦之揽着她，平复着心绪，心中暗道：大姐那边若是知道了，少不得要哄一哄。但此刻与三姐维系着分别许久后迟来的温存时光，才是最重要的。三姐的相思病，看来只有我能治了。李彦之在他耳边低语，带着笑意。叶淑韵轻捶了他一下，嗔道：油嘴滑舌，却将脸埋得更深，声音闷闷的，带着满足的喟叹：回来了就好，这次可不许再匆匆走了。暂时不走了。李彦之承诺道，拥着他，目光落在院内那架古琴上。三姐方才弹的曲子可是新谱的，再弹给我听听可好？好。叶淑韵柔顺的应着，牵起他的手走向琴案，是闲来无事时想着你谱的，名叫《归思》。月光下，琴声再次悠悠响起，比之前更多了几分欢欣与圆满。李彦之坐在他身侧，心中前所未有的安宁，静静聆听，偶尔目光交汇，竟是无声的温情。月光如水，
琴音袅袅，一曲归思终了，余韵却在庭院中久久萦绕，更萦绕在相视而笑的两人心间。空气中流淌的不只是乐音，更是无声胜有声的浓情蜜意。叶舒韵指尖轻按琴弦，侧手看向身旁的李燕之，眸中水光潋滟，情意几乎要满溢而出。分别月余，相思早已酿成醇酒般流淌，此刻重逢，酒意正浓，醉人心扉，迷人情欲。燕之，他轻声唤道，声音软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音。李燕之心中亦是情动，伸手握住他微凉的柔仪，轻轻抹撒。1个多月没见，三姐的情意愈发精湛，这归思谈到我心里去了。叶舒韵脸颊微红，顺势依偎进他怀里，低声道，大是因为心有所念，情才有魂。他仰起脸，眸光闪烁，你呢？南疆一行可有念着我？无时无刻。李燕之的回答斩钉截铁，他低头，额头轻触着他的，呼吸相闻。尤其是在雪山之巅看星辰时，总想起那日与你，便觉得若你在身旁，那景色才算圆满。身为有素质的渣男，各种情话李燕之事信手拈来，更不会说出让怀中情人伤心的话。这话语中的暗示与怀念，让叶舒韵身子微微一颤，随即涌起一股甜蜜的羞意与更深的渴望。他不再言语，只是再次主动吻上了李燕之的唇，比方才更加热情，似要将这月余的分离与思念尽数融化在这个吻中。李燕之热烈地回应着，手臂收紧，将他柔软富裕的身子牢牢锁在怀中，唇齿交缠间，气息逐渐灼热。理智的弦在重逢的激情与积蓄的情谊面前显得如此脆弱，琴案旁显然已非适宜之地。李燕之手臂微一用力，便将叶舒韵打横抱起。叶舒韵低呼一声，双臂本能地环住他的脖颈，将羞红的脸颊埋在他胸前，却没有丝毫抗拒。穿过庭院，步入屋舍之内，室内陈设清雅，燃着淡淡的安神香，与叶舒韵身上的馨香交织在一起。李燕之将她轻柔地置于榻上，纱帐随之悄然滑落，隔出一方私密旖旎的天地。衣衫渐退，肌肤相亲，叶舒韵的肌肤银白如玉，在略显昏暗的室内泛着温润的光泽。她虽羞涩，眼眸却始终未曾离开李燕之的脸庞，里面盛满了信任、爱恋与毫无保留的交付。上次在圣院的参天楼中，一切都过于匆忙，要分心他顾，当时最主要的目的是稳住叶舒韵的修为，助她顺利突破一品，所以对二人来说体验很一般。这一次才算是真正的水到渠成，水乳交融。也许是离别太久的缘故，也有可能叶舒韵修炼属性功法的原因，叶舒韵放的比之前在玉龙雪山之巅的叶灵渊还要多，这才让李燕之能与修为高于自己，足有一品修为的三姐叶舒韵都各有来有回。二人合欢之际，双修自然发生，功法主动运转。李燕之的纯阳至尊功至阳至刚，叶舒韵地功法偏向水属性，柔和纯净。此刻阴阳相济，气机流转，竟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与互补。尤其是当李燕之运转真元精纯的纯阳之气渡入叶舒韵体内时，叶舒韵清晰无比地感应到了她体内那浩瀚磅礴、圆融无瑕的力量。燕之的修为居然2品圆满了。燕之，叶舒韵在灵力冲击的间隙勉强凝神，震惊地看向气息沉凝如渊的李燕之，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难以置信：你的修为怎会提升如此之快？这才月余，他分明记得月前离别时，李燕之尚是3品，虽根基深厚，但距离2品还无比遥远。别说2品圆满了，如今不仅稳稳踏入圆满，甚至给他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比他当初突破1品时的状态还要凝练稳固。这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李燕之轻笑一声，在他嫣红的唇上轻啄一下，眼中带着笑意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深意，声音沙哑低沉：南疆有些机遇，收服了一道不错的异火，此事稍后再细说。三姐，此刻莫要分心，我助你稳固修为境界。他有意引导着两人交缠的气息，更加汹涌地冲刷着彼此的经脉窍穴，尤其是重点抚慰叶舒韵因新入1品而可能尚未完全稳固的某些细微之处，以及当初初次双修时并没彻底炼化消化的阴阳真元。好好感受运转功法，这对你稳固1品境界大有裨益。双修至夜深，阴阳交汇，气机圆满，待澎湃的灵力潮汐缓缓平复，两人皆是获益匪浅。叶舒韵只觉得体内那1品初阶的修为被夯筑得更加坚实稳固，甚至隐隐有所精进，对水属法则的感悟也越发清晰灵动。李燕之2品圆满的修为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纯阳真元在水灵真元的洗涤下愈发精纯凝练，与叶舒韵的至阴之力交融后，似乎对阴阳平衡之道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可以夜战不休，但两人选择相拥而眠，体验完整的春宵之夜，气息交融，沉入梦乡。翌日，日上三竿，温暖的阳光透过纱帐，在室内洒下斑驳光影。叶舒韵悠悠行转，身侧床榻已空，只余一丝熟悉的温热与淡淡气息。他并不意外，燕之毕竟刚回京，诸多事务需处理，尤其是还需去大姐那里报道。嘴上说着不怕，这会儿怕是已经想好理由去解释了。不过想起昨夜缠绵，叶舒韵脸颊不禁又泛起红晕，唇角却勾起一抹心满意足，带着几分妩媚的弧度，慵懒地伸了个懒腰，感觉通体舒泰，灵台清明，修为稳固扎实，
心情是从未有过的明媚。起身洗漱，换上平日执掌圣院时常穿的端庄雅致的院长常服，对镜里装时，镜中女子眉眼含春，气色莹润，比之昨日更添几分娇艳风韵。收拾妥当，叶舒韵款步走出小院，前往圣院处理积压的公务。身为院长，即便心系情郎，职责亦不能忘。然而刚在书房坐下，翻开几份卷宗，他温婉的眉头便微微蹙起，轻轻扶额，叹了口气。近日确实有一桩令他颇为头疼的事。北方邻国大周，国力与大夏相仿，素来有竞争摩擦，亦有交流。日前以正式递来国书，言明将派遣一支规模不小的使团来访大夏京城，名义上是交流修好，促进文武之道，实则是在下战书，少不了切磋教技之意，其中涵盖武道比拼、文采辩论、丹气扶正等修行百艺的较量，可谓涵盖方方面面，事关两国颜面与国威。大夏圣院作为大夏文脉与各道修行理论的最高学府，自然是此次交流应对的主力之一，负责文论武斗。好在丹气、扶正等诸多非直接武斗的领域，有国师门下的弟子出手，这无需担心。院内虽人才济济，但此次论道事关大夏国威颜面，必不可失。尤其是此次大周来势汹汹，必是精锐尽出，绝不可轻忽。时间紧迫，人选还需仔细斟酌，反复考量。叶舒韵揉了揉眉心，面露忧色。有些领域，院内拔尖的学子或讲师，似乎也并非十拿九稳。诗词歌赋并非我大夏所长，若是在这方面被比下去，只怕会被大周嘲笑我大夏都是些粗鄙武夫，是没有教化的蛮夷之地。他低声自语，愁绪染上眉梢。此事若处理不好，有损大夏国威，他这圣院院长也难辞其咎。且这场交流必然会对北方两国对峙之地产生巨大影响，若是输了，必会影响士气。不过很快便眉头舒展，听文院的孔院长说，近日有一学子突然开窍，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文采斐然，可以找个机会考考他。想着，他脑海中又浮现李彦之的身影，眼睛微微一亮。彦之刚回来，他向来主意多，眼光也毒辣，或许等他从大姐那里回来，能找他商议商议。想到心中的情人，心中的烦闷似乎都减轻了些许，脸上重新露出柔和的笑意。与此同时，皇宫、御书房，此地乃大夏权力核心之一，陈设庄重肃穆，却又透着一股属于帝王的孤高与威压。巨大的紫檀沐浴案后，女帝叶曦正襟危坐，身着金丝长服，头戴简约玉冠，绝美的容颜上此刻泛着丝丝冷意，凤眸低垂，专注地看着手中的奏折，朱笔偶尔批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李彦之垂手立于御案前数步之外，已然将南疆之行荡摩成果、镇摩司整顿、地方势力梳理等要务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的汇报完毕。御书房内一片寂静，只有叶曦翻动奏折的声音。良久，叶曦才缓缓放下朱笔，抬起眼帘，目光落在李彦之身上。那目光平静无波，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他红唇轻启，声音清冷，听不出喜怒。南疆之事，秦王做得不错，镇摩司亦初步显出气象，奏折朕已看过，细节无误，汇报既毕，若无他事，便退下吧。朕还有诸多国事奏折需批阅。语气平淡，甚至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疏离和幽怨，完全不像久别重逢的姐弟，倒像是君臣奏对完毕，例行公事。李彦之心中了然，大姐这是生气了，气自己回京后没有第一时间来皇宫看他这位皇帝兼长姐，而是先跑去了三姐那里，这是摆明了姿态，表示朕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若此刻真就一言告退，那才是蠢到家了，以后想哄回来，难度恐怕要倍增。身为游走于各位姐姐之间的渣男，李彦之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心中念头飞转，李彦之面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关切笑容，不但没退，反而上前几步，绕到了御案之后叶曦的身侧。大姐，他声音放得轻柔，可是政务太过繁重，让您劳累了，我看您脸色似乎有些疲惫。说着，竟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力道适中地按上了叶曦略显紧绷的双肩和雪白滑腻的天鹅颈，开始轻轻揉捏。叶曦身体几不可察得微微一僵，雪白肌肤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刺激，似乎想躲开，但最终却没有动弹。不就是小弟帮自己揉揉肩吗？没什么的。叶曦心中这么想，心跳却是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有点紧张和刺激。即便当初登上帝位，修为突破一品，他都没这种感觉。那恰到好处的力度透过衣衫传来，缓解着久坐批阅奏折带来的酸涩，让他紧绷的神经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一丝，冷艳玉脸还悄然浮现一丝红霞。叶曦没说话，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算作回应，但那清冷的神色却肉眼可见地缓和了些许。李彦之见状，心中稍定，继续一边按摩一边柔声道：“是谁惹到大姐了，让您的脸色这么不好看？告诉小弟，我一定帮您教训他。”叶曦感受着肩颈处传来的舒适，听着他这明知故问还带着哄歉意味的话，心头那股憋着的委屈和醋意终于有些压不住了。他咬了咬下唇，侧过脸，避开李彦之的视线，声音里带上了几分平日里绝不会显露的属于小女儿的嗔怨和委屈，还带着点鼻音。还能有谁？还不是某个一回到京城就把我这个大姐忘到脑后，径直往别人那里跑的臭男人。这臭男人三个字从威严的女帝口中吐出，
竟别有一番娇憨赌气的味道。大姐这充满反差感的一幕，看得李彦之气血上冲。此时的大姐有种别样的味道，随后心中暗笑，手上动作不停，俯身凑近了些，能清晰闻到她发间清雅的香气，语气愈发真诚温柔。大姐，这可冤枉我了，我正是知道大姐日理万机，回京时又已是傍晚，怕打扰大姐处理政务歇息，才想着等今日再来请安，让大姐能好好休息。你看我这一大早不就紧赶着进宫来了吗？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带着十足的关切。在我心里，大姐的辛劳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这话半真半假，却戳中了叶希心中柔软之处。她掌管偌大帝国，确实劳心劳力，难得有人如此体贴记挂。听着弟弟真诚的关心，她嘴角几不可察的微微上扬了一下，但随即又想到什么，那股醋意再次翻腾起来。她转过头，凤眸斜睨着李彦之，带着点撒娇，又有点咬牙切齿的意味。那你就算不先来看我，干嘛直接跑去找你三姐？她那里就那么急？还是说……她语气忽然变得有些危险，目光锐利地盯着李彦之，你的婚姻大事已经不用我这个大姐操心了，你自己已经选定了你三姐。这个问题可谓直击核心。李彦之心中警铃微作，面上却毫无破绽，立刻摇头否认，语气斩钉截铁：大姐说哪里话？婚姻大事自然需大姐提建议，我可是很尊重你的，岂会擅自决定？她眼神真诚，带着恰到好处的担忧，解释道：我急着去见三姐，实在是因为离京前那日，她想助我南下镇魔，强行冲击一品之境，当时就出了大问题。虽在我的帮助下成功突破一品，但我总担心她根基不稳，或留下什么隐患。南疆一行，我也时常挂心，回京后确认她安好，才能放心。毕竟三姐性子温和，不喜争斗，我担心她有事也自己忍着。在深入了解了一番后，我这才放下心来。这番说辞合情合理，既表达了让大姐叶希很受用的关心，又撇清了自己与三姐有私定终身的嫌疑，还将急着见三姐的原因归结为担心她的身体。叶希仔细打量着她的神情，见她目光坦然，言辞恳切，不似作伪，心中的疑虑和醋意这才消散了大半。她脸色彻底缓和下来，甚至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轻轻拍了拍李彦之还在为她按摩的手背，还把脸靠上去轻轻蹭了蹭。算你还有点良心，知道关心姐姐们。她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威严，却多了几分温度。淑玉她平日虽然性子温和，但有时又太过要强，你能记挂着是好事。见大姐雨过天晴，李彦之心中得意一笑，轻松搞定，手上按摩的更卖力了。忽然想起一事，笑道：对了大姐，吴姐在南疆一切都好，玉女宗的隐患也已根除，她还特意让我带了些南疆特有的冰属杏林玉和雪莲茶回来，送给姐妹们，尤其是给大姐您的，是最纯净的一份，说是让您批阅奏折时泡着喝，可以凝神静心。说着，她心念一动，从储物法器中取出几个精致的含玉盒与玉罐，其中蕴含着精纯冰寒灵气和淡淡的莲香，正是最后两人在玉女宗腻歪时叶灵渊精心准备的礼物。叶希目光落在那份明显更精致、灵气更足的礼盒上，脸上的笑容越发真切温暖。他伸手接过，指尖触及那温润的寒玉，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妹妹的心意，眉宇间最后一丝冰霜也彻底融化，流露出属于长姐的温情与欣慰。灵渊这丫头有心了，他轻声道，看着李彦之，眼神柔和：你们在南疆都辛苦了，回来就好。不辛苦。李彦之摇头一笑，如今吴姐修为也到2品圆满结束，距离突破1品只差一个契机。他说顺利突破1品后，彻底整顿好玉女宗，会亲自回京城看望大姐你们的。叶希正欣慰于妹妹叶灵渊在南疆安好，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忽然听到李彦之说出叶灵渊如今的修为，他脸上的柔和笑意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诧异乃至震惊。什么？叶希凤眸圆睁，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灵渊他2品圆满，这怎么可能？他清晰地记得，当初五妹叶灵渊决定前往南疆接手风雨飘摇的玉女宗时，不过是刚刚突破3品不久，根基尚需打磨。南疆贫瘠，资源虽有些特色，但论及丰沛与全面，远不及中原与京城。玉女宗更是内忧外患，他回到宗门必然耗费大量心力，按理说修为能稳步精进已属不易，怎会在短短数年之间连跨数个境界，直抵2品圆满？这速度未免太过骇人听闻。纵是天赋绝伦，机缘不断，也实在快得有些不合常理了。李彦之似乎早料到他会如此反应，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从容解释道：大姐不必过于惊讶，吴姐天赋本就不凡，还有她娘亲为她寻来的冰魄雪莲，体质极为纯粹。那玉龙雪山深处虽潜藏冰魔之患，却也是天下罕有的极寒宝地，对于修炼冰系功法的吴姐而言，无异于洞天福地。她略作沉吟，继续道：而且在消灭冰魔后，还从中获得不少顶尖冰属性天地灵物，吴姐修为突破的快，也就正常了。这番解释将叶灵渊的飞速进步归结于天赋、地利、机缘与专注，听起来合情合理，完美的掩盖了其中与自己双修这一最关键、最亲密的催化剂。叶希虽觉仍有些不可思议，但想到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南疆玉龙雪山那种特殊环境催生特殊机遇也并非不可能。何况李彦之亲口证实，他便也信了，缓缓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看来林渊在南疆却是得了大机缘，也未曾懈怠。叶夕感慨道，眼中流露出欣慰与一丝骄傲。他性子外刚内柔，能在那等环境下闯出一片天，还能由此修为精进，实属不易。待他突破1品回京，定要好好为他庆贺。然而他心中的惊诧还未完全平复，注意力又被另一件事牢牢抓住。就在李彦之说话间，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从他指尖渡入自己肩颈穴位，帮助缓解疲劳的那股真元之力。那股力量至阳至刚，精纯无比，浩浩荡荡，圆融无缺，远非寻常2品修士可比，甚至给他这位1品都有种隐隐的压迫感。叶夕扭动腰肢，猛地转过头，凤眸中金光闪烁，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近在咫尺的李彦之。方才他心思都被先去看三妹的醋意和五妹修为突飞猛进的震惊占据，竟未第一时间察觉。此刻凝神感应，李彦之虽然气息圆满内敛的极好，但却是瞒不过他这1品帝王的感知。你，叶夕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诧异。彦之，你的修为，你何时突破的2品？而且这气息竟是圆满之境。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李彦之当初南下整顿镇魔司，荡平南疆妖魔时，分明才突破3品不久。这才过去多久？满打满算1个多月。1个多月，从初入3品到2品圆满，这已经不是快能形容了，简直是颠覆认知。纵使古籍记载中那些身负逆天体质、气运所中的绝世妖孽，恐怕也未必有此惊世骇俗的境界。小弟和五妹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逆天机缘，居然一个个都突破到2品圆满了？要是自己跟着燕之出去游历一番，会不会直接突破超品？这一刻，叶夕对父皇说大夏交给燕之的子嗣才有未来表示深信不疑。看到大姐这副瞠目结舌的模样，李彦之心中暗笑，面上却依旧淡然，甚至带着几分理所应当的轻松。大姐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他眨了眨眼，语气带着点小得意。我离京前就跟你说过，南疆有我需要的机缘。此番南下运气不错，不仅顺利整合了镇魔司，扫清了妖魔，还侥幸收服炼化了一道品质极佳的天地灵火。此火至阳至纯，与完美契合，炼化之后修为自然水涨船高。再加上荡魔过程中剿灭了几头今年老魔，得了些他们收藏的灵物，这才一举突破到了2品圆满。他再次将最大的功劳归于异火和剿魔收获，避重就轻，逻辑清晰，绝口不提和叶灵渊治疗他们双修的惊人效果。而且南疆有异火现世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连远在京城都有所耳闻。镇魔司剿灭妖魔获得战利品更是天经地义。这个解释比叶灵渊的修为暴涨更容易让叶夕接受。在他看来，自己的弟弟就是天选之子，获得什么逆天机缘都是应该的。此次南疆之事能如此顺利推进，除了镇魔司上下用命，各方配合之外，与我如今这身修为也确实有不小的关系。李彦之淡然地表示，要不是他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强硬态度，南疆本土的家族和宗门势力还真未必会乖乖配合。叶夕听着他的回答，感受着他体内那浩瀚阳刚之气，心中的震惊渐渐被巨大的欣慰和喜悦所取代。他伸出纤手，轻轻抚上李彦之的脸颊，动作温柔无比，凤眸中漾动着骄傲与怜惜交织的复杂情感。原来如此，彦之，父皇遗诏说的没错，你果然福缘深厚，大夏的未来必在你身上。他柔声说着，指尖传来他肌肤的温度。不过机缘虽好，炼化过程想必也凶险万分，荡魔更是刀光剑影。你辛苦了。他是帝王，也是长姐，既为弟弟的成长与功绩感到无上荣耀，也为他可能经历的艰险感到心疼。李彦之握住他的手，笑道，为了大夏，为了大姐，不辛苦。心想苦倒是挺苦的，不过苦都被叶凡吃完了，有无解陪，还吃了赤疗，挺香艳的。叶夕心中暖流涌动，忽然起了个念头，他轻轻抽回手，竟是站起身，将李彦之按在了那张象征着大夏至高权力的龙椅之上。大姐。李彦之微微一愣，坐在宽大威严的龙椅上，感觉有些奇异，嘴上说着这不合适吧，身体却很诚实的没有起来，脸上也露出一丝享受的表情。这龙椅坐着确实视野开阔，感觉不错，有种八荒环宇竟在手中掌握的感觉。叶夕绕到他身后，伸出玉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开始为他轻轻揉捏，模仿着他刚才为自己按摩的动作。他的手法自然不如李彦之专业，却格外轻柔用心。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为朝廷立下大功，修为又有如此精进，大姐犒劳你一下，给你揉揉肩，有何不可？叶夕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笑意，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深意。看你刚才给我按摩那么卖力，现在也该轮到我了。李彦之心中感叹，都不需要镇魔司的兄弟们出手，只要自己开口，只怕大姐就迫不及待的怕自己冷，拿件黄袍子给自己披上了。不过他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些啊。李彦之渐渐放松身体，头往后靠，感觉香香软软的，感受着肩上传来的轻柔力道，鼻尖萦绕着大姐身上独有的清冷又尊贵的馨香，心中惬意，嘴上却道，能让女帝陛下亲手按摩，普天之下恐怕也就我独一份了。油嘴滑舌。叶夕轻嗔一句，手上的动作未停，他微微俯身，红唇靠近李彦之的耳畔，吐气如兰，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与憧憬，
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燕之，等将来你成了婚，安稳下来，这龙椅就让给你来做，好不好？”李燕之身体微微一僵，大姐在一旁辅佐你，帮你处理些琐碎政务。这皇帝当得太累了，大姐其实更想像你三姐一样，相夫教子，过些轻松日子。这近乎明示的关乎帝国权柄交接与终身大事的话语，如同惊雷在李燕之心中炸响。大姐这话的意思，几乎就是直白地告诉他：我心属于你，不仅愿依照父皇遗诏与你成婚，更愿将万里江山作为嫁妆托付于你，自己则退居幕后，做你的帝后。这份情谊与信任重如山岳，可同时也将他推到了一个极为微妙和危险的境地。如何回应？答应，那其他姐姐怎么办？朝堂如何平衡？不答应，又会如何伤了大姐的心？一时间，饶是李燕之心思缜密，巧舌如簧，面对大姐这突如其来的炽热又沉重的明示，也有些语塞，不知该如何妥善回应才好。就在这微妙而沉默的时刻，御书房外忽然传来宫女恭敬的通报声：陛下，太后娘娘身边的替身宫女晴儿姑娘求见，说太后娘娘有请秦王殿下前往长乐宫一叙。这通报声恰到好处地打破了御书房内凝固的气氛。叶希直起身，脸上的柔情与憧憬迅速收敛，恢复了女帝的端庄威仪，只是眼神深处仍残留着一丝未散的波澜。他看了李燕之一眼，清了清嗓子，扬声道：宣他进来。很快，一位衣着体面、神色恭谨的女子躬身入内，虽只有中等之姿，却气质不俗。前儿先向叶希行了礼，又向坐在龙椅上的李燕之行礼。他抬头时，看到女帝站在秦王身后，而秦王安然坐在龙椅上的情景，眼中飞快地掠过一丝极度的惊愕，但立刻低下头，不敢多看。奴婢秦儿参见陛下，参见秦王殿下。秦儿声音平稳：太后娘娘听闻秦王殿下南疆凯旋，今日进宫，心中甚是挂念，特命奴婢前来，请秦王殿下的空时，移步长乐宫一叙。娘娘备了些茶点，想与殿下说说话。叶希看向李燕之，眼神询问。李燕之心中念头急转，太后相召，而且是点名刚回京的他，这绝不简单。李燕之猜测，可能有点叶凡的原因，也可能是先皇遗诏所言的亲事。毕竟当初就是他将遗诏之事告诉大姐和三姐他们的。他正愁不知如何继续回应大姐刚才的话，此刻太后召见，倒是个暂且脱身的由头。他站起身，对叶希道：既然太后相召，那我便先去长乐宫给娘娘请安。大姐，你先忙政务，我晚些时候再来看你。叶希点了点头，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柔声道：去吧，太后娘娘想必也是想念你了，待我向她问安。李燕之向叶希行了一礼，又对晴儿道：有晴儿姑娘引路。看着李燕之随着晴儿离去的背影，叶希缓缓坐回龙椅，玉手轻抚方才李燕之坐过的位置，凤眸之中思绪翻涌，有柔情，有期待，也有一丝淡淡的怅然与坚定。长乐宫与大夏皇宫其他殿宇的庄严恢宏不同，更多了几分清幽雅致。此处是太后居所，宫内遍植奇花异草，有灵泉潺潺流过假山，灵气氤氲，恍若仙境。李燕之随着晴儿穿过几重衣门，来到一处临水的场轩，轩内陈设古朴典雅，焚着清新凝神的檀香。此刻正有两位气质淑逸的美妇人相对而坐，中间的白玉案几上摆着精致的茶具与几样点心。主位上的美妇身着锦绣宫装，圆臀饱满，看似不过30之龄，却充满成熟的韵味，容色美艳，眉宇间既有历经风霜的沉静，又带着一种深不可测的雍容气度。她便是当今大夏太后苏婉仪，虽非李燕之等7位公主皇子的生母，却在先帝晚年被册封，地位尊崇无比。李燕之对她的来历一直心存好奇，因其来历成谜，且修为似乎深不可测，连如今已是一品帝王的叶希，在他面前也保持着相当的敬重。即便李燕之如今已突破至2品圆满，在近距离面对他时依然看不透，这不禁让他心中一凛。更让李燕之感到微妙的是，这位太后对他似乎有种超乎寻常的亲近与宠溺，比对叶希、叶淑韵等女帝公主更甚。他心中隐约有些猜测，却无从证实，只能压在心底。另一侧的美妇则是一身简洁的月白道袍，青丝以一根木簪挽起，身姿挺拔，气质清冷孤高。她容颜绝美，不施粉黛，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冷艳。道袍虽宽松，却难掩其下风雨起伏的动人曲线。此女正是大夏国师穆听兰，尊号听兰真人，地位超然，执掌太初圣地，为当代太初圣主，亦是大夏修行界的定海神针之一。李燕之见到国师也在，心中微感诧异，面上却不露分毫，上前几步，躬身行礼：燕之参见太后娘娘，见过国师。太后见他进来，眼中立刻漾开笑意，那份宠溺几乎要满溢出来，忙招手道：燕之来了，快免礼，过来坐，这里没有外人，不必拘礼。声音温软，透着亲密，仪态温婉，人如其名。国师亦微微颔首，清冷的眸光在李燕之身上停留一瞬，似有审视，还显露出些许诧异，却未多言。李燕之道谢后，依言在太后下手的锦凳上坐下，正好处于太后与国师之间。太后亲自执起紫砂壶，为他斟了一杯香气袅袅的灵茶，推到他面前，动作自然熟稔。去了南疆一趟，辛苦了。本宫瞧着好像清瘦了些，
更沉稳了。太后目光慈爱地端详着他，竟伸出手，用白嫩滑腻的指尖轻轻抚了抚他的脸颊，语气满是心疼。那边环境差，雪峰火山又是沼泽地，还妖魔横行，定是吃了不少苦。快让婉仪好好瞧瞧。李彦之虽已习惯了太后苏婉仪时不时的亲近举动，但此刻有以冷傲著称的国师穆听兰在旁看着，他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尤其苏婉仪那指尖的触感温软，带着馨香，让他耳根微热。太后甚至还伸出另一只手，两手捧着李彦之的脸，轻柔细捻，仔细端详，眼中似有些痴迷流露而出。李彦之连忙微微偏头，笑道：“多谢太后娘娘挂心，彦之并不觉得辛苦，南疆之事已了，一切顺利。无解凌渊还让我跟您问好。”那丫头有心了。太后温和一笑。李彦之不想在此话题上多言，连忙转移话头，问道：“不知太后娘娘今日唤宴之前来，所谓何事？”他心中已有猜测，觉得太后是为了叶凡之事，毕竟他是义父唯一的亲儿子，或是先皇那份关于他婚事的遗诏。太后收回手，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轻轻吹了吹茶沫，动作优雅。他笑了笑，眼波流转间带着一丝了然：“怎么，没事本宫就不能叫你来说话了？还是说你怕婉仪提什么让你为难的事？”他顿了顿，见李彦之沉默不语，便不再逗他，正了正神色，语气依旧柔和，却多了几分郑重。“今日唤你来，一是许久未见，甚是想念，看看你在南疆可还好；二来也确实有件事想问问你的意思。”李彦之心头一紧，来了。太后看着他，缓缓道：“关于先皇遗诏所言，让你与皇室血脉成婚，延续大夏最精纯血脉气运之事，本宫只是个负责传达与见证的执行者。先皇的意思是希望大夏的未来能更稳固。至于这皇室血脉具体是谁，他微微一笑，眼神中带着几分深邃与玩味。本宫不会，也不能强行指定，这终究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看上了谁，愿意与谁共度一生，但下的嗣，那是你的缘分和选择。毕竟我大夏的7位公主，每一位都十分优秀美丽，其子嗣都能继承皇室大统。本宫要的只是一个结果，一个能让大夏气运昌隆，后继有人的结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李彦之闻言，心中先是一松，随即涌起更大的诧异。太后的意思竟然如此开明，几乎是将选择权完全交到了他手中，只要求最终结果符合遗诏目的。这与他预想中可能被指定某位姐姐的情况大不相同，真这样自己还得费一番功夫。太后娘娘的意思是？李彦之试探着问。苏婉仪抿唇一笑，那笑容竟带着几分与他年龄身份不符的狡黠与打趣。本宫的意思是，你眼光高，心也大，或许不只看中一位。皇室血脉又不是只有一人，只要你有本事，能让他们都心甘情愿，将来这大夏的皇位由你们所出的嫡长子继承便是。当然，他拖长了语调，似笑非笑地看着李彦之，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和手段了。不过从目前看来，彦之你哄骗姐姐们开心的手段似乎还不错。这话说得近乎直白，李彦之饶是脸皮不薄，也被说得尴尬不已，干笑两声，连忙摆手：“太后娘娘说笑了，彦之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心中却是波涛汹涌，太后这话几乎是在明示，甚至鼓励他全都要，这态度实在太过诡异，也太过纵容了。一旁一直沉默品茶的国师穆听兰，此时也抬起清冷的眸子，淡淡的瞥了李彦之一眼，那眼神平静无波，既无赞同，也无反对，仿佛只是在看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随后又垂下眼帘，继续喝茶，却是看得李彦之有些不自在。在国师心里，自己应该是被打下渣男色狼的标签了，李彦之也没放在心上，事实而已。太后见李彦之尴尬，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让他在国师面前下不来台，转而神色微肃，接着道：“好了，不逗你了，今日唤你来，其实还有一事，关乎国体。”国师此时放下茶杯，清冷的声音响起，接过了话头：“北方大周日前以正式递来国书，言明将派遣使团来访，名为交流，实为挑衅，涵盖文武100之比试，事关大夏国威。此事陛下与3公主殿下已知晓，正在遴选应对人手。”李彦之面露诧异之色，看着太后苏婉仪问道：“为何之前大姐和3姐都不跟我说？”苏婉仪却是成熟妩媚的斜眼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你这2位姐姐平日里明明都是挺精明的人，却总是在你面前犯傻，只怕他们看到你早就被甜言蜜语骗得什么都忘了。”李彦之喝茶干笑一声：“没有吧？他们哪会被我哄骗？”苏婉仪只是白眼看着他，没有回应。李彦之略一思索，便道：“不过以我如今的身份修为，若亲自下场与对方年轻1倍比试，恐怕……”他摇了摇头，语气带着自信与考量，未免有些以大欺小。落人口时，镇魔司司正秦王之尊去跟他们的学子比试，赢了也不光彩。国师微微颔首，表示认同，自然无需殿下亲自下场。陛下与3公主的意思是希望殿下能与3公主一同主持此次大会，负责最终人选的审定与比试期间的全局调度，尤其需要镇魔司负责京城治安与比试现场的秩序维持，以防有人趁机生事或大周暗中使绊。李彦之闻言，心中明了，这是让他做总导演兼安保总指挥，统筹全局，把握方向，而不是亲自上台表演。
这个角色正合适，既能展现他的能力与权威，又不至于失了身份。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李彦之点头应下，此乃分内之事，定当与三姐协力，确保此次交流扬我大夏国威。太后见他答应的爽快，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补充道：国师麾下的太初圣地，亦有不少年轻俊杰，于丹、气、符、阵乃至某些偏门杂学上颇有造诣，若有需要，可供你们挑选，充实我大夏一方的人才储备。李彦之闻言，转向国师，脸上露出真诚的笑意，拱手道：大届时就要多劳樊国师借贵圣的英才一用了。待此间事了，彦之定当亲赴国师府拜访，与国师细商此事。国师清冷的容颜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再次微微颔首，算是应允，声音平淡：分内之事，殿下届时派人来知会一声便可。太后看着眼前沉稳干练已能独当一面的李彦之，眼中欣慰与某种更深邃的情绪交织。她亲手又将李彦之杯中凉了些的茶换掉，温声道：好了，正事说完了，尝尝婉仪新得的这云雾灵间，在南疆想必喝不到这等茶，今晚便在长乐宫用膳吧。婉仪让小厨房准备了你爱吃的几样菜。李彦之看着太后温柔慈爱的目光，又瞥了一眼旁边气质孤高的国师，心中思绪万千。他们绝口不提叶凡之事，想来也没将他放在心上。也对，终究只是个外来子而已。李彦之端起温热的茶杯，轻啜一口，茶香沁人心脾。谢太后娘娘。那彦之便叨扰了。夜色渐深，长乐宫内的晚膳在一种略显微妙却又和谐的气氛中结束。太后苏婉仪备下的菜肴确实都是李彦之偏爱的口味，席间他更是频频亲自为他布菜，嘘寒问暖，那份亲昵与宠溺，有时甚至让一旁清冷自持的国师穆听兰都微微侧目。李彦之应对得体，既感谢太后的盛情，也保持着晚辈的恭敬，同时与国师就大周使团可能涉及的一些修行领域简单交换了看法。国师话不多，但言简意赅，往往能切中要害，显出其深厚的见识与底蕴。善毕，宫女撤去残席，重新奉上清茶。窗外月色清朗，洒落庭院，更添静谧。又闲聊片刻，国师穆听兰率先起身，他向太后苏婉仪微微欠身，声音清冷平淡：太后娘娘，时辰不早，听兰宫中尚有晚客，便先行告退了。苏婉仪含笑点头，国师自便便是。穆听兰转向李彦之，那双清冷的眸子看着他，语气平淡却清晰：殿下既已应下大周使团之事，届时若有需要太初圣地配合之处，可遣人至城西悬真观寻我，或直接递帖子至观中即可。李彦之一起身拱手，有劳国师。彦之记下了。穆听兰不再多言，对二人微微一礼，便转身飘然离去。月白道袍在夜色中划过一道轻易的弧线，很快消失在宫门之外。场轩内只剩下李彦之与太后苏婉仪两人，气氛似乎变得更为私密了一些。宫灯柔和的光晕映照着苏婉仪美艳成熟的容颜，她看向李彦之的眼神愈发不加掩饰，充满了温情与一种深切的眷恋。彦之，她轻声唤道，声音比方才更柔了几分。今夜便留在长乐宫歇息吧。许久未见，婉仪还有许多话想同你说说。这宫里空荡荡的，平日也冷清得很，也就晴儿能陪说说话。苏婉仪眼中带着明显的期待，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恳切。李彦之闻言，心中却是警铃微作。留宿长乐宫，这可是太后寝宫，后宫禁地，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但自己一个成年皇子，即便深得太后宠爱，在此过夜也与理不合，极易惹来非议。若是传出什么风言风语，那岂不是让人以为自己给义父戴帽子了？虽然这位太后跟义父也不过名义上的关系，但在没搞清楚苏婉仪为何对自己如此亲切之前，李彦之心里还是对来历神秘的太后抱有警惕的。没有无缘无故的好，非奸即盗，毕竟二人又不是从小相识，感情肯定没跟七位姐妹们那么深，总不能单纯是为了自己的纯阳至尊骨吧。李彦之面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歉意与郑重，微微摇头，语气诚恳：太后厚爱，彦之心领。只是我初回京城，南疆诸多事务的后续奏报还需整理，镇摩司亦有不少积压公文该处，且离今日久，王府中也有许多事情需要安排，今夜实在不便久留，还需回去处理。他顿了顿，看着苏婉仪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补充道：待日后闲暇，彦之定当多来长乐宫陪太后说话。苏婉仪听他这么说，悠悠地叹了口气，那份幽怨之色在她成熟美艳的脸上浮现，竟别有一番动人风韵。她倒也没有强求，只是伸出纤手，轻轻握了握李彦之的手，指尖微凉。你这孩子总是这般忙碌，也罢，正事要紧。他松开手，却又叮嘱道：不过此刻没有外人，不必总叫太后娘娘生分了，私下里叫婉仪便好。李彦之从善如流，点头应道：好的，婉仪。这一声婉仪似乎让苏婉仪心情好转了些，她脸上重新露出温婉的笑容，抬手为她理了理并无褶皱的衣襟，柔声道：那便去吧，路上慢些，记得常来看看婉仪。婉仪也早些安歇。彦之告退，离开长乐宫，被微凉的夜风一吹，李彦之才轻轻舒了口气。面对这位神秘莫测、态度暧昧又异常亲密的太后，他总觉得需要打起12分精神，心中那关于他真实身份的猜测又不免浮上心头，但旋即又被压下。眼下
还有另一处需要他安抚的地方。李彦之没有返回秦王府，也没有去镇摩司总部，而是身形悄然融入夜色，向着皇城边缘那座如今已显得有些冷清的府邸定阳王府而去。叶凡虽死，但府邸并没有被收回，其母徐清玄仍居于此。府门前的匾额依旧，却已失了往日的鲜活气，连门口值守的护卫都显得有些无精打采。李彦之没有惊动任何人，如同鬼魅般飞过府墙，循着记忆中熟悉的气息，径直来到内院。月色下，一道纤柔的身影独自倚坐在庭院中的石凳上，正是徐清玄。他只穿着一袭素色的长服，为施粉黛，长发随意披散，在夜风中微微飘动。往日里温婉秀丽的脸庞，此刻写满了憔悴与哀伤，眼神空洞地望着院中凋零的花木，整个人仿佛失去了魂魄，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之中。李彦之悄然走到他身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女子馨香与一丝若有若无的泪痕气息。他伸出手臂，从后面轻轻环住了徐清玄纤细却此刻显得格外单薄的腰肢。啊！徐清玄娇躯猛然一颤，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下意识的想要挣扎，但下一刻，一股熟悉至极的令他灵魂都感到安宁与悸动的阳刚气息将他包裹。那紧绷的娇躯瞬间软化下来，如同被抽去了所有力气，彻底瘫软在李彦之温暖坚实的怀抱中。他猛地转身，双手紧紧攥住李彦之胸前的衣襟，将脸深深埋入他的胸膛。压抑了许久的悲痛如同决堤的洪水，再也无法遏制，化作嚎啕大哭。呜！秦王殿下，彦之！他哭得撕心裂肺，浑身颤抖，泪水迅速浸湿了李彦之的衣襟。那哭声里充满了丧子之痛、自责、无助，还有一种终于能放心宣泄的依赖。李彦之任由他哭着，只是收紧了手臂，将他更紧地拥在怀中，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无声地给予安慰。他能感觉到怀中这具丰腴娇躯的颤抖与冰凉，心中也不禁泛起复杂的联系。叶凡之死虽是他咎由自取，但于徐清玄而言，终究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待徐清玄的哭声渐渐转为压抑的哽咽，李彦之才低下头，在他耳边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沉而带着歉意：“清玄，抱歉，是我没有保护好叶凡。南疆形势复杂，我虽尽力周旋，终究还是让他遭了毒手。”徐清玄在他怀中剧烈的摇头，抬起泪眼婆娑的俏脸，哽咽着断断续续道：“不怪你，真的不怪你，是我没有管好他。”他泪珠不断滚落，眼神痛苦而自责。我早就劝过他，让他安心在京城修炼，等修为精深了，有了自保之力再外出历练。可他偏不听，心高气傲，总觉得在京城受束缚，会因为身份被人冷嘲热讽，非要出去闯荡。是我没有教好他，是我这个做娘亲的失职。呜！他说着，又忍不住悲从中来，伏在李彦之肩头，低声啜泣。李彦之轻轻拍着他的背，声音柔和，却带着令他安心的力量。世事难料，岂能尽如人意？叶凡他有自己的选择，你已尽了教导劝阻之责，莫要过于自责，伤了身子。他抬起他的脸，用指腹轻柔地拭去他脸上的泪痕，目光专注而温柔，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莫要一直沉浸在悲伤里。叶凡若在天有灵，也绝不希望看到你这般憔悴痛苦。徐清玄痴痴地望着他近在咫尺的俊朗面容，感受着他指尖的温热与话语中的关切，冰冷绝望的心湖被注入了一股暖流。他猛地再次抱紧他，仿佛要从中汲取支撑下去的力量，声音闷闷的，带着无尽的依赖与一丝恍惚：“彦之，我只有你了，你别离开我。”李彦之将他拥紧，在他发间落下一个轻柔的吻，低声道：“我在这里，我会一直陪着你。”夜色深沉，庭院寂寂，相拥的两人，一个给予着温柔的慰藉，一个汲取着绝望中的微光。夜色愈发深沉，庭院中唯有风声与偶尔的虫鸣。李彦之怀中，徐清玄的啜泣声渐渐低微下去，悲伤与依赖却并未消散，反而化为一种更为粘稠的所求。他从李彦之的肩头抬起头，和他对视。或许是孤寂太甚，悲痛太深，又或许是李彦之此刻给予的温暖与包容太过令人沉醉。徐清玄心中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在情感的洪流冲击下，终于彻底崩断。他不再仅仅满足于拥抱与安慰，一种更为原始、更为炽烈的情感汹涌而出，驱使着他做出了更为大胆的举动。他微微踮起脚尖，不顾脸上未干的泪痕，主动仰起脸，将柔软微凉的唇瓣印上了李彦之的嘴唇。这个吻初时带着试探与悲伤，但很快在李彦之惊讶却并未推拒的回应下，便化为一种近乎贪婪的索取与交融。徐清玄声色却异常热情地吻着他，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脖颈，似要将自己整个融入他的身体里去。良久，唇分。徐清玄脸颊潮红，气息紊乱，眼神迷离中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他将滚烫的脸颊贴在李彦之颈侧，声音细若文瑞，却带着清晰的情动与祈求：“彦之，抱我进屋里去，好不好？”他素手轻轻拽着李彦之的衣襟，指尖微微颤抖，眼中流露出羞怯。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向李彦之所爱，心里有些紧张又激动，更怕自己被拒绝。李彦之低头看着他梨花带雨却又春情萌动的娇颜，心中涟漪更甚，知道此刻任何言语的安慰或许都比不过一个切实的怀抱与温度。他低低应了一声随即弯腰，手臂穿过他的腿弯，
轻松地将他打横抱起。徐清玄低呼一声，下意识地将脸埋进他胸膛，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身体微微颤抖着。李彦之抱着他，步伐沉稳地走向他所居的主屋。屋内陈设依旧雅致，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寂寥与清冷气息。他径直走向内室的床榻，将它轻柔地放下。纱帐落下，隔绝出一方私密的空间。徐清玄躺在柔软的锦被上，眸光如水地望着站在床边的李彦之，眼中情意与悲伤交织。他伸出微凉的手，拉住李彦之的手腕，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后的沙哑，却又无比清晰地说道：“彦之，日后若是我与你有了孩儿，我定会倾尽所有，好好教导，绝不会再让他如小凡一般任性妄为，绝不会再让我们的孩子出现任何意外。”李彦之闻言，心中微微一动，他俯身抚摸着徐清玄的脸颊，看着他眼中认真的光芒，微笑着点头，语气温柔而笃定：“我相信你，清玄，若真有那一日，你定会是世上最好的母亲。”这话语给了徐清玄莫大的鼓舞与慰藉，他眼中泛起更亮的光彩，主动抬起头，再次吻上李彦之，这一次更加深情而缠绵。李彦之回应着他的热情，心中却有一丝冷静的思量掠过。子嗣于他而言，现在考虑这个确实还为时过早。他自身的修为提升，身份之谜的探寻，朝堂与几位姐姐关系的平衡，乃至这大夏江山的未来走向，都充满了变数与挑战。此时诞下的嗣，无论对那个孩子，还是对徐清玄，亦或是对他自己错综复杂的处境而言，都未必是明智之举。不过这些思虑此刻无需宣之于口。他收敛心神，俯下身，专注于眼前需要他温暖与抚慰的女子。红烛摇曳，罗帐轻晃。这一夜，定阳王府的内院不再只有冰冷的悲伤。久旷的徐清玄与精力旺盛的李彦之在灵肉交融中彼此慰藉，徐清玄暂时忘却了丧子之痛，而李彦之也给予了他所渴求的依靠与温度。有了旺仔牛奶，忘掉死去的叶凡就简单多了。若是再有新的仔，更是要不了多久就能将其抛之脑后。直到天色将明，徐清玄才在李彦之怀中沉沉睡去，紧蹙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眼角还挂着一滴未干的泪珠，嘴角却带着一丝安心与满足的弧度。李彦之看着他终于安睡的容颜，轻轻为他掖好被角，又在床边静静坐了片刻，确认他已熟睡，呼吸平稳，他这才悄无声息地起身，穿戴整齐，回头看了一眼纱帐内隐约的窈窕身影。李彦之心中暗叹，徐清玄这里有旺仔牛奶相助，算是暂且安抚住了。他不再停留，身形融入晨雾，悄然离开了定阳王府。天色微曦，京城开始从沉睡中苏醒。李彦之没有返回秦王府，转了一圈，把人都安抚个遍后，又回到大夏圣院。昨夜太后与国师所言的大周使团之事并非小事，需要尽快与三姐叶淑韵仔细商议，敲定应对之策。这位温婉而聪慧的三姐掌管圣院，对文士与各道人才最为熟悉。晨光中的大夏圣院，已有早起的学子开始晨读或修炼，显得朝气蓬勃。李彦之熟门熟路地来到叶淑韵所居的清幽小院外，却见院门虚掩，院内传来淡淡的墨香与轻微的纸张翻动声。他轻轻叩门：“三姐，是我，彦之。”院门应声而开，叶淑韵出现在门口。她已换上了平日处理公务时常穿的淡雅工装长裙，外罩一件素色纱衣，青丝挽成简约的发髻，仅用一支白玉簪固定。看着三姐这副打扮，李彦之眼中闪过赞叹之色，真漂亮。想着三姐院长的身份，其实李彦之总在想，三姐若是换上前世蓝星的黑丝包臀裙，再戴着副眼镜，在书房里抱胸一站，该会有多迷人，气质肯定是足够的了。此时三姐眉宇间却带着一丝淡淡的忧愁，但在看到李彦之的瞬间，那抹忧愁便立刻被惊喜取代，眼眸亮了起来。彦之，叶淑韵唇角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浅笑，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我还想着你刚回京，总要歇息几日呢。她侧身让开，示意李彦之进来，怕三姐一人孤单，所以就早点过来。李彦之自然地牵起她的手，触感温润微凉，看三姐的样子，是准备去书房处理大周使团的事务。叶淑韵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温热，心中一暖，点了点头，正要去书房。大周使团之事迫在眉睫，许多名册卷宗需要最终核定，还有些人选需要进一步考量。他说着，反手握紧李彦之的手，眼中流露出好奇与欣喜。不过你来的正好，可以陪我一起。对了，你怎么突然想起问大周使团的事了？大姐告诉你的。李彦之与他并肩向院外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道：“是太后娘娘，还有国师。昨日我去长乐宫给太后娘娘请安，正好国师也在，他们便将此事告知我。太后娘娘与国师的意思是，让我与三姐你一同负责主持此次大会，统筹全局，并负责最终人选的审定与调度，尤其是需要镇魔司负责京城的治安与现场秩序，以防胆大包天的妖魔趁机作乱。”真的？叶淑韵闻言，先是微微一愣，随即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眼中闪烁着明亮的光彩。这么说，我们姐弟这次算是要并肩作战了。正是如此。李彦之笑着点头，看着他高兴的模样，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有我在，三姐是不是感觉轻松多了？何止是轻松，简直是信心倍增。叶淑韵难得的流露出几分小女儿的雀跃，语气中充满了信赖。
燕之你办事，我向来是最放心的，有你把控大局，调配人手，此次应对来势汹汹的大周使团，定能万无一失。两人说话间，已来到了圣院属于叶书韵的独立书房。这里比他的居所小院更为正式，书架林立，卷宗堆积，空气中弥漫着书卷与墨香。进入书房，叶书韵请李彦之在客座坐下，自己则走到主位的书案后，取出一份装订整齐的卷宗，递给李彦之。这是目前初步拟定的，可能参与此次与大周比试的修行各道人才名录，以及部分已经确定的提名者。叶书韵搬来座椅，在李彦之身旁坐下，解释道：名录上的人，一部分是国师那边太初圣地推荐或直接指派的弟子，另一部分则主要来自我们圣院。李彦之接过卷宗，展开细看。名录按照武道、文道、丹道、气道、符道、阵道、医道、卜算、音律、御兽等数10个大小门类，以及一些偏门杂学分类。每个类别下面都列着数个名字，有些名字后面标注着提名，有些则是空白。提名者都是在圣院内公认的该领域拔尖的学子或年轻讲师，实力有目共睹，直接获得名额无人有异议。叶书韵补充道：但此次比试，每个领域都需要选出至少3人，有些领域甚至需要更多，以应对不同项目的比试，所以还有很多名额需要通过院内比试来筛选确定。李彦之一边听一边快速浏览着名录，上面不乏一些他略有耳闻的名字。他虽身居高位，但实际年龄也不过20，严格来说仍属年轻一辈，只是身上的秦王、镇魔司正以及修为实力等光环太过耀眼，掩盖了他的年龄。名录上的年轻人大多在20岁上下，修为多在4品到5品之间，这在大夏同龄人中已属顶尖翘楚。他看到了武道类别下武院中剑阁推荐的一名弟子百里轩，年仅22，修为已达4品圆满，备注剑道天赋卓绝，同阶无敌。气道类别下也有一人来自太初圣地明欧也，年龄稍长，有23岁，在炼气一道上造诣颇深。丹道类别下则是国师亲传弟子裴青年，芳龄19，已是4品丹师，甚至炼制3品丹亦有成功率，据说能炼制几种失传的古丹。性子虽然清冷了些，但技艺绝对过硬，甚至还懂阵法之道。3位阵法人选里，其中有一人便是他。此女之名，李彦之也听过，毕竟是国师唯一的弟子，但却从未见他在京城抛头露面。听说是一心在太初圣地潜修，太初圣地果然底蕴深厚，推荐的这些年轻人实力都相当不俗。李彦之颔首赞道：国师那边的人手，我会亲自去玄真观拜访，与他细谈调用之事。叶书韵闻言，脸上笑容更盛，那便再好不过了。有国师麾下的英才加入，我们这边的底气就更足了。然而他脸上的笑意很快又染上了一丝愁绪，轻轻叹了口气，只是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们大夏或许不惧，但有一处却始终让我有些忧虑。哦，三姐指的是？李彦之放下卷宗，看向他，闻道：尤其是诗词歌赋。叶书韵眉头微蹙，我们大夏圣院的夫子们，学问自然是顶好的，治经典、论策问、研史籍都不输于人，但这一代的年轻学子在诗词歌赋的才情灵气上，似乎总差了那么一点火候。若是在这方面被大周比下去，只怕贿赂人口时说我大夏只重武道实物，不通文墨风雅，是缺乏教化的蛮夷之地。他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苦恼与不甘。文明关乎国家体面与文脉气韵，此事确实不容小觑。叶书韵接着有些无奈地道：此次他们以此为切入点，恐怕就是想在这方面压我们一头。这几日文院的孔院长为此也是愁眉不展。李彦之闻言也是眉头微皱，这的确是个容易被对手抓住做文章的点。大夏以武立国，历代君王也注重文治，但在风雅一道上，相比大周要显得更为质朴务实一些。若在此处输了，确实影响声誉。叶书韵见他神色，忙又说道：不过前几日倒是有一桩意外之喜，就在你南下后不久，文院那边忽然冒出一名学子，仿佛一夜之间开了窍，所作诗词歌赋虽略显稚嫩，却颇有意境与灵气，遣词造句也与寻常学子路数不同，很是新颖。我翻阅过他以往的课业，平平无奇，但这几日的表现却令人刮目相看。他眼中重新燃起希望，此人乃是京城一个没落伯爵的庶子，名叫柳文轩。我正打算今日抽空去文院一趟，亲自考教他一番，看看是否当得大用。彦之，你既然来了，不如一同前去，你眼光好，正好帮我参谋参谋。李彦之听着叶书韵的描述，心中却是一动。落魄伯爵庶子，往日平平无奇，近日突然才华迸发，诗词歌赋风格新颖，这些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让他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新的气韵之子，或者说是跟他一样的穿越者。想到自己的情绪值系统以及刚刚获得的轮回眼，李彦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芒。若真是如此，那倒是有趣了。突然开窍，倒是有些意思。李彦之面上露出感兴趣的笑容，点头应下。好啊，正巧我也无事，便陪三姐走一趟，看看这位开窍的柳学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叶书韵见他答应，很是高兴，立刻起身：那我们现在便去。这个时辰，文院的学子们大多在晨读或上课。两人离开书房，向文院所在区域走去。路上，李彦之想起一事，问道：三姐，关于大周使团，除了国书所言，
可还有其他更具体的消息，比如领队之人、随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角色。叶书韵闻言，神色也严肃了几分，边走边娓娓道来。根据边关和暗探传回的消息，此次大周使团规模不小，规格也很高。领队的是大周道院的副院长，名为周世清，修为在2品高阶，精于阵法与推算，为人老成持重，心思缜密，不可小觑。副使则是一位公主，封号慧宁，年方23，比燕之你略长几岁。叶书韵看了李燕之一眼，继续道：这位慧宁公主可不简单，不仅身份尊贵，自身修为也已达3品中阶，而且她还是一位阵道天才，据说在阵法上的造诣，连许多老一辈的阵法师都自叹不如。有传言说，此次两国交流的提议，最初便是由她向大周皇帝进言的。哦，公主亲自提议，还身负阵道绝学。李燕之挑了挑眉，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角色，看来这位慧宁公主是存了心要来我大夏一展风采了。正是。叶书韵点头，随行而来的年轻一辈，也多是近年来在大周声名鹊起的天才人物，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俗建树。此次交流，他们必是精锐尽出。李燕之将信息记在心中，对大周使团有了更清晰的印象。一个老谋深算的副院长，一个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公主，再加上一群年轻天才，这场交流注定不会平静。而且这么大的阵仗，大周那边应该也有意外之喜吧。说话间，两人已来到了文院一处专门用于考校学子才学的明礼堂。此刻厅堂内已有不少人，多是文院的夫子与学子，气氛略显严肃。主位上坐着一位须发皆白、面容清癯的老者，正是文院院长孔继久。下手站着一名身着青色如山的年轻人，看上去约莫18、19岁左右，面容清秀，身形略显单薄，但背脊挺得笔直，眼神明亮，顾盼之间隐隐有一种不同于寻常学子的自信与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堂外已有一些学子在等候或低声议论，见到叶书韵与李燕之联袂而来，眼中充满了敬畏与好奇。院长亲至已属难得，竟然还带着那位名震天下的秦王殿下。孔继久连忙起身相迎，众学子也纷纷行礼。老臣、学生参见院长，参见秦王殿下。孔院长不必多礼，诸位也请起。叶书韵温声道，与李燕之走到主位旁预留的位置坐下。孔继久简单说明了情况，今日正是要对这位近来声名鹊起的学子柳文轩进行一次正式的考教，以评估其是否真有资格代表大夏参与文道比试。那位便是柳文轩。叶书韵低声对李燕之道。李燕之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几乎在同时，他心念微动，悄然运转此前获得的轮回眼神通，一股清凉玄奥的力量自双眼深处泛起，他的视线似乎穿透了表象，落在那青山少年身上，其前世今生进入眼中。轮回眼发动，观测目标柳文轩，目标信息：大夏京城没落伯爵柳承志庶子，年19，肉身灵魂契合度91%，存在轻微排斥反应，新生灵魂与肉身未彻底融合，灵魂本质异界残魂，融合本位面原生残魂。当前状态绑定文圣培养系统，气运等级淡红色，受系统加持，稳步上升。文圣乃气运所中之人，实力来源于自身气运。备注：该系统致力于宿主成为文道至圣，可通过创作、传播文学作品，获得他人认可、钦佩、震撼等情绪反馈，转化为才气值，用以提升文道气运，兑换经典作品，增强悟性等。当前宿主处于初期积累阶段，当前部分因果线李燕之黑色产生剧烈冲突，大周慧宁公主浅黑未来可能产生冲突，与太初圣地淡蓝未来可能产生交集。一连串的信息如同流水般在李燕之心头划过，虽然受轮回眼等级所限，信息不算特别详尽，但最关键的部分已经清晰无比。文圣培养系统又是来自蓝星的异界残魂穿越者。李燕之眼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又转为深邃。新的气运之子果然出现了，而且看样子其成长轨迹似乎与大夏圣院、太初圣地，甚至可能与大周使团都有交集。不过跟自己的因果线居然黑道发紫了，这就是命格相冲，必有一战吗？紧接着，李燕之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看向那青山少年柳文轩的目光带上了几分审视与玩味。文圣系统吗？李燕之心念微转，走的是儒道至圣、言出法随的流派吗？当今之世，这类人还挺少的。这么大的修为，才8品入门，看样子的确没有武学天赋，而且此人刚穿越，儒道修为也还不高。既然是初期的气运之子，那就好对付多了。就在李燕之打量着柳文轩时，他也是偷偷打量着二人。秦王、公主。虽然柳文轩对这些不屑一顾，但李燕之和叶书韵的气势还是让他心中一紧。这二人皆非常人，浓郁的气运还让他心生预警，尤其是对李燕之警惕心无比浓郁。此人对我有恶意，这个想法让柳文轩心中一凛，才穿越到异世界，有系统相助，虽然看不起这些王朝体系，但他还是无比谨慎小心。而且初期想要扬名，最好的就是走入官场，步入仕途，这种是非之地，更是要小心谨慎才行。此时，叶书韵已缓步走上前，平静地开口道：“柳文轩。”那青山少年柳文轩闻言，身体几步可查得微微一震，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连忙上前几步，躬身行礼，声音清朗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学生柳文轩，拜见院长。”
拜见秦王殿下。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李彦之，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与探究，但很快又低下头，看似恭敬的态度，却有一丝不以为然。穿越而来，柳文轩对皇权什么的，并没有太过放在眼里，因为他迟早要将这些腐朽王朝推翻。叶舒韵打量着他，语气淡然，不必多礼。听闻你近日在诗词歌赋上颇有敬意，本宫与秦王殿下今日正好有空，便想来考考你，不知你可有准备？柳文轩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眼中那丝疏离与自信似乎更明显了些。他拱手道：“学生惶恐，愿聆听院长与殿下教诲。”有文圣系统相助，还有蓝星的积累，对于文学类的问题，他充满了自信。李彦之轮回眼所见的诸多信息在心头闪过，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只是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玩味笑意更深了些。他看着柳文轩那看似恭敬实则暗藏疏离与不以为然的神情，心中已然明了，这又是一个带着系统、自视甚高且似乎对当世强者缺乏敬畏的穿越者，还是当反派的自己够稳啊？有意思。李彦之心中暗忖，目光平静地扫过柳文轩。初期的文圣系统宿主修为低微，正是需要名声和平台积累才气质的时候。大周使团来访，无疑是绝佳的扬名机会。看来他是想借此机会一鸣惊人，踏入仕途，甚至可能抱有更远大的理想。此时叶舒韵已按照流程开始了对柳文轩的考校。他略作沉吟，声音温婉，却带着院长应有的威严。柳文轩，今日考教，旨在验看你文才是否扎实，应变是否敏捷。本宫便出一题，你需即兴赋诗一首。题目是……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文院学子和夫子们，缓缓道：“便以竞争为题吧。天下万物有竞有争，方有活力，方有进步。此次大周使团来访，亦可视为一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你便以此为题，赋诗一首，需切题，有意境，显气度。给你1炷香的时间构思。”他示意旁边的侍从点燃一支线香，同时叶舒韵目光转向堂下其他跃跃欲试的学子，温声道：“今日既是考教，也是遴选。若在座其他学子心中亦有佳句，不论是早有副稿，或是此刻有感而发，皆可道出。只要确是原创，文采斐然，本宫与秦王殿下自会考量，则有者亦可获得推荐名额。事后圣院自有重赏。”此言一出，堂下众学子顿时精神一振，眼中露出兴奋与渴望之色。能得院长与秦王殿下亲自考评，已是难得机遇，若能脱颖而出，得到青睐，那便是鲤鱼跃龙门。他们在文院读书为的不就是这个吗？文院院长孔继久也是抚须点头，颇为赞许叶舒韵的做法。这既能考校柳文轩的真实水平，也能挖掘其他可能被忽略的人才。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柳文轩身上，想看看这位近日风头正劲的开窍才子会如何应对。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柳文轩并未如众人预想的那般凝神思索，反而在听到题目后只是微微一怔，随即脸上便浮现出一种近乎自负的淡然笑容。他负手而立，身形虽显单薄，此刻却透出一股莫名的笃定与自信。回院长，学生无需1炷香。柳文轩的声音清朗，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从容。关于竞争之题，学生心中已有篇章，此刻便可吟诵。哦，叶舒韵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但很快恢复平静，无需构思。你确定？即兴赋诗并非易事。学生确定。柳文轩微微躬身，语气却斩钉截铁。他这份超乎寻常的自信，让堂内众人都是一愣，随即低声议论起来。有人觉得他太过狂妄，有人则好奇他究竟能做出何等惊世之举。孔继久也微微皱起了眉头，虽然这几日他展现出来的文采的确不凡，但依然觉得词子有些浮躁。叶舒韵看了李彦之一眼，见李彦之只是面带微笑，一副静观其变的模样，便点了点头。既如此，便依你。来人，备纸笔，记录柳学子所言诗句。立刻有书吏准备好笔墨纸砚，凝神以待。李彦之心中却是一片了然，无需构思，只怕是早就将存货准备好了吧。蓝星诗词浩如烟海，随便找一首切题的并不难，他倒要看看这位文圣系统的宿主会拿出哪一首来镇场子。李彦之本人虽也能当场背诵不少诗词，但向来不屑于以此冒充自己的文采。在他看来，实力修为才是根本，诗词歌赋终究是旁枝末节，而且抄来的诗除了一时的装逼并无用处，除非能像真正的文坛巨匠王勃、王子安这般提笔便是千古第一骈文，拥有自己的风骨与创造性，否则抄袭终归落了下乘。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柳文轩除了会抄，自身是否真有几分墨水。就在这时，一名站在前排，衣着光鲜，气质略带傲气的学子忽然上前一步，拱手道：“院长，秦王殿下，学生孔玉玲，此前亦曾有感于竞争之道，做过一篇拙作，虽非即兴，却也切合此题，不知可否在此吟诵，请院长与殿下品鉴。”他目光灼灼，显然不愿让柳文轩专美于前。作为文院有名的才子之一，他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柳文轩本就有些不服气。叶舒韵淡然一笑，颔首道：“自然可以。本宫方才说了，诸位有佳作者皆可到来，只要确是原创，文采可观，皆在考量之列。你且迎来，一并记下。”孔玉玲闻言，脸上露出一丝得瑟，挑衅似的瞥了柳文轩一眼，
然后清了清嗓子，昂首挺胸，带着几分抑扬顿挫的腔调吟诵道：学生拙作，名为静心。龙虎风云会，华流道路征。心霜翠锋刃，意气贯泥金。莫亚攀登苦，须知鹤骨平。扶摇9万里，振翼呆鹏程。这是一首诗，虽不算多么精彩绝艳，但也中规中矩，押韵工整，确实表达出了不畏竞争、奋勇争先的意思。尤其最后2句显得颇有志气。诗作吟罢，堂内不少学子都微微点头，低声议论：孔师兄不愧是文苑翘楚，此诗颇有气魄，虽非即兴，但立意不错，遣词也见功力。几位夫子也露出赞许的神色。孔玉麟感受到众人的目光，更是自得，谦逊的拱手道：拙作粗陋，让院长、殿下与诸位见笑了。只是那微微扬起的下巴，暴露了他内心的骄傲。他再次看向柳文轩，眼神中带着明显的比较之意。面对孔玉麟的挑衅与众人聚焦的目光，柳文轩只是淡然一笑，那笑容中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与优越感。他根本未将这位文苑才子放在眼里。该你了，柳文轩。叶舒韵适时开口。柳文轩收敛了那丝淡笑，再次负手，目光扫过堂上众人，最后落在叶舒韵与李彦之身上，缓缓开口，声音不疾不徐，却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感。学生所作，名为敬天。他微微一顿，似在酝酿气势，随后一步一句朗声吟诵：待宗符如何？齐鲁清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字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篇一字一句清晰地回荡在明礼堂中。随着最后一句一览众山小落下，整个厅堂瞬间陷入了一片奇异的寂静。短短8句40个字，却有一股磅礴浩荡、睥睨天下的气势扑面来。诗中并未直白言争，但已将所有对手压在脚下，或者说他并未将任何人看作对手，只与自己争，超越自己。这已经不仅仅是争，而是绝对的自信。其气象之宏大，意境之高远，用词之精炼，远非方才孔玉麟那首静心可比。至少这诗一出，便已经将在场的学子压在脚下。短暂的寂静后，便是轰然的惊叹与议论。好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等气魄，此等胸襟，绝了，真是绝了！写景如此雄奇，抒情如此豪迈，简直是神来之笔。这真是即兴所作？不可能吧？此等诗篇足以流传千古了。柳兄大才，吾等不及也。连孔祭酒都忍不住捋着胡须，眼中金光闪烁，喃道：借山岳之雄，疏凌云之志，当争天下第一流。好诗啊！此子真有经世之才。孔玉麟脸上的得意之色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震惊、难以置信以及一丝颓然。他的诗与柳文轩的一比，顿时显得小家子气，高下立判。他张了张嘴，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默默低下了头。叶舒韵也是美眸中异彩连连，他虽不专精诗词，但鉴赏能力还是有的。此诗气象宏大，格律严谨，绝非寻常学子能做，甚至许多沉浸诗道多年的老学士也未必能有此气魄。这小子难得是真的开窍了，这么简单。他看向柳文轩的目光不由多了几分真正的重视和狐疑。但无论如何，等赢了大周使团再说。此诗甚佳。叶舒韵缓缓点头，语气中带着赞许。柳文轩，你果然才情不凡。此诗意境高远，气度恢宏，切合竞争之题，更显雄心壮志。虽不知你赋论如何，但以此诗论，你已够资格参与文道比试。柳文轩心中一喜，面上却保持着谦逊，躬身道：院长过誉了，学生偶的灵感侥幸而已。心中却是暗道：诗圣的望月，镇不住你们这些俗人才怪。系统提示的才气值正在飞速上涨，这让他更加自信。然而就在众人皆惊叹于柳文轩诗才之时，端坐一旁的李彦之却始终神色淡然，甚至眼中那抹玩味渐渐转为了淡淡的失望。果然，李彦之心中轻叹一声：望月，诗圣的诗虽然用在此处借泰山玉指竞争高峰，超越自己，倒也算是切题，但终究是识人牙慧。他看着柳文轩那看似谦逊，实则难掩自得的模样，以及周围众人惊叹崇拜的目光，只觉得有些索然无味。一个真正的文人，自有其风骨与骄傲，绝不会将他人的心血之作据为己有，还以此沾沾自喜。这柳文轩说到底也不过是个仗着系统福利和蓝星积累，自身并无真正文墨与创造力的幸运儿罢了。李彦之对柳文轩的期待，或者说警惕，无形中降低了许多。一个只会抄的对手，或许能凭借先知和系统暂时风光，但其根基是虚浮的，上限也注定有限。就算真成了文圣，也不过无根浮萍罢了。真正的威胁在于其背后的文圣系统赋予的能力。不过李彦之转念一想，眼中闪过一丝冷芒。即便如此，此人既与我因果线成黑色，且绑定系统，便是潜在的敌人。我都没刷你情绪值呢，就想在我面前装逼刷文气质，高兴的早了点。李彦之朝满脸得意笑容的柳文轩淡然一笑：柳学子，本王对此诗仍有几处疑惑之处，可否解惑一二？李彦之此话一出，原本上沉浸在诗境与惊叹中的明礼堂瞬间安静了几分，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他身上，又惊疑不定地看向场中的柳文轩。秦王殿下这是对诗作有疑问？叶舒韵也微微侧目，
看向李彦之，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但并未出言，只是静观其变。柳文轩脸上的谦逊笑容微微一僵，随即心中涌起一股不悦与轻蔑。在他看来，这位秦王殿下不过是仗着身份和修为高，对文墨之事一知半解，只是个蛮子而已。此刻怕是心生嫉妒，或想故意刁难，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他稳住心神，脸上重新挂起那副从容自信的表情，甚至带上了一丝属于文人面对武夫时淡淡的高傲，拱手道：“秦王殿下但说无妨，学生定当知无不言，为殿下解惑。”语气看似恭敬，实则暗藏锋芒。李彦之仿佛没听出他话里的那点意味，依旧神色淡然，甚至带着点探讨学问般的平和，缓缓开口道：“柳学子此诗气象雄浑，志存高远，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本王细细品读，亦是心潮澎湃。不过……”他微微一顿，目光清澈地看向柳文轩，诗中有几处地名，本王虽不说阅览群书，但也熟知大夏和大周两国舆图和地理志，也曾游历南北，却似乎未曾听闻，心中不免有些好奇，故而想向柳公子请教。哦，不知是哪几处？柳文轩心中咯噔一下，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但面上仍强作镇定。李彦之微微一笑，手指虚点，仿佛在回顾诗句，辨识着岱宗以及齐鲁之地。我大夏疆域，名山大川皆有记载，古籍秘典，本王亦略有涉猎。北方大周之地舆图，本王也曾看过，却似乎并无岱宗此山，亦无齐鲁这一地域划分。不知柳公子诗中所指，究竟是何方圣地？莫非是某处不为人知的秘境仙山，或是古籍异文中记载的太古之地？若真有此地，本王也真想去拜访一二的，还请柳学子告知。此言一出，满堂皆惊，众人方才只顾着品味诗中气象意境，被那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所折服，并未细究具体地名。此刻经李彦之这么一点出，仔细一想，果然如此。对啊，岱宗，哪座山叫岱宗？我大夏山岳无数，却并无此名。齐鲁好像在哪本集古老的杂记里隐约提过一嘴，说是上古某个部落聚居之地，早已不可考，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啊。这柳学子这诗写的虽是极好，但这地名……低声的议论迅速蔓延开来，众人看向柳文轩的目光，从方才的惊叹崇拜，渐渐染上了一丝古怪与疑虑。写诗用典，托物言志，用一些代指或虚指的地名本也常见，但像岱宗、齐鲁这样完全对不上号，又不像纯粹虚构代指的具体地名，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刚刚被柳文轩诗才压得抬不起头的孔玉麟，此刻眼睛一亮，仿佛抓住了机会，立刻出言，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奚落起来：“哎呀，秦王殿下这么一说，还真是岱宗、齐鲁。学生饱读古籍诗书，也从未在正经典籍中见过这等地方。”柳兄突然开窍，才华横溢，莫非是梦中得了仙人传授，连地名都是仙家所言，非我等凡俗可知？这话可就有些诛心了。直指柳文轩的诗可能来路不正，甚至暗示他故弄玄虚。叶舒韵神色平静地看了孔玉麟一眼，又转向柳文轩。他之前也对此人突然开窍心生怀疑，如今这地名蹊跷，之前心中那点狐疑立刻就被放大了。叶舒韵依旧保持着平静，等待柳文轩的解释。他对柳文轩的来历并没有兴趣，就算有问题，也得等两国文斗之后再说。身为公主和圣院院长，面对李彦之这些亲人时，他性情温和，但面对外人，只讲究价值与利益。柳文轩此刻却是如遭雷击，终归是穿越新人，脸色有些绷不住了，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心中更是翻江倒海。他千算万算，只想着拿出千古名篇镇住场子，快速积累才气值，却完全忽略了最致命的一点：两个世界的差异。诗圣的《望月》写的是泰山，泰山古称岱宗，位于齐鲁大地，可在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泰山，更没有齐鲁这个地理概念。他刚才只顾着享受众人惊叹和系统提示的才气值上涨，哪里会想到去修改这些细节？而且他刚来这个世界，人都还不认识几个，更别说山川地名了，想改都改不了。本以为这些古人不会深究，就算问了，随便编个理由也能糊弄过去。可没想到，这位秦王李彦之不仅修为高深，心思竟然如此缜密，当场就抓住了这个破绽，还如此客气地提了出来。现在怎么办？坦白说，这是借鉴或梦中所得。若是刚开始时承认那还好，这会儿被人戳穿才承认，那算什么？那岂不是自打嘴巴？刚刚建立的才子形象瞬间崩塌，恐怕连到手的提名资格都会飞走。日后就算入了官场，有这个污点存在，还没有大的背景，也别想被重用和高升了，最多当个吉祥物养起来，偶尔让写点文章歌赋。而且系统明确提示，传播的署名不是自己，成了抄袭或非原创传播，获得的才气值会大打折扣，甚至反噬。可硬撑着不承认，又该如何解释这凭空冒出来的地名？说自己是瞎编的，那这首诗的意境和真实感就会大打折扣，同样会引人怀疑，甚至会被认为故弄玄虚，品行有亏。柳文轩心中又急又气，暗骂李彦之多管闲事，专会挑刺，钻牛角尖。同时，一股强烈的怨愤和危机感涌上心头。定来自文圣之子柳文轩的怨愤、紧张、危机感，情绪直加5000。李彦之意识中收到系统提示，情绪值余额跃升至55000点。他心中满意一笑，果然，这种新穿越
心高气傲又骤然受挫的气运之子，心性不佳，情绪最容易波动，稍微施加一点压力就能收获颇丰。看着柳文轩脸色变幻，一时语塞的窘迫模样，李彦之脸上反而露出一丝宽和的笑容，摆了摆手，语气轻松地道：“柳学子不必紧张，本王也只是随口一问，心生好奇罢了。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等不知晓的地名典故何其之多，或许真是某处鲜为人知的古迹遗名，亦或是柳公子心有所感，自创的意象代称，皆有可能。诗词之道，重在意境神韵，些许地名细节无关紧要，而且身为读书人，最重要的还是看治国赋论，诗词不过是陶冶情操而已。”李彦之转向众人，朗声道：“此诗整体气象磅礴，志趣高远，却是上佳之作。诸位不必因此细枝末节而怀疑柳公子的诗才。”他这番话看似在为柳文轩解围，肯定了诗作本身的价值，但鲜为人知自创意象、细枝末节这些词，却又巧妙地将疑问轻轻放下而非消除，反而更给人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坐实了这地名确实有问题。再加上柳文轩并未出面解释，众人看他的目光更古怪了。众人心想：不是殿下您先开口的吗？几位夫子闻言，也顺着李彦之的话打圆场：“秦王殿下所言极是，施以言志，不必过于拘泥。柳学子，殿下宽容，你也不必过于挂怀，日后做诗用典，稍加注意便是。”然而这些话从刚刚还在夸赞他的夫子们口中说出，听在柳文轩耳中却更加刺耳，而且这会儿也没人说他日后入朝为官会有多大前途的话了。柳文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向李彦之和诸位夫子拱手：“多谢殿下宽容，多谢各位夫子指点。学生日后定当更加严谨。”心中却是气得几乎要吐血。李彦之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直接质疑更狠，看似给了台阶下，实则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以后他再拿出任何作品，恐怕都会被人先打上一个问号，这又是从哪里借鉴来的？地名典故是不是又胡编乱造？又是哪位仙人托梦告诉你的？他辛辛苦苦营造的才子形象，刚刚起步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获取才气质的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何止数倍。创业为巴尔中道崩殂，定来自柳文轩的羞愤、憎恨、懊恼，情绪直加10000，当前情绪值余额65000点。柳文轩心中咬牙切齿，对李彦之的恨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大脑飞速转动，急思对策。难道真要向这个可恨的秦王，向这些古人坦白自己是个文超公？不，绝不可能，那是打自己的脸，等于自绝前路。当今之际，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现出自己比诗词才华更强的能力，这样才能挽回一点名声。当今之际，最好的办法便是展现自己治国策论的能力了。柳文轩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情绪，脸上重新堆起恭敬之色，上前一步，朗声道：“秦王殿下所言极是，诗词之道，却为陶冶性情之小道。身为读书人，当以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策论文章为重。”他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李彦之和叶舒韵身上，语气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与自信：“学生不才，愿请院长与殿下再行讨教。不拘策问、政论、实务策，学生皆可当场作答，以正所学，不负圣院栽培，亦不负殿下与院长今日考教之苦心。”他心中快速盘算着，诗词被揪出了小辫子，但治国策论不同，有文圣系统在，他可以直接花费才气质兑换相应题目的最佳范文或思路。他就不信，在这方面，这个世界的古人还能挑出毛病来。只要自己当场做出一篇精彩绝艳的策论，之前的地名疑云自然会被光芒掩盖，甚至可能被解释为不拘泥于俗世地名，直抒胸臆的才子风范。到时名声不仅能挽回，甚至可能更上一层楼。看着柳文轩眼中重新燃起的近乎偏执的自信光芒，李彦之心中冷笑一声，他岂能猜不到这柳文轩的打算？无非是仗着那所谓的文圣系统，想要另辟蹊径，打一场翻身仗。好不容易才把你的抄袭嫌疑坐实，岂能再给你机会用系统兑换来的文章大放异彩，挽回名声？李彦之心中念头飞转，若是让他真当重作出一篇足以流传的策论，哪怕只是靠着系统，也足以让他暂时摆脱污名，甚至可能获得更高的声望。到时候之前做事那点瑕疵，恐怕真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根本没机会展示，让他空有一身系统之力，却无用武之地，憋屈到死。想装逼没门！想到这里，李彦之脸上露出一个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淡然笑容，他摆了摆手，语气随意，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柳学子求上进之心可嘉，不过……”他话锋一转，今日考教本就是为了遴选文道比试之人，方才观柳学子诗才，以足见功底。至于策论精义，想必文院日常课业已有考评，孔院长与众位夫子心中有数。我等今日前来，主要是做个见证，监听各方意见，倒也不必再耗费时间，让柳学子现场长篇大论。他看向叶舒韵，微笑道：“三姐，你看呢？柳文轩之才，提名一个名额，应当足够了吧？余下时间，不妨也让其他有心学子略作展示，毕竟名额不止一个。”叶舒韵虽然不完全明白李彦之为何要阻止柳文轩继续展示，但他对弟弟有着绝对的信任，真有什么问题，
等两国文斗结束后再说吧。闻言，他便顺着李彦之的话，温婉一笑，点头道：“彦之说的有理，柳文轩，你诗才已得认可，提名资格可定。至于策论功底，孔院长与诸位夫子自有评断，无需再当场考校，就不耽误其他学子表现的机会了。”他目光转向孔继久和其他几位负责策论教学的夫子。孔院长，几位夫子，依你们平日所见，柳学子在策论经义方面可堪参与比试？孔继久等人闻言，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柳文轩近期的变化，他们也都看在眼里。虽然诗才凸显，但策论课业上似乎进步并不像作诗那么夸张，只能说中上，远未到惊艳的程度。此刻秦王殿下与院长都发了话，他们自然不会违逆。孔继久捋须道：“回院长，秦王殿下，柳学子近日于师傅一道却有大进，策论经义亦算扎实，参与比试足可胜任。”其他几位夫子也纷纷点头附和。如此甚好。叶书韵一锤定音：“柳文轩，你便算通过，获得文道笔试提名，后续还需参与院内统一选拔，最终确定人选。”看着几人三言两语就夺走了自己表现的机会，柳文轩再次呆住了。尼玛，我不用你给我送名额，我能自己去争取的。柳文轩在心中咆哮，却又顿感无力。叮！来自柳文轩的憋闷、愤恨、无力、怨毒情绪值加8000，当前情绪值余额73000点。这时叶书韵又看向其他学子巩玉玲：“方才你的诗作亦是不错，还有哪位学子愿展示一番？”此话一出，立刻又有几名自信的学子站了出来，或吟诗，或简述自己对某策论题目的见解。虽然都不及柳文轩那首《望月》带来的震撼，但也各有亮点。其中孔玉玲和另一位平日策论成绩优异的学子也顺利获得了提名。整个过程，柳文轩如同木雕般站在原地，脸上那勉强维持的笑容几乎要碎裂开来。他准备了满腔的才华，对焕才气质的意念都准备好了，却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李彦之轻描淡写的一句“无需再耗费时间”给堵了回来。柳文轩看着李彦之与叶书韵含笑点评其他学子，看着孔玉玲等人脸上重新焕发的光彩，看着周围众人虽然仍有议论他地名疑云，但更多注意力已转移到新的提名者身上，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憋屈感淹没了他。他就像个憋足了劲的拳头，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连挥拳的机会都没有。这种有力无处使，有才无处展的感觉，比直接被否定更让他难受100倍。李彦之，都是这个李彦之，先是质疑他的诗，断了他诗才扬名的路，现在又阻断他展示策论，彻底将他按死在仅有存疑的诗才、策论平平的评价上。这让他日后如何顺利步入仕途，如何实现抱负？李彦之感受到系统提示，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这就受不了了，以后惊喜还多着呢。考教接近尾声，叶书韵做了总结，勉励了获得提名的学子，也鼓励了其他学子继续努力。众人行礼告退。柳文轩浑浑噩噩地随着人流走出明礼堂，阳光照在他身上，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他回头望了一眼堂内那依然从容自若，正与叶书韵低声说着什么的玄色身影，眼中闪过一丝深刻的阴霾与不甘。李彦之，今日之赐，我柳文轩记下了，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他握紧了袖中的拳头，指甲几乎要嵌入掌心。文圣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提醒他才气值因声誉受损而增长缓慢，甚至有个别之前贡献了钦佩值的学子产生了怀疑情绪，导致少量才气值流失，这更让他对李彦之恨意加深。柳文轩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还有机会，大周使团还没来，院内选拔还没开始，只要在正式的比试中一鸣惊人，依然可以挽回一切。到时候定要让这李彦之还有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刮目相看。而明礼堂内，李彦之对叶书韵笑道：“三姐，这些学子都不错，看来我大夏文脉后继有人，大周使团那边只要准备充分，未必能讨得了。”好。叶书韵含笑点头，目光温婉地看着他：“有你在，我放心很多。”他虽然觉得李彦之对那柳文轩的态度有些微妙，但并未多问。弟弟做事总有他的道理。来自柳文轩的持续怨念与暗中观察的嫉恨，情绪值加5000，当前情绪值余额78000点。李彦之眉头微挑，这小子还不死心，在远处偷窥呢。不过无所谓，韭菜嘛，就是要时不时割一茬，才能长得更茁壮。他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与叶书韵并肩离开了明礼堂。回去的路上，李彦之与叶书韵又就着名录上其他学子的情况聊了几句，确定了后续选拔的大致章程。末了，他扬了扬手中的卷宗，对叶书韵笑道：“三姐，那这份名录我先拿着，上面太初圣地推荐的人选，我这就去国师那里一趟，与他当面敲定，也正好见见这些年轻人。”叶书韵闻言，眼中掠过一丝不舍，但知道这是正事，便温婉一笑，点点头：“好，你去吧，国师那边你多费心，我这边再仔细斟酌一下圣院这些学子的安排。”他亲自送李彦之走到书房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轻声道：“彦之，那柳文轩，你似乎对他有些特别留意。”李彦之脚步微顿，回头看向叶书韵，见他眼中有关切，也有疑惑，便笑了笑，低声道：“三姐慧眼，此子却有几分蹊跷，诗才来的突兀，心性也略显浮躁。大周使团在即，多留个心眼总没错。三姐在圣院里
也烦请让孔院长他们稍稍留意一二，莫要让他生出什么事端，影响了正事。叶淑韵了然，轻轻颔首，我明白了，你放心吧。两人又说了2句，李彦之这才转身离去。叶淑韵站在廊下，望着他玄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庭院花木深处，轻轻叹了口气，转身回到书房，重新埋首于那堆厚厚的卷宗之中。离开圣院，李彦之并未立刻前往城西的玄真关，他走到一处僻静的街角，心念微动，一道无形的传讯符便悄然飞出，没入虚空。不过片刻，他脑海中便响起了江河那带着几分跃跃欲试的清脆声音：“殿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休假好无聊啊！”声音里全然没有被打扰的不悦，反而充满了兴奋。李彦之嘴角微抽，这位亲信下属的敬业，或者说爱凑热闹的精神还真是。他传音道：“是有件事需要你安排一下。今日圣院考教，有个叫柳文轩的学子，是没落伯爵柳承志的庶子，近来突然诗才大进，你安排2个隐匿能力顶尖、心思缜密的暗探，给我盯紧他，记录他每日行踪，接触何人，有无异常举动，每日整理成简报送我。”柳文轩，没落的伯爵庶子。江河的声音里透出浓浓的兴趣，突然开窍，听着就有古怪，不会是被妖魔附身了吧？殿下放心，我这就去安排，保准把他盯得死死的，连他一天上几次茅房都给您记下来。李彦之沉默了一瞬，那倒也不必，重点关注他与外界异常接触，以及是否试图传播某些特殊的文作，然后将其全都控制起来，不要让他宣传出去。明白。江河应得干脆利落，声音里透着找到事做的欢快。殿下还有别的吩咐吗？暂无，你去安排吧。注意，此人或许有些特殊，让下面的人物必小心，不要暴露。李彦之叮嘱道。得令，我也会亲自去盯着的。江河的声音雀跃的消失，听着江河雀跃的声音，李彦之摇摇头，收回了神念。有江河这个机灵又得力的亲信去办，他倒是可以放心。柳文轩这条线先埋着看看能长出什么来。处理完这件事，李彦之不再耽搁，身形化作一道不易察觉的流光，朝着城西的玄真观而去。玄真观位于京城西郊，以山而建，规模并不宏大，但清幽古朴，灵气盎然，是大夏国师穆听兰在京城的常住清修之所，也是太初圣地在大夏的一处重要别院。李彦之来到关前，并未通报，只是稍微释放了一丝自身气息。关门无声开启，一名小道童躬身相迎：“靖王殿下，国师已在禁室等候，请随我来。”随着小道童穿过几重清静的院落，来到后山一处临崖而建的禁室前，小道童止步行礼，悄然退下。李彦之推门而入，室内陈设极为简朴，一桌一榻一蒲团，墙上悬挂着一柄古朴长剑，窗边设一香案，烟气袅袅。国师穆听兰依旧是一身月白道袍，正盘坐于蒲团之上，闭目凝神。而在他身侧还静立着一名少女，少女同样身着素雅道袍，但剪裁更为合身，勾勒出虽略显青涩却已初具规模的窈窕曲线，尤其是胸前弧度，堪称惊心动魄，与道袍的朴素形成了鲜明对比。其规模丝毫不下于他的师父穆听兰，又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少女。她身材高挑，几乎与李彦之齐平，青丝如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起部分，余下柔顺的垂落腰际。面容是那种毫无瑕疵的精致，肌肤漆双赛雪，眉眼如画，却像是附着一层终年不化的寒冰，没有丝毫表情，眸光清冷澄澈。少女正是国师唯一的亲传弟子，太初圣地年轻一辈中最负盛名的丹道与正道天才裴青年。李彦之的目光在裴青年身上停留了一瞬，心中微感诧异。早就听闻国师这位弟子天资绝伦，性子清冷，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李彦之觉得他最强的天赋并不是丹道和正道，只是这外貌与气质，明明修炼的是丹道，周身隐有纯净炽热的火灵之气流转，偏偏人却冷得像块万载玄冰。这反差倒是让他想起了吴姐叶灵渊，他修炼的是冰系功法，外表温柔，内里更是热情如火。眼前这位却是恰恰相反。有趣，秦王殿下到了。穆听兰缓缓睁开双眼，那双清冷的眸子看向李彦之，微微颔首：“请坐。”旁边早已备好了客座蒲团。李彦之也不客气，一言坐下，目光转向静立一旁的裴青年，含笑拱手：“这位想必就是裴仙子了，久仰大名。”裴青年闻言，只是将清冷的目光转向他，微微点了点头，阴唇轻启，吐出几个毫无温度的字：“见过殿下。”声音如珠落玉盘，清脆动听，却带着拒人千里的含义。穆听兰似乎早已习惯弟子的性子，也不以为意，对李彦之道：“此次大周使团来者不善，青言与圣地几位精善各道的弟子，我已召他们前来京城，后续如何安排调配，便交由殿下与三公主定夺。青言他们在京城期间，一应事务，殿下可直接吩咐。”他顿了顿，补充道：“今言性子如此，不善交际，但于丹道一途还算有些心得。殿下若有丹药方面的需求，或是对大周可能派出的丹师有所疑虑，可与他商议。”李彦之点头，看向裴青言，脸上笑容不变，语气温和：“有劳国师。裴仙子丹术超绝，本王早有耳闻，今日得见，果然仙姿非凡。”他话锋一转，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好奇与请教意味：“说来，本王对丹道也略有兴趣，只是杂物缠身，未曾深研，不知可否冒昧
请仙子稍展技艺，让本王开开眼界。所需灵药，本王可自备。他提出这个请求，一是想亲眼看看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丹道天才究竟水准如何，二也是想借此机会看看这位冰美人在专注于丹道时是否会有不同的神态。国师穆听兰抬眸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没有言语。裴青言清冷的眸光在李彦之脸上停留了一瞬，那双仿佛能洞悉人心的眸子里看不出什么情绪。他略微沉默，似乎是在判断李彦之是随口客套还是真有此意。片刻后，他缓缓点了点头，声音依旧平淡。惜字如金。穆听兰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几乎无法察觉的笑意，开口道：既如此，殿下可随青年去丹室，我还有些经文需参详，便不陪同了。国师请便。李彦之起身对裴青言做了个请的手势，有劳裴仙子引路。裴青言不再多言，转身向外走去，道袍下摆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身姿挺拔如孤竹。李彦之跟在他身后，目光不经意间掠过那纤细却笔挺的腰背，以及行走间自然摆动的饱满腰臀曲线，心中再次感叹这反差之美。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回廊，来到玄真观后山一处更为幽静的独立院落。此处地火之力被巧妙引导，正是观中炼丹之所。丹室内陈设简洁，中央一座造型古朴的青铜丹炉正散发着淡淡的温热与药香，四周陈列着各种处理药材的工具与玉瓶。裴青言步入丹室，整个人似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那股清冷的气息依旧，却又多了一种专注而凛然的气度。他转向李彦之，直接问道：殿下想看炼何种丹？李彦之略一思索，从储物法器中取出几样品相不错的灵草，皆是他在南疆角磨时所获，其中有一株赤炎珠果，乃是炼制3品丹药烈阳丹的主要之一，药性霸道，对火候掌控要求极高。我这里恰好有一株赤炎珠果，不知裴仙子可否用它炼制一炉烈阳丹，或者仙子觉得炼制何种丹药更为适宜？李彦之将选择权交给了裴青言，既展示了提供的药材，也表示了对他专业的尊重。3品丹药对如今的裴青言来说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算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了。裴青言的目光扫过那株灵气盎然的赤炎珠果，清冷的眼眸中似乎有极细微的亮光一闪而过。他伸出纤白如玉的手指，轻轻捻起珠果，感受了一下其中澎湃的火灵之力，点了点头。可炼烈阳丹。他言简意赅，随即转身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起来，清洗丹炉，调控的火，处理辅助药材。裴青言的动作流畅而精准，没有丝毫多余，每一个步骤都像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带着一种独特的美感。当他专注于丹炉与药材时，那份笼罩周身的冰寒似乎悄然融化了些许，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专注与严谨。李彦之静静立在一旁，没有出声打扰。他看着裴青言行云流水般的操作，感受着丹室内逐渐升腾起的炽热药力与精纯灵气，心中暗暗点头。此女在丹道上的造诣果然名不虚传，那份心无旁骛的专注更是难得。炉火纯青，药香渐浓，不知过了多久，裴青言手法忽然一变，指诀连掐，数道精纯的灵力打入丹炉。裴青言炼制3品丹药的过程远比之前预想的更为复杂。炼制烈阳丹本就对火候掌控要求极高，更何况是以赤炎珠果为主要，其内蕴的狂暴火灵之力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炸炉。随着药材逐一投入丹炉，丹室内的温度急剧攀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霸道的药香与灼热气息。裴青言清冷的脸庞上罕见地浮现出一抹凝重，他全神贯注地操控着地火，指尖灵力流转，不断调整着火焰的形态与温度，确保每一份药力都能在恰到好处的时机被萃取融合。他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他白皙的脸颊滑落，但他恍若未觉，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丹炉那细微的波动与药力的流转之上。李彦之在一旁静静看着，心中也是暗暗赞叹。3品丹药对于4品丹师的裴青言而言确实颇具挑战，但他展现出的沉稳、专注以及对火后药性的精准把握，远超寻常同阶丹师。然而更让李彦之感到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丹药炼制进行到最关键的药力融合与凝丹阶段，丹炉内能量剧烈波动，赤炎珠果的狂暴药性开始出现不稳迹象时，裴青言眼神一凛，空着的另一只手忽然抬起，五指飞快地凌空虚滑，一道道精纯而玄奥的灵力线条自他指尖流出，迅速在空中交织组合，眨眼间便勾勒出一座繁复而精巧的小型灵阵。灵阵成型，散发出柔和的稳定与调和之力，悄然笼罩在丹炉上方，并透过炉壁影响着炉内的能量场，以阵辅丹。李彦之眼中闪过一抹惊异，用阵法辅助炼丹，这并不算特别稀奇，许多高阶丹师都会借助一些固定阵盘或请阵法师协助，但像裴青言这般在高度紧张的炼丹过程中还能一心二用，分心布阵，而且手法如此娴熟流畅，阵法与炼丹节奏完美契合，这就极为罕见了。阵法之力介入后，丹炉内原本有些躁动的能量果然迅速平复下来，药力融合变得更加顺畅有序。裴青言紧绷的神色也稍稍放松了一丝，但操控火焰与维持阵法同步运转，显然对他的心神消耗极大。他的脸颊因专注和丹火的炙烤而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
清冷的眉眼间多了几分平日里难见的生动与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汗水浸湿了他额前的几缕碎发，粘在光洁的皮肤上，平添了几分脆弱与真实感。李彦之看着这幅景象，心中不禁啧啧称奇，这位冰美人在全力以赴时竟是这般模样。那份清冷与此刻的专注，微红的脸颊，晶莹的汗珠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与之冷淡的性子相比，竟有种别样的美感。时间在紧张而专注的气氛中缓缓流逝，终于在阵法与地火的双重加持下，丹炉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炉盖自行开启，3枚赤红如焰，丹气内蕴，表面隐有云纹的丹药滴溜溜飞出，被裴青岩早有准备的玉瓶精准接住。丹成3枚烈阳丹，品质皆属上等。炼丹结束，裴青岩紧绷的神经骤然放松，整个人微微晃了一下，显然消耗极大。他闭目调息了片刻，才缓缓睁开眼睛，脸上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但神情已恢复了平日的清冷。他将手中尚带余温的玉瓶递到李彦之面前，声音略带一丝疲惫后的沙哑，却依旧平静。殿下，丹药已成。李彦之接过玉瓶，打开玉瓶，一股精纯炽热的丹气扑面而来。他仔细看了看瓶中3枚圆润饱满、光滑流转的烈阳丹，眼中赞赏之色更浓。裴仙子果然名不虚传，丹阵双绝，一心二用而手法娴熟，炼制3品丹药亦能承担3枚上品，本王佩服。日后由你代表大夏的丹阵之道去迎战大周，必胜无疑。面对李彦之的夸赞，裴青岩却是依然面无表情。李彦之将其中1枚丹药倒出，递还给裴青岩，这1枚便当做此番炼丹的报酬，裴仙子收下吧。裴青岩看了一眼那枚丹药，直接将其接过。按照炼丹界的规矩，请人炼丹出了灵药费用后再支付报酬是常理，一般而言，但没成炼丹师也不负责，只要成丹，那就是最少要收取1半丹药作为报酬的。但这烈阳丹是李彦之请他帮忙炼制的，其中最主要的灵药还是李彦之提供的，还有考教他炼丹技艺的意思，收1半的话，好像有些不太好。不过裴青岩性子虽冷，却非不通情理，想了想，一颗就一颗吧，便伸手接过，点了点头，多谢殿下。他将丹药收好，这在他看来是应得的报酬，不用有心理负担。李彦之见他收下，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个更加深入了解裴青岩很不错的开端。他直视着裴青岩那双恢复清冷的眸子，脸上带着真诚的请教之意，开口道：裴仙子，方才见你丹阵结合，手法精妙绝伦，实令我大开眼界。不瞒仙子，我对丹道与阵道也颇有兴趣，只是以往俗务缠身，未曾系统修习，不知可否冒昧向仙子请教1、2？若能得仙子指点些许基础或观摩学习，本王感激不尽。他姿态放低，完全是以求学者的身份，而非秦王之尊。裴青岩闻言，清冷的眸光明显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李彦之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他抬眸仔细看了李彦之一眼，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是否有戏谑或别的意图。片刻后，他缓缓摇了摇头，声音恢复了那种没有波澜的平淡。殿下言重了，青岩上是师尊座下弟子，自身学艺不精，未得出师资格，岂敢言教，更无资格教授殿下。他顿了顿，语气客观地分析道：且炼丹布阵需有相应天赋与坚实基础，殿下年岁已长，此前未曾涉猎，如今从头学起，恐事倍功半，未必适宜此道。裴青岩这话说的直接，甚至有些不通人情世故，但确实是裴青岩基于事实的判断，且他的性子也的确不会阿谀奉承，以他国师弟子的身份，也不需要如此。最后，他看着李彦之，淡淡补充了一句，语气中似乎带上了一丝极难察觉的酸味：殿下身份尊贵，为大夏秦王镇魔司司政，所需丹药无论何等品阶，只需开口，自有无数丹师愿为殿下效力。即便是某些极为罕见难炼的丹药，比如那9转金丹，师尊都能为殿下与几位公主殿下费心，别人可没有这等待遇，何须再去浪费时间去学炼丹之术。他提到了自己的师父穆听兰，说到他为李彦之等人炼丹时，语气有些发酸，似乎有些羡慕。说完，他似乎觉得话已说尽，微微侧过脸，避开了李彦之的视线，一副此事无需在意的模样。李彦之闻言，却是心中微微诧异，这裴青岩看似冰冷不通人情，但最后这段话隐隐透出对师父穆听兰的维护之意，怕自己真去纠缠国师，分走了他对唯一弟子的关爱，这倒是有点意思。这清冷仙子没想到还挺缺爱的，看来国师在他心中分量极重，算是他为数不多的弱点之一。他面上露出几分遗憾，轻轻叹了口气，似乎是被说服了，但随即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右手抬起，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哧，一缕纯金色散发着至阳至纯浩瀚威严气息的火焰凭空出现在他的指尖。火焰虽小，却仿佛内蕴着一轮微缩的烈日，光芒并不刺眼，却带着一种抵挡一切阴邪、焚尽万物的本源力量感。丹室内的温度都似乎随之隐隐上升了1线，空气中残留的药香都被净化得更加纯粹，正是他的太阳圣火。说来惭愧，李彦之指尖跳动着那缕纯金火焰，语气带着几分惋惜：我虽有此火，却只知用以功伐炼魔，或是辅助自身修炼纯阳之功。每每念及，总觉得它都应该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如此品质的灵火，若不能用于丹道或炼器，实在可惜。他目光投向裴青岩，
观察着他的反应。裴青岩清冷的眸子在看到那缕纯金色火焰的瞬间，瞳孔便是微微一缩。作为丹道天才，他对火焰的感知极为敏锐。这缕火焰中蕴含的至阳、精纯浩瀚的气息，以及那超越诸多顶尖异火的威能，让他立刻意识到其非凡之处。这绝非普通天地灵火可比，其品质甚至比他师父为他准备在突破到3品时炼化吸收的那道归异真言还要强出许多。而且其中那股纯粹无比的阳刚之力，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炼制阳性丹药的他而言，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他心中确实产生了一丝好奇与探究的欲望。纯阳之火有意思，这样的一火，若由真正的丹道大师掌控，能炼制出何等品质的丹药？但即便如此，裴青岩面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眸光在那火焰上多停留了一瞬，便再次移开，摇了摇头，声音依旧平淡：异火虽好，但与能否炼丹、是否适合学丹，并无必然关联。殿下，请回吧。他还是拒绝了，而且拒绝的干脆利落。李彦之见状，知道单靠展示异火还不够，他收起太阳真言，脸上遗憾之色更浓，无奈地摇了摇头，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道：罢了，看来是本王与此道无缘，只是放着如此异火不用，心中终究难安，或许只能后言去恳请国师指点一二了。虽然以国师之尊教导本王这等初学者，却是大材小用，有些强人所难。说着，他做事便要转身离开丹室。等等！就在他转身的刹那，裴青岩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比之前似乎急促了一丝。李彦之脚步一顿，回过头，只见裴青岩正看着他，那双总是平静无波的眸子里，此刻清晰地闪过一丝纠结，眉头也微微蹙起。他似乎对李彦之要去麻烦他师尊这件事感到十分抗拒。他抿了抿唇，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绷着脸，语气严肃地看着李彦之说道：不必去叨扰师尊，炼丹与临阵之道，我可以教你基础。李彦之见裴青岩最终还是妥协了，心中不禁暗笑，看来这位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仙子，也并非全无破绽，对他那位师尊的独占欲或者说在意程度，比想象中还要深一些。给自己和几位姐姐炼个丹都能吃醋，怕自己这个外人分走了师尊的关爱，这倒是个有趣的发现。如此，那就多谢裴仙子了。李彦之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欣然笑容，拱手道：日后便要劳烦仙子费心指教了。裴青岩绷着脸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那双清冷的眸子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不情愿，腮帮子甚至因为抿唇而微微鼓起了一点，让他那向来没什么表情的脸蛋意外地显出了几分气鼓鼓的可爱。这副模样与他平日里的清冷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看得李彦之心中又是一乐。让热辣女子变温顺，何事让冰山美女变妩媚或可爱，都是一件很有意思和成就感的事情。只见裴青岩转过身，走到丹室一侧的书架旁，略一搜寻，便抽出了一本足有半尺厚、封面古朴、边缘都有些磨损的典籍。他双手捧着这本大部头，转过身，径直走到李彦之面前，然后咚的一声，将这本沉甸甸的典籍放到了李彦之身前的石台上。想要学炼丹，就先参悟透里面的内容。此乃丹道初解详录。裴青岩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平淡，但细听之下，似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甩脱麻烦后的轻松。他伸出仙指，点了点那厚重的书封，内含《百草全经》篇，记载了68000余种常见及部分珍稀灵植、矿物的形态、生长环境、采摘时令、药性药理、相生相克、初步处理与保存之法。他又翻开了几页，指着里面密密麻麻的图文，另有药理融会篇，详述不同药性配伍之原理、君臣佐使之法、常见丹药单方解析及炼制药典概略。最后是控火精要与丹诀手印基础篇，记述了36种基础控火法门与108式入门丹诀手印。他抬起清冷的眸子看着李彦之，语气一本正经，甚至带着点公事公办的严肃。殿下若真心想学丹道，便须从根基打起，请殿下先将此书通读理解记忆，并尝试熟记其中至少3万种常见材料的特性与1万种基础配伍。待殿下完成此基础课业，对丹道有了基本认知，我们再谈后续的实践与深入。裴青岩顿了顿，补充道：此书乃是太初圣地丹道入门学徒必读之基，若是从小研习，该是8岁之前便悟透的内容。但此典籍内容浩繁，即便天资聪颖者，日夜不辍，也需数月乃至1年方能出窥门境。殿下可以慢慢研读，不必急于一时。若是殿下喜欢正道，我这里也有正道典籍可供殿下学习。说完，他嘴角似乎极其细微的向上牵动了一下，那清冷的眸子里也飞快地掠过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捕捉的狡黠与一丝隐约的雀跃。在他看来，这本厚重如砖的入门典籍，足以让这位日理万机的秦王殿下知难而退了。就算他真有毅力去啃，等他出窥门境，大周使团的事情早就结束，他也该返回太初圣地继续潜修了。到时候天各一方，这教导之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李彦之看着石台上那本厚度惊人、散发着古老书卷气的《丹道初解详录》，又抬眼看了看裴青岩那张虽然努力维持平静，但眼角眉梢却隐隐透出这下你该知道厉害了吧神色的俏脸，心中一阵无语。好家伙，这小兵女
看着不声不响，心眼还挺多。这是给自己来了个知识壁垒，想用海量的基础知识把自己劝退，或者至少拖延到自己自然遗忘。但既然是拥有特殊命格的女子，那就是自己多子多福的有缘人，岂会轻易放过？更别说还有可能牵扯到气运之子的事了。李彦之伸手掂了掂那本厚重的典籍，分量着实不轻。翻开几页，里面图文并茂，记载详实，确实是正正经经的单道入门宝典，绝非敷衍之物。只是这分量和内容，对于毫无基础的人来说，确实堪称劝退神器。李彦之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震惊与凝重，似是被这浩如烟海的基础知识给镇住了。他摩挲着书页，沉吟片刻，才缓缓点头，语气带着沉重的觉悟：“裴仙子所言极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此书本王定会仔细研读。至于正道入门典籍，那就先算了吧，贪多嚼不烂。”裴青言见他似乎真的打算硬啃，眼中那丝雀跃稍稍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点点的意外，但更多的还是随你便，反正短时间内别来烦我的淡定。他微微颔首，殿下有此决心便好，若无他事，青言还需调息恢复。今日炼丹消耗不小，且还需为后续和大周的比试做准备，这是在下逐客令了。李彦之从善如流，将那本厚重的《丹道初解详录》收进储物法器，再次拱手：“今日多谢仙子，本王便不打扰了，仙子好生休息。”说完，他便转身步履沉稳地离开了丹室。走出丹室，被外面清凉的山风一吹，李彦之脸上那副凝重的表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玩味的笑意。想用书本拖住我？他低声自语，摇了摇头，想法不错，可惜。他一边沿着来路向玄真观外走去，一边心中飞速盘算着，直接硬啃这本大部头。他虽然自信记忆力与理解力远超常人，但时间宝贵，没必要真的把大量精力耗费在从头系统学习丹道基础上。他的主要目的本就是以此为媒介，与这位国师高徒太初圣地的天才建立更深入的联系，同时也能掌握一门有用的辅助技能。裴青言的小算盘，他一眼就看穿了。不过他也有他的对策。既然裴仙子给了功课，李彦之嘴角的笑意更深了，眼中闪过一丝促狭的光芒。那本王自然要认真完成。不过嘛，遇到疑难之处，去向更资深的老师请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他心中已然有了主意。裴青言不是怕他去麻烦他师尊吗？那他偏偏就要去。当然不是真的去纠缠繁忙的国师教他炼丹，那确实不合适。但李彦之完全可以以请教丹点疑难、探讨异火与丹道结合之可能等名义，去与国师穆听兰进行一些学术交流。一来这能显得他好学，给国师留下好印象；二来也能借此机会与这位深不可测的国师多接触，探探虚实，增进感情。三来嘛，李彦之几乎能想象到，当裴青言发现自己不去找他请教基础，反而跑去和他师尊讨论问题时，那张清冷的小脸上会露出何等精彩的表情，想必会比今日那气鼓鼓的模样更加生动有趣吧。想到此处，李彦之心情愈发愉悦。这女子天赋命格越强，自己从多子多福获得的奖励也会越好。他回头望了一眼掩映在山林间的玄真观，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某日，裴青言绷着脸，却又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与他师尊相谈甚欢的场景。裴仙子啊，裴仙子，你这招知识壁垒，可是把自己也给壁垒进去了。李彦之轻笑一声，身形一动，化作流光，朝着观外飞去。如今人员挑选有叶书韵把控，圣院那边已步入正轨，柳文轩那头有江河盯着，翻不出什么浪花。大周使团尚在路途，还需几日方能抵达。如今倒是有了一段难得的空档。更重要的是，他丹田深处那轮沉寂许久的大日金丹，今日忽然有了异动。当初在南疆时，与他灵魂交融后，便在大日金丹内沉睡，恢复本源的燕灵姬醒了。秦王府内殿，李彦之挥手布下一道隔音禁制，心念微动，丹田内大日金丹骤然绽放出璀璨金芒，一道赤红如焰的流光自他眉心飞出，轻盈地落于殿中。流光敛去，一道曼妙的身影逐渐凝实。燕灵姬缓缓睁开双眸，那双原本时常带着魅惑与不安的赤瞳，此刻却盈满了难以置信的惊喜与恍惚。他抬起手，看着自己近乎完全凝实的灵体，感受着体内澎湃充盈、前所未有的力量，整个人正在原地。我恢复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仿佛置身梦中，不是简单的恢复，是比巅峰时期更加精纯、更加稳固的状态。那轮大日金丹中蕴含的太阳圣火之力，不仅在温养他的本源，更在潜移默化中淬炼、升华着他的炎灵之躯。这短短半月的沉睡，抵得上他全盛时期的10年苦修。燕灵姬猛然转身，看向端坐于主位、神色淡然的玄衣青年，是他，是这个当初被叶凡视为死敌、被他无奈寄生的男人。他没有帮过他分毫，甚至在最初不过是迫于形势的依附，可他却真的兑现了承诺，让自己活下来，让自己恢复，甚至让自己变得更强。而那个他曾寄予厚望的弟子叶凡呢？狂妄自大，看不清形势，最终死在南疆的乱局中，尸骨无存。燕灵姬心中百感交集，后怕、庆幸、感激，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依恋。他深吸一口气，敛起裙摆，盈盈下拜，姿态虔诚而郑重。炎灵魅魔燕灵姬叩谢殿下
再造之恩。此恩此德，灵机敏感五内，永世不忘。他的额头轻触手背，声音不再有曾经的轻浮试探，而是发自肺腑的敬畏与臣服。李彦之看着眼前这个曾经高傲妩媚、狡黠，时刻盘算着脱身的颜灵魅魔，此刻却心甘情愿俯首称臣，眼中闪过一丝满意。起来吧，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既已与我灵魂交融，便是我的人，保你性命，助你恢复，便是分内之事。我李彦之对自己人向来不会吝啬。分内之事4个字轻描淡写，却让燕灵姬心头一颤。他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而在李彦之这里，自己是他的人。他缓缓起身，垂眸沉默了片刻，终究还是忍不住低声道：“只是灵姬身为颜灵魅魔，血脉终究属妖魔之列。殿下贵为镇魔司司正，天下斩妖除魔之首。若让人知晓殿下身边留着灵姬，恐会落人口时给殿下添麻烦。”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忐忑，还有极力压抑的卑微。他不想离开，可他更不愿成为他的累赘。李彦之闻言却笑了，那笑容不是嘲讽，而是一种俯瞰苍生、掌控一切的从容与笃定。他靠向椅背，目光平静地看着燕灵姬，声音不疾不徐，却字字如锤，敲在他心口。所谓妖魔，若是祸乱一方，残害生灵，不听从教化，那便是本王必欲诛之的祸患；若是听从指挥，遵守规矩，愿为我大夏效力，那便是镇魔司的一员，是本王麾下的战将。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冷冽而霸道的弧度。这世上的妖魔，死活、去留、前程、归宿，本王说了才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燕灵姬愣愣地看着他，那双翅瞳中倒映着李彦之淡然却威严的面容。他不是没见过强者，不是没听过豪言，但从未有一人能将这种近乎狂妄的自信说得如此理所当然，如此令人心悦诚服。那不是傲慢，是实力铸就的底气。他心中那最后一丝对过往的犹豫，对未来身份的不安，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李彦之见他这副怔怔出神的模样，唇角的弧度柔和了些。他站起身，走到燕灵姬身前，伸手拍了拍她越发凝视的肩头，然后手臂顺势环过她不盈一握的纤腰，将她轻轻带入怀中。燕灵姬身体微微一僵，随即彻底软化下来，顺从地靠在他胸膛上，感受着那熟悉的令他灵魂都感到安宁的纯阳气息。只要乖乖听话。李彦之低沉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带着几分慵懒的笃定。本王不仅会让你恢复本源，重塑肉身，还会让你更上一层楼。重塑肉身。燕灵姬猛然抬起头，眼中迸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喜光芒。他曾经连想都不敢想，以前都想着借叶凡之手恢复本源，灵体没有消散便好，如今居然从李彦之这里听到了重塑肉身。以他残损的灵体状态，能维持不散已是万幸，恢复本源已是奢望，重塑肉身那是近乎不可能的梦。可李彦之说的如此轻描淡写，似乎只是在许他一个触手可及的明天，但落在燕灵姬耳中并不是简单的吹嘘。殿下，他的声音哽咽了，他信，他真的信。这个男人从不轻易许诺，但言出必践。灵姬此生誓死效忠殿下。他将脸埋在他胸口，声音闷闷的，却无比坚定。若有二心，天诛地灭。李彦之抚过他如瀑的红发，了一声，待他情绪稍平，才问道：重塑肉身可有具体法门？需要哪些灵材？想要获得多子多福的奖励，肉身是双修时必须的。燕灵姬从他怀中抬起头，收拾起翻涌的情绪，认真的思索了片刻。有的。灵姬传承记忆中有一门言灵魅魔一族的秘法，名为赤焰涅槃躯。他缓缓道：此法需以海量火属灵力为基，辅以数种核心灵物，重塑的肉身不仅与灵魂完美契合，更能继承并放大本体的炎属性天赋。他顿了顿，开始逐一细数。首要之物是九阳涅槃莲，此为重塑肉身之根基，需在肉身出成时置于心脏位置，以保生机不绝。其次需凤凰梧桐木一节，以作筋骨主干，此木生于火凤栖无之地，千年方的一寸，极难寻获。再次需地心熔火精精华，用以凝练血肉经脉。还有至少2品修为的赤龙血，作为血脉引子，强化肉身强度。